天玄大陆、玄阴宗、大竹峰。傍晚，林浩一回到自己洞府，就发现他所设下的禁制遭到了破坏。他立马抽出2张1阶上品符箓，指尖蹦出灵力，随时准备催发。哟，林师兄，你倒是蛮警惕的。一个身着天蓝色衣裙的女修乒乒袅袅走了出来，雪白笔直的长腿慷慨地暴露在空气中。李熏染，她来干什么？看清楚女修的模样，林浩眼眸中闪过一抹惊诧。这女人和他一样，同为在大竹峰修行的外门弟子。女人因为容颜漂亮，身材姣好，在外门弟子中很是出众。说起来，林浩还跟对方一起出过任务，后者是炼气5层的修士，比他低了1层。虽然算得上是熟人，林浩却没有放下戒备，冷语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听说你要用聚灵丹做交易。李熏染语气中蕴含着打趣。交易，听到这个字眼，林浩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神色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参加完体质觉醒仪式之后，他老是想慰问地，并且修炼打坐久了，浑身还会炙热难受，脑海中也不由自主浮现女人妖娆的身影，让他不能继续修炼。为了能解决这一问题，继续修炼，他就想着用聚灵丹做交易。而找的第一个想要交易的对象是一位炼气5层的师妹。一夜风流10粒聚灵丹，算是各取所需。可本来说好的交易，那师妹却临时反悔，之后还把他如此交易的方式宣扬的小半个大竹峰都知道了，令他成为外门弟子中的笑柄。还交易吗？你看我如何？李熏染继续道，并且动了动腿，撩了下领口，大方地展示自己的资本。可以。林浩道，为了宣泄体内的火，当然要交易。他又不会谈情说爱，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各取所需。他挑着一对剑眉说道：“一次10粒丹，愿否？”10粒吗？李熏染蹙起洁白的额头，犹豫道：“10粒太少了，我可是初夜，得加1点。12粒。”林浩说道：“12粒是他1个月能够领取到的丹药，全给了对方。”行。李熏染也干脆同意道。轰！一道雷闪，撕裂厚重的乌云，啪嗒啪嗒啪嗒。哎呀，下雨了。李熏染抛了一个好看的媚眼，故作柔弱道：“我们进屋深入交流吧。”说完，他便直接转身往里面走去。林浩关了门，走进去，便见到女人一侧躺在他的床榻上，撑着头，一对美腿错落的叠在一起。林师兄。李熏染将声音拖得长长的，扑通。林浩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快，他将符箓放回腰间的储物袋，迈大步走过去。关键时刻，飒！变故陡生。李熏染从大腿下抽出一把泛着寒芒的短刃，快速刺向林浩的胸口。可还没等他建功，便感觉自己的咽喉一凉，别动，否则死！李熏染美眸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，微垂眼睑看到泛着绿芒的匕首，腥臭的味道在鼻尖缭绕。这匕首淬了烈毒，他知道自己一旦有异动，必然会落得个毒发身亡的下场，于是只能放下手中的短刃。他非常的惊讶，林浩明明已经上头，应该放下了所有戒心才是，并且他以防使用储物袋的灵力波动会被对方发觉，他还将短刃绑在大腿上。但万万没想到林浩的戒心会那么的重，根本就是一直在防备。林浩一脚将短刃踢走，并将对方腰间的储物带解下来，上了一道禁制。仙道无情，修仙人更是无情。自从成为修士以来，林浩始终是谨小慎微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总是保持着戒备之心，稳一手不会出大错。说吧，为什么刺杀我？他语调冰冷，蕴含着杀意。李熏染眼珠子一转，做出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千娇百媚道：“哎呀，林师兄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刺杀你？人家只是想增加一些趣味。”叮！林浩弹了一下刀刃，森寒的毒刃贴着女人的肌肤，手掌上喷涌着灵力，随时可以贯穿女人的咽喉。他声音冷冽道：“讲屁话没用，别挑战我的耐心。”感受到死亡的威胁，女人吓得花容失色。林师兄别冲动，我说是慕轩让我过来的。慕轩。林浩脑海里闪过一道人影，慕轩和他都是炼气6层，但对方有个长老亲戚，平日里在外门耀武扬威，欺辱没有背景的弟子。只因在一次封内小比中，林浩没有让他，就让他怀恨扎心，让女人前来做交易，在我分心时进行刺杀。这个狗东西有够阴险的。林浩眼眸中闪过一道狠厉，他是喜欢狗着发育不假，但不代表他会当缩头乌龟，别人都要杀他了，他还无动于衷。慕轩，我必杀你！见男人目光中闪烁着寒芒，李熏染忍不住一惊。林师兄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可以把匕首收起来吗？万一……贱人，你觉得自己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你私闯我的洞府，4级暗杀同门，只这2条，我杀了你都不为过。李熏染花容失色，美眸中滚着泪花，呜咽道：“林师兄，饶命呀！我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做了这般错事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把我储物袋里的东西都给你，你就饶了我一条贱命吧。”林浩双眼一眯，没有任何的情绪流露，语调冷若万年寒冰：“我并不是嗜血之人，杀你这种小角色没什么意思，但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。这储物袋里的物品不够买你的命，得加钱。可我全部身家就在这了。”李熏染可怜兮兮的道：“那就以身抵债，继续刚才未完之事。”声落，林浩便一掌震碎了李熏染的衣裙。和女人一次交流，自己竟到了突破的边缘。林浩心中狂喜，赶紧盘膝打坐，运转宗门功法烈阳诀进行突破。随之他就水到渠成般突破到炼气7层。一旁，李熏染感受到林浩身上的灵力波动，
惊声道：“你突破了！”嗖，林浩快若闪电般扼住女人的咽喉，心中寻思要不要杀死女人。虽说女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破，但总归有一丝隐患。李勋染惊慌失措道：“林师兄饶命啊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林浩眼眸闪过一丝玩味：“你最珍贵的东西已经没了，还有什么筹码打动我？”师兄，不，主人，我愿意为奴为婢，好生伺候你。可你是穆轩派来的人，把你留在身边，无异于与虎谋皮，等着你被刺我吗？主人，我现在已经失身于你，穆轩不会要我了，也不会信任我了。李勋染额头冷汗直冒，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他的脑袋飞快地运转。主人，你有可以控制人的毒丹吗？可以给我服下，那样你就安心了。你倒是聪明，不过那玩意太贵了，我可没有，而你也不配让我专门购买一粒毒丹。以后好生伺候着小爷，否则死，明白吗？李勋染小鸡啄米似的点头，之后一夜无眠到天亮。李勋染像个小女人般偎依在林浩怀里，眼眸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他悠悠地说道：“林郎，以后要好好疼惜奴家。”啪！林浩一把拍开女人的手，不耐地说道：“注意自己的身份，我是你主人，而你只是奴婢。”女人脸上闪过一道哀怨，轻咬着朱唇，渲然欲泣。本以为一夜疯狂之后，自己凭借魅力俘虏了男人的心，结果对方根本把他当作工具而已，真是无情啊！我交给你个任务。李勋染听得男人语气中的冷漠，赶紧把心中杂念压下去，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：“主人，有什么吩咐？你给我找一个清白女修，我要和她做交易。”和李勋染一夜，让他明白了女人原因能助他吸收炼化火灵气，快速提升实力。而清白女子的姻缘最醇厚，和清白女子的效果也就最好，之后便会越来越差。李勋染就是如此，开始效果好，到最后几乎没啥用了。经过那次事件之后，林浩觉得这种事自己不便出面。李勋染的美眸中满是幽怨，自己真成工具人，但也只能答应下来。主人，可以把储物带上还给我吗？女人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打开。李勋染心中一颤，害怕对方将他的东西据为己有，但又不敢反抗。他素手一挥，一团天蓝色的灵气飞出，打开了储物袋的禁制。林浩将里面的物品全部倒了出来，一瓶聚灵丹，一件下品法器，还有几张一阶中品符箓，剩余的都是女性衣物，连块灵石都没有。他暗骂一句穷鬼，然后只留下聚灵丹，淡淡的说道：“这瓶丹药我留下了，就当做对你之前不轨行为的惩罚。你好好表现，帮我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，我可以考虑放了你。”唯一的丹药被拿走，李勋染非常的肉疼，但畏惧对方的狠厉，只能将不满咽回肚子里，把物品收回储物袋，他就起身告退了。李勋染离开后，林浩绘制了3张符箓，便打算下山逛逛，主要是得去房市一趟。他现在不用受限于魏文帝的想法，可以安心的修炼了，便决定去卖些符箓，换取到临时布置自己的洞府内，可以增加灵气的浓郁度，这样等女人带来合适的交易对象，效果会更佳。只有内门弟子才能在宗门遇见，外门上下山只能步行。突破到炼气7层，林浩的身体机能得到不小的提升，下山健步如飞，追赶上不少先行下山的人。快到山脚时，看到了李勋染，他立马皱起了眉头，这女人不去找交易对象，下山干嘛？对方形迹可疑，引起了林浩的注意，他冷着眸子，悄悄地跟了上去。来到杂役弟子居住的地方，女人七拐八绕，最终在一处院落前停了下来，机警地观察一番，没有发现异常，便一头钻进院落。林浩脸上的疑惑更重，隐匿自身的灵力波动，悄无声息绕到院子后面，然后翻了进去，贴着墙根听取屋内的动静，里面有男女交流的声音，很熟悉的声音。林浩脸色渐冷，蹑手蹑脚走到窗前，透过狭小的缝隙观察屋内的动静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李勋染在和穆轩密会，这个女人还真是贱啊！林浩心中恨骂一句，专心听狗男女的对话。穆老大，我刺杀没成，不过现在也取得了林浩的信任，那就实行第2套方案吧。穆轩说道。真是便宜那小子了，你明明可以跟我，不去做这么危险的任务的。李勋染是他看上的女人，可对方竟然总是推脱，不愿意跟他，现在却是便宜了林浩那小子。穆老大，说好的报酬呢？李勋染不想和穆轩废话。穆轩见李勋染还是这个样子，神色变了变，不过他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心说一个失身的婊子已不配做我女人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穆轩掏出一个小玉瓶，说道，这里面是10颗聚灵丹，是你取得林浩信任的报酬。今天晚上你把10箱软骨散给林浩那个狗东西服下去，然后等我过去虐杀了他，事成之后也有重赏。好。李勋染接过玉瓶，说道。窗外林浩的脸色冷若冰霜。很好，狗男女，只要你们今天赶过来，我让你们共赴黄泉。林浩本在打坐苦修，忽然睁开双眼，因为洞府的禁制动了，他豁然起身，指尖飞出一道流光，打开禁制便看见2道姣好的身影。主人，我回来了。李勋染的声音自带妩媚，将一名长相清秀的女修推到了林浩面前。主人，这是倩倩师妹，慕名前来和师兄做交易。名为倩倩的女修耳垂微红，缓缓低下了头。林浩上下打量女修一眼，姿色中等，但身材曼妙，尤其是孩子不会挨饿，只是看着不像清白之身啊。他给李勋染传音道，这个倩倩已为人妇。是的，主人，我找了好多清白女修，不过都害羞不同意，
只有倩倩师妹愿意。主人你放心，倩倩师妹虽不是完璧之身，但并无道侣，不会有麻烦的。林浩默然无语，挥挥手让李勋染退出去，继而说道：我这边的交易规则你都知晓了吧？女修微微点头，声若蚊蝇道：晓得。那开始吧。林浩也不说废话，直接拿出武力聚灵丹，淡淡说道：这个价位你可能接受？女修实力低微，才不过炼气4层，每个月只能领取武力丹药，只是现身一次便能够得到这么多，她心中很是开心。春风1度，女修不是第一次，林浩收获颇微。女修走后，李勋染回到洞府，顾盼生辉道：主人感觉怎么样？不是太好，下次不是完璧女修就不要领过来了。主人你一定累了吧，我给你泡杯灵茶吧。林浩心中冷笑，蛇蝎女人借着关心我的名义准备下毒是吧？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故意不看女人的动作，而是闭上眼睛调息。不一会的功夫，女人端着一杯灵茶，巧笑倩兮道：主人用茶。林浩神色淡然地接过茶杯，冷冷说道：你去将洞府的门给关上，然后来服侍我。趁着女人转身的瞬间，他使用法力将茶水蒸发，装作饮完的样子，随之瘫软在地。哎呀，主人你怎么了？李勋染发出一声惊呼。勋染你做得很不错。一身黑衣的穆轩走了进来，看着瘫倒在地宛若死狗的林浩，扯着嘴角说道：林浩啊林浩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胆招惹老子，狗东西，敢和我作对，老子这就干死你！林浩眼眸中闪过惊恐，声音打颤道：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狗东西，你中了10香软筋散，感觉到无力吧？老子要在你清醒且无法反抗时，一刀一刀旋下你的肉。李勋染抓着穆轩的衣袖，软软说道：穆老大先别急啊，我的报酬。穆轩语气不耐地说道：妈，你觉得爷会不给你报酬？那倒不是，在旁边待着，别给爷多事，明白吗？女人脸上浮现出害怕的神情，赶紧退到一旁，看着男人朝林浩走去。穆轩缓缓蹲下来，目光阴毒地盯着仇敌。狗东西，先把你的子孙带摘了。铮铿锵，林浩装成无力的样子，就是为了等穆轩放松警惕。他手握毒匕首，就要了结了对方。可陡生变故，一柄细长的剑贯穿了穆轩的胸口，一插一抽，带出一捧血花。林浩很是惊讶，那个女人在做什么？从背后偷袭了穆轩。穆轩更是难以置信，李虚染居然背刺了他。为什么？蠢狗，没有为什么，老娘可是主人的人，杀你是应该的。贱女人！穆轩几欲疯狂，一双蛤蟆眼都快要瞪爆了，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出。他是炼气6层的修士，生命力旺盛，被一剑贯体，只是受了重伤，还有一战之力，直接一巴掌将李勋然给拍飞了，后者在空中还喷了一口鲜血。林浩心中一阵无语，这对狗男女在玩什么花样？互相背刺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干掉穆轩，不然等他逃出去，由内门长老罩着，再想杀之就难了。林浩身形一动，直接闪到穆轩面前，毒刃干净利落地捅进后者的心窝。他这把匕首上涂抹的是烈性毒，见血封喉，更别说还有锈迹，妥妥的破伤风之刃。穆轩两腿一蹬，就找阎王报道了。轰！林浩掌心喷吐出烈焰，杀人要毁尸灭迹。处理完穆轩，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他眼眸中闪着寒芒，快步走到李勋染身前，一把攥住女人的袖颈。为什么会反水？是因为发现我没有中毒。女人咳了一声，焦急地说道：没有，我没有下毒。主人，奴家一直都是你的人，怎么可能帮穆轩做事？是那个狗东西找我，要我给你下毒，然后虐杀主人你。当时我假意答应，是为了找机会和主人里应外合，除掉这条毒蛇。林浩眼眸溢满冰冷的杀意，暂且松开手，不过却用毒刃抵住女人的心窝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套说辞？茶水里有毒，而你是见情况不对才临时反水的。李勋染面色苍白，语无伦次道：主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刚才还在疑惑，您喝了我奉上的茶，怎么就晕倒了呢？我试图拖住穆轩，就是想找机会干掉他。行，既然你对我忠心耿耿，那把这杯茶饮了。林浩手心喷涌灵力，将装有灵茶的茶盏吸了过来，单手递到女人面前。李勋染端起茶盏，一饮而尽，没有毒。好一会，林浩见女人并没有事，心中念头百般流转，这个女人居然没有下毒。确实是我误会你了，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，一定要提前告知我，明白吗？李勋染美眸中流转着喜色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主人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林浩没有回应，他只是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当，万一出现变故，女人肯定要凉凉，那么也会牵扯到他。你跟穆轩同行，可有其他人知晓？女人连忙摇头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无人知晓。穆轩个狗东西知道残杀同门，即使有长老保他，也得受到严惩，因此行踪隐秘。原来如此，这倒是省了我的功夫。林浩本来还担心穆轩失踪的事情传出去会引来内门长老的怀疑，只是眼前这个女人要怎么处理好呢？似乎是感受到林浩的杀意，李勋染跪在地上，一边收拾残局，一边发毒誓：主人放心，我绝不会背叛你的。女人的说辞，林浩不置可否。要不是女人平日行事张扬，而且给他带来过交易对象，陡然消失，恐怕会引起外人的注意。他真想来个毁尸灭迹，毕竟死人最靠得住。你最好拎清自己的处境。穆轩遭到重创的那一剑，
是你捅的。打过棒子之后，林浩立马给了胡萝卜。他拿出一瓶聚灵丹，淡淡说道：“这里有10粒丹药，你拿去用吧。”李熏然喜上眉梢，接过玉瓶，感恩戴德道：“谢主人赏赐，主人可以让奴家服侍你吗？”言罢，西行到林浩身前。从这个女人身上得不到灵气了，林浩并不想浪费精力，一挥袖打开女人的手，声音淡漠道：“我不需要你的服侍，滚出去，好生修炼。明日给我找一个清白女子。”女人眼眸中闪过一丝幽怨，迈着莲步离开，就在林浩洞府旁边打坐修行。啪嗒，林浩从怀中掏出穆轩的储物袋，准备清点一下战利品。修士一旦死掉，自身留下的禁制便会遭到削弱，更何况林浩现在的修为要比穆轩高上一线，所以没有费什么功夫就破掉了储物袋的禁制，将里面的物品全倒出来。林浩不由得眼前一亮，好家伙，果然是杀人放火金腰带，光聚灵丹就有3瓶，更别说还有180多枚下品灵石，一沓一阶符箓，2件中品法器。而一般的炼气6层修士，每个月所得的灵石只是勉强够修行而已，根本不可能留余。至于自身所用法器，也多是下品。像林浩这种有一技之长的修士，每个月能攒10枚灵石就算是不错的了。而且他用的也是下品法器，一件稍微好点的中品法器就得100-200枚灵石，外门弟子哪里买得起？冒险杀敌，值了。只是这中品法器多半是那位内门长老赐下的，不好在宗门内使用，回头得去外界的房市卖掉。半夜，李熏染悄悄出了洞府。熟睡中的林浩突然睁开眼，本能的直觉告诉他李熏染还有问题，所以他起身跟了出去。刚一出洞府，他便看到女人鬼鬼祟祟的上山。这个女人想要干什么？他眉头拧成一团，悄悄地跟了上去，爬到接近600丈的位置，方才停了下来。他心中的疑惑更盛，这里住的都是外门的顶尖弟子，李熏染来这里是要见谁？李熏染站在一座洞府前，躬声喊道：“师姐，熏染求见。”进来吧。里面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。看到女人走进洞府，林浩的脸色一正，没想到李熏染前来夜会的人竟然是他。陈月明，容颜倾城，仙姿玉骨，炼气大圆满的修为，因为容颜出众，再加上修为高深，在外门中威望很高，着实有一群拥趸。没想到李熏染和此女有瓜葛，林浩的脸色渐冷，因为他对陈月明的观感不佳。他之所以认识对方，并将对方的声音铭记入骨，是因为此女跟他的师姐李秋水是仇敌。李秋水同样是炼气大圆满，长相极美，和陈月明并称为大竹峰外门绝代双姝，两人堪称死敌。要不是玄阴宗禁止同门相残，两女绝对是一见面就掐。林浩跟李秋水的关系很好，后者是他的先引人，把他从俗世带到了修仙界，平日也非常照顾他，遇到报酬丰厚的任务会把他带上，所以他算是师姐的人。李熏染夜会师姐的死敌，林浩岂能不上心？脸色冷若寒冰。他虽然无法探听两人的密谈，但根据自身的猜测，多半是在筹谋对付师姐。这女人真不简单啊，怪不得敢重创穆轩，为的就是获取我的信任，以方便接近师姐。林浩本来想等女人回来后直接一不做二不休干掉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样做会打草惊蛇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向探听陈月明的情报。反正现在他知道李熏染是狼，敌在明，他在暗，倒要看看女人想玩什么花样。夜半，李熏染悄悄地回到林浩的洞府，仔细观察之后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方才安心席地打坐。林浩一直留意着外边的动静，见女人回来，只是冷哼一声，让女人滚进来服侍。一夜春风从女人身上所得微乎其微，但却令其两股战战，走路都是一瘸一拐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来一名清白女修，明白吗？他觉得再找个清白女修，他定能突破到炼气8层。李熏染眼眸里含着泪包，轻咬着阴唇道：“是主人。”待女人离开之后，林浩也走出洞府，打算去房市一趟。昨天他准备去卖符箓的，但在偷听到李熏染和穆轩的谋划后，就没有去。凌云房市距离玄阴宗500里，林浩之前总是在此摆地摊售卖符箓，当然他也会光顾地摊，期望能够淘到宝贝。可惜他的福缘太浅，从来没有捡过漏。这次他依照惯例，他卖完想卖的符箓后，就在地摊区域闲逛。当走到一个售卖法器的摊位前，忽然停下了脚步。这个摊位的主人是位中年修士，看着老实巴交的，但林浩自己摆过摊，深知为了取得顾客的信任，摊主们总会装老实。一块兽皮上摆着3件法器，都是破破烂烂的，卖相非常不好，前来光顾的人寥寥无几。摊主见林浩有兴趣，赶紧招呼道：“这位小哥，我卖的这3把法器可都是中品啊！要知道中品法器一般都是100灵石起步，而我这3件才卖100，买到就是赚到啊！”对于摊主的夸夸其谈，林浩只是淡然一笑。这3件法器的法阵都损坏了，威能还不如下品法器，也就是材质好上一些，还真不值100块灵石。只不过他经过这小摊时，发觉摊主搁置武器的兽皮是难得的好东西，没想到会在地摊见到云雷兽的兽皮。此兽活跃于中古时期，现在早已灭绝。林浩也是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，才能认出来，这可是2阶上品妖兽，实力堪比筑基大圆满。拿下，可以绘制2阶符箓的材料，必须拿下。为了防止摊主做得起价，林浩并没有直接购置兽皮，而是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那3件法器损坏的太严重，50灵石我买了。小哥，
这可不行，都是我祖传的宝，45块零食，你要卖我就带走，不卖拉倒。林浩的语气不耐道。这摊主见对方要走，赶紧喊住：成，小哥和我一见如故，就当交个朋友，卖了。摊主满脸肉疼道。林浩却是不吃他这一套，直接说道：那些破损法器都是你低价收来的，45块你也有的赚。这些法器都好脏啊，我真不想放进我的储物袋，你用兽皮给包起来吧，这不用额外加钱吧？摊主干笑一声道：不用，我这就给您包起来。他唯恐林浩反悔，手脚麻利的把法器包了起来。林浩递过去45枚零食，把东西放进储物袋，扬长而去。赚到了，这块兽皮很大，最起码能够裁出50张符箓的原材料，以他现在的符道造诣，绘制2阶下品符箓的成功率在2成到3成之间，而一张符箓能够买到50零食，保底能赚取500零食，更何况这兽皮还是他白嫖到手的。人生第一次捡漏，他心情无比愉悦，哼着小曲返回自己的洞府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特意留心周围修士谈论的话题，主要是看看有没有人提到穆轩，然而并没有人谈及到此事。他转念一想，便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大活人不见了，却没有人发现。因为在玄阴宗，外门弟子的地位不高，连命牌都没有，除非是当场死亡，否则很难被及时发现。更何况穆轩是个浪荡子，经常下山鬼魂，消失个10天半月也很正常。只要他和李熏染不主动说穆轩死亡的消息，可能要在半个月后才会传出去。回到洞府，林浩立马将兽皮拿了出来，将那3件破损法器随意的丢到一旁，等回头找个机会找个法器贩子卖个40零食不成问题。他将云雷兽的兽皮放在案桌上进行切割制作，2个时辰后收获50张制作符箓的原材料。不过他并不准备现在画符，打算等到成为2阶符师再画，到那时制服成功率会翻倍。主人，我回来了。洞府外传来李熏染千娇百媚的传音。林浩一挥衣袖，打开洞府的禁制，眼眸瞥向外边，只见李熏染领着一位容颜上佳身材娇小的女子。林师兄，这是婉儿师妹。林浩微微颔首，示意李熏染退出洞府，然后打量着女人，身材虽然娇小，但曲线极为曼妙，胸怀宽广，又是个扼不住孩子的主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一眼便看出此女是清白之身，原因尚在。林师兄，我需要15粒聚灵丹。名为婉儿的女修有些羞怯地说道。15粒吗？林浩看一眼女人眼角的泪痣，心中的欲念陡然暴涨，直接拉住女人的手腕。可以，这女人的长相很诱人，而且炼气5层的清白女修倒是值这个价。林浩将一个小玉瓶塞到女人手中，然后将其拉进了怀里。拂晓，霞光漫天，昨晚收获颇丰，林浩甚是满意。走出洞府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打了一通不成招式的拳法，额头密布着细汗，被山风拂面，感觉浑身舒坦。李熏染双腿发软，倚在洞门口煮着细碱。昨晚他是替补，他目光复杂地看着少年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吐槽，折腾了大半夜，精力还这么旺盛，简直像是头蛮兽。嗖，一道流光自高处飞来，如同翠鸟般悬停在林浩面前，是一柄袖珍小剑，上面绑着一封书信，油渍散发着淡香，在空气中弥漫。林浩看到小剑的音碎，嘴里呢喃了一句师姐来信。他伸手摘下小剑，把信件取下来，展开细细浏览。原来师姐邀请他参加猎妖大赛，并且让他过去一趟。他本以为师姐要闭关冲击筑基，不会参加这次猎妖大赛的。主人，猎妖大赛快要开始了，你会参加吗？恰巧李熏染这时也询问他猎妖大赛的事。参加？我当然会参加。那我可以跟主人一起去吗？李熏染眼眸中闪过期待，林浩眼眸中闪过一道寒芒。师姐邀他参加，他也要跟着他去，这是巧合吗？只怕是早就算好了的吧。这头狼果然是要打师姐的主意。可以，林浩面无表情的道。你就在洞府，我出去一趟。听到林浩答应，李熏染欣喜。主人，我可以下山吗？猎妖大赛在即，我想要购买一些丹药。购买丹药是假，何人通风报信是真？林浩心中冷哼一声，不悲不喜的说道。去吧，好好挑挑选选。是，主人。目送女人离开后，林浩顺着台阶往上爬，来到600丈处，穿过一片紫色竹林，抵达师姐的洞府前，他躬身求见。陈明月要对师姐动手，他准备和师姐商议反制之策。陈明月是炼气大圆满，容貌绝色，要是这次能趁机将他拿下，吸了他元婴，他实力定然能得到巨大提升。一阵香风拂过，石门洞开，里面传来温婉的声音：进来吧。林浩缓步走了进去，韩愈打凿的道台上端坐着一位清丽佳人。女人美目流盼荡秋水，眉如远山寒带烟，肤若桃花含笑，发如瀑布长挂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。佳人沁鼻的体香在不算太大的石室内弥漫，更是让人心猿意马。虽然晨练之后已是贤者的林浩，此时也克制不住，暗中扫视着如玉的美人。即使见过很多次，但每次见到师姐，他的心脏还是狂跳不已。他轻咬一下舌尖，令自己冷静下来。师姐，陈月明在我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，感觉是有所谋划。李秋水秀眉一蹙，眼眸中闪过寒芒，说道：那个贱女人的爪子都伸这么长了，那个眼线是什么根脚？林浩将自己的推测讲述一遍，并着重提了李熏染打算跟着自己去猎妖大赛的事。师弟，你先吊着他，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
切记不可打草惊蛇。好的，师姐。说完李熏染的事，林浩又请教了一些修行上的问题。李秋水是炼气大圆满，距离破入筑基期也只是差了一线机缘，指点前者足够了。半个月后，猎妖大赛开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筹备参赛期间，林浩又和数名清白女修达成了交易，已然晋升到炼气8层，并且是中期。可他也发现了，和比自己修为低的女子交易，效果越来越差。可同境或者修为高的女修，都是心高气傲之辈，岂会看得上聚灵丹？还有很关键的一点，李熏染没那个能耐给他和高阶女修牵线，他只能暂且把交易的想法压在心头，等这次猎妖大赛结束了再说。猎妖大赛是在玄阴宗千里开外的大荒丛林中进行，这是宗门专门开辟的猎场，里面的妖兽有野生的，也有宗门圈养的。大赛并无什么特殊规则，就是杀妖兽的妖丹，按照妖丹的多少排名次，而名次越高奖励越丰厚，因此免不了弟子之间互相抢夺。所以参加大赛的弟子在进入猎场前都会寻求搭伙人，一般都是相熟的师兄弟，实在不行只能进去单干了。两人出了宗门后就开始御剑赶往大荒外聚集地，他们外门弟子在宗门内无法御剑，出了宗门就可以了。等两人赶到大荒外聚集地，这里已经有数千人再次聚集等待。看着别人都是3、5一群，李熏染柔柔说道：“主人，就咱们2个吗？怎么害怕了？”林浩神色平淡，淡淡说道：“嫌我修为低，你可以去找别人搭伙。”他为了提防李熏染，并没有暴露自己是炼气8层的实力，而是以炼气7层的身份示人。李熏染连连摇头，话容有些失色道：“主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。”林师弟，李秋水一行人御剑而来，降落在林浩身边。李秋水今天穿着一身素色衣裙，宛如一株出水芙蓉，绰约淡雅。师姐，林浩双手抱拳见礼之后，扫一眼李秋水身边的人，都是熟面孔，是李秋水的亲信，以前没少打交道。彼此简单寒暄后，又等了1刻钟，参加大赛的人员基本到齐。负责主持这次大赛的长老踩着飞剑落在高台上：“诸位，你们能来参赛，想必都已知晓规则。多余的话我不再多说，只提醒你们一句，储物袋中不得提前放入妖丹，否则按照舞弊处理，剥夺参赛资格，并扣除月俸。现在我宣布猎妖大赛正式开始。”长老的话音刚落，各路人马争先恐后的涌入密林，为的是争个妖兽多的地方。有夙愿的队伍此时也会暂且放下仇怨，专心的猎杀妖兽。李秋水轻启皓齿道：“大赛名次是以妖丹多少而论，时间是宝贵的，诸位行动吧。”“是，师姐。”声毕，众人赶紧分散开猎杀的兽。为了方便彼此间的照应，每人相隔不到1里。李熏染跟在林浩身后，后者宰杀完妖兽，他便干些剥皮取丹的脏活，真的像是个小随从。这大荒丛林外围都是些1阶初期妖兽，实力相当于炼气3层。林浩杀了10来头，便懒得出手了，让李熏染负责清理这片区域，他则是追随李秋水往丛林深处行进。抵达1阶中品妖兽的聚集地，林浩方才停了下来，从储物袋中掏出1沓符箓，天女散花似的撒了出去。每张符箓都相当于炼气6层修士的全力一击，4、5张就能搞定1头1阶中期妖兽，因此他猎杀妖兽的效率非常之高。大半天功夫，他自己就猎杀了30、40头妖兽，具体有多少，得等到晚上清点战利品时才知道。李熏染只是跟在他后面剥皮取丹，便累得香汗淋漓，可嘴里并无一句怨言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很称职的跟班。只是林浩已知道他是狼，始终留意着他，看其有没有搞小动作。可女人兢兢业业，没有任何反常的行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就是个贴心小奴婢呢。夜幕降临之后，妖兽吸取月之精华，实力会提升1阶，再加上大家都战斗1天了，自身灵力需要恢复，所以都会选择扎营休息。修士体质异于常人，在野外宿营倒没有太多讲究，只是简单的支了帐篷。李熏染找来枯枝败叶，搭成简易篝火，求林浩点燃后，便使用水系法术温酒烹茶。林浩则是负责清点战利品，因为他和师姐的关系最近，后者便把这个涉及切身利益的活交给了他。很快他便点数完战利品，师姐猎杀50头1阶中期妖兽，他自己猎杀35头中期，10头初期，其余4人合计猎杀50头中期，30头初期。10成战利品中，林浩2成，你们1人1成，可有异议？李秋水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没有异议，多劳多得是定好的规矩，众人自然不可能有异议。多谢师姐。”林浩闻言感谢道：“这是你应得的，你杀中期妖兽如此之快，是晋升到炼气7层了吧？”李秋水明媚一笑，令周遭的鲜花失了光彩。林浩略微迟疑，然后点了点头，承认自己是炼气7层巅峰，但其实他是炼气8层，倒是没有必要瞒着师姐。可是有狼在侧，他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。师姐，主人辛苦1天了，请饮茶。李熏染端过来2杯兀自冒着热气的茶水，浅浅说道。林浩接过茶杯，扫一眼其他人，饮茶的饮茶，喝酒的喝酒。他和师姐李秋水对视了一眼，彼此意会。随后趁李熏染不注意，林浩和储物袋中的茶杯进行了调包。看见林浩和李秋水都喝了，李熏染眼眸中含着笑意，声音妩媚道：“主人，味道如何？”
还林浩突然捂着腹部，身体摇摇晃晃摔倒在地，其余4人此时也瘫软在地。你下毒！林浩眼眸中既有恨意又有惊疑，挣扎着想要擒拿女人，却四肢无力无法起身。师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侍女在茶水里下毒。李秋水声音软绵绵地说道。李熏然往后退了5、6丈，以防林浩强行抱起伤人。小贼，叫你2声主人，你便以为真是我的主人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。贱女人！林浩故意做出愤怒的样子，眼眸中滚出冷意。啪啪啪！陈月明秀手拍着巴掌，带着几人从暗处走了出来。他那倾城神颜上充满了得意。李秋水，没想到吧？你会栽到这？女人的声音冷厉。是你，这个贱女人是你的人？林浩妥妥的演技派，眼眸中满是惊疑，一副悔恨交加的样子。哟，小狗崽子长得还挺俊秀，只是脑袋不太聪明，现在才发现，晚了。陈月明的语气难掩兴奋，一把将林浩手中装着妖丹的储物袋吸了过来，进行了简单的点数。哼，你们很可以吗？竟然宰杀了那么多妖兽，现在归我们了。他将储物袋挂在腰间，迈着莲步走到李秋水身前。他伸出2根玉指，托着李秋水雪白的下巴，轻佻地说道：“如此绝色，要是被猪拱了，画面一定很炸裂吧？”他眼睛往后一瞥，一个极为肥胖、无比丑陋的男修士走了过来，口水流了一地。今日我便让这头蠢猪破了你的身！你无耻！李秋水眼眸中迸溅出冰冷的杀意。他所修炼地功法斩断了情，一旦被破身的话，境界便会大跌。贱女人，你敢！眼看丑陋男修越走越近，李秋水吓得花容失色，额头起了一层香汗。哈哈，李秋水，你也有怕的一天啊！陈月明张狂大笑，笑的眼泪都要从美眸中跳出来了。贱女人，你敢撇开阴邪招式，堂堂正正的和我打上一场吗？呵呵，你不用对我使用激将法，只要能辱了你的清白身子，让你境界大跌，到时还不是任由我拿捏？别想着挣扎，更别想着拖延时间，没人来救你的。李秋水眼眸中翻涌绝望，像是认命了一般，长长的睫毛垂在脸颊上。今日能让宿敌受尽屈辱，陈月明无比得意。别急着认命啊，像你这种美人是多少难修的梦中道侣，即使是被猪拱了，也有人愿意一清方泽的。一会你被我的人玩完，还会被你的人玩。啧，高冷仙子便当妇，想想就令人激动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陈月明带来的人全都目露淫邪，连连称是。贱女人，你可真歹毒啊！李秋水发出绝望的哀鸣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陈月明的意道。轰！突然一道凌厉的掌法，携带锐气难当的灵力，直取陈月明的心窝。什么？陈月明大吃一惊，李秋水居然没有中毒。他的思绪反应了过来，可身体却来不及招架，被灵力激荡的掌法拍飞了3、4丈。噗！他在空中飙出一口鲜血，宛若被劲风吹落的玉兰花，摔落在地。他目光恨恨地看向对手，难以置信道：“李秋水，你伪装成中毒。”李秋水长身玉立，曼妙的身体宛若一株青莲，美眸中蕴含着冰冷的杀意，朱唇轻启道：“陈月明，你个蠢狗，没想到吧？自己精心设下的局早已被我看穿。”此时局面逆转，林浩也不装了，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站在师姐旁边，一双星眸满是冷漠，扫视着众人。你在我身边安插狼，我早已知晓，就是想看看你能耍出什么手段。哼，结果想靠一个蠢物暗害我等，你够无能的。陈月明的脸色阴沉的可以滴水，因为胸口的伤势更是面若白纸。自己精心布的局竟然早已被看穿，他眼眸中闪过一丝怅然，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？见宿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李秋水美眸中闪过一丝快感，往前走了2步。陈月明，机关算尽反被误，你刚才打算对我做的一切，我会通通还给你，觉悟吧！唰，李秋水储物袋中飞出一把袖珍小剑，宛若一道苍翠色的流光，朝对手击射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林浩也身形一动，掌心喷吐着烈焰，照向敌人。狮子搏兔亦用全力，虽然对手受了伤，但难保没有翻盘的手段，所以林浩才会上去补刀，以防阴沟里翻船。陈月明挨了一记偷袭，本就遭逢重创，又被2位高手围攻，哪里招架得住？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，身上的罗衫留下一道刀剑痕，他的气息散乱，显然支撑不住了。可他那些所谓的拥趸却十分的会剑姬形式，早就跑光了。独木难支。定！林浩一掌拍开飞剑，往女人小腹重击2拳，这2拳爆裂无比，打得女人狂喷鲜血，双腿再也无力支撑，无骨似的瘫软在地。飒！碧绿色的小剑抵在陈月明的心窝。别动！李秋水居高临下的看着宿敌，美眸中翻滚着嘲讽。陈月明被擒拿的滋味如何？女人虽然不甘，但人为刀俎，她为鱼肉，却是无言以对。见师姐制服了陈月明，林浩转而冷漠看向李熏染，其他人都跑了，他竟然还没跑，这个女人真该死啊！要不是自己识破了阴谋，今日饮了下药的茶水，受辱的绝对是自己和师姐。虽然在宗门境内不能杀人，但打成重伤是不违反门规的，他要让女人求死不得。他身上的灵气鼓荡，双臂缭绕着火焰，迈步走向李熏染。师姐，救我！女人眼眸中闪过惊恐，
吓得想要转身逃跑。你的师姐已经被……林浩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却被李秋水直接给打断。林浩，不要伤她，这是我的人。林浩一脸的猛然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头狼是师姐的人。见林浩一脸懵的样子，李秋水眼眸中闪过歉意。师弟，我不是有意瞒你的，而是为了引得陈月明入套，不得不这样做。林浩嘴角牵起一抹苦笑，他算是想明白了，师姐为了给宿敌下套，故意让李熏染接近自己，再以此作为取得宿敌信任的筹码，亲手操作了一出大戏。他不得不佩服，绝，实在太绝了。陈月明气的胸脯上下起伏，他本以为自己是猎人，谁料从始至终他都是猎物。李秋水，你个贱人，安敢如此欺我？想到自己像是个蠢货一样被耍，他嘴唇都是颤抖的。李熏染小婊子，我待你可是不薄啊，为什么要负我？李熏染挺直腰板，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屑，清脆一声道：呸，我一直都是李师姐的人，说什么负你？确切来说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付你。李秋水冷冷地扫了一眼陈月明，要不是宗门禁止同门相杀，他真想一剑结果了对方。不过他心中也有了惩罚对方的方法。师弟，瞒着你是我的不对，我给你个补偿吧。陈月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美眸中闪过惊恐，微微摇头道：李秋水，你想干什么？刚才这个贱女人说要破了我的清白身子，还要让我蒙受被众人玩弄的大辱，我没她那么歹毒。师弟，就由你破了她的身子吧。这……林浩惊讶不已。为了修炼，这次猎妖大赛他是对陈月明有想法的，但却没想到是师姐让他这么做的。他面露为难之色，其实他内心深处对师姐有一丝情愫，当着师姐的面和其他女人，总觉得怪怪的。可转念一想，如此机会不能错过。陈月明是炼气大圆满，而且上世完璧之身，和他一番绝对受益匪浅。仙道无情，长生才是唯一的追求。为了提升实力，他不再犹豫，目光冷冷地看向已是重伤之身的陈月明。感受到男人极富侵略性的目光，陈月明的俏脸上满是惊恐，有气无力地喊道：别过来，师弟，这女人差点害了我们，所以务必不要留情。言罢，李秋水带着李熏染暂时回避，去给其他4人解毒。为了以假乱真，演得真实，其他4人是真的中毒的。李秋水也没告诉他们关于李熏染的事情。转瞬间，只剩下林浩2人。陈月明如同待宰的羔羊，俏脸上满是惊恐，他的脑袋在飞快地运转。这位师弟，我跟你商量件事，你放过我，等大赛结束后，我给你500，不，1000灵石。哼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大赛结束你就恢复了，到时你赖账的话，我可打不过你。我不会赖账的，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。这样啊？陈月明以为对方松动了，赶紧趁热打铁。而且我还会把修道心得全部传授给你，帮你早日成为9层修士，条件很诱人啊。林浩嘴角勾起一丝玩味，淡淡说道：可是我拒绝。为什么？陈月明好不容易升腾起来的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因为我只想要你的第一次生臂。林浩直接动手，先是封了陈月明丹田，让他不能再使用法力，然后一个公主抱将其抱起，往帐篷走去。帐篷里，陈月明像是一只饱经摧残的娇柔花朵，双手抱膝蜷成了一团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。而林浩在盘腿打坐和女人一番战之后，竟然抵了2个月的苦修，他现在已然是炼气8层巅峰。想到短短10日就从炼气6层到8层巅峰，他恍若做梦，自己觉醒的到底是什么体质？要不是这么修炼对女人并没有伤害，他都怀疑自己是上古邪修转世。最令他兴奋的是，和比自己境界高的女修一次就能有如此大的提升，是他始料未及的。要不是听见外边有动静，应该是师姐他们过来了，他都想翻身2战。有时候时间太长也是一种苦恼。他穿好衣物，整理了一下仪表，然后从帐篷中走了出去。果然是李秋水他们。师姐。李秋水微微点了点头，眼眸中蕴着一丝玩味，自己这个小师弟战斗力挺强的。感受到师姐目光中异样的情绪，林浩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战斗过于投入，没有留意外边的动静，是不是师姐他们早就回来了？李秋水挑开帐篷，目光轻蔑地扫了如同受伤小鸟般的陈月明一眼，脸上的红晕尚未退散，他嘴角牵出一抹讥讽：这对于你来说并不是惩罚，而是享受。闻言，陈月明眼眸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，他想破口大骂，可本就受了重伤，又被那小贼好一通折腾，哪还有力气反驳？而且他觉得宿敌说的有些对，似乎真的是享受。见对方不说话，李秋水顿感索然无味，他挑着一双秀眉道：你现在已不是众星拱月的仙子，而是残花败柳，以后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吧？陈月明神色落寞，眼眸中没有任何光彩，木然的点了点头。唰，李秋水把自己穿过的旧衣旧鞋扔了过去，一双美眸中满是淡漠。穿好衣服滚吧，旧衣破鞋还真是侮辱人啊！可陈月明哪里还顾得上这些，抓起衣物鞋子快速的穿好，飞也似的逃离帐篷。临走时还偷瞄了林浩一眼，神色极为复杂。帐篷内只剩下李秋水和林浩2人，此时空气中春色尚未消散，着实有些尴尬。这里不宜久待，2人不约而同走出了帐篷。这时李勋染像只欢快的小母马般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。
林师兄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。对于李熏染的认错，林浩表现得十分冷漠。他厌恶女人的两面三刀，把他也算计了进去。可女人也是受师姐的指使，正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，倒是不好过于苛责。不过为了解开心中小小的疑惑，他询问道：“你和慕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总不至于是为了取信于我，故意把那个狗东西拉进来这个局中的吧？”李熏染弯了一下眉，开始竹筒倒豆子：“林师兄，慕轩的事只是个意外，他一直想和我结为道侣，整天纠缠我，而且有什么事也不瞒我。当我知道他想对付你，再加上我想不让你怀疑的来到你身边，我就想着把他拉进来，帮你除掉这个祸患。为此，我和他虚以为疑，骗他我要对付你，取得了他的信任，并且借用交易之名来到你身边布局。所以那晚我并不是真要刺杀你。”林浩心中冷笑，这女人还真是不好招惹，看似人畜无害，却翻手就害了一条性命。他也想通了一切，师姐为了对付陈月明，着实布下了一个大局，而他也是其中的一枚棋子。李熏染见对方不再询问，很有眼色的转身去，又端来2杯灵茶。师姐，师兄，经过一番苦战，总算是让陈月明那个贱女人吃了大苦头，你们一定累坏了，喝杯茶缓缓乏吧。一番大战，林浩确实口渴的不能行，冷哼一声接过茶杯，一饮而尽。李秋水也接过，抿了一口茶。然而茶水下肚，不一会，两人就感觉四肢无力。李秋水眼眸中闪过一丝迷惘，惊声道：“君染，你是不是拿错了茶水，把含着毒药的水给我们喝了？快把解药拿出来！”李熏染嘴角勾起一抹讥讽，洋洋说道：“并没有拿错，就是要你们喝下药的茶。”李秋水双瞳中溢满了疑惑，他暗中培养多年的人，居然背叛了他，是谁？你背后的主子是谁？嘻嘻，人未道声先至，如同百灵鸟般的声音在密林中回响。是你，小竹峰的崔晴儿，跟他齐名的外门12大炼器大圆满之一。李秋水眸子里闪过一丝意外，没想到会是崔晴儿算计了他。说起来，此女跟他关系还不错，一起拜入玄阴宗，而且一起完成过不少任务。崔晴儿穿着紫色低胸衣裙，外面罩着薄若蝉翼的纱衣，眸若秋水，眉似远黛，曼妙的曲线若隐若现。这种尤物，任谁见了都得多看2眼，即使是处于贤者时间的林浩，也在女人富有的胸膛多看了2眼。啪！崔晴儿将李秋水的一个轻信踢倒，将其当成人凳。他们才解毒，实力都还没完全恢复，见到眼前的这种情况，根本不敢反抗。崔晴儿展颜一笑，明艳且动人，清纯的气质中却是极致的妩媚。媚，此女媚骨天成。林浩轻咬一下舌尖，令自己冷静下来，心中念头百般流转，想要找出破局之法。他很迷惘，师姐何时说的仇敌？崔晴儿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？李秋水努力控制着身体的不适，不解地问道。害你的理由可多了，比如以前我有个喜欢的师兄，但喜欢你，却因为你无情拒绝他，他心境出了问题，练功走火入魔。李秋水啊，李秋水，你这会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在发热？林浩闻言看了师姐一眼，何止是热呀，都热得冒汗了。我让李熏染在茶水里多加了一味药，可以让圣洁仙子剁成勾栏女的药，和陈月明一样。我也想看到你破功，从此一蹶不振。你无耻！李秋水脸色发红，就像是夏日的晚霞，2条修长的腿在微微的打颤，浑身就如同置身于火炉，香汗淋漓。他咬了一下舌尖，想要让自己清明起来，可根本无力抵挡。想要运功抵抗，别做梦了，这是我跟合欢宗修士交易来的药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筑基女修也得臣服于欲望，所以别忍了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崔晴儿的话就像是魔音，一波接一波的冲击李秋水的心理防线。罢了，吃了药，今天是无法幸免了。这个念头一升起，他美眸中的清明顿时全部退散。他看向同样苦苦抵抗情毒的师弟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拉着对方飞进了帐篷。事后，师姐，林浩捡起地上的小衣，递给了李秋水，后者耳根一红，赶紧接过衣物，在篷布里窸窸窣窣。稍请。李秋水站了起来，依然是绝美仙子，只是秀丽无双的脸颊上多了一丝异样的韵味。师姐，我去给你报仇。李秋水破身破功，境界已经跌落到炼气7层，但林浩却是借机突破了炼气9层。别去！李秋水下意识地伸出玉手拉住对方手腕，随后像是触碰到烙铁一般，赶紧松开手。师弟，那个妖女是炼气大圆满，你打不过她的。闻言，林浩悄然展露出一丝气息，语调深沉道：师姐，我也是炼气9层了。李秋水惊讶不已，林师弟怎么突然成9层修士了？刚刚他都不太清醒，林浩也有意控制突破动静，怕外面察觉，所以连李秋水都不知道他突破了炼气9层。林浩眼中闪过歉意，低声说道：师姐，我之前瞒了你，在参加猎妖大赛前，我已经是炼气8层，而且我的体质有些特殊，和女人交流会对我有特大好处。经过陈月明和你，我已经突破到炼气9层了。原来如此。李秋水眼眸中的情绪无比复杂，这个由他引上修仙大道的少年，一晃竟成为了炼气高阶修士。师姐，我2种毒都已经解了，并且我突破到炼气9层，可以为你报仇的。林浩信心十足的道。他很意外，两人交流后，他不但解了魅毒，就连10香软金散的毒都解了。经过林浩提醒，
李秋水才意识到他10箱软筋散的毒也解了，顿时震惊不已，随即意识到师弟的体质一定很是不凡。随后李秋水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师弟，那个妖女早已是炼气大圆满，而你才突破到9层，正面应战，你不是她的对手，想战胜妖女只能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林浩点了点头，师姐说的很有道理。他凝气静神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准备和师姐商讨一下偷袭的细节。帐篷之外，崔琪儿拖着雪白的玉腮，看着手下点数从林浩那里抢来的妖丹。主人，点数完了，我们赚大发了。一个三角眼男修满脸惊喜地说道。崔琪儿冷漠地点了点头，他争夺大赛魁首的意愿并不迫切，他来参加大赛主要是为了李秋水。主人，刚才里面就没动静了，应该是结束了。那白脸小子中看不中用。崔琪儿咯咯一笑，迈着风情万种的步伐走到帐篷前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他嘴角勾起一抹嘲笑，这么快就完事了吗？李秋水，你活该啊，第一次就遇到个这么快的狗男女，完事了就给我滚出来！呲啦！崔琪儿非常果断，抬起素手，飞出一道流光，直接将帐篷撕裂，看见里面2人虚弱的抱成一团，他嘴角勾起一抹轻蔑，声音若出古黄鹂，但言语的锋利不亚于猎鹰的爪子。这小子可真够快的呀！李秋水，你一定没有得到满足，要不要我再给你找几个？李秋水脸色惨白，一副很害怕的样子，有气无力道：崔琪儿，你已经辱过我了，而我的境界也跌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林浩假意挣扎不起来，声音无力的道：臭女人，不许欺负我师姐！哟，还知道护主啊？我就欺负你师姐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崔琪儿抬起细长的腿，踱步走到李秋水面前，并扬起手掌就要扇李秋水的耳光。贼女人，受死吧！林浩等候多时，陡然暴走，裹着灵气拳头径直击向崔琪儿的胸膛。女人瞳孔一缩，显然没有料到本是虚弱无力的对方怎么会有余力攻击，而且还是炼气9层。李熏染不是说他才7层巅峰吗？女人来不及兴师问罪，仓促间掏出一张符箓，金光盾。他娇喝一声，身前出现一面金光凝聚的盾牌。轰！林浩的拳头砸到上面，霸烈的拳劲直接将金盾打成了碎片。砰砰砰！打破敌人的盾之后，林浩的拳招如狂风骤雨，击打在女人的胸膛。女人顿时身受重伤，一大口鲜血喷出，犹如杜鹃啼血。人力有尽时，一波攻势之后，林浩拳招已老，这给了女人喘息之机。她周身灵气鼓荡，迅速往后撤了2丈。崔琪儿粉面含煞，好奸诈的小子，胆敢暗算偷袭我！小崽子，你很好，成功惹怒我了。他运转周身灵气，纤细的手指连续轻弹，点点散发着强横气息的金光，朝着林浩击射过去。没想到这个女人失了先机，受了重伤，还能有如此手段。林浩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讶，身体极为灵活的闪避，噗噗噗，金光射到粗壮的树干，洞开1指深的坑洼，而且灵力经久不散。林浩心中更惊，这女人的法力好强，仓促出手竟有如此威力。他目光凛然，双手凝聚灵气，舌战春雷，火焰刀旋即，身前出现一把遇着火焰的刀，炙烤着空气。去！火焰刀立马向崔晴儿斩去，炼气9层的全力一击，速度快若闪电。面对敌人至强一击，崔晴儿又惊又恼，有些心疼的又掏出一张金盾符。火焰刀撞击在金盾上，只是令其裂开了一道纹，并没有失效，总算是挡下了。女人略微松了口气，可是敌人的攻击如潮水般再次袭来。林浩为了速胜，几乎招拼尽全力，而且符箓不要钱似的往外撒，再加上偷袭重伤了对方，在占了先机的情况下，将女人压着打。崔琪儿一伙的想要上前帮忙，李秋水赶紧出手阻拦。而见到有反败为胜的机会，李秋水这边之前不敢反抗的4人，此时果断的出手，顿时2拨人马混战在一起。师姐，接着！林浩将自己的符箓匣子直接甩给了李秋水。崔琪儿吃了一惊，这小贼还有余力关注外界。砰砰砰！林浩对战机的嗅觉很是敏锐，趁着崔琪儿分神，打出3波拳浪，将其打得连连吐血。与此同时，师姐得到林浩的符箓，也逐渐压制住崔晴儿的手下。啪！林浩猛然向前跨了一步，单手锁着女人的咽喉，碧绿色的匕首顶在锋间。这毒取自5步赤练，见血封喉，即使你是炼气大圆满，在没有清灵丹的情况下，也扛不了多久。女人闻言不敢再挣扎，可也眸中流转着滔天的恨意，但她为鱼肉恨也没用，只得低3下4。这位师弟，那女人已是残花败柳，你放了我爪儿对付她，我可以给你找个处子之身的漂亮女修。李秋水抓着李熏染的头发，像是拖着一条死狗，慢慢的走了过来。师弟，你制服的女人原因尚在，而且还是有名的妖女，长了一张祸国殃民的脸，你何必舍近求远？崔琪儿花容失色，惊声道：李秋水，你无耻！我无耻！李秋水美眸中流转着灭色，他上前2步，直接一巴掌甩到女人脸上。你指使贱婢往茶水里下药，令我失了清白，破功境界跌落，怎么不想想无耻2字？你还意欲让众人继续辱我，会想到自己落得这个下场吗？放心，我没你那么无耻，我只会让我的师弟取了你的清白。林浩有点傻眼，怎么又扯到自己身上了？这一夜
已经和2位外门仙子共赴良宵了，再搞一个也不是不行。他才不是馋他们的身子，他只是想赶紧提升修为。李秋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茶水，里面下的药是从李熏染那里搜出来的。他捏着崔晴儿的俏脸，强行掰开女人的嘴。你也尝尝这药的滋味。不，崔晴儿眼眸中闪过绝望。为了报复，李秋水下了3倍的药量。药劲袭来，崔晴儿不一会就失去了理智。见此，林浩也没有推辞，一把扛起女人，走进一顶完好的帐篷。2人酣畅淋漓地战了一场，崔晴儿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有眼珠子能转。看见事后，林浩竟然在打坐，忍不住问道：小贼，你在干什么？修炼吗？不修炼干嘛？莫非你还想我？崔晴儿心中一阵无语，刚想反驳2句，李秋水迈着莲步走了进来，轻蔑地看着崔晴儿。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流影石，正对着崔晴儿。你也不想自己的身子被全宗难修看到吧？那么从这离开后，就闭上自己的嘴巴，明白吗？崔晴儿嘴角牵起一抹苦笑，点了点头。他调了2次息，强行站了起来，转身背对着仇敌，一边穿自己有些破烂的衣物，一边给林浩传音：臭小贼，你辱了我清白，我该恨你入骨，但恨你归恨你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这所谓的师姐是魔宗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魔头都是杀人还要饮血吮骨的畜生，我不想看到你死于非命，因为我要亲手报仇。师姐是魔道中人。听到女人的传音，林浩都乐了，这女人的手段太拙劣了吧？就这还想离间我和师姐的关系？见林浩眼神轻蔑，崔晴儿继续传音：反正我话已经说明白，你爱信不信。要是女人极力辩解，林浩自然不信，可对方这个态度，他倒是有些怀疑。可但师姐是他的先引人，而且还是宗门着力培养的弟子，怎么会是魔宗的人呢？穿好衣服就滚吧。李秋水秀眉一挑道。崔晴儿不敢反驳，低着头匆忙离去。师弟，这个被主奸婢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林浩抬眼看去，只见本来花容月貌的李熏染，此时凄凄惨惨戚戚，满头秀发蓬乱，俏脸上伤痕累累。看来师姐已经下重手报复过了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冷漠地说道：师姐，让他滚吧，我不想脏了手。李秋水点了点头，清冷道：林师弟仁慈，懒得和你计较，滚吧。李熏染如蒙大赦，凄凄爱爱道：多谢主子开恩。言罢，一瘸一拐地离开了，只剩下孤男寡女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李秋水想到不久前自己还是炼气大圆满，还是不可侵犯的师姐，可现在物是人非，他重叹了口气。虽然不是自己的错，但酿成恶果的是自己。林浩真有些无法面对师姐，于是想要换一个话题。师姐，明日去荒陵深处猎妖。李秋水微微摇头，言语中含着失落道：林师弟，我的境界跌落到7层了，再跟着你只会拖后腿，我打算退出本次大赛。林浩见眉下挑，连忙说道：师姐，不妨事的，我杀高阶妖兽，你负责猎中阶，我们定然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。李秋水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，但他还是摇头。林师弟，你不必多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安慰的话哽在喉头，他蓦然从帐篷中退了出去。他将篝火重新点燃，就地打坐修行。月落日升，东方余白。林浩豁然起身，深呼一口气，然后朝师姐的帐篷看了一眼，已然没有人了。而随着师姐的离去，他那些亲信也抱团离开，好好的一支队伍只剩下林浩一人。他微微叹了口气，拍了拍腰间的储物袋，这里面装着他们昨天获取的妖丹，还有从陈月明和崔晴儿那里夺取的。本次猎妖大赛时限为3天，昨日各路修士除了有救院的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，都在老老实实的杀妖兽。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实力强大的队伍开始围剿落单修士，不到半天功夫，林浩就遭受了3波偷袭。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暴露实力不过是炼气7层，腰间悬着装有妖丹的储物袋，无异于小儿是经过闹事，砰，将最后一名埋伏他的修士击倒在地。他顺势坐在对方身上，清点所获得的妖丹，竟然有100多枚1阶中期妖兽的内丹，真就一波肥呗。加上从前2波偷袭之人那里夺取的，他的储物袋里有近500枚妖丹，全是中期妖兽的。初期的他已经看不上了，果然还是掠夺来得快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当劫修，有这发财门路，他再去斩妖那是真傻了。接下来2天，他一直处于被埋伏或者埋伏别人都状态，当然为了避免失手，他都是挑对手，碰见硬茬子就选择回避。不过硬茬子是真的肥，看得无比眼馋，可为了稳一手，只能忍着。大赛进入尾声，早已不是猎妖，而是演变成了弟子间的互相争斗。宗门倒是挺乐意看到这种局面的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不争不抢修什么仙啊。大赛结束，大长老御剑而来，他扫视一眼众弟子，比开始时少了一多半，不在的弟子大多是被抢了资源，身负重伤无法继续，也有像李秋水那样中途退赛的。我宣布猎妖大赛结束。大长老声若洪钟，继续说道：每支队伍派一个代表将你们的储物袋交上来。人群中，林浩往四周扫视，发现了2个熟面孔，陈月明和崔晴儿。没想到这2个女人会联手，她们都是炼气大圆满，虽然人少，但上交的妖丹很多。陈月明、崔晴儿1阶后期妖丹3枚，中期820枚。人群中传来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。我累死累活
获得到的妖丹还不到100枚。这2位仙子居然都快破千了，这2位不会是一直在劫掠吧？肯定是劫掠啊，不然你以为怎么来的？你就看着吧，妖丹都掌握在实力强的队伍手中。蒋明飞，一阶后期妖丹10枚，中期1000枚。众人已经不是吸冷气了，而是在啃冰块，牙齿冷的打颤。1000枚，还有10枚一阶后期妖丹，无了。魁首肯定是蒋明飞的了，我们都是来争第2的。一众修士面露绝望。蒋明飞很是得意，跟众人以为的一样，他也觉得自己会是魁首，他甚至都准备好等大长老宣布名次了。可就在时，一个肉乎乎的小胖子将储物袋拍在桌子上，扯着厚厚的嘴唇道：方圆，一阶后期妖丹30枚。众人一脸懵，多少？30枚后期妖丹。要知道，按照本次大赛的规则，1枚后期妖丹顶100枚中期。蒋明飞正在接受迷妹小弟的吹和捧，听得大长老宣布的结果，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，眼神恨恨地看向小胖子。这家伙谁啊？林浩入宗之后，为了追求长生，动辄闭关苦修，连自己封上的师兄弟都没认全，更别说其他封的弟子。这个牛气哄哄的小胖子，他是真不认识。于是拉着旁边的人问道：“兄台，你竟然不认得散财童子？”散财童子，林浩更加疑惑了。宗门有这号人物吗？那人是个话痨子，竹筒倒豆子般说道：“方圆是苏氏王朝的皇子，自身修仙资质出众，入宗便拜入外门大长老门下，而且已经预定了亲传弟子的席位。对于他来说，本次大赛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。莫非大长老帮他徇私舞弊？”舞弊？那人冷哼一声，不屑地说道：“这位胖皇子，由于在咱们仙门颇受重视，他的父皇对其极为喜欢，举王朝之力给其提供修仙资源。你想想啊，他背后是座王朝，修炼速度会慢吗？仅1年时间，便从凡人蜕变成为炼气9层的修士。”林浩暗暗吃了一惊，1年时间成为炼气9层，这速度可真够快的。要知道，在他竭尽修仙之前，3年时间才修炼到6层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那他散财童子的名号又是从何说起？这名号的由来是其和人斗法失败后，便会将自己所使用的法器赠送对手。林浩竟无言以对，心里想着还真是个散财童子。两人交谈间，大长老宣布了猎妖大赛的名次。不出众人所料，方圆夺得魁首，蒋明飞夺得榜眼，然后便是陈月明和崔晴儿。林浩则是夺得了第8名。他其实对这个位次很不满意，可自己势单力薄的，而且还追求稳妥，想排进前5着实困难。但其余人却很是惊讶，这林浩是谁？从哪冒出来的？没听说过，估计是位喜欢闭关的高手吧。正在领取奖励的崔晴儿乍然听到林浩的名字，白净的面皮不由得抖了一下，双腿没来由的发软。一旁陈月明关切问道：“晴儿，你怎么了？”没事。你脸很红，是猎妖时受伤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就行。二女各怀心思，但目光却在搜寻同一个人。跟前5比起来，第8名的奖励寒酸了许多，是一件上品法器。要是剑的话，林浩就领了自己用，可偏偏是矛。领了之后，除非是跟别人做交换，不然一点用都没有。好在宗门给了选择，不想领取奖励的可以兑完成贡献点。一件上品法器兑换了500点贡献点，说实话有点亏，因为要是用贡献点买上品法器需要600点。但林浩并不打算换取法器，因为法器只是炼气期能用，到了筑基期大多数用的是法宝，除非是极品法器，否则根本用不上。兑换完贡献点，林浩一会也没有停留，脚底抹油，直接前去宗门的藏经阁。他心中已然有了兑换目标，由于自身体质的特殊，他决定前去换取一门双修功法。他很想知道修成双修功法后，是否会对自己汲取灵气的效果有加成。玄阴宗共有3座藏经阁，位于外山的藏经阁是给外门和内门弟子准备的，主峰上的藏经阁则是只有亲传弟子和长老能进，还有极为神秘的武库，只有为宗门做出过大贡献的人才被允许进入。林浩来到外山的藏经阁，入阁处一位老者在闭着双目，身上的气息很淡，像是死了一般。可谁要是真以为老者死了而欲行不轨，绝对会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因为不远处的千年骨槐上犹自挂着数十张人皮，有炼气期的，也有筑基期的。风一吹，哗哗响，令人寒毛直竖。身份令牌，老者并未开口，但声音异常响亮。林浩还是第一次来此，但却极为守规矩，双手将令牌奉上。1层为外门功法，2层是内门功法。你是外门弟子，只能去1层，逾矩则死。林浩脸色一凛，接过自己的身份令牌，走进了藏经阁。由于进来前就想好换什么了，他直奔双修功法所在的区域。玄阴宗是名门正派，收录的双修功法并不多，都是剿灭敌对门派时所获得的战利品。巅凤培元功、欢喜极乐功、龙凤合欢禅。林浩大致翻阅了一下，这些功法虽然出自不同宗门，但修行法门大同小异，都是靠采补女子元气而壮大自身。当然也有益于双方地功法，可那是顶尖大门派才有的，玄阴宗灭不了人家的门。林浩手里捏着一枚功法玉简，是那本欢喜极乐功，在几本双修功法中，只有这本对双修者的危害最小。或许其他2座藏经阁中有更是合适的，但他的身份不够格，只能矮子里拨将军。小子，你年岁尚小，修仙之路还很漫长，
何必走这种弯路？咦，林浩心中吃了一惊，首个长老还会主动和人搭话？他躬声说道：“多谢前辈指点，可我想研究下这类功法，或许能够触类旁通。”通个屁！小小年纪非要误入歧途，你既然想学，那就学这个。嗖，一枚玉简漂浮在林浩面前。阴阳合体术，这功法源于合欢宗，比那几本双修功法要高出一个等级，而且修炼这对男女都有好处。按理说，以林浩的贡献点，根本兑换不了。林浩心中一喜，对着首个长老感谢道：“多谢前辈。”哼！首个长老发出一声炸雷般的冷哼，浑身的气息沉寂了下去，如同一段枯木。对完功法，林浩便离开了藏经阁。在回自己洞府的路上，他一边翻阅功法，一边犯愁该找谁双修。之前有李熏染，可女人叛变了，要不找师姐？林浩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。曾经师姐在他眼中是不可侵犯的存在，但现在他实力已经不比师姐弱了。他回到大珠峰之后，径直向师姐的洞府赶去。李秋水歪坐在道台上，神情变幻莫测，嘴里时不时的叹气。师姐，他正在胡思乱想，陡然听到林浩的传音：“进来吧。”林浩走进洞府，瞥了一眼师姐，云鬓散乱，衣衫有些微皱，倾城神颜上凝着寡淡的笑。林师弟，恭喜你啊，夺得猎妖大赛的第8名。林浩觉得有些尴尬。师姐，我将名次奖励换成了贡献点，然后兑换了一本功法。李秋水微微点头，若有所思道：“林师弟，你现在所修的功法只有炼气篇，确实是该换了。师姐，我换并不是火系功法，而是一门双修之法。”双修之法。李秋水呢喃了一句，耳根立马红了起来。师姐本就生得极美，俏脸布满红霞，更是美得不可方物。林浩的眼睛像是长在对方身上一样，久久不能移开。感受到男人的目光，李秋水的秀脸更红了，娇嗔道：“林师弟，你换内功法干什么？”林浩干咳一声，一时间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。他认真思量一番之后，觉得还是单刀直入吧。师姐，其实我一直都很仰慕你，从你将我带上修仙之道那一刻起，我便想着努力修行，终有一天可以与你并肩而战。师姐，我想和你结成道侣。李秋水神色慌乱，就像一头受惊的小鹿，目光躲躲闪闪，并没有回话。林浩上前一步，攥住师姐的玉手：“师姐，请你放心，我不会负你。林师弟，你先松手，容我想想。”可林浩并未松手，反而一把将女人揽入怀中。月上柳梢头，佳人在怀。师弟，莫要负我。师姐，我必然不会负你。林浩嘴角噙着一抹笑意，随后从储物袋中取出功法玉简。师姐，这便是我兑换地功法，不是那种采补的写法，对修炼双方都有益。李秋水接过玉简，分出一缕神识查阅功法的内容。果然如师弟所说，这门功法是正统之法，对于女修几乎没有伤害，只是修行起来修为提升的也慢。师弟，你为什么打算修炼这门功法？你完全可以换一本火系功法，那样你修炼起来会更快的。师姐，你境界跌落之后受了暗伤，我是想着这门功法对治疗暗伤有奇效，就进行了兑换。师弟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其实我之前所修的功法，一旦失去清白之身，跌进之后很难恢复的。你和我共修这功法，会拖慢你的修炼进展。没事的，师姐，你境界跌落，有我的一部分原因，我必须负起责任。而且，我感觉我挺适合修炼这功法的。我之前有段时间，无论怎么修炼，修为无法存进，和女人那个之后，方才有了进展。林浩并未来全盘托出自己体质的特殊之处，不是不信任师姐，而是他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太过奇异，要是被有心人得知，可能会有麻烦。师弟，你就会安慰我？李秋水悠悠地看了男人一眼，师姐答应了。林浩眼中浮现出喜色，太好了。林浩欣喜，急不可耐地说道：“师姐，那我们试一下这门功法吧。”好。李秋水低头羞怯的道。时光如水，修仙更是无岁月，弹指间半个月过去。林浩把自己的物品都搬到了李秋水的洞府之中，有在此常住的打算。宗门虽然对弟子开辟洞府的位置有所规定，但并没有禁止弟子居住在他人洞府之中。如果有能耐，外门弟子住在亲传弟子的洞府也不是不行。李秋水伸了个懒腰，看向正在酣睡的师弟，嘴里轻啐一句：“睡着了还不老实。”他轻轻地移开男人的手，顿感呼吸顺畅了许多。想起来这一段时日的疯狂，真的是羞红了脸。荒唐，实在太荒唐了。除了睡眠，无时无刻都在修炼。不久，林浩转醒，李秋水一脸温柔地看着林浩，说道：“师弟，我得出去一趟，购置一些炼丹的材料。师姐，你去吧。”待女人梳妆更衣之后离开，林浩方才爬起来，仔细回味这一段时日的收获。感情方面和师姐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；修为方面收获不小。他本来以为跟师姐交流几次之后，便会像之前跟李熏染那样，再也无法汲取灵气，怎料一直都能汲取灵气。每次的量虽不多，但细水长流。半个月，他从9层中期破入到炼气大圆满，他对这个速度颇为满意。要知道，号称外门第一天才王金战，从9层到大圆满，也耗费了整整大半年的时间。跟他预想的一样，双修功法跟自己的体质完美契合，这才是普通地功法就能获得如此奇效。
要是能够修行顶级功法，会有多强？他成为亲传弟子的执念更深了，希望能够早日进入另一座藏经阁。穿好衣物，他准备去自己的洞府。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师姐修炼，恢复手段都生疏了。在案桌上摊好恢复材料，他闭目调整好气息，豁然睁开双眼，掉朱砂，铺符纸，修长的手指握着符笔，脑海里浮现出符箓的样式，然后运笔如飞，笔走龙蛇，行云流水。稍请一张金光盾绘成，这是一阶极品符箓，让崔晴儿都感觉肉疼的物件。今天手感不错，居然一气呵成。林浩将符箓放到符袋里面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。他只是一阶符师，绘制上品符箓还行，但极品难得，就算是2阶符师来画，也不敢保证能够绘出极品。画完这张符箓，耗费了他1小半的灵力。这种损耗不是靠补充灵石立马便能恢复的，除非是服用回灵丹。可1粒回灵丹价值2枚灵石，而且1粒还不能使他的灵力回满。要是画张符就嗑药，也是挺不划算的。因此，他提笔又画了2张1阶上品符箓，就收手了。此时体内的灵力还剩下1小半，他从储物袋中掏出2枚灵石，盘腿打坐恢复。1个时辰后，灵力恢复，方才起身准备去房市一趟，将新绘的符箓给卖掉，主要是想买根符笔。手里这根品阶太低，无法绘制2阶符。到了房市，这次倒没有在地摊上闲逛，他不认为自己福缘深厚，每次过来都能捡漏，径直来到法器店，柜台后面坐着位山羊胡正在打盹，察觉到有客人来，直接打了自己1巴掌，让自己清醒过来。这倒是个妙人。林浩在心里默默吐槽一句，然后开口道：“店主，我想购买1根符笔。”山羊胡的老脸笑成了菊花，从背后的架子上取下1方匣子。这些1阶符笔都是出自古大师之手，品质1阶符笔就算了，我想购置2阶符笔。山羊胡脸上闪过一丝讶然，上下打量林浩一番。这小伙子看着年岁不大呀，莫非是2阶符师？他试探地问道：“小哥，你购置2阶符笔是送人还是自己用？”林浩眉头微皱，心想买个符笔而已，用得着问这些吗？我自己用。山羊胡的胡子无风自动，语调激动地说道：“小哥，你是2阶符师？”不能怪山羊胡激动，一般2阶符师都是筑基修士，如此年轻的筑基修士值得结交。林浩被对方火热的眼神搞得有些发毛，心想这老家伙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尚且不是，我先买这1根备用。山羊胡眼中闪过一抹失望，不过一个潜在的2阶符师也值得结交。晴儿，把2阶符笔拿来。晴儿，林浩心眸中闪过疑惑，莫非是那个女人？他看向里面的屋子，果然是那个女人。2个互知深浅长短的人都没想到会在此相见，气氛极为尴尬。山羊胡诧异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2人异口同声道：“不认识。”山羊胡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，显然是不太相信2人的说辞。小哥，这些便是我这小店里的2阶符笔，都是上等佳品，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？林浩的注意力从女人的锋鸾落在符笔上面，正如山羊胡所说，这些符笔的品质相当不错，不过应该会很贵吧？他拿起1根象牙白的符笔，随口问道：“店主，这根需要多少灵石？”这根白云墨价值588枚灵石，你要是诚心要，我把零头给你抹去。500灵石吗？多谢店主。山羊胡差点被林浩的骚操作给闪了腰，有这么抹零头的吗？不是500，是580。林浩眉毛一挑，心中连连吐槽，还以为遇到个大方的主呢，结果就抹掉8枚灵石。之后林浩再和其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以550灵石成交。店主，我的灵石不太够，用这张符箓抵50枚灵石行吗？林浩取出灵石和1张符箓，山羊胡接过符箓，扫了一眼，惊声道：“极品符箓，够了！”他的目光瞬间火热起来，没想到这位小哥能够画出极品符箓来。符箓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以及传说中的仙品。一般符师都是绘制前3者，像极品符箓非得具有极高的绘符天赋，以及有很高的符道造诣，方能绘制出来。能够绘制极品符的符师，100个当中不见得有1个。山羊胡立马转换了态度：“小哥，这张极品符市价能卖到60灵石，我不能让你吃亏，我送你一些绘符朱砂吧。”言罢，山羊胡取出1个1尺见方的盒子，里面装的全是朱砂。好家伙，这些朱砂的价值绝非10枚灵石，最起码能卖20。这店主可以能处。林浩倒也没有客气，将符笔和朱砂收进储物袋。一旁崔晴儿早就看呆了，这个臭小贼竟然是位符师，而且还能绘制极品符箓，假的吧？他很清楚能够绘制极品符箓的符师是多么的稀缺，偌大的玄阴宗上万名外门弟子中，只有1人能够绘制，不，现在是2人了。六叔，那金光盾可以卖给我吗？崔晴儿之前求购到2枚极品符箓，在和林浩对战中消耗掉了，眼看外门大比即将开始，他得提前做好准备。可那位天才符师跟他并没有交情，这个节骨眼上他真求不到了。你想要金光盾？林浩传音道。崔晴儿美眸中闪过一丝讶然，没想到对方会给他传音。他回话道：“没错，你还有啊。”林浩声音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3天后到我的洞府来，我卖给你3张。”林浩离开法器铺，上山回洞府的途中，有留意弟子们的讨论的话题，猎妖大赛还有余热，不少人还在讨论在其中发生的事，但更多的
是在议论即将来到的外门大比。每隔3年，玄阴宗便会举行一次外门大比，排名靠前的弟子将会获得丰厚的奖励，表现优异者会得到宗门着重培养，甚至被高等级长老看中，收为徒弟，成为亲传弟子。这是一个机会，林浩攥紧拳头，无论如何都要抓住。回到师姐的洞府，师姐已经回来，对方身上的衣裙焕然一新，较之以前更显轻薄。他情不自禁走过去，将师姐揽入怀中。师姐，你好美啊！李秋水的碱水双瞳含着一层娇羞。坏蛋，又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就是觉得师姐太美了。师姐，外门大比快要开始了，你有何打算？哎，李秋水微微一叹道，外门大比前3名的奖励丰厚，更是有可能被长老看中，成为亲传弟子。若是我的境界没有跌落，我肯定是要争一争的。可现在我只不过是炼气8层而已。听出来师姐的失落，林浩安慰道：师姐，距离大赛还有段时日，我们日夜修炼，你说不定可以重回9层。李秋水的脸颊红若樱桃，娇嗔道：师弟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们那样修炼不能过度。我是没希望争前3了，但你有机会啊。他像只灵活的兔子，摆脱林浩的怀抱，红色长裙拖曳在地，赤足踩在妖狐皮毛上，柳眉微微上挑，悠悠说道：师弟，其实你去争个第3还是有希望的，但想争得魁首，榜眼很难。林浩眉头微皱道：师姐，为什么这样说？莫非你认为魁首会是王金战、蒋明飞等炼气大圆满？李秋水摇头道：并不是，你和蒋明飞等人都是大圆满，实力差不太多。我说的这2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圆满，他们早就可以突破道柱激境了，但是一直压着境界没有突破，就是为了等大比开始后再突破。因为一旦突破筑基，将会成为内门弟子，不能参加外门大比。但大比有个漏洞，就是大比中突破了可正常进行。林浩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人，为了夺取大赛的魁首，故意不突破。这要是在大赛中成为筑基期修士，岂不是嘎嘎乱杀？可真狗啊！见林浩有些呆然，李秋水安慰道：师弟，你也不必强求魁首，只要你能打进前3，表现足够优异，会有强大的长老收你做弟子，总比成为内门弟子随便拜个师傅强。哎，师姐还真是个妖精啊，妖而不媚，一颦一笑极致诱惑。林浩喟叹一声，再次迅疾如电地把师姐揽入怀中。师姐，我晓得了，但我的目标可不是前3，而是魁首，所以还请师姐助我修炼。距离大比还有将近1旬，他觉得自己的修为可以更进一步。第2天，林浩从师姐的洞府走出，他看了一眼四周，经过雨水的洗礼，青山更青，花草丰盛，来来往往的弟子3两成群，在议论着即将到来的外门大比。不过没什么新鲜事，无非是吹牛打赌，谁会夺得魁首，有没有黑马。林浩一边竖起耳朵听，一边缓步走向自己的洞府。到了住处之后，从储物袋中取出之前得到了云雷兽的兽皮，他打算绘制2阶符箓，手里握着白云墨，笔走龙蛇。噗嗤，符纸冒出一股青烟，显然已经废掉了。他调整一下呼吸，继续绘制，再次废掉，一连8张全部废掉，直到第9章的时候方才绘制成功。2阶下品符箓掌心雷，堪比筑基初期的一击，看来在炼气期绘制2阶符箓还是相当吃力。林浩喟叹一声，将剩下的云雷兽皮收了起来，拿出普通的符纸，准备绘制1阶极品符箓。兴许是绘制2阶符箓消耗太大，他绘制1阶极品符箓的出货率不高，10次才能成功绘制2张，磕了20粒回灵丹，方才绘制了6张金盾符，其中3张要和崔晴儿做交易，他自己留3张以备不时之需。画完符，他没有回师姐的洞府，而是传了一封信，表示自己要下山一趟，处理些私事。师姐并没有回话，可能昨天手口用的太多，累着了。3天后，一道清丽的女声打断林浩的苦修，他一抬手打开洞府禁制，稍请。崔晴儿迈着莲步走了进来，今日她穿了一件白色纱裙，如同圣洁的仙子，随着微风吹拂，那轻薄的纱衣翩然翻飞。那张狐媚紫脸虽然没有任何表情，但天然的勾人心魄。若非林浩知道对方的深浅，还真以为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呢。林浩使用御物术，将一方小凳玉飞到女人面前，不咸不淡道：崔晴儿古井无波的眼眸荡出一丝疑惑，这人让我过来不是做交易的吗？怎么如此客气？他轻咬了一下樱唇，到底是坐了下来，他倒要看看对方想干什么。用茶。林浩将一杯茶送到女人面前，见其不动，淡淡说道：放心，我不会下药。崔晴儿的神态顿时不自然了，她压下心中纷杂的思绪，娇声道：灵石我带来了，金盾符呢？林浩取出5张金盾符，说道：丁盾符我自然准备好了，不过我不准备用灵石交易。女人眼眸中闪过惊讶，林浩竟然真能炼制极品符箓，不过不用灵石交易，还能用什么交易？他正在疑惑，就见身后的石门闭合。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交易的细节。林浩嘴角噙着一抹邪笑，你什么意思？崔晴儿皱眉问道。做我的人，帮我做事。崔晴儿微微一怔，这个男人的修为不过跟自己一样，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？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每个月给你5张金盾符，等你成为筑基期修士，每月10张2阶符箓。那你需要我做些什么？林浩凑近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陪我，以及帮我找交易对象。
闻言，崔晴儿瞪大了眼，心思急转间，她妩媚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，如此丰厚的报酬，令人难以拒绝。最主要的是，两人已经发生过关系，在那个也没心理障碍。”匆匆一巡过去，外门大比拉开帷幕。这段时间，在师姐和崔晴儿的帮助下，林浩虽然境界处在瓶颈没能突破，但体内灵力却更加精炼了。比赛日，由于玄阴宗的外门弟子有近2万人，人数相当多，要是全都打擂台，得打个1年半载。所以本次大赛分了3关，第一关是测试修为，炼气6层以下的全部淘汰，只这一关便淘汰了大半。第二关则是大混战，所有参赛弟子随机分配进行100人大混战，战至最后的人可以晋级到擂台赛。这一关具有很大随机性，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，参赛的人可以临时结盟同进退，比单打独斗取胜的概率大。林浩的运气还不错，他被分配的战团实力最强的也不过炼气8层，他取胜晋级的概率很大。只不过混战一开始他就被人盯上了，一高一矮2个修士朝他围了上来。2位是想以多欺少，小子你明白就好，赶紧跪下求饶，让你免一顿皮肉之苦。哼！林浩冷笑一声，直接看穿了2人的修为，2个炼气6层不知道哪来的底气。本来想着直接一拳干废，但转念一想玩玩也行，索性装成害怕的样子转身逃跑。高矮2个修士觉得吃定对方了，赶紧追上去。100人大混战，结成战团的人都是冲着修为高的人去的，见林浩被2个6层追得抱头鼠窜，就不再关注了。呼呼呼！大哥，这小子好滑溜啊！追了半天都没有追上人，高个子扶着腿，大口喘着粗气，他肯定快撑不住了。我们再加把劲！矮子咬了咬牙，从储物袋中拿出1粒回灵丹，就要服用。喂，别吃！林浩一个箭步闪到矮子身前，快若闪电般夺走对方的储物袋，又将矮子手里的回灵丹抢了过来。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，所以你不能乱吃。不过你手里这粒脏了，我可不会要。嘎嘣！他将手里的丹药碾碎，旋即飞踢一脚，将矮子踹飞5、6丈。大哥，自家大哥被揍飞，高个修士面露怒色，拽出身后的阔剑就要跟对方拼命。可炼气大圆满打6层比爸爸打儿子还简单，高个连一招也没扛下来，便落了个和自家大哥一样的下场。玄阴宗为了培养弟子的血性，凡是比赛除了不许杀人，其他百无禁忌。林浩已然暴露了实力，面对10余人的围攻，他仍然选择兜圈子，主要是为了消耗时间，让其他修士分出胜负来，那样他可以省事一些。李秋水声名在外，是人们联手围攻的对象，但因为境界跌落，在100人大混战中就被淘汰了。他暂时没什么事可做，索性观战林浩，见后者遛着一群人，如同在遛狗，不由得扑哧笑了出来。林浩一直留心场外，听得师姐的笑声，立马朝对方挥了挥手。他这一动作却是看到了一人，蒋明飞所在的组有10来人是他的小弟，联手扫平了外敌，由他获得了优胜。赢下战斗，他就想着烈焰，结果正好看到林浩和李秋水眉来眼去，他整个人瞬间不好了。那里冒出来的贱胚子，敢和我看上的仙子打情骂俏！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满脸奸笑道：“蒋少，那小子叫林浩，是秋水仙子的跟班。”哼，一个臭跟班，还想着是主不成？蒋明飞歪着头想了想，浑不在意的说道：“你去让小六他们全力搞那小子。”遵命，蒋少。咦？林浩眉头皱作一团，眼眸中闪着疑惑：这群狗东西吃错药了吗？都来围攻我！他看着跟在身后的30、40人，心中一阵无语，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出风头的事啊，怎么就承重使之的了？操！真当小爷好欺负是吧？林浩被追烦了，直接停了下来，一人独面30余名修士。一个彪形大汉越过众人走到前面，凶蛮地说道：“跑啊，小子，你怎么不跑了？小爷累了。小崽子，你敢招惹我老大看上的女人，今个非得卸你一条腿！”老大，林浩目光一沉，看向场外，发现有人在纠缠师姐，那是外门12炼气大圆满之一的蒋明飞。林浩心眸中闪过一道杀意，直接爆发出炼气大圆满的修为，声音清冷道：“借我一条腿是吧？炼气大圆满！”彪形大汉脸上的惊讶尚未凝聚，便感觉左腿一痛，继而身体不稳，摔倒在地。嘶！众人倒吸一口冷气，好快的剑！蒋明飞瞳孔一缩，被林浩的修为惊到了，顾不上骚扰家人，全神贯注地观看后者大展神威。废物凑到一起，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。林浩比敌人高了2个小境界，杀进敌团如入无人之境。砰砰砰！一众修士像是小猪仔似的被他踹飞。一炷香的功夫，林浩击退了所有敌人，成为战至最后的胜者。观战台、宗门的掌权者以及各峰的峰主、长老闲聊之余，偶尔会看一眼100人大混战。这是哪一峰的弟子？一位风雨美妇微微皱起了眉头，他是小竹峰的峰主。身为一峰之主，对各峰的外门弟子中的出众者，基本上都是心中有数。因为大比结束后，各峰是可以争抢天才的。风雨美妇对这一届天才弟子可谓是了如指掌。缥缈峰的王金战，落雁峰的冷风春，这2位是随时都能筑基的。其他的，自己峰的方圆、崔晴儿、老邻居大竹峰倒是可惜了。本来拥有2位天才女修，李秋水和陈月明，结果一个破功境界跌落，另一个则是突破到筑基期，以至于大竹峰少了个领军人物。大竹峰的峰主风苍月，长相极美，眸若秋水，
肌肤漆雪，身材更是绝伦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，丰腰翘臀，再加上淡淡的成熟风韵，令人心猿意马。他身穿一袭素锦工衣，外披绛紫色轻纱，微风吹过，轻纱飞舞，整个人散发出脱俗的仙气。3000青丝被挽成一个简单的碧落髻，插着一根貌似平凡的簪子，但从风韵美肤艳羡的眼神，不难看出这根簪子很珍贵。风韵家人微微叹了口气，这次外门大比，大竹峰要丢人啊！丢人倒是其次，主要是这大比也涉及了各峰的修道资源的调配。风师姐，你可认得此子？风雨美妇指着大发神威的林浩问道。慕容师妹，我看此子面生，不知道是哪一峰的弟子。行吧，慕容庆雪直接给属下传音，让其调查一下。稍请，属下回禀情况。慕容庆雪脸上的神色顿时古怪起来。大竹峰的弟子吗？风师姐竟然不认得，看来是匹黑马呀。倒是有机会让其转投我小竹峰。林浩并不知道自己被一峰之主关注了，他正揽着师姐的风腰和蒋明飞对峙。臭小子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蒋明飞对李秋水极有好感，明里暗里不断的追求，可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好脸色。但这位冰山美人此时却像个小女人似的，任由男人搂着柳腰。嫉妒，他嫉妒的发狂。我和师姐是道侣，我想搂就搂，你管得着吗？你……蒋明飞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恨恨说道：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，小爷等着你。李秋水不太习惯在众人面前被男人搂抱，蒋明飞走后就挣开了林浩的怀抱。他眉眼一弯，悠悠说道：师弟你变了，以前的你只知道闭关苦修，能不招惹麻烦就不招惹，可你现在却主动挑衅一个炼气大圆满，变化实在太大了。师姐说的有道理，这不像我的风格。林浩心中盘算，似乎从自己可以通过双修变强之后，他的处事风格有了极大的改变，该稳一手的时候稳如老狗，该张扬的时候老子天下第一。兴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性格。修仙，修仙，修到最后这不敢干那要狗的，就算是长生了又能如何？无趣至极。他追上师姐，不由分说的拉住对方的小手，霸道的说道：明天就该打擂台赛了，我想和师姐过过招，热热身。呸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。李秋水清脆一声，粉面桃花。这一夜林浩和师姐战了7场，方才感觉到疲乏，一直睡到日上3竿，才慢悠悠前往外门大比的会场。他之所以不急，是因为他的比赛是在下午。本次大比共有96人晋级到擂台赛，将用1天的时间决出48强。林浩第一位对手是个炼气8层的小姑娘，对方长相柔美，身材非常的消瘦，看着一阵风就能吹跑似的，两条秀眉微微蹙起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她凭借这副无辜的表情以及尚还不错的实力，成功跻身于擂台赛。她故技重施，想要让对手放下警惕，然后伺机偷袭。结果林浩根本不吃她这一套，最近跟师姐以及崔晴儿交流的次数多了，他的审美阈值一路飙升，像对手这种小家碧玉型的美女根本不会让他动心，就算是真的动心了，他也会撇弃不该有的念头。跟长生比起来，女色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轰！他如同一柄出鞘利剑，携带着滔天的杀伐之气朝对手攻了过去。女人脸色一变，装可怜失败，只得仓促应战。然而境界上的差距直接导致他被碾压了。砰！林浩一拳将女人打下擂台，丝毫没有拖泥带水，却是看呆了围观群众。这小子是个狠人，面对楚楚可怜的美人，居然丝毫不留情的。对啊，那一拳将我的心都给打碎了。这小子是谁？我要私下里向他约战，为我的连月仙子报仇。这位狠人最起码是炼气9层，而你7层小修士跟对方约战，是茅坑里打灯笼，找死啊！击败对手，林浩连汗都没有出。接下来是崔晴儿的比赛，他索性留下来观战。这女人的战斗结束得很快，也是没出什么汗，便解决掉了对手。由于李秋水在侧，他倒是没有过去跟林浩打招呼，只是给对方传音，准备谈一谈交易的事业。林浩以养精蓄锐为由，从师姐的洞府离开，回到自己的住处。而崔晴儿似乎已经在此等候多时，衣衫有些散乱，眼眸中闪烁着光。这女人是食髓知味了呀！林浩心中默默吐槽一句，明知故问道：不是要交易吗？人呢？崔晴儿媚眼如丝，眉娇嗔道：交易非得是人吗？我给你带来2个消息，你想不想知道？说来听听，一好一坏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先说坏的吧。崔晴儿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，娓娓道来：王金战和冷逢春筑基了，外界一直认为魁首将会在他们2个当中产生，还真是个坏消息。林浩见眉微微上挑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就是我也即将筑基，我需要你。崔晴儿觉得自己距离筑基只差1线，可能还需要10天半月的苦修，但按部就班的修炼，他怕是赶不上大比，因此他此次前来就是想和林浩修炼。和林浩修炼可比自己一个人打坐苦修快多了。我操，怎么觉得我被白嫖了？林浩无语说道：你筑基了，对我来说可不是好消息，我的名次又将下降1名，你一个大男人怎能这么小气呢？崔晴儿翻了一个好看的白眼，继续道：猎妖大赛你辱了我可是一直打算报仇呢，你帮了我就不报仇了，快来吧，我等不及了。说着崔晴儿直接上手。清晨林荫小道，
挂满了白霜。林浩独行了许久，才停下，就地盘腿打坐。他现在距离破境只差一枚筑基丹，可这丹药太过名贵，以他现在的身家根本买不起。一般来说，修士会在炼气9层时开始准备炼制筑基丹的材料，花费个1-2年的时间，等修为到了炼气大圆满，筑基丹的材料也就收集的差不多了。可林浩从6层到大圆满，满打满算也不过2个月时间，怎么可能攒够筑基丹的材料？但以炼气大圆满的修为，想跟筑基期修士争斗，几乎不可能取胜。他取出2阶符箓掌心雷，在手里把玩一番，看来得多攒些符箓。他不是没想过从崔晴儿手里交易筑基丹，可这是战略资源，除非女人脑袋被撞了，否则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他交易。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林浩叫醒崔晴儿，两人一起来到大赛现场。今天前来观战的人明显比昨天要多，而且各峰的长老、亲传弟子们也都来到现场观战。他朝着观战台扫了一眼，见那些身着华服的亲传弟子，眼眸中闪烁着傲然。他握紧了拳头，脸上流露出刚毅的神情。成为亲传弟子是他参加本次大比的最大动力。这一场，他的对手是位书生打扮的青年，看着文文弱弱，但他却知道这是位炼气9层的高手，能进入48强的，怎么可能有弱者？这位兄台，小生有礼了。书生修士微微欠身，双手施礼道。对于书生的做法，林浩却是无动于衷，冷眼看着对方。对方不回应，书生也不觉得尴尬，从背后的游学背囊中取出2卷古书。兄台，小生要出手了。言罢，他的消瘦的身体急速的膨胀起来，都快将身上的书生袍给撑破了。冰微冲绝末，杀气凌穹苍，烈醋赤山下，开营紫塞棒。轰！书生怒目圆睁，白净的脸上满是煞气，哪里像个书生，反倒像是沙场驰骋的将军。他身前出现一对披甲执锐的战卒，虽是灵气所凝聚，但却跟真人没什么两样。林浩的眉头微皱，眼中某闪过一丝惊讶，这个书生竟然修的是儒家，修仙道3000，儒、道、士、兵都能求长生。他从战卒身上感受到危险的气息，旋即直接运转体内灵气，炼气大圆满。书生满脸的震惊，嘴角牵出一抹苦笑，境界上的差距怕是难以抹平，但既然站到这里了，那就得勇往直前，没有退路可言。战！书生舌战春雷，他身前的战簇悍不畏死的发起冲锋。火焰刀！林浩言出法随，面前凝出3柄飞刀，散发着炽烈的气息。嗖嗖嗖，刀若闪电，急速斩向战簇。浑厚的灵气砍杀战簇，就像斩纸人一般，一刀一个。然而还有6名战簇悍然冲到林浩面前。来得好！林浩意气风发，双拳携带着无匹的威势轰向战簇。轰！他的拳爆裂无比，一拳便将战簇打散。望着如同战神般的林浩，书生的目光凝重，双腿不由得微颤，脸上更是流出了冷汗。好，好强！书生深呼一口气，手握古卷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正准备念战诗，怎料对手来势太快。斩！林浩欲起飞剑，快若闪电，到了对手面前。书生来不及念战诗，只能掏出一张符箓，仓皇应对。可一阶上品防御符箓根本挡不住对手的攻势。争！林浩连斩出3道剑气，击碎了对手的灵盾，击飞对手5-6丈。噗嗤！书生喷出一口鲜血，苦笑道：我认输。林浩淡然一笑，瞥了对手一眼，淡淡说道：若你是大圆满的修为，那么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哎，小生远不及林道友。书生拱手施礼，离开了擂台。小竹峰的峰主慕容庆雪一直在关注林浩的比赛，见后者轻松取胜，招揽的心思更浓。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，便收到风苍月的传音：慕容师妹，林浩是我大竹峰的外门弟子。哦，是你大竹峰的？那你这个峰主当的很不称职啊，门内出了这么个天才，你之前竟然不知道？我是没你这个峰主当的尽职，竟想着挖人。林浩并不知道自己，他得到了玄阴宗2位美女峰主的关注。12强晋级赛，林浩的对手依然是炼气9层，没能扛住2招便败下阵来。另一边，崔晴儿也是轻松拿下对手，和林浩顺利会师6强晋级赛。但下午抽签时，两人竟然成了对手。蒋明飞首战登场，蒋明飞的对手正是之前猎妖大赛中力压了他一头的方圆，他的修为要比对手高上1线，可架不住后者的法宝多啊，因此两人斗了数百招，蒋明飞以微弱的优势取胜。方圆肉乎乎的脸上浮现出不甘，恨恨地看了对手一眼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咦，散财童子打输了，居然没有送出法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道兄，一看你就对散财童子不了解，这位只给把自己打服的人送法宝，蒋明飞只是略胜一筹，凭什么给其法宝？蒋明飞站在台上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他觉得自己赢了也不值得高兴。第2场，林浩战崔晴儿。林浩步履沉稳地走上擂台，感受到有不少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他并没有在意，只是凝视着崔晴儿。幸好昨晚他没能突破，不然今天他就止步于此了。他们两人互知深浅长短，倒是没有必要进行试探，一上去便是硬碰硬。崔晴儿虽是女儿身，但战斗很是激进，使出一手水系术法，立马祭出金盾符，随后御着飞剑要和林浩贴身肉搏。哼，女人想要和我近战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林浩踩着飞剑
灵活地避开水老虎，掐印施法，一团火焰如流星般飞向女人，炽烈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崔晴儿不退反进，剑身上裹着天蓝色的剑气，朝火球劈斩。轰！一剑展开火球，他左手接连打出水球，想要将对手逼下来，与之近战。可林浩只是以火系数法应对，时不时地扔出一张寒霜降，将女人的水球冻结。崔晴儿久攻不下，俏脸上满是慌乱。这个臭男人不对劲，明明和我一样是炼气大圆满，可为何法力如此浑厚？又交手数十招，一直使用术法。崔晴儿灵力不支，想要服用回灵丹，却被林浩逼得没有机会。轰轰轰！林浩接连斩出3道剑气，直接将崔晴儿的3层金光盾斩碎，旋即栖身上去。他暴喝一声，体内的灵力汹涌澎湃，双眸中凝着无敌信念。破！他声若炸雷，身似劲风，双拳升腾起火焰，直捣女人的小腹。不好！崔晴儿脸色大变，赶紧调动全身为数不多的灵力，凝聚出一道屏障。可在对方志在必得的一拳之下，脆弱琉璃，咔嚓，护盾碎裂，娇躯挨了一记重击。崔晴儿喷出一口鲜血，感觉自己肋骨全被打断了，旋即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。臭男人，真不知道手下留情啊！崔晴儿眼眸中饱含幽怨，林浩却是无视女人怨念的眼神，淡然说道：“认输吧。”崔晴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，然后将脖子上的利刃推开，悠悠说道：“利刃在喉，我能不认输吗？”林浩胜！裁判长老的话音一落，现场掀起滔天的议论声。我去，这个林浩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，竟然如此生猛地击败了晴儿仙子？对啊，晴儿仙子可是炼气大圆满，一身修为能在外门排进前5。这林浩我倒是认识，算是秋水仙子的小跟班，一直默默无闻，从未有过傲人的表现。没想到今日一鸣惊人，倒有你这消息落后了。林浩此人在之前的猎妖大赛中表现不俗，只一人便进入前8，这么猛的吗？此人在何处修行？我要去跟他结交，说不定能搭上一个亲传弟子。估计这有点难，要是没有王金战和冷逢春，此人是炼气层次的顶尖高手，倒是有很大可能登顶。旁边蒋明飞脸色阴沉，那小子什么时候成顶尖高手了？问过我了吗？他攥着拳，目光阴冷地看向林浩，该死的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下一场便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。小竹峰尊主慕容庆雪，雪白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震撼，这林浩竟然击败了晴儿。虽然他一开始就关注林浩，但没想到林浩能战胜他们封的崔晴儿。风苍月看到慕容庆雪的表情，脸上浮现一丝得瑟，这林浩可算是给他和大竹峰长脸了。赤足踩在一朵红莲之上，如同飞鸿一般飞到林浩身边，他那双凤眸中闪过一丝欣赏，声音清冷道：“你做得很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大竹峰外门弟子的首席，若是夺得本届大比的前3，可入内门藏经阁3次。”林浩清嗅了一下幽香，心中闪过一道古怪的念头，峰主还是厨子，这是他第一次跟峰主近距离接触，他从女人身上嗅到了厨子幽香，这肯定错不了。跟李秋水、崔晴儿第一次深入交流前，他便嗅到过这种香味。低头看了一眼峰主的玉足，一对小脚雪白赛雪，如玉如缎，让人忍不住想要。他赶紧咬一下舌尖，令自己冷静下来。罪过，罪过，这可是大竹峰的尊主，要是让其知道我在，怕是会一把火给我扬了。他压下心中杂念，躬声说道：“弟子领命，谢峰主。”风苍月下场来见林浩，只是为了宣示主权，这是他门下的弟子，他要留别人抢不走。高台之上，慕容庆雪咬了一下银牙，清脆道：“风苍月，这女人真的是……”目送峰主离去，林浩正往台下走，突然看到了师姐李秋水，不知她什么时候来的。他嘴角微微上扬，向师姐走去。师弟，恭喜你晋级6强。李秋水大大方方地说道，那一袭紫色纱裙随着微风偏飞，众目睽睽，倒是不好动手。林浩的目光落在那挺拔的峰峦，声音清冽道：“师姐，我进入6强了，你准备怎么帮我庆祝啊？”他眉眼中带着一丝玩味，想要看师姐娇羞的样子，结果后者只是温婉一笑：“有惊喜，今晚你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师姐就要离开。林浩今天没比赛了，但并没有随之离开，他要留下来继续观赛。见李秋水走后，崔晴儿就走了过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林浩问道。“吃了丹药，没大碍。”“你还真是无情，不知怜香惜玉。”崔晴儿埋怨道。“我们实力差不多，留手就打不赢你了。”林浩笑道：“等后面我好好补偿你。”“你说的哦。”崔晴儿意会道。下一场，王金战对决炼气大圆满的修士，两人把注意力放在了场上，结果毫无意外，王金战一招败敌，展现出了筑基修士的强大。王金战果然是筑基期了，这让其他人怎么打？魁首肯定是他了。话不要说太满，冷逢春也是筑基期，不弱于王金战的。冷逢春只会一味的苦修，能和在斗法中成长起来的王金战相比吗？林浩听着身后两位修士的争论，心中想的却是不管两位筑基修士谁更强，自己要是想争第一，不筑基是不行的。冷逢春登场，他身着黑色紧身衣衫，曲线玲珑，虽容颜秀丽，但气质清冷，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。他的对手也是位炼气大圆满的修士，而且是修的以防御见长的土系功法，前者用了3招才将对手拿下。看完两位筑基修士的对战，林浩就准备离开了，剩余的对手
没什么好看的，他有信心拿下。见到林浩要走，崔晴也跟着离开。你和李秋水是什么关系？边走，崔晴儿边问道。和你一样的关系。女人微微叹了口气道，也已经引起你们封主的关注，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，何必跟一头魔纠缠不清？闻言，林浩的眉头直接皱作一团。崔晴儿到底为什么一口咬定师姐是魔？他跟师姐是日久见人心，相处得非常融洽，而且师姐温婉无比，怎么可能是冷血的魔？没有，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去买包仙灵散试试便知。众所周知，这是克制魔族的药，魔族吃了会短时间魔气溃散，隐藏的再好也会露出马脚来。崔晴儿信誓旦旦的样子不像是作伪，而且她也没必要说谎骗自己啊。林浩脸上的神色变幻莫测，师姐是他的先引人，而且又有了互知深浅长短的交情，他其实是对师姐非常信任的。可转念一想，觉得试一试也没什么，要是师姐非魔，那药伞对身体并无损害。于是林浩和崔晴儿告别，打算去房市一趟，买一包仙灵散，顺便买些制作符箓的材料。接下来的对手越来越强，他得存些二阶符箓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到了房市，符箓材料倒是很快就买齐了，只是没有捡漏的机会，花了他近200灵石，十分的肉疼。仙灵散倒是不贵，但由于玄阴宗最近几年未曾与魔门开战，各店铺都没有现货，林浩只能去地摊碰碰运气。雷声阵阵，林浩轻衣复健，手里捏着一块灵石，劲风吹拂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，他那清澈的星眸打量周围的小摊，好不热闹。唉，林浩微叹一声，嘴角微微下撇。仙灵散这么难找的吗？不过也能理解，魔门蛰伏了许多年，未曾与正道交锋，像仙灵散这种对付魔道的物品少见也是正常。逛了大半天，终于在一方小摊上看见了仙灵散，他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匆匆走了过去。与其他摊主不同，这位摊主是位少女，看起来不过15、16岁，长相清秀可人，一双灵动的大眼睛，明媚且干净，修为不过6层，怕是个入门不久的小师妹。林浩莞尔一笑，开门就见山道：“这包仙灵散多少灵石？”少女眼中闪烁着杀意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不要灵石，不要灵石。”林浩眉头微微一皱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要灵石？”少女咬着阴唇，眼眸中的杀意快要溢出，除魔卫道：“是我辈修士应当做的。道友，这包仙灵散，请你收下。”林浩从少女眼中看到了赤诚，他接过仙灵散，然后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张符箓。“姑娘，你说的对，除魔是我辈修士应该做的，所以这张符箓请你收下。”少女倒是没有推脱，坦然地接过符箓，袖手拱拳道：“敢问道友名号？”“林浩，向小媛，在此恭祝林师兄斩魔。”目送林浩离开，向小媛方才查看了一下手中的符箓，俏脸上浮现出一抹惊异。“2阶符箓，这位师兄。”林浩见天色不早了，快马加鞭赶往师姐的洞府。在上山的路上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冷逢春，同时也是本次大比的夺魁大人。冷逢春一袭白衣，扎着高马尾，英姿飒爽，背后附着一方剑匣，隐约可听见剑鸣：“你很不错。”与对方擦肩而过时，林浩听到对方吐出这样一句：“争。”话音落，剑出匣，似龙吟，似虎啸，山道两旁的奇花异草似是被劲风吹拂了一般，竟低头，希望能在擂台上与你一战。冷逢春踩着飞剑，御剑飞行，显然他已是内门弟子。林浩双眸清明，望着那一袭白衣远去，拳头不由紧握，抬眼再望，长若天梯的山道似乎没有尽头。他一步一步向上走，到了师姐的洞府前，他深呼一口气，然后推门而入。“回来的这么晚？”李秋水顾盼生辉道。“遇到个朋友，深谈了一会。”“好吧。”女人伸出葱白玉指，点了下对方的额头。“下次回来晚了，给我传个信。”幽香沁鼻。林浩嘴角微微一动，见师姐转进后室，像是在忙活烹饪。他取出那包仙灵散，倒进青瓷茶壶内，摇晃了一下，然后便倒了一杯茶，给师姐端了过去。“师姐，你在忙什么呢？”林浩从背后环着女人的腰肢，“给你烹些灵兽肉补补。”“师姐辛苦了。”林浩说道，旋即端着茶杯：“师姐请用茶。”“哼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给我敬茶。”林浩笑着说道：“师姐终日为我操劳，我不过敬杯茶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就你嘴甜。”李秋水端起茶杯，轻下了一口，秀丽的脸颊浮现出浅浅的笑意：“师弟，这茶怎么一股怪怪的味道？你该不会是给我下药了吧？”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林浩不动声色道，仔细地观察师姐的变化。家人神采依旧，果然师姐非魔。他如释重负，又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，竟然不信任师姐，心里生出一股愧疚感。为了弥补心中愧疚，他打算助师姐修行，可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，便被一只纤细的玉手阻止。“师弟，别急，你还记不记得白天的时候我跟你说有惊喜？”林浩有些挠头，他还真把这茬事给忘了。“师姐，什么惊喜？”李秋水躲开男人的侵袭，像只蝴蝶般飞到一旁：“这个惊喜你肯定喜欢。”言罢，他扬起纤纤玉手拍了拍，3个身着薄纱的家人走了进来，绝色容颜上挂着或羞涩或期待的神情。“师姐，这是？”林浩传音道：“师弟，这3个女人可都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，都是完璧之身，而且修为不算低，都是炼气7层。”林浩惊呆了，心眸中闪烁着错愕。
师姐这是在帮他找女人？他的神情无比古怪，本以为师姐不乐意看到他和别的女人一起，没想到会帮他找。师弟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颗筑基丹，帮你筑基真魁首。筑基丹？林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那可是筑基丹啊！对于炼气期的修士来说，这可是战略级资源，除非是获得宗门赏赐，否则自己准备的话，需要1-2年的苦功夫。林浩的突破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因此根本没有时间准备，一直在犯愁该怎么搞来一枚筑基丹。结果师姐送给了他，真是瞌睡了送来枕头。想起自己还怀疑师姐是魔，他心中的愧疚无可复加。他一把将师姐抱起来，狠狠地亲了一口。李秋水娇声道：“突破要紧。”在师姐催促下开始，林浩只能感谢殷氏，接连通过3个狭长的甬道，行了很远很远。林浩终于看到了光明。经过血与汗的洗礼，他体内的灵气全部转换成金色液体，再无蜕变的可能。他让师姐请走3位女修，便直接服下筑基丹。李秋水见他入定，赶紧设下金制隔绝了外界窥视，并凝神聚气为他护法。轰！林浩豁然起身，肌肤通红，就像煮熟的大虾。李秋水的脸色煞白，不由得为林浩担忧起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有心帮忙，但不能出手，因为修士突破时，一旦有外力介入，很有可能会前功尽弃，并有境界跌落、陨落风险。嘶嘶嘶，体内的火块把林浩的5脏6腑烤熟了，体表更是皮开肉绽，像是要成焦炭。李秋水不敢再看，闭上了美眸。他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直到感觉恢复平静了，他方才睁开双眼，见林浩躺在地上，衣衫破破烂烂，肌肤乌漆墨黑。他惊呼一声：“林师弟！”他连唤了2声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便伸出一根玉指去测对方的鼻息，不想却被一口咬住。“师姐，你干嘛？”林浩脸上挂着一丝玩味。哼！李秋水冷哼一声，然后粉拳捶打对方的胸口，娇嗔道：“你干嘛？吓死我了！”随后他又欣喜地恭喜道：“师弟，恭喜你成为筑基大能。筑基期算什么大能？筑基相比炼气，提升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你现在1指便能败我。”“不，师姐，我还是习惯2指。”林浩一把捉住女人的玉手，深切地说道：“多谢师姐帮我筑基。”李秋水的秀脸浮现出一抹复杂的情绪，悠悠说道：“倒是不必道谢，只是希望师弟先到长青，他日成为大能，不要忘了我。”“那怎么会？咦，臭死了，快去洗洗。”林浩嗅了嗅，发现确实很臭，肌肤上覆盖了一层黑色物质。他躺在澡盆内，一面清洗着身体内排出的杂质，一面仔细感应着身体的变化。本来体内的灵气液体只有1缸，现在却是一方小池塘，神识范围更是扩大了10倍。相比炼气期，发生了质变。想起之前自己还想以炼气修为挑战已经筑基的王金战，不由得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。清洗完身体，他准备再好好感谢夏师姐助他筑基。3强晋级赛，秦6位从万千弟子中杀出来的天之骄子，站在高台之上，接受无数目光的洗礼。玄阴宗大长老扫了一眼6位天骄，唰，大长老取出6根被灵力包括着的竹签，中气十足道：“现在开始抽签，6人分别上前领签。”林浩手握1号签，眼睛微眯，对手会是谁呢？抽到1号签留下，其他人暂且下去。大长老话音一落，台上只剩下2个人。林浩看着面前的对手蒋明飞，是这个狗东西就好。他长舒一口气。对面蒋明飞本来因为对手是林浩，喜色溢于言表，可谁知对手如释重负，就像是觉得他是软柿子一样。“小子，今天遇到我，算你倒霉。”蒋明飞神色傲然道：“和你对战会脏了手，确实挺倒霉的。”蒋明飞恼羞成怒道：“小崽子，你也就会屠逞口舌之力，谢谢夸奖。”台下观众议论纷纷。大竹峰的林浩好斗，尖嘴利牙，口上不饶人啊！擂台之上比拼的实力，而不是牙口。这林浩叫的再欢，也只是各挑两小丑。我觉得林浩实力挺强的，战败了小竹峰的崔晴儿，那又如何？蒋师兄可比晴儿仙子厉害多了。林浩，本届大比的变数，能否战胜成名已久的蒋明飞？一位老者想也没想，开口道：“明飞自身天资卓越不说，而且是蒋长老的孙子，家学渊源，一个没有根基的寒门修士，凭什么战胜天才？”说的有道理。蒋师兄曾力战数位炼气9层还能取胜，更是斩杀过一头半步2阶的妖兽，端的是神威赫赫。这林浩籍籍无名，并无骄人的战绩，根本无法和蒋师兄相提并论。林浩站在擂台上，根本没有理会周围的喧闹。蒋明飞却是意气风发，睥睨着对手，直接展露炼气大圆满的修为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威严。小子，现在跪下来投降还来得及。蒋明飞脸上挂着得意的笑，冷冷说道：“否则，管教你后悔站在擂台上。”哦，林浩平淡回应。你，蒋明飞觉得对方是故意让他难看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小子，我看你能装多久？来战！”林浩挑眉道：“好啊，臭小子，你是真没把我放在眼里。”蒋明飞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，他身体陡然下沉，像蓄势冲锋的战将，掏出数张符箓，念咒使用。金盾符、寒破符、神力符、风行符等等，一套符箓砸下去，他气势惊人，不愧是蒋师兄，珍贵的一阶极品符箓，使用起来毫不心疼。感受到周围惊叹的目光，蒋明飞很是受用，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，
在观众震惊的目光中强势击败对手。林浩看着显摆财力的对手，心中盘算，现在不能暴露出助击期实力，就陪着这个脑袋有毛病的家伙玩玩吧。好，金狮印！蒋明飞咆哮一声，直接挥拳打出一道金色拳气，凝聚成战狮。面对敌人至刚至猛的拳势，林浩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这小子好欠揍啊！台下有人忍不住说道。火焰刀！直到拳罡金狮静止面前，他才口吐三字，一柄欲着火的刀迅即斩向金狮。融！一刀斩狮，刀气与罡风相融。轰！蒋明飞早就知道对方没那么好对付，因此后招跟上，拳头上的罡风烈烈，直接击打对方的头颅。林浩下意识的想要跟敌人对拳，突然想到自己在扮猪吃虎，便及时收拳，而是取出一张金盾符。哼，小崽子，你能买得起一阶极品符箓？轰轰轰！蒋明飞连续轰出3拳灵气战狮，将金色光盾打得支离破碎。他面露狰狞，一张金盾符便是你全部家当了吧？可打脸就像龙卷风，见对方又掏出2张金盾符，他嘴角不由得抽搐一下。轰轰轰！他又轰出3道拳罡，意气风发道：我看你有多少符箓！碎了一张又一张符箓。马德，这小子哪里那么多金盾符？蒋明飞都快要疯了，冷然道：小子，我不信你还有。林浩在储物袋中摸了一会，十分认真的说道：确实没有了，输了，输了。那个林浩要输。一开始看好蒋明飞的心系，他认为林浩能坚持到现在，就是因为手握极品防御符箓。现在符箓没了，拿什么抵抗？没办法，两人的修为几乎一样，但其他方面相差太大，观众们都看呆了，实在想不通林浩势单力薄的从何处得来那么多极品符箓。没有符箓，看你怎么挡我！蒋明飞仰天长啸，如同一尊无敌战仙，打出钢狮如同一座小山，势若万钧的碾向对手。这一招倾注了他一半的灵力，而且是他威力最大的杀招，一拳便能击碎金盾符。对方拿什么挡？他似乎已经看到对方被打飞的场景，可幻想出来的画面并没有发生。对手接住了他得意一击，这怎么可能？蒋明飞满脸吃惊，觉得自己在做梦。现在可不是吃惊的时候啊！林浩暴喝一声，假装拼尽全力斩出一道剑气，击碎了对手的钢狮，随即如同一头夜影豹，瞬间闪到对手身边。陪你演了很久，差不多得了，陪我演。蒋明飞眼中闪过错愕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便感觉小腹遭受重击，像一口破麻袋似的飞了出去。台下观众被林浩的操作搞得一脸懵，什么情况？形势怎么突然逆转了？林浩原来这么猛啊！一剑便击碎了蒋师兄的钢狮。我怎么觉得林浩要赢了？不可能！一直支持蒋明飞的人不敢置信蒋师兄不可能输，他只是一时大意，被对手偷了一招，出其不意，只能用一次，林浩肯定要输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一直在装作打不过我？蒋明飞失声道。没有，我只是比较慢热。林浩淡然说道。和对手打了这么久，取胜的话应该不会过于引人注目，而且对手的灵气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取胜正当时。主要是他真的装不下去了。慢热！蒋明飞面露狠色，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沓低阶火球符箓，劈头盖脸的砸向对手。让你慢热，我要把你烤熟！蒋明飞撒出符箓之后，身体内的灵气被抽干了，赶紧掏出一把可以恢复灵气的丹药，一口吞服。轰！数十张低阶符箓一起爆发，威力不容小觑。在不能暴露筑基修为的情况下，林浩只能选择暂避，这给了蒋明飞恢复的时间。感觉体内灵气恢复了一些后，蒋明飞从储物袋取出自己的战兵，一杆黑色大幡。此幡名为御灵幡，乃是极品法器，可以操纵3头1阶上品妖兽。这是他为了夺取大赛魁首特意准备的杀手锏，本来想着决战时再用，但现在林浩彻底激怒他了，他要让对方知道惹怒他的下场。林浩啊林浩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此幡一出必然废你。这是他爷爷花费重金帮他从仙武房求来的法器，更是为他捉来3头强横的1阶后期妖兽档做幡灵。靠着此幡，即使是面对筑基修士，他也能战上数合。他认为用此幡对付林浩完全是杀鸡牛刀，极品法器。围观群众发出惊叹，没想到蒋师兄还藏着杀手锏，这是为了争夺魁首吧？能败在此幡之下，林浩不愿。林浩还是投降吧，要是在擂台上被失手打死，以蒋师兄的家族权势，也不会受到过重的惩罚。林浩输定了，有长老盖棺定论。好！蒋明飞仰天长啸，将全身灵力灌入御灵幡，3尺长的灵幡暴涨到3丈，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力量。黑色的幡体幽暗阴冷，如同地府的大门。嗷哦！3条通体墨黑的大狼从幡中跳了出来，牛犊大小的躯体内蕴含着狂暴的力量，本就长相凶恶，再呲起牙咧着嘴，仿若邪恶的化身。林浩，你完了，你将会被狼鳞撕碎，尸体成为狼鳞的养料。蒋明飞披头散发，双眼冒着幽光，惹怒我的下场只有死。你的话可真够多的。3头牛犊大小的狼灵十分的狡猾，正策同时进攻。1阶后期妖兽就能使用法术了。3头狼领吐出数道锋刃，继而扑杀上去。畜生，道士奸诈！林浩掏出一张金盾符，给自己身前竖起一道光盾。蒋明飞讶然道：“你不是说没有了吗？怎么还有极品符箓？蠢货！
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！蒋明飞气得脸色通红，扯着嗓子吼道：“撕碎！给我把它撕碎！”三头狼灵眼珠子通红，变得更加狂暴，身上的皮毛炸起，爪牙锋锐如刀，轰轰轰！抵挡完狼灵的锋刃攻击，金色光盾破裂，三头狼很会抓战机，快若闪电的扑了上来。哼，来得好！林浩嘴角微微上扬，身前聚起10把火焰刀。我的天啊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有人惊呼道。我修的也是火系功法，炼气9层的修为，却只能凝聚3把火焰刀。高台上，大竹峰峰主峰苍月美眸中闪过一丝讶然，这小家伙竟将体内的火灵力凝成了液体，倒是走出一条特殊的路。慕容庆雪舔了下诱人的红唇，喃语道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不可能！蒋明飞瞪大了眼眸，狂声道：“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你的灵力怎会如此浑厚？”回应他的却是三头狼灵的哀嚎。10把火焰刀齐斩，将狼灵斩得魂影摇曳。林浩实在不想跟对方继续打下去了，御剑飞到半空，神情冷漠道：“星火！”乍然出现万千火点，如星星之火，燎向蒋明飞。轰！噼里啪啦，火焰撞到敌人，发出爆射的声音。蒋明飞的须发皆被火焰炙烤，发出狐臭之味，狼狈地跌倒在地。他体内一点灵力也没有了。见林浩又凝聚出6把火焰刀，他眼眸中闪过一丝惊恐。他实在想不通，明明没有看到对方服丹药，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充沛的灵力？要败了吗？不，我不能败！他面不狰狞，冲着主角传音道：“林浩，你赶紧输给我，否则我让你在宗门内寸步难行。”对于蒋明飞的威胁，林浩理都不带理的，轻喝一声，轰！火刀脱燕尾，疾风斩杂草。小子，儿敢！一名老者声若炸雷的喊道。林浩的火焰刀被一只灵气大手直接捏碎，化作万千土黄色光点。小崽子，这是擂台赛，你敢下杀手？老者如同一头暴怒的狮子，一抬手便是万千土黄锥刺，如万箭齐发般射向林浩。斩！一道轻灵若幽谷的声音响起，天空披上了红装，如雪般的云气凝成一柄火焰巨剑，轰！一剑斩尽锥刺。风尊主，你这是？老者有些不满地问道。你想杀我大竹峰的弟子？老者眉毛倒竖，恨声道：是这小子想杀我孙子，我才……砰！风苍月一抬素手，直接将老者轰飞上100丈。他睥睨着众人，淡淡说道：我大竹峰的弟子，就算是犯错了，也只能由我来罚。你随我来。林浩还没有回话，便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力量牵引着，眨眼间消失在天际。大竹峰山巅，风苍月坐在寒玉雕琢的莲花台上，火红长裙未能盖住白嫩如玉的脚丫，那一双凤眸仿佛能够看穿本质，令林浩如坐针毡。峰主，你什么时候筑基的？林浩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就像是光溜溜的婴儿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。他正色道：弟子昨日才筑基。临阵突破吗？风苍月挑了一下秀眉，继续说道：为什么不直接展露筑基实力，击败对手？弟子新进筑基，想着对付炼气修士，不用全部实力便能战胜。你是想留待决赛时再暴露自己是筑基吧？这女人的心丝毫敏锐。林浩心中感慨一句，老老实实回答道：是的，峰主。修仙大道，能刚则刚，要的就是念头通达，不用事事求稳。我要是像你一样无敌于世间，我比谁都头甜。可关键是，我只是个刚筑基的小趴菜，用力过猛那不是找死。峰主教训的是，弟子谨记教诲。算了，我不会教导弟子。风苍月2只玉足并在一起，嫩若豆腐的大拇指翘啊翘，反正你也听不到心里。他拍了一下储物袋，面前浮现2道流光，这有一道功法符箓，相当于筑基大圆满的全力一击。这瓶是恢复灵气的丹药，效果比回灵丹好10倍。谢峰主。林浩欣喜不已，感谢道：去吧，好好备战，明天争一争冠军。是。林浩闻言告退。6进3后，为了让弟子拿出全胜状态，也会休息，隔天再比。林浩回到自己洞府，先是打坐恢复了灵力，然后准备炼制符箓。他从储物袋中取出峰主赐予他的那张符，里面封印了一道剑气，相当于筑基大圆满的全力一击。他决定将这张符箓当作杀手锏，毕竟接下来的对手背景深厚，指不定有什么隐秘手段。可惜以他现在的符道造诣，无法炼制2阶极品符箓，就连下品都是勉强炼制。摊开符纸，提笔绘制，他极为专注，最终画出3张掌心雷。对于这个结果，他不甚满意，又取出来一堆1阶符箓的绘制材料。其实1阶符箓对于筑基修士来说几乎没什么作用，但他相信只要量大，关键时刻会有奇迹。第2天比赛开始，人山人海，各峰弟子都来了，许多内门弟子和亲传弟子都来看，还有不少长老。林浩站在人群中，突然察觉到一道怨毒的目光在凝视着他，回头一瞥，不禁心中冷笑，果然是蒋明飞。擂台上打不赢，便想用盘外招。林浩却誓不惧，玄阴宗门规森严，在宗门之内，对方不敢光明正大下杀手，除非他外出宗门。可即使出去，他也不太担心。且不说对方能不能找到他的行踪，他觉得进入筑基期，找更高阶的女修，会令自己的实力快速提升，岂会怕小小的炼气修士？就算对方有个长老爷爷，又能如何？大比3强，上台抽签。在万众瞩目下，林浩缓缓登上高台。3强战是采用的循环赛，
三人要分别打过。林浩看了一眼手中的竹签，3号，这令他颇感意外。本以为自己会是第一战，那样的话就要面对一位全胜筑基修士。台下观众见林浩抽到3号签，纷纷议论起来。这个林浩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吧，居然抽到了3号签，可以以逸待劳了。运气好又如何？他一个炼气修士还能战胜筑基期不成？不过是仗着运气好，苟延残喘罢了，倒有着香了。对于我等修士而言，福缘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虽然我无法断定王金战和冷逢春谁是魁首，但第3名肯定是林浩。没错，一个炼气期能走到现在的位置，已然是尽头了。面对嘈杂的声音，林浩却是丝毫不在意。他退到台下，凝视台上两人，足足1炷香的时间，两人纹丝未动。眼看台下观众要闹腾，王金战动了，像一杆锐利的战枪，锐不可当。另一边，冷逢春也动了，很难想象一个身姿柔弱的女子是怎么跑出视若奔马的气势的。轰！两人碰撞到一起，如同2团耀眼的光团。王金战脚踩着一杆大枪，身法极其灵活，闪身到对手身后，双掌喷涌出澎湃的灵力，拍了出去。面对巨大的光掌，冷逢春浑然不惧，也凝出灵力大手，跟对手对轰了一掌。谁料王金战的经验老道，居然用的是虚招，单脚往上一提，将脚下的大枪拿回手中。破魂枪，皇品法宝，暴雨梨花般的刺出一枪，带起一道无匹的长虹，直接贯穿了灵气大手，如光雨般点点落下。冷逢春仓促应对，唤出一道匹链，将致命一枪拍开，并且神来一招，甩出一道寒冰符，上百支泛着寒气的冰箭急射了出去。但王金战一杆枪耍得密不透风，那冰箭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。不过冷逢春本就没指望符箓立功，抓住短暂的一瞬，他面前凝聚数道剑气，那锋利跟面的剑气似是每一道都贯彻着无敌的信念，瞬闪至王金战面前。后者不慌不忙，腰间的玉佩撑起一道淡青色光幕，法宝护主。砰！无匹的剑气将光幕击得如水波般荡漾。防御不是王金战的风格，他让剑气和光幕自行消融，挺起手中长枪，刺出一点耀眼寒芒。金战道友好强！台下有人惊呼。大枪刺出的灵气枪芒，疾风骤雨般刺向对手的心脏。这一招，林浩心生惊异，换作自己肯定无法防御，除非看见冷逢春舍弃防御，反而又展出数道剑气，每一道都蕴含着无匹的气势。他不由得微微点头，换作是他也会舍弃防御，全力迎敌。然而王金战身前再度升起一道金色光幕，如同一道屏障般将那冷冽的剑气阻挡在外。金兆符2阶下品符箓。林浩嘴角一抽，默默吐槽：这王金战是属乌龟的吗？吐槽归吐槽，但对于王金战，林浩无比的重视。此人实力强劲，在同境界之中绝对是佼佼者。他看着战成一团，手段尽出的两人，不由得在想，若是换作自己，该怎么抵挡？轰！擂台之上，两人的灵力碰撞到一起，如烈火烹油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两人越打越快，炼气期的修士已然看不清两人的招式，只能听筑基修士讲解，过一过而已。林浩微微叹了口气，这两人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负来？要等到各自的灵气耗尽1刻钟之后。咦？林浩感到一丝诧异，没想到先撑不住的是王金战。他见后者拿出一粒红色丹药，磕了下去，本来萎靡的气息突然暴涨起来。又战了数十回合，冷逢春方才拿出回灵丹药，磕了一颗，立马生龙活虎起来。林浩心中一震，在他的认知中，王金战是略胜一筹的那个人，没想到会被压着打。果不其然，两人战至精疲力尽，灵气枯竭，方才分出了胜负。冷逢春胜。随着大比之势宣告，现场引发了热议。王金战输了。我一直觉得金战道有战法精湛，能够力压冷仙子一筹。哎，连个女人也打不过吗？王金战听到周围的议论，脸色不由得阴沉如水，身上爆发出一股令人心惊的威压。他是奇输一招，但众人的议论太过不堪，他很生气，威压临身，众人方才止住议论。王金战从储物袋中取出丹药，盘腿打坐，恢复灵力。半个时辰，他重新登台，看着面前的对手，嘴角扯出一抹不屑。炼气期的修士也配站在大比的决赛擂台？林浩要惨了呀！王师兄新败，心中憋着怨气呢，怕是要发泄到前者身上。长这么帅，要是被揍的连他妈都不认识，倒是可惜了。既然选择站到这里，那就要去承受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如果我是林浩，我就选择认输。是的，在筑基修士面前认输不寒碜。嘈杂的议论声中，似乎没有一道是支持自己的，林浩却丝毫不以为意。王金站脚踩着大枪，声音冷漠道：你是自己认输，还是我把你打下去？你先出手吧。林浩声音平淡道。王金战眼眸中闪过一丝愤怒，他筑基期修士居然被一个炼气菜鸟瞧不起。台下观众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我要笑不活了。这林浩哪来的底气啊？小小炼气，胆敢让筑基修士先出手？他怕是不知道大境界之差如同天堑，尤其是炼气和筑基之差如同凡和仙，狂妄终将付出代价。王金战都气乐了，沉声说道：你真的很狂，我倒是挺欣赏你的，不过狂妄要有狂妄的实力。他踢一下脚下的大枪，甩出一道枪芒，刺向了对手。能够刺出一道枪芒，已然算是他对敌人的尊重。
同样的话，我送给你。面对对方不屑的随意一击，林浩却是展露出筑基的实力，全力出手，汹涌澎湃凌厉，凝成上百道火焰刀，轰向敌人。王金战眼眸中闪过一道金色，对手居然是筑基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一直把对手当作练气菜鸟，谁曾想对方会是筑基？轰！他有心招架，但对方出手太过迅猛，他根本来不及对招，便被轰下擂台。林浩胜。这一场战斗将当裁判的长老都给整不会了，这可是大比3强之战啊，居然出现了秒杀，而且被秒杀的还是之前的夺冠大热门。我的天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王师兄怎么突然就被轰下了擂台？我没看错吧？林浩居然是筑基期，牛！林浩实在太牛了，势敌已弱，瞬间爆发，淘汰了精战道友。这林浩实在太狗了吧，一直隐藏着真实修为，就是打算今天来个出其不意吧。可怜王师兄着了林浩的道，观众人都骂了，外门的天才修士居然败给了名不经传的小子。高台之上，水风之主慕容庆雪乐得前仰后合，胸前上下起伏。林浩这小子真有意思，蛰伏了这么多时日，就是为了一举干掉一位筑基对手，这战斗风格真的很契合我们小竹峰。一旁风苍月的凤眸一冷，淡然说道：契合什么？你没看他是用火法击败的对手，他是火灵根，天生契合我地功法，那怎么了？我珍藏火系功法，不比你地功法秘籍差，你能教他这一招吗？风苍月轻蔑一笑，抬起玉手，一朵小山般的火莲花凭空出现，染红了半片苍穹。感受到灼热，几乎所有人同时抬头看向那道火莲花。焚世火莲，风尊主居然使出了这招，是有盖世强敌来犯我玄阴宗吗？众人看着那妖艳的火莲，心生向往，何时才能成为和风尊主一样的大修士？哼！慕容庆雪吃瘪，不甘地哼了一声。与此同时，王金战一跃登上擂台，那杆破魂枪散发着森然杀意，他非常不甘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别人击败。轰！他身上爆发出滔天的灵气，要与对方再战，让其知道自己的厉害。乍而退下，一名风韵美妇登上擂台，只一眼便令王金战的森然杀意冰消雪融。娘亲，可是我不该这样输的，他又不比我强，胜就是胜，输就是输，男儿要拿得起，放得下。是。王金战躬身受教，美妇转而面向林浩，神色和蔼道：小友，我家教不严，给你添了麻烦，我在此向你道个歉。林浩眼眸中闪过一丝意外，本来他以为王家人会像蒋氏爷孙那样记恨上自己，怎料对方彬彬有礼，倒是令他有些措手不及。长老，严重了。林浩微微欠身，还了一礼道。美妇始终面带和煦的笑容，带着自家儿子离开了擂台。林浩望着那风情万种的背影，一时间有些失神，赶紧轻咬一下舌尖，清醒点，对方肯定没有原因的，大比决战。林浩豁然睁开双眼，听着山呼海啸的喧嚷，不由得勾起嘴角。最终还是走到了这里，距离魁首之位一步之遥。若是击败2大筑基夺魁，自己肯定会成为亲传吧。念及此处，林浩眼眸中爆发出滔天战意。他走到擂台之上，目光扫视台下众人，上万名修士当中，除了李秋水、崔晴儿等女人为自己摇旗助威，其余竟是全是支持冷风春的。如此不被看好，即使是一向淡然的林浩，也不由得心生一丝火气。男修和女修的待遇差别实在太大了，气都冷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道陌生的声音：林师兄，要赢啊！林浩顺着那清澈的声线看了个过去，一个身穿鹅黄色衣裙的女修正朝他挥手。这位师妹似乎较像小圆，如果他没记错的话。他朝对方点了点头，目光再和师姐交汇，后者碱水双瞳中满是温柔。再看向身穿紫色衣裙的崔晴儿，那富有的柔腻有些晃眼。要赢，一定要赢！他攥紧双拳，目光如刀看向对手。冷逢春依旧是一袭白衣，身后背着一方剑匣，扎着高马尾，明明是女娇娥，却比男儿看起来还要英姿飒爽。跟冷逢春粉面含笑，那双极好看的狭长凤眸流转着英气，一只手扶着剑匣，嘴唇微起。林浩，能否问一下你的灵根资质？中品火灵根。林浩神态自然地说道。他的灵根资质入宗门的时候都有记录在册，所以没有隐瞒的必要。而且他这资质在玄阴宗只能算作下等，不然在觉醒体质前也不会是3年才修到炼气6层。我是金灵根变异，剑灵根。冷逢春语气平淡地说道，似乎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。剑灵根。林浩心中一沉，变异灵根十分罕见，1万个修士中都不见得有一个，更何况还是剑灵根，这可是天生的剑道种子。林浩忽然想起来，刚才和王金战的对决中，女人始终未曾拔剑，只是施展了一些法术。他一度以为女修背后的剑匣里所放的只是一些寻常法剑，没想到对方会是剑修，这可是修士中号称功法最强的存在。他微微一叹，目光却是灼热起来。能跟一位天生剑种交手，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种享受。铿锵，剑匣开，清风鸣。上一战消耗过大，为了夺魁，所以我要拔剑了，请接招。冷逢春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却是恼了台下一人。王金战脸色铁青，前者和他交战，自始至终都未曾拔剑，可现在却要出剑，侮辱他，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林浩的神色无比凝重，他知道剑修的强大之处，
拥有远比铜镜修士强大的功法手段，万不可轻视。铮，一柄耀着寒芒的战剑出现在女人手中，她随手一挥，便展出一道长虹剑气。那剑气中透出来的滔天战意，仿佛能够摧毁一切。林浩身躯一震，不敢有丝毫保留，凝聚出一柄5、6丈长的火焰刀。呵，火焰刀与惊天剑气碰撞，金红两股灵气不断消融，最终化作无数光点。冷逢春珠唇轻启，淡淡说道：“你挺强的，我很好奇，你什么时候成为筑基的？我并不是小瞧你，而是各峰的筑基种子都是名声在外，而你却声名不显，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。我何时筑基，对现在的交手有任何的意义吗？没有什么意义。”冷逢春英气勃发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笑意，击败你成为魁首，会是一种享受。冷逢春素手握着的长剑爆发出汹涌澎湃的灵气，如同怒涛骇浪般斩了出去。轰！剑气在云铁打造的擂台上离出一道深深的沟痕。冷仙子实力好强，要是再上一战中拔剑，恐怕100招之内便能战胜王金战。这冲天的剑气，林浩绝对挡不住的。哈哈，林浩可是一招击败了王师兄，岂能挡不住小小的剑气？台下人或是不看好，或是调侃鄙夷，没有人认为林浩能够挡下一位剑修的全力一击。作为当事人，林浩比观众更能感受那道剑气的恐怖之处，剑气未到，便感觉脸被割得生疼。星火，林浩运转周身灵气，凝出万千火点，空中出现一道火波浪，仔细观察，可以发现那是拳头大小的火焰排列组合而成。轰轰轰！火浪如同身披火甲的死士，悍不畏死地发起冲锋，消解着冲天剑气。冷逢春又从剑匣中取出了一把剑，黄阶下品法宝，剑名火凤，里面封印着火系灵髓，可以给剑气附着火属性。2种不同属性的剑气旗帜，令林浩苦不堪言。剑修杀法手段本就难以抵挡，更何况2种属性的变换。轰轰轰！林浩祭出2张掌心雷，挡下了2道剑气，眼中闪过一丝决断。他摸出风苍月赠予他的那道符箓，毫不犹豫灌入灵力，只这一张符便抽干他体内1多半的灵力，令他差点软到地上。立！一头剑气凤凰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轰向冷风春。女人狭长的凤眸中闪过一丝讶然，她怎么也没想到对方拥有如此强大的符箓。这道剑气相当于筑基大圆满的全力一击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这剑气中所蕴含的剑道真意，绝对是青银剑道数百年的老怪才能凝聚出来。高台之上，慕容庆雪蹙起峨眉，悠悠说道：“风尊主，你对林浩那小子挺好的呀。”“哼，本尊主对待本峰的弟子向来是不吝啬。”“哼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何不赠他一道符宝？”风苍月眉毛一弯，这女人真是个挑事精。符宝对她来说并不算珍贵，可她并不擅长绘符，若是赠弟子符宝，还需要找掌门那个老女人讨要。不过想起宗主养的那头蛤蟆，她就有点犯恶心，真不愿张这个口。筑基期的修士们看着那道似乎可以斩天的剑气，心中无不骇然。换位思考，若是自己在擂台之上，绝对不会应接，而是要把防御手段拉满，扛过去再找机会。可冷逢春只是从剑匣中又取出了一柄剑，脚下踩着一柄剑，双手各握一柄，随即便悍然迎上惊天剑气。林浩望着那道柔弱的身影，浑然无惧地冲了上来，不由得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敬佩。果然是天生的剑道种子，手中有剑便悍然无畏。轰！冷逢春如同扑火的飞蛾，冲劲气冲云霄的剑气之中。铮铮铮！剑鸣似龙吟，似凤鸣。许是过去了一个纪元那么久，滔天的剑气终于消散于天地间，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剑气消失处，林浩也不例外。他看着拄着短剑的女人，寒星般的双眸中只剩下钦佩。挡下了！冷逢春英气勃发的玉脸挂着浅浅笑意，所有人惊讶不已。冷逢春才筑基，竟然挡下了堪比筑基大圆满全力一击。就连那些高高在上观看比赛一直是不屑神情的内门弟子和亲传弟子，此时也露出惊容。唉，他喷出一口鲜血，染红了胸襟，裸露在空气中的大片肌肤更是遍布着伤痕。他已经极为虚弱了，可是并没有倒下，反而是胡乱服下一把丹药，然后再度冲锋。林浩默然不语，也拿出风苍月赠予他的丹药，磕了一磕。砰砰砰！火系法术与剑气相交，发出雄浑的声音。2人又战上百合，体内的灵气是一丝不剩，便服丹药回灵气。没等灵气回复多少，便又斗成一团。筑基修士自身灵气有限，即使有回灵丹药吊着，也无法做到太过持久的作战。灵气耗尽，2人便用长剑短柄贴身肉搏。战儿，你败得不冤。风韵美妇叹声道。王晶站望着女人英姿挺拔的身影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若是自己对上那一道惊天剑气，能够挡下来吗？不，或许自己不会去挡。他嘴角扯出一抹苦笑，失落地说道：“败给冷逢春，确实不冤。不，我说的是你败给林浩不冤。”他，王金战眼眸中闪过一丝错愕。他自始至终都觉得败给林浩是因为自己过于大意了。若是全力以赴，即使对方是筑基期，他也有把握赢下。战儿，我知道你心中不服气，好好看着吧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林浩会赢下这场战斗。风韵美妇眼眸中闪过异彩，2人如村口志同，纠缠打斗了好一阵。如此，林浩确信对方是真没有后手了。林浩露出一丝笑意，因为他还有
林浩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沓一阶符箓，要是对方巅峰时，这些一阶符箓根本对他构不成威胁，但现在如天女散花般，林浩将符箓掷向女人。冷逢春眼眸中闪过惊诧，他本以为两人都油尽灯枯了，谁料对方居然尚有余力。万千火刃如雨下，成为决定胜负的筹码。冷逢春苦笑一声，挥了挥素手，干脆利落地说道：“我输了。”轰！一位丰腴少妇跃上擂台，祭出一口金波，挡下火雨，随后一把抱起跪坐在地的冷逢春。等等，雪姨！冷逢春看向林浩，然后从剑匣中取出一把未开刃的法剑，笑着说道：“这把剑给你保管着，不久之后我会找你再打一场，到时我会战胜你，然后取走这把剑。”林浩接过法剑，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，心中若有所思，这是个送宝童子吗？林浩胜！裁判如梦初醒，宣告了胜负。王晶站望着那意气风发的身影，心中无比苦涩。本来这份荣耀是属于他的，战儿你应该庆幸，你所处的时代出了冷逢春、林浩这样的修士，他们会是一块很好的磨刀石，令你成为更锋利的剑。观看的弟子炸窝了，两位夺冠大热门被接连淘汰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夺得了外门大比的魁首，话本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？而且人们觉得林浩胜之不武，要不是那一道堪比筑基大圆满一击的符箓，他根本打不赢冷逢春。人群中穿着鹅黄色衣裙的向小圆握紧了粉拳，他在心中暗暗起誓，自己也要像林师兄一样出彩，刻苦修炼，成为黑马，夺得下届大比的魁首。李秋水的碱水双瞳中流转着无尽的欣慰，林师弟没有辜负的他的期望，走到了最后，不枉他的付出。崔琪儿眉眼一弯，嘴里嘟囔道：“臭小贼什么时候筑基的？本来想着我筑基之后暴揍他一顿呢。”负责主持大赛的大长老走到擂台上，眼神温和地看向林浩。其实不管是谁夺冠，跟他丝毫没有关系，只是他挺乐意看到没有根基的修士战至最后的，这才是宗门的中流砥柱。林浩，恭喜你夺得外门大比魁首。大长老和颜悦色，拿出3方玉匣，这是宗门给予魁首的奖励。林浩早知道大比魁首会获得一道符宝，一本玄阶下品秘籍，一柄法宝粗胚，但真正拿到玉匣之后，他仍然很是激动，自己初入筑基，总算是有了安身立命的依仗。可没等他细细查看宗门奖励，便被一条火灵带束着腰离开了大比现场。慕容庆雪看着天际2粒黑点，不由皱起光洁的额头，走那么快，生怕别人抢似的。大竹峰山巅，风苍月翘起玉足，淡淡问道：“好看吗？”林浩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神出格了，竟然盯着风主的小脚，陷入了呆滞之中。怎么有胆子看，没胆子承认啊？风苍月换了个姿势，2只脚丫踩着4阶妖狐的毛皮，口吐兰香道：“你表现得很好，给大竹峰长脸了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”林浩忍不住偷瞥一眼那如同粉冻的小脚，体内的邪火蹭得升腾起来，很想握在手中。可是他深知自己的不轨之心一旦付出行动，绝对会从万丈高的山巅摔倒低谷，成为一滩烂泥。这是弟子应该做的，少说这种场面话。风苍月柳叶眉微微一挑，凤眸中流转着一丝玩味。你想拜那位长老为师，用不用我给你介绍一下每个长老的情况？大竹峰最强之人就在眼前，何必舍近求远？林浩深呼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弟子想拜峰主为师。”呵，风苍月樱唇微微上翘，眉眼带笑道：“一会你倒是胆子挺大。”林浩心中有些忐忑，自己的做法确实过于激进了，峰主能答应吗？风苍月甩出一块雕刻着火莲的令牌：“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子，可在6000丈的地方开辟洞府，并且获得进入内门藏经阁的资格。还有修行方面的不减，3个月可以来找我求获一次。”谢。另一个谢字还没有说出来，他便被秀丽的手掌扇飞了下来。3日后来参加拜师大典。在云气中急速下坠时，风苍月提醒的声音传来：“遇见。”闻言，林浩意念一动，旋即脚下出现一柄光剑，若流星般绕着大竹峰飞行。现在他成为亲传弟子，终于可以在宗门内遇见了。3日后，风尊主收徒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无数修士云集在大竹峰山脚，好在有守峰弟子拦着，不然大竹峰的山道都要被踩踏。我很想知道，何等的英才能够入得风尊主的法眼？一个身材矮壮的修士酸酸地说道：“嘿，这人就是外门大比的魁首林浩，是他。”矮修士眼中翻腾着不屑，冷哼道：“我还以为是什么天纵奇才，原来是个外门弟子。当初还是我给他登记造册的，一个中品灵根而已，就这便能拜尊主为师。而且他那大比魁首根本就是靠符箓取得的，真正实力他不配。这小子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拜尊主为师所获得的修炼资源肯定会有优待的。”山下不管是外门弟子，亦或者是内门弟子，都很嫉妒艳羡林浩的待遇。山巅也很是热闹，漫天飞舞着火莲，地上盛放着奇葩，有灵蝶穿梭其中，灵气浓郁到极致。这是修行圣地，即使是凡人在此久住，亦能延年益寿。风苍月端坐在寒玉莲花台上，开口说道：“拜我为师，没有什么繁文缛节，更不用守清规戒律。你只需记住一点，不得背叛大竹峰，否则我必杀之，可明白？”弟子明白。林浩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凝重，直接行了拜师礼。你是为师第3个弟子，你的师兄师姐目前都不在宗门，等他们回来之后再行介绍。对了，入我门下，授甲子之前必须结丹，
你大师兄40结丹，你二师姐30结丹，至于你，灵根资质平庸，可以给你放宽至100年。100年？林浩心想，只要交流对象足够多，超越师姐都不成问题。这柄剑是我助姬妻所用，就当做你的拜师礼吧。风苍月将一把没鞘剑遇到林浩面前，后者触碰到剑身，心中不由一震。法宝，黄阶上品法宝。哥哥，一道银铃般的笑声自天际传来。风师姐收徒，只给一件黄阶法宝，是不是太寒酸了呀？风苍月冷冷地看向来者，他不喜热闹，因此举办所谓的拜师大典，也只是让本峰的长老参加，为邀请宗门中人。怎料还是有不速之客登门。什么风把慕容师妹吹来了？还是自己闻着味过来的？师姐的味道，宗门谁人不知？身隔千里之外都能闻到。不，还是师妹的鼻子灵，比杨长老养的细狗的鼻子都灵。听着两尊巨老的言语交锋，林浩如坐针毡，在心里不断告诫自己：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听。林浩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你若是败在我小竹峰，我可以赠你一件玄阶法宝。林浩脸上闪过讶然之色，玄阶法宝十分珍贵，普通的金丹修士都不见得拥有一件，可在慕容峰主嘴里却成了大白菜。慕容峰主，我永远是大竹峰的弟子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哼，风苍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小竹峰的女修众多，其中不乏家世显赫的贵女，你若是能找上一个才履法地，还用愁吗？哼！风苍月冷哼一声，豪气干云道：成为我的弟子，才履法的本就不愁。林小子，你好生修行，等你结丹时，为师去给你抢来一位圣女做道侣。才一个圣女吗？来我小竹峰，圣女、魔女、妖女，任你选。好好的拜师大典，怎么画风越来越奇怪？林浩在心里默默吐槽一句。拜师大典结束，林浩飞也似的从山巅逃了下来，回到自己原来的洞府，下了一道禁制，准备闭关。他先将成为大比魁首所得的三方玉匣取了出来，这里面最为珍贵的便是那本玄阶秘籍。唯一令他觉得可惜的是，这要是本炼体法诀就好了，但人不能得陇望蜀，炼体之法本就稀少，更何况是玄阶炼体之法。他打开功法秘籍，翻阅了一番，九转赤焰功，此功法修至大成，能够反复锤炼体内的火灵气，并且可以引动地火。他正愁筑基之后，先前修行功法无法继续修行，现在正好转修九转赤焰功。更令他惊喜的是，此功的灵力运转跟之前所修功法几乎一致，不用费力重修，只花费2天时间，他便改修了功法。果不其然，他体内的灵气更加凝实，施展火系法术，威力提升了差不多1成。研究完功法，他又上手了那道符宝。此物只有金丹期修士以上才可制作，具有符箓和法宝的双重特性。由于属于消耗品，所以威力要比同阶法宝强上1筹。林浩手中这道符宝属于防御系，里面封印的是黄阶上品法宝火龙罩的部分威能，能够抵挡筑基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。不过这道符宝只能使用3次，这算是不错的保命手段。林浩想了想，将其固定在手臂上，以便危机时刻可以迅速使用。最后便是那法宝粗胚，由于他获赠了风苍月的佩剑，对这粗胚倒是不甚在意，因为想将粗胚炼制成法宝，需要准备大量材料不说，还要费心温养，这得耗费大量精力，不如卖掉换取灵石。心中有了决断，他便将盛放粗胚的玉匣放回储物袋，并把师尊的佩剑取了出来。剑长3尺，剑是由新铁而铸，剑身较为轻薄，泛着耀眼的寒芒，剑柄则是雕琢了2朵火莲，下面有一个凹槽，可以嵌放火系灵石，增加剑气的威力。他试了一下剑刃，锋利无比，当是真正的刃如秋霜。最令他吃惊的是，剑刃边缘有一条淡淡的红线，就像是鲜血染就，散发着令人体寒的杀意。师尊应当用此剑斩杀过不少仇敌，对方肯把此剑赠于他，足见对他的重视。他握着剑柄，略微注入灵气，便听见了剑鸣，如火凤利鸣。他心神一定，暗道绝不能辱没此剑的威名。匆匆1月，林浩拜大竹峰尊主为师所引发的震动归于平静。毕竟都是修道之人，深知唯有缘字强求不得，他们在羡慕与嫉妒，也无法改变前者成为亲传弟子的事实。林浩这一段时日，除了研究那本玄阶秘籍，其余时间都在忙着开辟新的洞府。亲传弟子可在小竹峰6000丈的位置安居，这里比较接近山巅，峰主清修之地的浓郁灵气可以扩散到这里一些，加上6000丈的地方刻下了一座3阶聚灵阵，修行效果要比林浩之前所居的地方好上100倍。他选了一处较为偏僻的山体，开凿了一方洞府，将自己的个人物品放了进去。其实没什么东西，一张床一张案桌而已。别说和其他亲传弟子比，就是跟内门弟子比，他这里都很是寒酸。没办法，他的修行速度快的就像是跃迁，根本没时间攒下什么家底。出洞府透气，远远看到4、5人向他走来，走近之后诧异道：师姐，你这是？他扫视着师姐身后的莺莺燕燕，都是和他有过关系的女子。李秋水翩翩袅袅走到林浩面前，娇声说道：师弟，我想搬进你的洞府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师姐。林浩毫不犹豫地说道。眼前这个女人给了他太多的帮助，现在他能够回馈对方了，当然不会拒绝。还有一件事。李秋水长长的睫毛微微下垂，轻启朱唇道：这3位想要成为你的侍女。林浩抬眼看向那3名女子，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可以，师姐。
闻言，3名女子俏脸上浮现出喜色，含情脉脉地看向男人。师姐搬进洞府，林浩自然的相陪。虚度了3日光阴，林浩方才想起该干正事。现在他筑基了，修炼之余也准备好好钻研刻画2阶符箓。为此，他准备去内门藏经阁一趟。刚走到大门之外，便听见一道阴冷的声音：“止步！”林浩心想，肯定是守阁长老，赶紧掏出自己的身份令牌，唰！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叼着火莲花的令牌便被吸走了。一个身穿灰色道袍的老者盘腿悬浮在半空之中，眼神空洞洞的，似乎是瞎了一般。令他惊诧的是，这位守阁长老似乎还是外门那位老者。小子，你一直盯着老夫作甚？林浩赶紧收回目光，不卑不亢道：“晚辈是觉得前辈很像一个人。你是说外门的守阁人吧？他是我不成器的弟弟。”林浩扫一眼千年骨怀上挂着的干尸，心想，不愧是亲兄弟，杀人的手法都一样。事实上，林浩的吐槽没毛病，他所听到的警告都一样。老者手指点了一下令牌上的火莲，疏忽飞出3头巴掌大小的火凤。你竟是苍月那丫头的弟子？这个丫头终于又肯收徒了吗？老者一抬手，令牌重新飞回林浩手中。既然是那小丫头的关门弟子，你可去查阅金丹期以下的所有典籍，可以不用贡献点兑换3本功法道术。林浩对守阁长老身上最大的兴趣，便是其神出鬼没的手段，除非对方主动开口，否则根本察觉不到任何气息。这真是狗道中人的好手段。他硬着头皮说道：“长老，不知你所修的隐秘之法，藏经阁中可有收录？”哼，你小子眼光倒是毒辣，想学我真秘法，先成为一峰之主再说。去吧，再饶我清修，管教你自挂怀恕之。林浩毛骨悚然，不敢再多言，赶紧走进藏经阁。这里倒是没有太多限制，可以随便逛，只是没有贡献点的话，逛也是白逛。林浩刚成为亲传弟子，一个任务还没有做过，当然没有贡献点。好在风苍月赐予他3次兑换功法秘籍的机会，可以兑换任意黄阶功法道术玉简。内门的藏经阁共有3层，每层高3丈，内里收录了无数功法道术，有玄阴宗先贤辛苦收集的，亦有天纵奇才呕心沥血书写的。这些玉简包罗万象，功法、法术、秘术、奇文、修炼心得，应有尽有。林浩如同吃货，置身美食天堂，四处扫视功法秘籍，看了老半天，总算挑选到几样像样的符道秘籍。他从几本秘籍中再行挑选，居然找到了掌门的符道手札。他只是听闻掌门的符道造诣以真化境，随手一画便是一道符宝。林浩如获至宝，连忙拿起手札，如饥似渴的翻阅，不放过每一细节，甚至是从入门级符箓开始看的。他捧着手札，不觉中竟看了1天1夜。若不是守阁长老一声冷哼打断了他，怕是会站着看完。守阁长老感人了。林浩想起来还有2次兑换功法的机会，于是又选了1本的群功道术野火焚元，算是星火的升阶版，另一本则是单体道术星爆，可以将火焰极致压缩，就如同雷法掌心雷。他拿着3枚玉简找长老进行了兑换，便离开了这里。回到住处，他迫不及待地拿出符纸符笔绘制1阶符箓，结果十分喜人，绘符的成功率提高了1成。没想到掌门的手札竟有如此奇效，他拿出手札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。时光如水，又1个月后成了。林浩拿起桌上的2阶中品符箓，不由想要仰天长啸。研读掌门的手札之后，他对符道的理解更为深厚，绘制低阶符箓的成功率大幅提升，更是突破界限，可以绘制2阶中品。他很想找人分享心中喜悦，可是师姐不在，最近他一直沉迷绘符，倒是冷落了师姐，后者经常早出晚归，似乎在忙着筹备筑基。算了，林浩轻叹一声，离开住处，准备去找崔晴儿，顺便去寻阵法师，给自己的洞府设下阵法禁制。刚准备御剑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他顺着声音望去，竟然是宗门的镇魔塔倾塌了，无数的黑色雾气从塔内冲了出来。魔修，全都是魔修！大暴动！林浩瞳孔一缩，当，钟声震天，宗门敲响了召集弟子的大钟。山门范围之内，所有的弟子必须停下手头的事情，赶往点仙台。可千百年来，镇魔塔中镇压的魔不下千头，这群穷凶极恶之徒逃出来之后，只想杀人放火，烈火燃木，修士惨嚎。林浩本来是御剑飞行，可心里盘算，飞在空中目标太大，容易成攻击目标，索性飘落在地再做打算。仙嫩，你的血一定很美味。但刚落地，一个披头散发、衣衫褴褛的魔修就发现林浩嘴里不停地流着哈喇子，好久没喝过修士的血了，让我尝尝正道弟子的血，是不是还那么的甘甜？言罢，魔修直接朝林浩扑了过去，抬手便是上百道金色流光。精细道法，暴雨金针。林浩连忙祭出一张防御符箓，冷哼一声：魔物，看我今日斩你！正好可以是一世星修成的道法星爆的威力。轰！他面前凝聚出一团小山般的火焰，随后快速压缩，最终变成桃核大小。去！火焰桃核若流星般朝着魔修击射过去。是！魔修身上没有防御符箓，更没有法宝，只能靠肉身应接道法。砰！轰！火桃核接触到魔修的躯体，发出一声震天的爆裂，随之如藤蔓般将魔修包裹起来。附着灵气的火焰将魔修炙烤的惨叫连连。争！林浩从剑匣中抽出风尊主赠予他的法剑，快若闪电般栖身到魔修身前。噗！
扑哧，一颗好大的头颅飞到半空之中，魔修的无头躯体重重倒在地上。林浩轻吐一口气，这魔修的修为不弱，应是筑基初期，只是在塔中关押了不少时日，身体无比虚弱，这才被2招斩杀。他突然想起来，据传镇魔塔中封印着数位大魔头，修为通天，若是他们逃出来，怕是能将玄阴宗搞得天翻地覆，得赶紧找到师姐。他尚未筑基，即使面对虚弱的魔修也挡不住啊。林浩的同门跟魔修短兵相接，遇到落入下风的，他便出手帮一帮，但并未恋战，他担心师姐的安危。可是最近没有跟师姐深入交流，他也不知道对方的去向，胡乱寻找的话，怕是陷入魔修的围攻。会不会是出宗门了？林浩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赶紧付诸行动，朝着山门赶去。然而越接近山门，战况越激烈。这一路走来，有不少弟子倒在血泊之中，躯体上有密布着牙印，显然是被魔修吸了血。瞥一眼死去的同门，林浩不免兔死狐悲，步伐不由得加快，可千万别出事啊！离山门又近了一些，身穿玄阴宗白色道袍的尸体越来越多。突然，一抹鹅黄色闯入林浩的眼帘，他的心不由一颤，不会是那个小姑娘吧？他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到那抹鹅黄色跟前，手指微颤捡起那块衣裙布块，确实是像小圆的衣物。他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，四下里扫视，又看到了一片更大的鹅黄色。他赶紧冲了过去，将鹅黄色从一堆雪白中刨了出来。师妹，林浩手指搭在女修的琼鼻前，已然感受不到气息。这个清澈且单纯，是魔修如绸扣的少女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，手脚被折断。魔修，林浩寒星般的双眸中迸发出冰冷的杀意，他饱含愤怒地斩出一剑，将一头摸上来的魔修直接斩为2半，魔血如雨淋湿了他的青衫。他将少女的尸体放下来，解下自己的外袍盖在少女身上。师妹，你且看我斩魔。然而没等他出手，便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师姐！林浩一脸的难以置信，李秋水和他那3个所谓的侍女居然跟魔修在一起。师姐是被胁迫的吧？可下一秒，师姐对同门狠辣出手，击碎了林浩所有幻想。李秋水斩杀一位炼气士后，似乎察觉到有人注视着自己，回头一看，和林浩四目相对。这次对视，那双碱水双瞳中没有含情脉脉。为什么？林浩提着剑走到女人面前，他真希望师姐是被胁迫的，那样的话，他会用手中剑救出自己的女人。可很显然，师姐跟魔道中人是一伙的，为什么要背叛宗门，和魔修在一起？李秋水柔软地看了男人一眼，随后满眼都是决绝。他神色淡然道：“因为我本来就是魔啊，你自己太蠢，没有发现而已。”不可能！林浩抬高了音调，死死凝视着女人。崔晴儿曾跟我说过你是魔，但我并不相信。哼，是吗？李秋水脸上浮现出一抹讥讽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相信我不是魔，为什么让我伏仙灵散呢？你分明就是不信我。林浩啊，骗别人可以，千万别骗自己。还有，你的下药手法太拙劣了，以后多钻研钻研吧，不然有你吃苦头的时候。诺，这块身份令牌还你。”嗖！林浩接住飞过来的流光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自己的身份令牌。最近一段时日，他一直在钻研符道，未曾在外行走，所以没有用到过令牌，便放在洞府积灰。谁成想落入了李秋水手中。这女人是拿着我的身份令牌，才能进入镇魔塔，将魔修给放了出来。他想通了其中的关节，怪不得女人最近早出晚归，说是筹备筑基材料，其实是在谋划释放魔修的事宜。恐怕女人从一开始接近自己便不怀好意，或者说自己只是女人随手落下的一枚棋子，正好派上了用场。好有心机的女人！林浩，我是用你的身份令牌放走的魔修，你留在宗门肯定会受到惩罚，你跟着我走吧，看在往日情分，我会为你谋一个前程。林浩嘴角勾起一抹讥讽，声音愈发冰冷。从始至终，我不过是你的一枚棋子而已，你这时何必假惺惺的为我谋前程？其实你跟我产生关系，给我筑基丹药，帮助我突破，就是想让我在大比上取得胜利，获得内门以上的身份牌，然后进镇魔塔放人，对吧？李秋水并没有否认，而是坦诚说道：“我确实利用了你，只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利用。说真的，最初并未看上你，因为你的资质太平庸了。怎料你后来突然崛起，我便在你身上加注，确实赌对了。我们魔道中人不喜欠人人情，你要是真不愿跟我走，那就速速离开这里，不然死于非命，那就太不值了。”林浩尚未回话，李秋水身边的魔修却是恼了，森然道：“何必跟他废话，一刀剁了，管教什么因果都一干二净。”轰！矮壮魔修嘴里念念有词，稍顷，浑身被黑色雾气包裹，散发着滔天凶威。小崽种，记住，杀你者薛言。魔修斩出一道耀眼的刀芒，气势惊人。林浩感受到了死亡威胁，不敢应接，挥动手中剑，斩出一道剑气。刀芒剑气相交，发出金属交鸣的声音，最终还是刀芒占了上风，吞噬掉了剑气。砰！林浩挨了一斩，如断线风筝般倒飞了出去，狂喷出一口鲜血。筑基后期，感受到敌人的实力，林浩心中震惊，这个矮如冬瓜的家伙居然拥有筑基后期的实力，若非对方在镇魔塔中被关押甚久，身体状况不好，恐怕自己一击便会被击败。轰轰轰！矮冬瓜得势不饶人，接连斩出3道刀芒，无奈之下，
林浩只得祭出符宝火龙罩，漆黑如魔的刀芒斩在符宝之上，荡起阵阵波纹。小崽种，你挺富裕啊，居然还有符宝。不过这玩意儿能挡住老子几招呢？矮冬瓜发了疯似的斩击，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，将光罩打得像是水波一样荡漾。咔嚓，见光罩出现裂纹，矮冬瓜嘴角勾起一抹残忍，怪笑道：“小贼，看你还能挡多久？”李秋水双手抱在一起，只是冷眼旁观。他对林浩有一丝恻隐之心，想要求师兄放其一马。可是他这师兄一旦打疯了，根本就拦不住。咔嚓咔嚓咔嚓，光罩如琉璃般破碎。林浩手中的符宝无比暗淡，显然不能再用。他刚刚筑基，想要战胜筑基后期，着实是困难。可这不是擂台赛，是分生死的。他很清楚，一旦自己认输，绝对会落个身死且受辱的下场。看来只能搏一把了。他手里捏着一粒红色药丸，就要往嘴里放，却听到一声怒喝：“魔头，休杀我玄阴宗的弟子！”竟然是他！林浩眼中闪过一丝意外，上下打量女人一番。这位熟透了的风雨美妇，正是王金战的娘亲。他未曾想到，前来相救自己的人会是这位夫人。李秋水，你胆敢勾结魔道中人！李秋水在外门之中是能够列入前3甲的美人，声名在外，更何况自家儿子喜欢这个女人，风雨美妇是心知肚明的。呵呵，我可不是勾结魔道，而是我本来就是魔。李秋水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眼眸古井无波。好个魔女，你倒是坦率，看我不斩了你！和风雨美妇对拳时，矮冬瓜吃了不小的亏，但他是个人来疯，更何况风雨美妇长得很对他的胃口。撤！李秋水却是察觉出不对，这妇人能够赶到这里，想必玄阴宗的高层已然吹响反攻的号角，散沙般的魔修被杀得节节败退。他觉得要是再留在这，怕是会被除魔味道。林浩，既然崔钱儿告诉你我是魔，那我也告诉你，他是妖，你跟他走太近，小心中蹈覆辙。临走之前，李秋水给林浩传音，传音之后，他便跟着魔族大部队走了。哼，魔女的话能信吗？林浩嘴角勾起一抹潮意。不过经历这件事之后，他明白一个道理，就算是女人肯现出身子，说变心便会变心的，所以不能随便相信女人，尤其是漂亮女人。出言感谢风雨美妇出手相助后，林浩便抱起向小圆的尸首，御剑飞行到一座荒峰。这里杂草丛生，山林茂密，而且灵气贫瘠，几乎没有修士涉足于此。林浩之所以来此，是因为这里正好可以看到镇魔塔。少女对魔道恨之入骨，在此葬身。争剑匣开，清风鸣，10道剑气纵横，展出一方方正的墓穴。他将少女的尸首放在地上，然后伐取一棵大木，做棺材，刻墓碑。他如同戏台上的提线木偶，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。在这，魔头在此，快去禀告刑法长老。一名炼气士神色兴奋地喊道：“深受宗门栽培之恩，不思回报就算了，反而勾结魔修，无耻叛徒，你还有脸在此？”林浩，别在这假惺惺了，这位师妹就是因你而死。面对众人的指责，林浩却一言未发。是啊，我不杀师妹，师妹却因我而死。他眼角的哀伤更加浓郁，轻轻地合上棺材盖，让师妹入土为安。伪君子，死魔头！旁边几名修士喋喋不休地谩骂，但没人敢动手，他们只是练气势，落在一起也不够林浩打的。轰！一道青色剑芒自天边来，直接将林浩斩飞。刑法长老来了，无耻叛徒死定了！林浩如同破棉絮般被剑芒斩得在飞中飘舞，不断地咳出鲜血，胸前更是留下一道狰狞的伤口，不断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衣襟。林浩勾结魔道，释放魔头，依规当斩。刑法长老的话如同腊月的寒霜，冷得让人发颤。争！他怀中那把代表着门规的利刃出鞘，耀眼的寒芒如同冬月的北风，割得人面疼。随即一道剑气向林浩斩出，大如胡月的剑气将地面离出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，迅捷若闪电的朝林浩斩去。实力上的差距过大，避无可避。林浩拍了一下剑匣，击扩响，清风出。即使明知不敌，他也不束手待毙，不自量力。刑法长老怀中抱剑，脸上满是讥讽。轰！一道火红色的剑气直接斩灭青色剑气。何人敢扰我执法？我！一位绝美女子踏着赤色莲台而来，那绝代风姿令见者无不动容。风尊主，你这是何意？刑法长老气势软了几分。我来这是要带走我的徒儿，这恐怕不合适。感受到女人犹如实质的杀意，刑法长老硬着头皮说道：“风尊主，林浩他犯的是叛门罪，依照门规当斩。”风苍月挑起秀眉，冷哼道：“你说林浩犯了叛门罪，可有证据？若是存心污蔑，依照门规当废除修为。”风尊主，据镇守镇魔塔的长老所述，是有人手持林浩的身份令牌进入镇魔塔，打开了镇魔塔的禁制，放走了上千头魔，此罪当诛啊！你能确定是林浩亲手持着令牌放走了魔修吗？这刑法长老有些词穷，他确实无法证明是林浩用令牌打开镇魔塔禁制的。据镇魔塔长老所说，还是一女弟子手持身份牌，不确定是吧？那你刚才斩出一道剑气，应算是恶意攻击同门，按照门规应当封住修为，受廷杖摆下。旁观者位于风苍月的绝代凶威，不敢出声讨论，但心中满是槽点。这风尊主太护短了吧？
为了林浩不惜硬刚刑法长老。其实风尊主说的有道理，不代表就是他放否的魔修啊。道友你真是蠢笨，就算不是林浩亲去镇魔塔，但是能得到他身法令牌的，肯定是他信任的人。你能保证这一切不是他在暗中操纵？所以刑法长老的判断没错，林浩就算没有直接背叛宗门，但却是魔修出逃的最大祸首之一。只是风尊主要是极力保林浩，刑法长老还真留不住啊。林浩跟我走。风苍月言语中没有包含一丝感情，带着不成器的徒儿就要离开。风尊主，这恐怕不合适，你这老狗聒噪的很。风苍月言语中溢满厌恶，冷然说道：你给老娘记住，你主峰的剑斩不了我大竹峰的人。风苍月一怒，空气都是灼热的，几欲令人窒息。刑法长老怀中间的剑柄被烤成了焦炭，烫得他脱怀掉地。下次再敢动我大竹峰的人，烤的就不是剑了，而是你的爪子。女人幻化出一只灵气大手，直接将林浩提到火莲道台之上，疏忽远去。眨眼的功夫便到了大竹峰山巅。师尊，哼，你还知道自己有个师尊啊？风苍月轻斥一声，光洁的脚背不由得弓了起来，粉嫩的脚趾踩着妖狐皮毛，他那两条极好看的眉毛微微皱作一团，挑着声调说道：说说吧，为什么我给你的令牌会在那个叛宗之女手中？林浩犹豫了半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总不能说他和对方是管鲍之交，所以并未设防吧？哼，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为什么。风苍月的凤眸如同刻刀一般，在林浩身上刮了一遍，恨铁不成钢道：色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沉迷于色。要知道你是修士啊，终日和女人厮混到一起，最终影响的是你自己的长生大业。林浩，你要记住，我被修士争的是大道，是成仙，是长生，再好看的女人也不过是红粉骷髅。你与其寻欢作乐是人之常情，但不能将全部精力放于此，你明白吗？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最毒妇人心，你听说过吗？林浩听得出来师尊的关心，但他还是不由得在心中吐槽：你不就是玄阴宗最漂亮的女人吗？照你这说法，你岂不是最会骗人之人？弟子知晓，师尊。撒一粒丹药弹进林浩嘴中，他胸前恐怖的伤势立即开始愈合。多谢师尊。风苍月还想说些什么，一双美眸突然看向天际，两个呼吸的功夫，一貌美道姑和一枯瘦老者齐至。掌门师姐，你来我大竹峰做什么？还带着一条忠犬？哦，不对，是刑法长老，最近疏于修炼，眼神不太好使了，你不要介意啊。躲在掌门身后的刑法长老面对这位出了名的女杀神，哪里敢介意啊，只是低头不语。苍月，你可知道自己犯错了？是，掌门师姐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错在打狗没有看主人。听到风苍月如此说，刑法长老的脸皮不停地抽动，他心里恼怒前者的故意羞辱，可明面上并不敢流露出半分不满。虽然两人的职务相差不多，但修为却是隔了个大境界。在玄阴宗，除了那些老不死的家伙，也就掌门能够稳压这位大竹峰尊主一头。掌门秋波流转，微微蹙起眉头道：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件事，你身后那位才是主角。林浩并没有任何动作，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众人面前。林浩，你的令牌是被叛徒所获得，从而导致镇魔塔中的妖魔被放出。你应该知道身份令牌是不能外借的，不管怎么辩解，这确实是你的错。按照门规。掌门话尚未说完，风苍月秀眉一挑道：身份令牌不慎遗落，从而引发了不好的后果，该怎么处罚？刑法长老敢怒不敢言，他已经调查清楚，那个手持令牌放走魔修的女人和林浩的关系无比亲密，算得上是道侣。他不相信那女人做出这种事情，林浩会一无所知。按照门规戒律，林浩这种情况也得封印修为杖责500，并且罚其在俗世炼心50年。这刑罚其实算是很重的了，尤其是后一种，在俗世炼心50年不能修炼，受罚之人的修行之路算是走到头了。这个火压头时在太护短了，不过对方已经让了一步，自己若是再严格按照门规处罚，恐怕会伤了同门情谊。掌门微微一叹，朱唇轻启道：苍月，你教徒不严，令其间接铸下大错，罚你1年修炼资源供给。林浩，你遇人不淑，致使身份令牌被人利用，罚你看守锁妖塔，好生磨练道心。刑法长老觉得这处罚有些轻，可是掌门连封尊主都罚了，这时候他要是敢妄言，怕是会被一巴掌抽飞。林浩领罚。掌门声音清脆道：好生反思。掌门和刑法离开之后，林浩沉声道：师尊，弟子给你添麻烦了。一峰之主每年能够领取的修炼资源堪称海量，1年不能领取，损失实在太大了，害得师尊遭受如此重的损失。林浩心里非常过意不去。去吧，在锁妖塔磨一下你的道心。风苍月抬起素手便是一挥，直接将林浩扫飞。锁妖塔和锁魔塔是宗门重地，一般人不可靠近，且每层都有长老镇守，越高层关的妖魔越强。不过内门弟子可以手持身份令牌到普通层观看妖魔，增长见识。惊雷阵阵，天空下着瓢泼大雨，锁妖塔前却是云集了众多修士，众人各显神通，如同断线珍珠的雨滴，怎么也落不到他们身上。听说锁妖塔要关进来一尊大妖，还拥有真龙血脉。一个眉毛很粗的修士满脸兴奋地说道：道友，你这消息从何处听来的？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，要关进来的不是大妖，
更没有真龙血脉，关进来的是一个人。哼，一个人有什么好看的？如果说这个人是亲传弟子呢？亲传？那些家伙个顶个的身份尊贵，怎么会被关进锁妖塔里？哼，不只是亲传那么简单，这人是一封之主的关门弟子。我的三亲啊，这家伙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？哼，勾结魔道，了解一下。勾结魔道，这还不废除修为逐出宗门，反而关进了锁妖塔。嘘，晋升，这是那位力宝的结果。来了！一道粗犷的声音打破了众人的热议。在万众瞩目之下，身着青衫袍，背负鹅黄匣，身姿挺拔的年轻人步履沉稳地走了过来。他就是林浩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怪不得能得到那么多女人的倾心。倾心什么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不然也不会被魔女骗走身份令牌，以至于在此受罚。听说此紫夜玉使女是个采阴补阳的贼蛮，这种无耻败类不应该抽骨剥皮吗？是啊，被他糟蹋的清白女修不下100人。谣言越传越离谱，林浩却一言不驳，只是向镇妖塔的方向走着。哼，贼魔头，你背叛宗门还不引颈就戮，反而来此领罚，你的脸呢？蒋明飞满脸讥讽，高声咆哮道：让这种败类还能苟活于玄阴宗，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。吾辈修士刻苦修行，不就是为了斩魔吗？如今魔就在面前，我们啪一道响亮的耳光打碎了所有聒噪。蒋明飞捂着自己肿胀的脸颊，满眼的难以置信，嘴角在淌血。你敢打我？平白无故打伤同门，你是想罪加一等吧？我要告知刑法长老，平白无故辱及尊长，打死你也不亏。正清风出匣，林浩的言语比剑锋还要锋利。小小练气势冒犯筑基修士，内门辱及亲传，所以你是想死吗？蒋明飞觉得对方应该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伤人，但他又不敢赌，毕竟赌的是命，他只得畏畏缩缩退了下来。围观众人的修为都不高，身份地位也很低，想笑却又怕两头得罪，只能用尽全力憋笑。林浩如同刻刀般的眸子扫了众人一眼，云淡风轻道：谁还想死？众人为之一连领，他们是不敢拿自己的生死开玩笑的。这位狠人是真敢杀人的，而且狠人说的对，亲传弟子不可辱，他们若是跳得欢，狠人斩了他们，怕是也没人替他们保去。哼，无趣。林浩迈开大步走进锁妖塔，徒留众人一脸懵逼。我说，火道友，你最是嫉恶如仇，刚才怎么不跟他打一架啊？我认你先人，你没看到那个魔头眼中溢满了杀意？我要是赶上去，怕是会成为断头鬼，到时候你个瓜孙会来祭祀爷爷吗？会，我会去祭祀你爷爷的。众人只是互相打趣，可要让他们去除林浩这个魔，谁也不肯上前的。惜命。林浩走进锁妖塔，身上的寒冽气势顿时烟消云散。啪，一个黑色物体迅疾如风般朝林浩掠来，他运转周身灵力，勉强抓住物体，手心被物体上所蕴含的雷光磨得生疼。锁妖塔外不是挺张狂吗？无趣，呵，好一个无趣！怎么非得有人跳出来让你狂打脸才算有趣吗？林浩的眼眸一直注视着黑暗处，隐约可见一道模糊的身影，倒不是因为黑暗看不清，而是对方使用了灵力遮掩了自身的气息。筑基修士，而且并非筑基初期。林浩心中了然，双手抱拳道：韩长老，我奉命前来看守锁妖塔。一个丰腴美妇摇曳着万种风情从黑暗处走了出来，竟然是王金战的母亲，那一双如同秋湖的大眼睛隐含着复杂的情绪。扎儿没来，你很失望吗？王金战没来倒是令林浩颇感意外，他淡笑一声道：王道友的道心似是更稳固了。韩丽月美眸婉转，悠悠说道：扎儿若有你这心性，也不至于在外门大比谢甲。韩长老，之前你救了我，谢。哼，不必谢我，守望相助本是玄阴宗的门规，可是很多人给忘了，我只希望你被罚看守锁妖塔，不要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林浩盯着那成熟的丽影，心中百般滋味，在这清苦之地，自己该怎么修炼呢？他找到自己的住处，使用浮尘符和净水符简单清扫之后，就打坐修炼。功法尚未运行一个周天，便感觉体内有团火在灼烧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放弃修炼。在这看守接触不到女修，无法化解体内邪火，似乎只能舍弃修炼了。可他这体质很特殊，即使不主动修炼，体内的火灵气积蓄到一定程度，也需要和女人双修才能化解。暂时不能修炼，林浩索性走出房间，在塔内闲逛。林浩看守的是普通层，除了这层的镇守长老外，就他一个弟子。被罚看守锁妖塔的罪人，除了要负责修缮镇妖阵法，还要给囚徒打扫囚室。这种刑罚被冠名为炼心。哒哒哒，林浩提着清扫工具，在阴冷的牢狱中行走。好，本来颇为安静的囚牢，如同烧红的铁棍遇到了冷水，瞬间沸腾起来。砰砰砰！林浩所负责的这一层，满打满算只有100个囚室，可镇压犯人的阵法却是设了3道，比之镇魔塔有过之无不及。一间间新铁打造的监牢中，灯火昏暗，阴影从囚室里弥漫，时不时有嘶吼传出，里面关押的是一头头绝代凶兽，闻到人味，几欲癫狂。兽们用肉体撞击着牢门，红着眼流着口水，恨不得将那清瘦的年轻人生吞到肚子里。姐姐，这小子味道一定很鲜美，过来让爷爷咬一口。一个长着熊头的壮汉咧开血盆大口，喷吐着恶臭。这熊头人是2阶妖兽，血脉不是很纯，
但却极为凶残，曾吞噬了一座村庄，被大竹峰的亲传捉到后镇压在炼妖塔内。能成为爷爷的粪便，是你这人类一辈子都求不来的荣幸。大宝贝儿，可别听他的，还是来我这儿吧，老娘会好好疼爱你。一个鼠妇滴溜溜地转着2只小眼。林浩的到来，监牢里的野兽一个个都发出吼叫。在这幽暗罪恶之地，进来的新人类就像是一株洁白的仙帕，将野兽们都勾了出来。轰！囚牢上部盘旋着的上千柄飞剑，锋锐的剑尖对准了所有暴乱的妖兽。可这些妖兽注定都是要死的，现在死了，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，因此他们一点也不怕即将启动的阵法。眼看场面要失控，擦！林浩戛然止步，拍了一下身后的剑匣，向小圆，可愿斩妖？这剑匣是在房事用法宝粗胚和向小圆换的，一直没有名字。为了纪念向小圆，他决定就用向小圆命名。咔咔咔，击扩响，剑匣开，通体火红的长剑飞到林浩手中。他冷漠如冰的眸子扫向熊头人，这头杀人不眨眼的悍兽却被这眼神看得冷汗直流，跌坐在地上，七窍不断的向外喷涌着鲜血。不过一个呼吸便断了四肢，鸦雀无声。一众妖兽只见人类转身看了一眼，蠢熊便诡异成了断了四肢。他们立马意识到这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人物，新来的镇妖者是个绝世狠人。他们满眼恐惧地看着那道挺拔的身影渐渐远去。林浩这一路走下来，嘴快冒犯者皆断四肢，身体囫囵的妖兽心中无不骇然，这人类是来自地府吧？冷漠无情，人类竟然敢往囚牢走去，那里关的可都是杀人如麻，用雷火炼捆附着的纯血妖兽。据说最深处的囚室里更是关着一位绝世大凶，青面獠牙，身高10丈，双臂一晃就能将镇妖塔给打穿，身体宛若神铁，打造无惧道法，只要他想走，没人能拦得住。这人类敢往地下走，端的是艺高人胆大，怕是要被那些蛮兽们吓得魂不附体。瞧人类的衣装打扮，显然不是镇塔长老，多半是来领罚的门人，死在这里，玄阴宗也不会问责的吧？血脉博杂的妖兽们将希望寄托在深处的纯血妖兽身上，可不同于杂种，纯血种乖巧如狗，全都低垂着脑袋，不敢直视人类，像是害怕自己的目光是亵渎，会引起人类的不满。他们早已得到那位的警告，不得对眼前人类有任何不敬，否则灭种群。他们死倒是死了，可若是自身的种群被灭，这罪孽过于深重了。果然是找那位的吗？看到人类的身影消失在黑暗里，纯血种们长舒一口气，暂时逃过一劫，希望人类和那位不会发生争执，那位的心情能够好一些，否则有兽要死。哒哒哒，脚步声在幽静的监牢中回响。林浩行至深处，发现一座座新铁打造的囚牢之中空空如也，这深处似是没有关押妖兽，可他分明嗅到了极为浓郁的妖气。最终他走到最后一间监牢前，这间牢用的不是新铁，而是锻造法宝的神铁，牢门上刻着镇压符阵。透过牢门缝，林浩看到里面关着一头通体雪白的狐狸，狐有一尾，不对，是一长尾巴断尾。你来了。白狐狸口吐人言，旋即化形。他所画女子正是妙龄的模样，眉目精致若带烟，肌肤犹如白雪抹胭脂，那一双极大的眸子最是剔透明亮，犹如碾碎了星辰在其中。秀挺的琼鼻，丰满的阴唇，洁白的背齿，雪白漆雪的脖颈，含苞待放的少女花蕾，以及笔直的长腿，任是谁看了都要赞叹一声倾城绝色，忍不住一看再看。女子长相清澈且单纯，但浑身上下却散发着无尽魅意。你来啦！这一声穿透力很强，纯血种们听到这句话，吓得浑身抖如筛糠，他们唯恐那位生气。你在等我？林浩恋恋不舍地将自己的目光从女人的长腿上收了回来。你来这不是找女人吗？对上女人那毫无杂质的目光，林浩不由有些尴尬。他确实想找女人修炼，可眼前这位是妖兽啊，人不能，最起码不应该。我是在找女人。林浩的目光火热，极富侵略性的在女人美好的躯体上下打量。可你不是人啊，只能算是母的。女人灵动的大眼中饱含着一抹幽怨。我画形不美吗？我自己觉得我所画的人形比我所见的女人都要好看。林浩能够看出来，女人并不是自恋，而是赤子热诚，不懂得什么是说谎，并且她说的是真的。她所画的模样，在林浩认识的女人当中，也就是尊风苍月，能够与她争艳。呵，小狐狸！林浩收回火热的目光，言语冷静道：小狐狸，你这套说辞对每个来此的人都说过吧？你想要施展媚功，控制人类帮你打开阵法禁制，可是啊，你找错对象了。女人脸上的媚态进去，鼓起柔软的腮帮子道：没有意思，你这人类很无趣。林浩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哼，我无趣？非让我沉沦于你的媚功之下，将封你的符阵撤去，你才会觉得我有趣吧？女人黛眉微皱，粉面含笑，一双美眸中蕴含一丝玩味，富有的胸脯上下起伏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帮我打开封印符阵，等我离开这，封你做妖王。那你之前封印的妖王应该不少吧？林浩的心眸中闪烁着嘲讽。你，女人气的不再维持人形，变回了原身。你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英雄所见不同，我倒是挺想见你的，毕竟你比那些奇形怪状的玩意儿看起来顺眼多了。小狐狸没有说话，回给林浩的只有一面屁股。林浩微微一笑，
使用拂尘、净水2张符，帮助小狐狸清扫了囚室，顺便理了理的毛发，这使得小狐狸直接炸毛，冲着林浩龇牙咧嘴。可是也只能如此了，他的法力被封印，对方又免疫媚功，他没有任何制服对方的手段。撸了撸小狐狸，林浩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离开囚牢的路上，一头母老虎也想让林浩帮他打扫囚室，顺便打理毛发，却挨了一记寒霜降，差点成为冻虎干。林浩走出来之后，发现风韵美妇韩丽月就在门口等着他呢。囚室打扫完了，打扫完了。韩丽月嗅着空气中淡淡的血腥气，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。终于来了个有趣的。是夜，月朗星稀，林浩躺睡着，百无聊赖。他不敢修炼，修士的体质也不需要过多的睡眠，想出去溜达溜达，结果还没出塔门，便遇到了韩丽月。从女人口中得知，进到这里便不能私自离开，除非是有上面特许。唉，不能修炼，实在太难熬了。林浩再次进入监牢，大半天过去，阴冷的牢房内依然弥漫着血腥气。那些被削去4肢的修士再次见到林浩，吓得头皮发麻，仅剩的躯体抖若筛糠。这个煞星怎么又过来了？林浩如同打了胜仗的将军，踱步巡视监牢内的妖兽。这些家伙长得奇形怪状，要么是人手兽身，要么是兽首人身。那些纯血种倒是通通是兽形，看起来顺眼许多。不过一圈看下来，还是那只小狐狸最为好看。人类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小狐狸2只洁白的爪子拖着毛茸茸的脸腮，蓝宝石似的眼睛不灵不灵的转动。你画个形，人类你想得美，觊觎本女侠的美貌是吧？哟，就你还女侠？林浩眼中闪烁着玩味，挑着嘴角说道：“一个妖精，没少害人，还敢说自己行侠仗义？除人扶妖，不算行侠仗义吗？”站在对方族群的角度来说，这确实算侠义。可林浩是人啊，不能跟扁毛畜生站在一道。哼，你看什么看？小狐狸扭开可爱的笑脸，再次用屁股对着林浩：“我不是说过不想看到你吗？赶紧走！我是镇妖者，你是囚徒，你有什么资格指使我？哼，反正本女侠不想看到你。”林浩和小狐狸斗会嘴，感觉这无聊的日子似乎是有了一抹光彩。临走时幻化出一只灵气大手，摸了摸小狐狸的毛脑袋。小狐狸恨得牙根痒痒，可自身没有一丝灵力，只能够无能狂怒。回去的路上，林浩再次认真打量那些妖怪，未能发现一个看得过去的。长着2张脸的书生，娃娃身老人脸的怪胎，6颗眼珠子的蛤蟆，3条腿的天鹅，没有腿的蜈蚣，没有一个正常的。林浩，有人找你。他刚走到监牢上方，便接到了韩丽月的传音：“有人找我。”林浩眉头微微一皱。林浩出去一看，是崔晴儿师弟。崔晴儿不顾有外人在场，直接一把抱住林浩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。你怎么来了？崔晴儿悠悠说道：“我听说你被罚镇守锁妖塔，就立马赶来看你的。”2人手挽着手回到林浩的住处。1个时辰后，崔晴儿躺在林浩怀里，喉咙沙哑道：“师弟，你在这里受苦了吧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再三提醒你李秋水是魔，跟着这样的灾星只会受到苦难。”想起这件事，林浩就气愤，确实是自己疏忽了，被那女魔钻了空子，以至于被发配到这肮脏之地。他避重就轻道：“你筑基了，成为内门弟子之后，感觉怎么样？待遇提升了一大截。”崔晴儿眼眸中泛着星星，满脸兴奋道：“而且身份尊贵了许多，现在我下山时走到哪都是人叫师姐，那挺好的。”林浩眼睛一翻，叹息道：“这里就是太无聊了。你修炼之余要来多看看我，不然我老想你。”女人白了他一眼，娇嗔道：“你确定是你想我，而不是你兄弟？我跟你说一个正经事，你觉得这里无聊，有一个机会，可让你离开这里，别卖关子。”林浩做梦都想离开这里，催促道：“外门大比后不久就是内门大比，表现优异的弟子可以获得丰厚奖赏，也能减免一些宗门惩罚。可以这样的吗？”林浩的眉头微皱，他真的想从这个鬼地方出去，主要是这里没有清白女修，耽误他修炼。可想在内门大比取得优异表现，也没那么简单。内门天才云集，竞争激烈程度比之外门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才突破到筑基，想在天才窝里脱颖而出，太难了。因此必须刻苦修炼，提升自身实力。可他在这里一运功，便会遭到火灵气灼体之痛，没有元婴之气，那种疼痛他扛不住啊！不行，必须找个破局之法。显然，让崔晴儿帮忙搭线并不合适，可他又不认识其他人，只能硬着头皮把自己的想法跟崔晴儿说了。本以为对方会埋怨他，怎料对方欣然答应。清晨，林浩按部就班，提着清扫工具打扫牢房。说是打扫牢房，其实他是来逗小狐狸的。走到一半时，林浩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赶紧收敛自身气息，轻手轻脚地往前走着。他看见一间牢房的门洞开，什么情况？莫非有妖出逃？林浩打了一个激灵，他是负责这层监牢的看守者，要是有妖逃跑，他难辞其咎。赶紧上前查看情况，结果发现牢房被设置了防护屏障，看不到里面的动作，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。他的眉毛皱作一团，想要抓旁边的妖问情况，结果这群畜生都晕乎乎的，叫也叫不醒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取出一张破戒符，这是2阶符箓，专门用于破除各种结界防护。念完法咒，手里的破戒符化作一根金刚锥，迅疾如火，
破开了眼前的结界。眼前的一幕令他一脸懵，一个披散着头发的高挑女修，浑身上下只穿着亵衣短裤，女修旁边摊着一头牛腰，似乎是在做梦，牛脸上挂着嗤笑。渣！剑似流光，刺向林浩的眼眸。登徒子，你敢偷看我，必须挖了你的狗眼！争！剑匣开，林浩抽出一柄剑，打落女人的攻击，反唇相讥道：“这里是关押妖怪的监牢，是我所负责的区域，你偷偷闯进来，我没找你算账，你反而恶人先告状。”当当当！眨眼间，两人交手数招，胜负难分。察觉到男人的目光时不时落在自己的春光上，女修焦躁无比，可一时间她又不能逼退对方。林浩一边应对女人的攻势，一边出言嘲讽道：“哼，女人，要不要等你穿件衣服再打？”女修闻言更是羞恼，一柄剑舞得密不透风，可斗了上百回合，还是未能拿下来林浩，因此使出了盘外招。他咬着银牙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言罢，他拿出一块令牌，通体玄色的令牌之上雕刻着一条黑龙。亲传弟子吗？林浩眼眸中闪过一丝讶然，这女人竟然是小竹峰的亲传弟子。臭小贼，认出来了吧？还不快跪下！哼，亲传弟子而已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林浩慢条斯理地从储物袋中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，正巧我也有一块。女修眼中闪过难以置信，眼前这家伙居然也是亲传，可是亲传为什么会在这鬼地方干杂役弟子的活呢？哼，亲传又如何？待在这里肯定是不受重视的边缘人物，敢惹我水灵儿，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姓林的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水灵儿强行挤开林浩，气势汹汹的就要离开，却被后者一句话绊住了脚步。小竹峰的亲传来监牢榨取妖兽的精元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你敢！水灵儿俏脸微红，继而凶蛮的说道：“你这人实在庸俗不堪，说什么榨取？我是在修炼媚功好吧，与这些畜生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，是吗？”林浩两条剑眉一挑，语气平缓的说道：“你觉得我信吗？就算是我信，你觉得其他人会信吗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？”水灵儿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脸红的像晚霞。呸！下流！他皱起光洁的额头，娇蛮的说道：“随你说去，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”言罢，竟扬长而去。林浩看着那洒脱的背影，笑着说道：“烈了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很润？”你！水灵儿的眼眸喷火，狠狠地瞪了林浩一眼，便羞怒离开了。倩影渐渐远去，林浩摩挲着下巴，心中杂念丛生。不愧是小竹峰的女人，浑身上下都像是水做的，这要是深入交流一番，会不会水淹七军？与此同时，牛头妖幽行转，看见眼前之人，发出一声吼叫。啪！林浩抽了他一个大嘴巴，皱眉道：“你乱叫什么？”牛头妖这才彻底清醒，不敢得罪眼前的煞星，牛脸上写满了讨好。看到妖怪非常萎靡，林浩冷哼一声道：“以这牛妖艳福不浅，消受了多少美人恩？”牛头惶恐道：“镇守大人，小妖冤枉啊！都是那个女人逼我做的，非小妖本意。”哼，你这牲畜，享受过了，反咬人家一口，说是别人逼你的。牛头鼓起勇气道：“镇守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要是真享受就好了。他是靠媚术构造幻境，让我们沉沦，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失身。”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讶然，好家伙，还可以这样，小竹峰的女人挺会玩的呀。时光荏苒，半个月过去，这段时日，崔晴儿给他带来不少女修，只是全都是练气期，实力比半月前有了大幅增长，但距离筑基中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林浩拿出掌门的符道手札，手指缭绕着一丝小火苗，如同灵动的飞碟，不断的翻阅，舒长翻长心。何况是掌门对于符道的见解，令他受益匪浅。他一直很好奇，这手札应算的是瑰宝，可为什么没有被兑换走呢？但只是好奇而已，他又不能去找首个长老解惑，他怕自己会被挂在老槐树上。翻阅一遍手札，林浩心有所感，正准备画张符录印证心中感悟，却被韩丽月打断：“有妖需要关在你这一层。”林浩神色淡然的点点头，然后便随着韩丽月前往塔外，和负责押送妖物的弟子对接。韩丽月今日穿了一身翠色衣裙，不知是衣服贴身，还是身材过于曼妙，那衣裙像是长在身上一般，严丝合缝。这女人年岁大了，似乎也是嫩的可以掐出水来。林浩加快步伐，扫了一眼女人，发现她那光洁的额头上还有一枚绿叶印记，增添了一分清纯。淡淡的香气一直缭绕在鼻尖，令林浩有些心猿意马。他心中微微一叹，觉得还是封了嗅觉比较好，不然做出点什么事来就不太好了。两人到了塔外，押送妖物的弟子上来见礼，当然是给韩丽月见礼。林浩闲着没事就去打量那妖物，这是头鹤妖，他有些不确定，主要是这妖禽的毛被拔光了，看着跟掉毛鸡差不多，就是脖长腿长而已。不过从来者和韩丽月的对话中，他得知这却是头鹤妖，而且修为还挺高，修炼至2阶后期了，是内门的一位筑基剑修出手，方才将其擒获，恼气添了不少麻烦，便拔光了妖禽的毛。这妖禽，韩丽月皱着好看的眉头道：“是公还是母？”压妖人见镇妖长老颇有兴趣，便开口解惑道：“韩长老，这是头母妖，凶得很。”厉！鹤妖发出一声尖叫，浑身上下只有头能动，但这妨碍不了他伸着鸟嘴就要啄林浩。后者灵活避开，掌心升腾起一簇火焰，
再凶就给你烤了。鹤妖见对方手心的火焰越来越大，吓得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闹腾。呐喊长老，弟子先行离开了。压妖者并不认识林浩，只是惊诧对方的手段而已，却没有过多的留意，踩着飞剑离开了这里。林浩，我出去办点事情，你把这头妖物带走吧，安排到哪个囚牢，你可以自己做主。女人化作一道流光离去，徒留阵阵香气。林浩压着鹤妖往深处走，找了一间距离小狐狸较近的牢房，把鹤妖关押了进去，就径直走向小狐狸所在的囚牢。这次倒不是去逗小狐狸，而是韩长老不在，担心这些妖会有所想法，若是有妖出逃，他身为看守者，难免要担责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决定在监牢内打坐修炼。小狐狸见人类又来了，正准备讥讽两句，却见其盘腿而坐，一坐便是2天。轰！林浩感觉体内的邪火有暴动的倾向，正准备停止修炼，却发现体内的火灵力不受自身控制了。汹涌的灵力如同狂暴的蛟龙，在他的经脉之中奔涌，那种撕扯的痛感使得他牙关紧咬，额头上满是汗水。本来光洁的脸痛苦地扭成一团，像是要走火入魔。他现在急需一个女人的原因，压制他体内的火气，否则会爆体而亡。女人，他嘴里喃喃自语，跌跌撞撞地向监牢之外走去。小狐狸幻化成人形，看着脚步虚浮的人类，心中不解，这个臭家伙在搞什么鬼？是修炼出了岔子吗？哼，他修炼出岔子关我什么事？小狐狸心里这样想，但蓝宝石似的眼眸始终未从林浩身上离开。女人，林浩双目赤红，整个人的状态就像是宿醉的酒徒，步履蹒跚。有头蜘蛛妖见他情况不对，竟然想浑水摸鱼，化作原形，伸出猪腿刺向对方。然而林浩抬手一剑，便将猪妖的腿斩得一干二净，青色粘液流了一地。一旁鹤妖早就看呆了，他是2阶后期的妖，能够看出来林浩不过是筑基初期，所用招式怎会有如此威能？他居然看不清人类的剑招，但见人类情况很不对劲，他也不敢招惹，只是畏缩在角落里。女人，鹤妖眼眸中闪过一丝不解，这个人类反复喊着女人2字，是想做什么？一头须发皆白的老狼妖仔细地观察着林浩，忽然绿油油的眼珠溢满了惊讶。难道这人类是那种体质，修炼速度极快，但需要女人的原因辅佐，否则便会爆体而亡？需要女人的原因？鹤妖眼珠子滴溜溜的直转，他刚被关进来不久，一心想着逃离此处，他觉得眼前这是个机会，于是出声疾呼：“我是母的，母的，女人，母的。”林浩双目滴血，他已然目不可视物，却轻车熟路摸回监牢深处，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，正在轻抚秀发的小狐狸，心中感到惊讶，那个臭人类怎么去而复返，而且站在我的房间前，想要做什么？看着那张被鲜血覆盖的俊脸，小狐狸眼眸中满是惘然。忽然2根修长的手指洞穿了监牢的防护阵，然后夹起神铁打造的牢门，选纸片似的将那重于千斤的牢门甩飞。囚牢之外的妖物只能听见小狐狸的叫声，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那位是让镇妖者给晋升，你就不怕镇妖者留下术法？你胆敢背后议论，有几条命敢这样做？小狐狸的监牢内传来的动静让牢房内各妖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轰！大量的火灵气涌进林浩所在的牢房，而林浩吸收不盈，灵气越积越多，开始变得狂暴。狂暴的火灵气不停地冲击监牢阵法，其余妖物开始兴奋起来，觉得这是逃跑的机会。可是没等他们有所动作，韩丽月飞了进来，一双美眸中闪烁着金光，她轻启朱唇道：“风。”随之每个监牢的防护阵法被激活，上千把飞剑在监牢中巡梭，剑光所到之处，妖物皆俯首。控制好现场，韩丽月方才查探了引起骚乱的源头，那囚牢里充斥着狂暴的火灵气，令他为之惊叹。与此同时，林浩已恢复清明，吸收小狐狸元婴后，已压制住了体内之火。这时他竟然发现自己已是筑基初期巅峰，没想到和小狐狸能带给他这么大好处，而且他觉得还不止，感受牢房内还充斥着狂暴的火灵气，旋即赶紧打坐修炼，他可以借此突破筑基中期。随着林浩打坐全力吸收，牢房里狂暴的火灵气顿时如泄洪一般蜂拥向林浩涌来，然后被林浩吸收进丹田。给我破！林浩心中呐喊，然后就感觉体内的灵力像是冲破了一道关卡，疾驰进了一条更宽的大道。牢房里的所有火灵气被吸收，牢房恢复了平静。这时被蹂躏晕过去的小狐狸也悠悠转醒，想到刚刚发生的事，他狠厉地看向正打坐修炼男人。正，他纤细的手指冒出锋利的爪尖，闪过一道寒芒。他想要趁着林浩入定，用爪子割开其喉管，可爪子抵在对方的咽喉上时，他却又犹豫了。他还保留着一丝理智，这个男人实力不错，想来在宗门地位不低，只是犯了错被罚来这里，杀了对方只怕他难以善了。他手指上的利爪隐去，只是冷冷地看着男人。喂，臭人类，你到底是入定还是在伪装？林浩其实早就清醒了，他在消化和小狐狸双修所得分出的一缕神念，一直在观察外界的动静。小狐狸亮爪收爪，这一套动作他全都看在眼里。这小狐狸竟然收手了。林浩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想起和对方的翻云，又不禁觉得荒唐。人妖殊途，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正准备结束打坐，
突然，牢房被打开，韩丽月走进来，见林浩衣衫褴褛，枯坐在角落里，瞬间柳眉倒竖，素手一挥，飞出白色匹链，一掌便将小狐狸击飞，重重砸到牢房的石墙上。噗嗤，小狐狸喷出一口鲜血，脸色淡若白纸，狠狠地看向韩丽月：“畜生，敢伤我玄阴宗弟子，信不信我剥了你的皮？”韩丽月手里出现一把金剑，拖曳着灵气朝小狐狸飞去。眼看事情要失控，林浩假装刚清醒过来，用一张金光符挡下韩丽月的攻击。“林浩，你没事？”韩丽月见其苏醒，便暂时不再追究小狐狸，而是分出一道神识检查林浩的伤势，结果发现后者并未受伤，他的脸色瞬间古怪起来。小狐狸咬着一口银牙，恨声道：“臭人类，你终于醒了！”小狐狸的盛怒，林浩全当没有看见，而是避重就轻道：“韩长老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韩丽月目光悠悠，朱唇轻启道：“才来，我在牢房之外，感受到里面有一股狂暴的火灵气。林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林浩觉得韩长老是能猜到刚才发生的事的，可对方没有挑明，他自然不会憨傻的讲述。“没什么，就是刚才修炼出了岔子，请这位妖物帮了一下忙。”“你那是一下忙吗？是千百次好吧？”小狐狸满肚子的怨恨，可当着向来酷烈的韩长老的面，倒是不敢多言。“没事就好。”韩丽月的目光停留在小狐狸的大腿之上，悠悠说道：“妖物最擅长蛊惑人心，你可千万别着了他的道，牢内非久留之地。你若是没事，我们先离开吧。”韩丽月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沓纸人，吹了口气，纸人迎风变长，最终变得和常人无异。这些纸人在韩丽月的操控下，立马着手修缮破损的牢房，包括飞出去的牢门以及灵力稀薄的防护阵法。待到两人离开，小狐狸恢复真身，毛茸茸的爪子在神铁铸就的牢门上留下3道深深的抓痕。“臭人类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。等着，本女侠出去了，必报此仇。”回到住处，林浩内视丹田，发现灵液已从一方小池塘变成了一方小湖泊，他不由得为之感慨万分。和小狐狸这一番折腾，抵得上和110名炼气女修，这效果实在太顶了，强得令他感到不可思议。趁着双修余韵尚在，林浩抛弃心头杂念，凝神静气，打坐修炼。他这体质若是没有邪火作祟，修炼起来倒是比普通修士快上许多。韩丽月分出来的神识感应到林浩住处，拧起了火灵气的气旋，震惊的胸前上下起伏。这儿说的真不冤，此子身怀大机缘啊！潜龙在渊，一旦亮出爪牙，必然引起震动。他不由得庆幸自己跟此子关系良好，今后对他多照顾点，说不定日后还有依仗对方之处。念头通达之后，他收回神识，准备去牢狱转一圈，让知晓今日所发生之事的妖物全都闭上嘴巴。修炼无岁月，林浩入定7天，彻底巩固了修为。叮当，一柄翠绿色小剑扣响林浩的房门。他打开门，韩丽月的声音传来：“那个女人又来了。”那个女人，林浩不用思考便知道对方说的是崔晴儿，只是这位韩长老的语气怎么有些不对劲。他走出塔外，将崔晴儿接了进来。一番交流后，崔晴儿提议在天牢逛逛，林浩自然答应。两人逛着，突然身后发生了动乱。“你在这稍等，我去就来。”林浩说完，迅疾如风般赶往动乱之处。原来是2头妖物隔着监牢打了起来，其余的妖物都在起哄。“找死！”林浩暴喝一声，起哄的妖物位于林浩的威势，旋即闭嘴。可2头争执的妖物却是疯了似的纠缠不休，扰乱监牢秩序，可斩！嗡！剑匣飞出一柄赤红长剑，斩出数道剑气。这2头妖物只是2阶初期，而且还被封印了灵力，那里抵挡得住？直接被剑气斩为肉泥。林浩睥睨一众妖物，冷冷说道：“不怕死的，可以继续挑战我的耐心。”其余妖物见其杀伐果断，不寒而栗，全都老老实实的缩在角落里。林浩急急去找崔晴儿，走到方才所在监牢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这女人去哪里了？他眉头一皱，分出神识寻找崔晴儿的影踪，却发现这女人竟然在关押小狐狸的牢房前。2人隔着牢门密谈。林浩眼眸中闪过一丝愤怒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李秋水走时给他传音说崔晴儿是妖，他虽不全信，但也留了一个心眼。他早就察觉出女人有些不对劲，却没有挑明，就是想看看对方想耍什么手段。那2头作乱的妖物应该就是崔晴儿搞的鬼。贱女人，和李秋水一样，都是贱女人，也是想利用我。他心中怒火滔天，表面却不动声色，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。由于小狐狸被封了修为，无法进行传音，崔晴儿只能小声跟其密谈，因此2人的交谈被林浩听得一清二楚。林浩万万没想到，那头小狐狸居然是妖族公主，而崔晴儿接近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救小狐狸。呵，贱女人，好深的心机啊！林浩那寒星般的眸子里溢出杀意，陡然出现在2人面前。崔晴儿惊呼一声：“林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林浩嘴角勾起一抹讥讽：“我再不来，你这妖孽就要破开符阵，救走这狐狸了吧？贱女人，你隐藏的挺深的呀，从一开始就是想利用我吧？你和李秋水一样，接近我都是别有用心。”崔晴儿没料到林浩回来的会这么快，赶紧矢口否认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没想过你会成为亲传弟子，在你还没成亲传弟子前，我就和你欢好，而且我已成内门弟子，想来这里很随意，
不需要像李秋水那样借助你的令牌。林浩冷冷说道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两个和自己有关系的女人，一个是魔，一个是妖，而自己却都给予了信任，想想还真是讽刺啊。我是仙门弟子，和妖魔势不两立，准备受死吧。妖孽征剑明，响彻监牢。崔前儿嘴角噙着一抹苦笑，我跟李秋水一个魔一个妖，但我们可曾害过你？这样吧，不讲情面，我们讲利益，我们做一个交易吧。我每天送美女给你修炼，并告知一个你的秘密，你只要帮我隐瞒身份即可。而且我潜伏到玄阴宗，只是为了救出公主，并不是像李秋水一样放出这魔塔中的所有魔。林浩，我将要告知你的这个秘密，跟你有着极大的关系，甚至是关乎生死。就算没有今天这件事，我也想找机会告诉你的。林浩掌中剑要着寒芒，贱女人，你说来听听。崔前儿见林浩丝毫不念旧情，心中不免生出悲伤。不是说日久生情的吗？这男人却一点情面都不讲，真的是太伤人了。女人悲春伤秋的样子并未打动林浩，他不耐地说道，你最好赶紧说，否则我的耐心耗尽，直接斩了你。人为刀俎，崔晴儿长叹了口气，幽声道，我想要告诉你的便是，我接近你确实是别有目的，不过刚开始时并不是为了解救公主，而是听从大长老的命令。大长老？林浩眉头一皱，怎么会牵扯到大长老？他跟大长老并无交集，更别提得罪了。对方派人接近他，是想干什么？崔晴儿见男人眉关紧锁，知道自己抓住了对方的好奇，于是娓娓道来，大长老让我接近你，就是为了让我和你共赴巫山。共赴巫山？林浩听得更是云里雾里，大长老这唱的是哪一出？不过他也想明白一些事情，恐怕李秋水和他发生关系，也是那位大长老的手笔，甚至李熏染。崔晴儿接下来的话印证了林浩心中想法，大长老是让女人无意中和他发生关系，如果不愿意，可找同境界的修士替代。于是就有了崔晴儿设计陷害李秋水那一出，并且女人猜测李秋水应该也接到了这个命令。大长老为什么让你和我云雨？林浩冷冷问道。大长老说你体质特殊，若没有女修一起修炼，修为恐难寸进，还说你是宗门暗中重点培养对象，因此才让我暗中安排女修对你投怀送抱。但经过这么久的接触，你体质确实是特殊，但我却有所怀疑，大长老可能另有目的。林浩是一头雾水，大长老费尽心思安排这一切，就是为了帮我修炼，尤其是为什么要暗中进行？莫非是因为我的修炼方式不符合仙门正道的身份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。但是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直接和我挑明不行吗？林浩百思不得其解，暗暗记在心里，打算等有机会把这件事调查清楚，可别上了贼船还不自知。崔晴儿抿一下嘴唇，小心翼翼问道，林浩，我已告知你秘密了，可以？林浩瞥一眼女人曾经浴血奋战的画面涌上心头，日久了说没有一点感情那是假的，而且正如女人所说，他确实没有害过自己，并且给自己的修行提供了不少的帮助。又看一眼小狐狸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林浩对其颇有好感，跟其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不同，他似乎对其产生了莫名的情愫。他心中喟叹一声，语调清冷地说道，你走吧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再敢私自来这里，我定斩不饶。崔晴儿柳眉一弯，长出了一口气。林浩在侧，他倒是不好和自家公主交谈，只是默默行了一礼便离开了。只剩下两人，一直默然不语的小狐狸终于是开口说话，你能高抬贵手放过我的属下，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。不用，这只是一场交易。确实是交易。不，我说的是你我二人之间的交易。什么？小狐狸花容一变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类给抱住了。1日后，小狐狸缩在角落里，神色复杂地看着打坐修炼的男人，他真想一爪子割开男人的喉管，这厮实在太可恶了，接二连三地欺辱他，把他当成什么了？功法运行1个周天，林浩长出一口气，体内的灵液已然成为一方湖泊。他睁开寒星般的双眸，看着小狐狸，就像在看稀世珍宝。何此？此女一次抵得过1月苦修啊！这女人简直是就是行走的灵丹妙药。林浩食髓之味，再次走向小狐狸。另一边，韩丽月听到两人弄出的动静，嘴里呢难道真的是造孽啊？还没等他感慨完，就察觉到有人手持令牌进入塔内，而且还是个熟人。来者轻车熟路，在牢房中快速穿行，最终停在一处监牢前。牢中的牛妖看清来者之后，吓得四肢发软，磕头如捣蒜般求饶，可无法激起来者的怜悯之心，很快便陷入幻梦之中。人狐人牛真的是造孽，但心中韩丽月却有种不可名状的冲动，担心再听下去自己会乱了分寸，于是赶紧封了6时。林浩察觉到有人潜入监牢，于是就放了小狐狸一马，前去寻找潜入之人。水莲儿这女人又来了，而且是死磕着牛妖，是有什么特殊情节吗？水师姐，你把我这里当什么地方了？茶馆吗？进进出出的，来的也忒勤了点。水莲儿虽然在练功，但经过上次那件事后，她始终分神留意外界的动静。其实她是不想来这里的，主要是这里的看守者嘴巴太毒，可这里的妖怪对她修炼媚功帮助极大，万不得已她才过来的。让我猜猜啊。林浩的视线一直在女人曼妙的躯体上盘旋。师姐，你来这么勤，是为了赶在内门大比之前想要有所突破吧？
对方一下子就猜中了自己的心思，水灵儿不免心中恼怒，但不想跟其纠缠，索性就没有搭话。林浩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走上前踢了牛妖一脚，差点令其醒转。啧，都被吸成皮包骨透了，还不放过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啊！水灵儿地功法正是修炼到关键之处，恼恨林浩的捣乱，于是直接将牛妖打昏过去。姓林的，你故意找茬是吧？我故意找茬？林浩面色一冷，语调轻冽道：以擅闯我所负责的监牢，还有理了不成？哼！水灵儿冷冷一笑，咬牙切齿道：你来这里是赎罪的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呀！轰！女人掌心喷吐着灵气，朝林浩攻了过去。水灵儿身怀水灵根，修行的自然是水系功法，掌心的灵气化作万千水箭，朝着林浩击射过去。怎料林浩早有准备，抬手筑了一道火墙，水箭打在火墙上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，水汽蒸腾。哟，小竹峰的女人脾气这么火爆，水灵儿心中有些吃惊。上次离去之后，他就派人调查了男人的底细，知道其是大竹峰星进清船，修为刚突破到筑基而已，怎能如此轻描淡写的化解自己突然使出的杀招？你是筑基中期？水灵儿挑起峨眉问道。不然呢？真是筑基中期。水灵儿心中讶然，这厮刚成为筑基修士不久，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，这什么逆天修炼资质，修炼速度如此之快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该不会是修炼了什么邪法吧？想知道吗？林浩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淡淡说道：我偏不告诉你。你对方比自己境界要高，水灵儿不敢轻易出手了。姓林的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行吧？那恐怕不行，你在我的地盘兴风作浪，我怎能不管呢？感受到对方的目光不对劲，水灵儿暗骂一句色胚子，你到底想要怎样？不是我想怎样，而是你能让我怎样？水灵儿被那极富侵略性的目光看得心里发毛，不敢在这里多待，迈着两条风情万种的腿离开了。林浩望着那水蛇一般的腰线，心中不禁起了一团火，立即掉头回去找小狐狸完成未尽的大业。时间缓缓流逝，半月时间又过，这期间崔晴儿按照约定隔三差五的送来女修和他修炼，让他实力又有了进步。这一日，崔晴儿来锁妖塔找林浩。林浩，我的打算是等你参加完内门大比，表现优异免除自身处罚，从这锁妖塔离开之后，我再出手搭救公主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你受到牵连。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？林浩在符纸上勾画好最后一笔，2阶中品符录雷火咒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在大比上表现优异？内门天才云集，何况还有各峰的亲传，都不是一羽之辈，我自己都没有信心。你能保证我赢？你不是修了双修功法吗？再加上你的特殊体质，赶在内门大比之前突破到筑基后期，应该不难。不难。林浩冷哼一声，两条剑眉如弓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你也是筑基修士，当知道这一境界固在筑仙机，没有深厚的积累，怎能明白？你现在又是何境界？崔晴儿面露惭愧，有些难以启齿道：我尚是筑基初期。哼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如何才能够在1月之内破入筑基后期？崔晴儿轻咬着嘴唇，犹豫了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决断。其实我有一法，可助你突破到筑基后期。直说，好个无情的男人，你低头服个软，能死吗？崔晴儿翻了个白眼，旋即说道：我这里有本双修秘术。言罢，女人从怀中掏出来一本功法典籍。林浩看着泛黄的书籍，颇感奇怪，居然是本纸质书籍，为什么不刻录到玉简中？崔晴儿似乎是看出对方的疑惑，出声解释道：这秘术乃是我妖族的不传之秘，被妖祖下了禁制，只能再抄录在书籍，不能用玉简。林浩接过典籍，随手翻阅一遍，心中不由感叹：好个不传之秘，确实是挺妖的。这本双修秘术的前置条件，竟然是要同时吸收9女，这比魔修还魔修啊！要是传出去，怕是自己真的会被当成魔头，成为名门子弟的功勋，恐怕师尊也不会保自己。可就算是他不在意名声来修炼此法，一时间去何处找9名女子呢？这可不是1对1，而是叠罗汉啊！有多少女子愿意这样做？好在不是非得找出子，否则更加难找。见林浩在犹豫，崔晴儿开口道：找女修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来帮你。不过要给我点时间，毕竟人多牵扯的就多。林浩冷哼一声，算是默许了此事。还有事吗？崔晴儿微微一愣，摇头道：没事。那走吧。崔晴儿幽怨地看了他一眼，气呼呼地离开了。林浩魂不在意，提笔挥墨，继续勾画符录。掌门的手札对他的符道造诣帮助真的很大，短短1月有余，他便能绘制2阶中品符录。若是能赶在内门大比之前，让自己的符道造诣更上一筹，他就更有把握了。咦，林浩收拾好画符工具，正准备打坐修炼，却发现自己突然就置身于黑暗之中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心中有一丝慌乱，连忙拍一下身后的剑匣，清风在手，给了他少许的安全感。可那粘稠的黑仍然让人无法视物。林浩从口袋中摸出一张明火符，准备念咒使用，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丝灵力。什么情况？慌乱爬上他的心头。这时炸雷响起，轰轰轰，巨蟒似的闪电撕开了年黑，放进来一丝光亮。林浩借着量子，快速将所看到的画面印到了脑子里。他居然是在内门藏书阁之外千年古槐树上
挂着上百具干尸，这些尸体全都是面向同一个方向，也就是林浩所在的方位，与无数只空洞的眼睛对视。林浩尾巴鼓冒出一道寒气，直冲天灵盖。干尸身上的衣衫清一色的是玄阴宗的道袍，也就是说这挂着的没有外人。可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？他明明在锁妖塔，陡然来到这边，实属诡异。而且这里没有守阁老人，莫非这是幻境？林浩轻咬一下舌尖，很疼，眼前的黑还是一样的黑，不是幻境，是被某位大能下套了吗？他心中杂念丛生，握剑的手有些微颤，相比较来说，未知更令人恐惧。可自己的仇人谱上应是没有大能的呀。玄阴宗的高层只有刑法长老跟自己结了梁子，可这老狗敢用这种手段吗？掌管门规却违背门规处罚弟子，老狗除非是不想要这长老之位了。轰！又是一道闪电，惊鸿一瞥间，林浩看到了守阁老人，双眼空洞的老人却直视着他，并且双眼冒光，洞穿了他的身躯，随之将其挂在了千年骨怀之上。哼，露馅了吧？这就是幻境。可没等林浩笑出来，他面前出现一名女人，赫然正是他的师尊风苍月。师尊穿着红色衣裙，如同烈阳般照亮了黑暗，光洁如玉的肌肤。轰轰轰！雷声不断，红衣师尊舔了一下嘴唇，一片黑暗中，你压着我了。师尊的声音在身下传来。闻言，林浩眼眸中闪过错愕，我怎么压着师尊了？低头一看，师尊竟然真在他身下。林浩一脸震惊，这是我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这不是欺师。下一瞬，万千天雷如同万千条蟒蛇劈在了他的身上，身体真实的痛感以及那精神折磨使林浩下意识回眸瞥了一眼，而也正是这一眼，一股寒意瞬间从尾椎骨直冲脑门。他眼前的画面再次幻化，他身处在万千女修士中间，那无数道倩影，无数条长腿聚集到一起，却是没有丝毫的美感，反而令林浩头皮发凉。尤其是万千女修妩媚一笑，脑子空白了一瞬，他明切的知道自己中了幻术，可却无法击碎自己目前的境地。对未知的恐惧瞬间在林浩心中炸裂开来，身体更是不由自主的发颤。他感觉自己如坠冰窟般僵硬，就连抬手指都是奢望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成为万千女修士的养料。场面极为激烈，只见自己以肉眼可见的消瘦，并迅速的干瘪了。最后时刻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林浩，师尊。是师尊的声音，熟悉的音调令林浩感到安心。林浩，你个欺师灭祖的逆徒，受死！可下一秒，师尊声音变得愤怒，他便听到一声剑鸣，身后掀起灼热的火浪。嗡！似龙吟似凤鸣，一道火焰般的剑光在黑暗中一闪而逝。轰！铺天盖地的火焰剑气吞噬了万千女修士，也吞噬了林浩。肉体疼得不像是在做梦。林浩迷惘了，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恰在这时，他听到了女人咯咯的笑声，他的身体不再僵硬，扭头向后看去，水灵儿正眉眼含笑地看着他。那一袭天蓝色衣裙，洁净的不曾沾染任何尘埃，一双白嫩如玉的脚丫踩在水浪之上。是这个女人搞的鬼。他想过会是大长老搞的鬼，可能会是韩丽月，甚至是小狐狸，唯独没想到会是眼前这个女人。水灵儿踩着水浪前行，目光炯炯地看着前方。没想到你的梦境如此多变。第一幅画面是在内门藏经阁之外，你被挂在千年骨怀之上，这便是你内心的恐惧，你未怕宗门规定。第二幅画面，你所想的是位红衣女子，你很想拥有她，应是你的执念，你爱而不得的人。第三幅画面，你死于你师尊的剑下，应是你担心自身的欲望会惹恼你的师尊。林浩眼中闪过一丝古怪之色，水灵儿能够知道他的幻想，但却不是那么的真切。还好如此，否则他内心的杂念被传出去，怕是真会被师尊提剑斩了。快若闪电般的闪挪到女人身后，一把捉住女人的皓腕。你这么能分析，那就分析分析，我现在想干什么？在这梦幻之境中被杀死3次，你怎么还能动弹？水灵儿震惊不已。林浩的视线落在女人精致的容颜上，说道：因为自始至终我都知道我在幻境之中陪你演戏罢了。不可能！水灵儿睁大了眼眸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。哼，没什么不可能，你这么喜欢施展媚术，不如咱们干些真实的事情，保证比你吸取妖怪所获得的好处多。你……水灵儿猛烈挣扎，却发现自己无法挣脱男人的桎梏，一次抵上千百次，这笔买卖如何？林浩微微低头，在女人耳边低语，那炽烈的气息令女人身体有些发软。姓林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生得这么漂亮，这么魅惑，我自然是想让你做我的道侣，和你双修一番。听到这2个字眼，女人不由得脸色窘红。想做我的道侣，必须是宗门天骄才行。天骄？我不是吗？林浩不解地问。他可是外门第一。水灵儿，他打听过对方的事情，在得知对方用了1个多月从筑基初期到筑基中期，他无比震惊对方的修炼速度，探明对方喜欢和女人厮混之后，就认定对方是依靠双修功法。他修媚术幻术有成，因此这次来便是想来套出林浩地功法。结果对方没有这道，自己反而是被拿捏了。你算什么天骄？充其量是天才，天骄是能在内门排得上号，最起码是内门前100，而你不是筑基后期，不可能成为前100，并且就算是后期，也需要一定运气。林浩淡淡说道：那我们就打个赌如何？女人蹙眉，
什么意思？我若是成为那门前百，你做我的道侣？女人嘴角勾起一抹讥讽，这厮真是狂妄，筑基后期都不敢言自己会成为宗门前百。你小小中期能行？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。那你若是失败，须得把你的双修功法给我1月。原来这女人的目的是想套我的双修功法。林浩想通事情的原委，讥讽道：怎么不满足现状，想体验一下充实的感觉？水莲柳眉一挑，咬着朱唇道：姓林的，我们都谈好了，你还不快放开我？谁告诉你我们谈好了？林浩紧紧攥住女人的手腕，那洁白柔腻的肌肤被攥出一条红印。姓林的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这就过分了吗？那你还没有见过更过分的。林浩几乎要贴在女人脸上。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悄无声息地摸到我这洞府来的？你应该是修炼有隐匿气息地功法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交出功法，要么被我就地正法。哼，我很希望你能选择后一种。林浩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感觉林浩要动真格，水灵儿被吓到了。别看他修炼的是媚功，可是本身却是厨子。他花容失色道：林浩，你不要乱来，有什么事好商量，不要挑战我的耐性，赶紧做出选择。林浩不耐烦的道：看来自己非得做选择了。水灵儿心中不由得追悔，自己没事招惹这个混蛋干什么？现在好了吧，身陷魔爪，今日怕是不能善了。他重叹了口气，相比较自身的清白，他只能选择献出那本遁术，只是心中着实不甘。他得到这本术法是花费了大代价，可感受到男人的手快要触碰到境界，他尖声道：心念一动，一份功法玉简浮现，这便是了。林浩将玉简吸到手中，分出一缕神识，仔细查阅，瞬间被这遁术的精妙所吸引。这遁术可以逆气息，可快速逃离，靠近目标。见男人如饥似渴的样子，水莲儿心中暗恨不已，臭小贼真的是过于谨慎，还怕我作假不成？林浩只是看了少许，便觉得这遁术玄妙无比，绝非造假之作，因此直接将玉简的内容刻录到一个空白玉简之上。林浩刻录完功法，便松开了手。走啊，你怎么不走？他见女人还在这，便开口赶人：你把功法玉简还我呀！这可不行。林浩手里把玩着玉简，淡淡说道：这玉简我要暂扣，以防你反咬我一口，说我对同门出手偷练功法之类的。水莲儿心中一阵无语，气急败坏的离去。小暑热气蒸腾，山上的奇珍异草都有些枯萎。小竹峰的弟子踩着飞剑，施展水系法术，降下甘霖，驱除鼠鬼。那一袭袭倩影洒下清凉的同时，也让诸多男弟子心中火热。闲着没事，便抬头望天，希望能遇到位慷慨的仙子。可他们的运气不佳，抬头望了半天，都没有看见想看的画面。人群中多了一些身穿白色道袍，胸口绣着玄字的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内门弟子中的精英。素日里他们一直在外执行任务，攒贡献点夺机缘，唯恐在仙道上落后于人。但内门大比临近，他们都回来了，准备参加大比。看见那些仰头的男修精英弟子，心中都很是不耻。一群色中恶鬼，岂不知道色欲是长生大道上的绊脚石？不过他们来此不是为了比试堕落男修的，而是为了探听新闻，看一看有没有崛起的新星，提前做好应对之策。星星啊，我倒是不清楚，不过大竹峰出了个狠人。一名大头男修揉了揉酸痛的脖子说道：大竹峰出了狠人，说来听听。这狠人名为林浩，在外门时本是籍籍无名之辈，怎料在外门大比中强势崛起，夺取了魁首。呵，就这？面若冠玉的年轻人眼眸中闪烁着不屑。试问哪个精英弟子不是以外门魁首之姿进入内门的？这就能被称为狠人吗？看来新来的实力不怎么样啊。嗨，你这人别心急啊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这狠人勾结魔道女修，放跑了千头大魔。哎呀，犯下这滔天罪行，这人没有被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？没有。这林浩是封尊主的关门弟子，你应该知道。大头修士压低了声音：玄阴宗上下谁人不知，封尊主最为护短。别说是他的关门弟子，就算是普通弟子犯错，他也会进行维护。这刑法长老就没有去讨个说法？讨了呀，怎么没讨呢？然后便封尊主一巴掌给扇飞了。那人妈撒着下巴，这确实是个狠人，大竹峰的人都招惹不得呀，尤其是那位的弟子。时光匆匆，距离大比只剩下3天时间，崔晴儿终于聚齐9人，和林浩修炼秘术，帮助林浩突破到了筑基后期。朝阳峰掌教宫殿，欧阳掌门端坐在主位，一双凤眸中蕴含着宠溺。雪儿，这次大比你可愿参加？宁清雪，玄阴宗掌门唯一的弟子，盘腿坐在蒲团上，面前的小案桌上平放着一柄剑。他身着一袭黑色衣裙，倾城容颜为施粉黛，眼眸含着明媚。缥缈峰峰主的2位弟子会回来吗？他们在执行一项机密任务，不会回来。欧阳掌门话锋一转，嘴角含笑道：欧阳掌门素知自己这弟子性情高傲，宗门之中的青年才俊很少有能够入他的法眼的。这次大比若是没有他感兴趣的对手，怕是无法让他生出参加大比的念头。缥缈峰那2个小家伙虽说不回来，但那些必死关的老家伙打算让麾下的弟子们参赛，你可以用他们试剑。宁清雪掌身而起，提起桌子上的清风，双手抱拳道：多谢师尊成全，我去练剑了。望着徒弟离去的背影，欧阳掌门的凤眸之中思绪变幻，谁也不知这位仙门宗主到底在想些什么。林浩，来我住处一趟，
我们需要谈谈。这段时间，韩丽月被迫偷听，被撩拨的不行。这天终于忍不住，给林浩发去传音：“韩长老找我，能有什么事？”林浩心中生出一丝疑惑，很快便到了韩丽月的住处。出于礼数，他叩响了门。进来。林浩推门而入，这是他第一次到韩长老的住处。一进去，纱幔低垂，墙壁全用锦缎遮掩，精雕细琢的镶玉牙床，锦被绣青，帘钩上还挂着数枚香囊，散着淡淡的幽香。但林浩却分明从幽香中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看来这位韩长老也是个妙人啊！他正欲开口询问，却被韩长老抢了先。坐。闻言，林浩只好盘腿坐在蒲团上，身前的小长桌上摆放着一口小香炉，散着缕缕紫烟。韩长老，你找我所为何事？林浩，你来此处的时日不短了，你觉得我为人如何？这女人突然问这些是何意？林浩心中默默吐槽两句，该不是春心荡漾了吧？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道：“韩长老镇守这妖塔，兢兢业业，端的是令人敬佩。”韩丽月悠悠地看了对方一眼，柔声说道：“我并不想听这些客套话，我是想知道，你觉得我作为女人如何？”林浩抬眸看了女人一眼，看到女人容颜上那粘稠的媚意，再加上一直在鼻间缭绕的异香，他瞬间读懂了女人的本意。这女人风韵犹存，而且气质典雅，确实让人心动。但想想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，尤其还是王金战的母亲，林浩觉得还是不要横生枝节，于是装傻道：“韩长老胸怀博大，教子有方，堪为人母典范。”韩丽月吃过的盐比林浩吃过的饭都多，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眼眸中闪过一丝失望，自己到底是老了，比不过那些年轻女修。林浩拒绝，他能够理解，但还是很生气，所以态度冷淡了下来。我晓得了。他屈指一弹，将那正在燃烧的香炉弹灭。你走吧，就当今日无事发生。离开女人的住处，林浩不由苦笑一声，自己怕是把这位韩长老给得罪了，怕是以后再想夜夜笙歌需要收敛一些了，否则难保女人妒火中烧，背后给他点了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他有信心在内门大比上大放异彩，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大比前一天，玄阴宗内热闹非凡，百座黑金打造的擂台设立在朝阳峰。由于是在峰之巅，地方全用来建造擂台了，因此并未设立看台，但这并不妨碍修士们观战。内门大比前来观赛的人自身修为都不低，最起码也是筑基初期，踩着飞剑观看一场比赛还是轻轻松松。筑基以下的修士想要观赛也有途径，可以蹭筑基大佬的飞剑，当然这需要付出些许灵石。对于炼气期修士来说，观战高阶修士可以提升自身的修道领悟，付出一些灵石也是值得的。尤其是一些心思灵活的修士，想要趁此机会结识内门的弟子，待到自身进入内门之际，也好有个靠山。玄阴宗内门弟子相较外门少了不少，只有不到2000人，就这还有相当一部分弟子是在外面执行机密任务，所以参加的大比的只有1000多人。一夜无话，清晨起床，林浩便去找韩丽月点卯：“韩长老，我要去参加内门大比，今后这段时日劳你多费心。”女人并未回话。林浩心想，这女人多半还是在生气，但他不可能去哄对方啊，只是在女人的洞府之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便踩着飞剑前往朝阳峰。林浩身负鹅黄色剑匣，登上朝阳峰，看向掌教宫殿，果然看到了风苍月。师尊依然是一袭红色长裙，在一众白色道袍之中甚为显眼，就像是山茶花丛中的白玫瑰。他穿越人群走过去，恭敬地对风苍月施了一礼：“师尊。”风苍月微微颔首，伸出葱白玉指，射出一道流光：“这是给你的，擂台之上好表现，别夺了我大珠峰的威风。”“是，师尊。”林浩知道师尊所赐必然是奇珍异宝，但他忍住心中好奇，没有现场查看。去吧。林浩再次施礼，准备回到擂台前，等待大比开始。跟去时不同，回去的路上他听到不少议论声，实则是因为刚才并未有多少人认出他来。玄阴宗上下加起来近3万人，每月发生的奇事数不胜数。他勾结魔女的热潮早已被淡化，可当众人看到他向风苍月行礼，那尘封的记忆被唤醒，开始对他指指点点。就是这位勾结魔女的狠人，放走了千头大魔，有近100名我宗弟子因为此事而丧命。刑法长老想要对其施加惩罚，反而被风尊主一巴掌扇飞，因为他多少人受到了牵连，真是个人渣败类啊！他怎么还有脸带到宗门？哼，一群阴阳人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吗？林浩嘴角一挑，眼眸中翻着冷意，就要开口回对，但他尚未开口，却听到清冽如山泉的女声：“你们把道听途说当成真相，对得起修士的身份吗？连基本的是非都辨不出，修行都修到狗身上了吗？”冷逢春一袭白衣，身后附着长剑问心，浑身散发的阴气令多少男儿自行惭愧。你是谁？凭什么为林浩强出头？一名三角眼修士眼珠子翻动，嘴角勾起一抹贱笑。莫非你也是他的姘头？正问心出窍，幽寒的剑尖直指三角眼的咽喉。不会说话，我可以让你永远闭上嘴。三角眼冷汗直流，他能感受到女人身上森然的杀意，他两股战战，声音发颤道：“道友，有话好好说。”铿锵，问心归窍，三角眼仓皇奔逃，消失在人群中。林兄，冷逢春双手抱拳，脸颊上浮现2个梨窝。好久不见。林浩温润如玉的笑道：“
他对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子本来就观感颇佳，更何况方才对方为他强出头，这份情谊要记在心里的。道兄，希望在这擂台之上能与你再战一场。冷逢春清瘦的身躯爆发出滔天的战意。林浩拍了拍身后的剑匣，笑说道：“这剑匣还很空。”冷逢春洒脱一笑：“若这次胜，我要娶回青鸟；若这次败，这问心便赠与你。”可以。两人只是惺惺相惜，算不得密友亲朋，互下了战书，便各自准备即将开始的大比了。林浩找一空地盘腿而坐，取出师尊赠与他的法宝，这是一枚剑丸，跟剑道符宝一样，剑丸可斩出一道剑光。不同的是，符宝一旦使用的次数多了，便会灵性消散，而剑丸可以一直使用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剑丸须得元婴修士，耗费数十年心血方可炼制，非嫡亲血脉，元婴大修士怎肯炼制？师尊这份情很重。林浩手握剑丸，爱不释手。他现在使用这枚剑丸，虽不能发挥全部威能，但关键时刻使用会有奇效。而且这枚剑丸是为杀剑，凶性十足。功法类的法宝讲究的是一剑出斩万物，他觉得这种战略型底牌在那门大比上使用实在是浪费，因此十分珍视地收回到储物袋中。他抬眸看向擂台，然后拍了拍身后的剑匣，向小圆，随我出征。这次大比采用的是纯淘汰制，1对1，胜者晋级，败者出局。而且比赛对位安排由一位太上长老负责，十分的神秘，直到该上擂台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。虽然参加这次大比的人数众多，但由于个体之间的实力差距，其实比赛进行得很快。林浩抽到了第3批出场，也就是等了1个时辰，便登上了擂台。看见首战对手，他倍感惊诧。王金战，双方刚交手不久，那次林浩是胜者，没想到首战会遇到让自己折戟的男人。王金战心中激荡起战意，他觉得冥冥之中这是上苍给他找回场子的机会，所以他激昂道：“战吧！”林浩嘴角微微一勾，颇有些无奈地说道：“其实没必要，你打不过我的。”他说的是事实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，因为他查探出对方的修为仍然停留在筑基初期，境界上的差距犹如天堑。王金战却是认为对方过于狂妄，他始终觉得自己跟对方只是棋差一着，努劲便能战胜，甚至是以碾压之姿取胜。因为他在剑道上有了新的体悟，他有信心战胜一切同阶敌。林浩，来战吧！面对如同斗鸡一般的对手，林浩无奈道。台下，韩丽月来观战了，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在首战遇到林浩，他很清楚后者的实力，自家儿子绝非后者的对手。念及此处，他不由感到一丝无奈。这一战之后，恐怕乍儿的道心会受损，但是不破不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有至死地而后生的无畏。乍儿加油！听到母亲的助威，王金战更是激动，率先发起了攻击。他调动全身灵力，展出一道璀璨的剑芒。见林浩即将被剑芒淹没，他嘴角勾起一抹自信。然而结果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。只见林浩身后凝聚出2只灵气大手，摧金断玉般捏碎了他展出的剑芒，并且一巴掌向他扇来。太快了，根本避无可避。砰！王金战直接被扇得倒飞出擂台，身在空中，他的脑子成了一团浆糊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跟他的差距已然这么大了吗？任谁也没想到林浩会一招败敌。来观看此战的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他们都清楚外门大比时，林浩和王金战实力相差无几。王金战是吃亏在体力和灵力消耗过大，以及过于骄傲自满。可怎料这一战王金战已然拼尽全力，却还是被林浩一招击败。蒋明飞缩在人群中，见林浩大展神威，不由得感觉脖子一凉。还好自己没有作死亲自去挑衅，而是借了蒋舒言的刀。只是不知怎么回事，蒋舒言那里一直没有消息，不管有没有给林浩教训，最起码有个回信啊。他按捺不住心中焦急，却又不敢询问，毕竟那个女人真的不好惹。恰在这时，他收到了蒋舒言的传音，让他到后山一趟，应该是说林浩的事情。他心怀忐忑地挤开人群，前往后山。王金战躺在地上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上次外门大比，他大意轻敌，被林浩轰下擂台，一直心怀芥蒂，因此没日没夜的修炼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以碾压之姿战胜林浩。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今天这个局面，他居然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下来。两人的实力差距犹如一道鸿沟，根本不可能跨越，令人感到无比的挫败。他感觉自己的道心濒临破碎。乍儿，失败并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沉沦于失败。韩丽月将倒地的儿子扶起来，温声说道。王金战脸色痴然，苦笑道：娘亲，我并不怕失败，可我不知道自己跟他比到底差到哪里了。为什么他的实力会提升那么的快？韩丽月悠悠地看向林浩的背影，心中泛起一丝苦楚。乍儿啊，你怕是这辈子都无法追赶上他了。他比在场的人都要了解林浩修为提升的恐怖之处，所以他更加绝望。但内心的绝望不能在儿子面前流露，否则儿子的道心真的会破碎的。乍儿，你无需跟他比，你只需要踏实修行，终有一天会站在道之巅。娘亲，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要知道自己也是修道天才，而且修行一道比拼的不全是天资，还有福缘、毅力。王金战重点了点头，攥拳道：娘亲，我明白了。
他凛然看向林浩，心中暗自起誓，终有一天要战胜对方。林浩能受到那对母子的目光，但并未放在心上。他觉得经过这次大比之后，他与这对母子将不会再有交集。林兄，恭喜你首战告捷。冷逢春震惊于林浩的实力，深知自己不是其对手，因为两人相差了2个小境界，这不是光靠剑道就能抹平的差距。他顿感跟林浩比起来，自己还是不够努力，因此他打完第1场战胜对手之后，就退出了本次大比。他要回去闭关，希望于剑道一途能有新的体悟，这是他唯一能够再与林浩一战的机会。林浩目送冷逢春洒脱离去，心中暗祝对方修剑有成。这位英气勃发的女子，还有香消玉殒的向小圆，是唯二他见过却并不愿占有的貌美女子。由于本届内门大比采用的是淘汰制，因此比赛进行得极快，不到1天的时间，首轮战便结束。除了战败的，还有部分胜者或因为受伤，或因为其他，跟冷逢春一样选择退出比赛。只剩下不到500人参加第2轮。林浩第2战的对手是位筑基中期的中年人，此人在内门修行多年，年岁着实不小了。若是这次大比不能杀到前100，便会被下放到灵石矿山等地方当个4级长老。离开内门，意味着所能获得的修炼资源会大幅的削减。他很想赢，可惜他遇见了林浩。两人交手10招，林浩身上尚未出汗，便击败了对手。熟悉林浩的外门观众震惊了，林浩是才突破筑基的，怎么这么轻易就战胜了老牌筑基强者？他现在是什么境界？筑基中期，怎么可以突破这么快？内门观众更是妈了，他们很多都认识那位中年人，老牌筑基中期，实力相当可以，也有不少去看过外门大比，知道林浩，都认为才突破筑基几个月，能有多强？谁料老牌筑基强者连林浩的衣角都没摸到，便战败了。掌教宫殿，欧阳掌门见林浩轻松战胜对手，圣洁的玉脸之上不由荡起一抹笑意。风师妹，你这位小弟子实力不错嘛，再打1轮便挺进了内门前100，即使你那2位弟子不回来，你大竹峰也不缺领军弟子了。风苍月慵懒地躺在火莲台上，如玉般的小脚踢着3个火球，跟清雪师侄比起来还差得远。闻言，欧阳掌门不由得微微摇头，师妹，你拿林浩跟我唯一的弟子比，岂不是在占便宜？风苍月2条极好看的眉毛微微上挑，什么叫占便宜？我这不孝徒弟是吃亏的好吧？吃亏在年轻，不过年轻也是一种优势，他未来可期。倒是清雪师侄这些年沉浸于剑道，不然早就该结丹了。你也知道，清雪那丫头脾气犟，只有觉得自己的剑道无法更进一步，方会考虑结丹的事情。哼，确实挺犟的，但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夺取第1并不难。欧阳掌门微微摇头，叹声道：太上长老们的弟子也参加这次大比，清雪未必能够占优，他能冲进前3，我已是心满意足。风苍月将3颗火球踢向苍穹，撇撇嘴说道：老不死的能教出什么徒弟来？缩头乌龟吗？师妹慎言。风苍月无所谓的说道：当着他们的面，我也敢这样说？呵呵。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：谁惹我们的火丫头了呀？火气搞得这么大。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凭空出现，欧阳掌门连忙起身见礼道：鲁师叔。风苍月却是不动，懒洋洋的说道：你这老官竟舍得出关，不怕死了吗？师妹。欧阳掌门怪对方不敬太上长老，就要开口训斥，却被鲁长老阻止。火丫头，只许你关自己徒弟的战，就不许老夫为弟子助威吗？随你。风苍月挑眉道：呵呵，火丫头你还是跟年轻时一样性烈如火，我现在就很年轻。内门大比进行到第3轮，剩下的选手中几乎没有弱者。林浩的第3战的对手名叫蒋舒言，这女人和他一样，同为筑基后期。由于她长相绝美，身姿曼妙，再加之蒋家天之娇女的身份，她的追求者众多。台下无数男修士为她加油助威。你是想打赢我，晋升到内门前100，好从锁妖塔离开吧？我偏不让你如愿。蒋舒言对林浩所作所为有所耳闻，所以对林浩很是反感。说完，率先发起攻势。虽然腰间配有法剑，但他走的并不是剑修之道，而是用的一柄8棱金锤。磨盘大小的金锤被纤细的手掌握着，却爆发出爆裂无比的气势。轰！大锤轰开了气流，携带着万千金色灵气，兜头砸向林浩的脑袋。电光火石间，林浩抽出一柄无鞘剑，随着灵气的灌入，剑身散出的光芒暴涨至3丈。定！女娇娥攻势猛烈，大金锤携带恶风，剧烈的反差令台下众修士无比拍手叫好。林浩却是轻盈如燕，剑芒磕开金锤之后，当即贴身上前，刺、挑、劈、磨、挽、撩。他用的尽是基础剑招，招招平淡无奇。他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轻舟，看似随时会落得个粉碎的下场，可偏偏能够恰如其分地破解掉敌人刚猛的招式。掌教宫殿中，小竹风之主慕容庆雪眼眸中异彩连连，他始终觉得林浩适合拜在他的门下，跟着风苍月那女人实在是明珠蒙尘。林浩这小子真不错，将剑招之轻灵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若是再辅至我们小竹峰的游龙步，端是一位折剑仙。风苍月本来在和太上长老鲁以较劲，乍然听到慕容庆雪的一番话，旋即将画风对准了后者。学了游龙步去当采花贼吗？他这一句话
便拿捏住了小竹峰之主的要害。哼！慕容庆雪冷哼一声，却并未反驳，因为对方说的是事实。他的三弟子鬼迷心窍，利用游龙步摸进了其他疯女弟子的洞府中，强做了夫妻。这一禽兽行为令他自创的游龙步差点成了笑柄。慕容庆雪光洁的额头轻蹙，正准备反唇相讥，却被台上的一幕吸引到了。蒋淑妍使用的金锤与自身的消耗甚大，久战不下，心中不禁焦躁起来，于是把心一横，将体内所剩的大半灵力尽数灌注到金锤之中。得到灵气的浇灌，磨盘大小的金锤暴涨至3间房屋那么大，遮盖住小半个擂台。台下的一众修士看着小山式的金锤，不由得吞咽一口口水。还好他们对这位女仙子的非分知晓，没有付诸于行动，否则挨上一锤，非死即伤。林浩定然要顶不住了，还不快快磕头求饶，晚一会便要成为一滩肉泥。我真希望舒颜仙子能够一锤砸死他，反正在那门大比的擂台之上，失手杀死对手也很正常。对，勾魔之人只是被罚打扫镇妖塔，这惩罚实在太轻了。若是真被舒颜仙子锤死，封尊主在护短也是说不出来什么的。蒋淑妍高举着金锤，给人一种遮天蔽日的观感。林浩心中感叹，若是被这巨锤砸中，非得成为肉饼不可。他也听到了台下人的议论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死在巨锤之下，除非是投剑认输。但面对这小山般的压迫，他反倒是不再游动，而是拍了拍身后的剑匣，一柄赤色长剑从剑匣中飞出，剑上镌刻着2朵火莲，这是师尊馈赠于他的剑。嗡！体内的火灵力灌入，那2朵火莲发出妖艳的红光。当蒋淑妍扛着巨锤冲过来时，林浩不后退，反而迎了上去，倒拖着的长剑耀着璀璨的剑芒，轰！剑劈斩在金锤上，虽如绣花针刺大象，却爆出惊人的威势。金火2种灵气碰撞，爆出阵阵声浪，但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势均力敌。不过掌教宫殿的大佬们却是能够看出，此战林浩要胜了。以轻盈之剑正面对抗重兵，而不落下风，这本就能证明林浩的灵力之浑厚，胜负只在一念间。果不其然，林浩轻笑一声，体内的火灵力滔滔不绝，如同奔涌的江海，尽数加持在火灵剑身。长剑有灵，发出一声凤鸣，继而光芒大作，斩出滔天火海。烈焰炙烤之下，那小山式的金锤迅速的干瘪，很快就恢复到磨盘大小。林浩抓住战机，驱指弹了一下剑戟，长剑一震，直接将金锤挑飞，随之身形一动，冲到女人面前，手如爪扣向女人雪白的脖颈。手感有些不对。林浩的眉头皱起，刚才那一抓手感很不对劲。他回头一看，自己的手抓向的居然是女人的胸口。本来他是想扣住女人的脖子，让其彻底丧失反抗，谁料女人下意识的身体躲避，让他扣错了目标。众目睽睽，热意滔天，蒋淑妍脸色绯红，强弩之末的躯体却是爆发出一股异样强大的力量，挣脱林浩控制，然后含怒出手。但毕竟是耗尽了灵力，招式虽然狠辣，却不够持久，3两下便又被林浩彻底制服。林浩胜！裁判长老宣布道，这就赢了。台下众修士感到不可思议，他们始终觉得舒颜仙子要略胜一筹的，林浩这伪魔将会成为一团烂肉，烂得发臭。可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，这厮实在无耻，赢就赢了吧，还伸手辱舒颜仙子的清白，非君子啊！他本就是败类，又怎会在意他人目光？舒颜仙子实在是凄惨，输了比赛还被占了便宜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林浩凭什么可以如此迅速的提升修为？我记得半年前他还只是个炼气6层的底层修士。此话又把人们注意力放到了林浩的境界上，纷纷顿时震惊又好奇，莫非他是不世出的天才？呵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林浩这厮能有今天，靠的是双修掠夺原因。一个长着9槽鼻的矮胖修士滔滔不绝，若不是那些下贱女修跟他双修，他一个资质中下之人岂能修到筑基后期？闻言者皆惊。这位道友，你说的全是胡话吧？林浩被罚在锁妖塔，平日里都出不来，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，怎会有女人跟他双修呢？矮胖修士一脸的贱笑，压低声音说道，任你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。林浩在外门时就有个姘头，似乎叫什么崔晴儿，就是这女人在中间牵线，以至于时常有美女修士进出于锁妖塔。矮胖修士颇有说书的天赋，到了关键之处便会停顿。听众被撩拨的心痒难耐，不禁催促道，可按道理说，即使有双修之法，他的修为也不会提升这么快啊。矮胖修士2只小眼一眯，嘿嘿怪笑道，这你们的见识就太浅薄了。林浩他所修炼的双修之法很明显不同于藏经阁收录的呀，我觉得他的双修之法极有可能源自合欢宗。竟是合欢宗吗？众人议论纷纷。合欢宗亦正亦邪，所奉行的门派宗旨是有教无类，而且不会插手弟子的成长。野蛮成长的结果就是欢喜宗的弟子善恶难辨，正是可以几危扶困，恶时会强抢散修，用于双修。不过合欢宗顾名思义，还是着落在合欢2字上。对此，男修士是神往之，而女修则是闻之色变。闻次，4周女弟子顿时在心中将林浩归为邪修，打上了危险符号。林浩修邪门功法，这必须上报宗门啊，对其施加惩罚，以正门风。
没错，邪道宵小，必须除之勿近。矮胖修士却是摇头，淡然说道：你们的想法太天真了，宗门可没有规定弟子不准修炼双修功法呀。可是他明显是邪修啊，这都不惩罚的话，人人效仿，宗门岂不是要乱套？矮胖修士驳斥道：林浩并没有逼迫那些女修和他共赴极乐，即使宗门想要惩罚，也苦于没有证据啊。可以找到和林浩双修的女修士，让他们出面作证，让林浩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听到众人的议论，蒋淑妍心中百感交集。他很清楚林浩的修为是如何提上去的。那位矮胖修士只说对了一半，林浩的双修功法确实神奇，但并没有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。其实更神秘的是他的体质，不知是什么样的体质，竟能完美的契合双修功法。这林浩若是在合欢宗，简直是如鱼得水。至于那些修士想要让林浩受到宗门惩罚，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知晓和林浩进行双修的女修士都得到了好处，自然不会出面撞到恩主的。而且这还事关他们的声誉，虽说修士不应被浮名所累，但想要寻求到出色的道侣，还是要在意声名的。大比进行到第3轮，所剩的弟子都是各峰的精英，因此各峰之主都有关注。林浩强势战胜蒋淑妍，缥缈峰峰主的脸色有些不好看。虽然蒋淑妍不是他的弟子，但毕竟是亲传，败于他所认为的无名小卒手中，令他很没有面子。他一甩袍袖便离开了。风苍月并未说什么，他不屑打趣别人。慕容庆雪却是忍不住开口说道：平日里不是自诩缥缈峰5峰第一吗？怎么培养3年的亲传，还不如大竹峰的新晋亲传？哼！缥缈峰峰主重重的哼了一声。诸位峰主之中，他的修为最高，而且脾气暴烈，也就慕容这个女人敢于挤兑他。以前他还会反驳，后来发现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，就不再多言。风师姐，我可是在为你大竹峰出头，你就不感谢我2句吗？是你自己愿意的。风苍月冷冷说道。他无心跟慕容庆雪斗嘴，他在思索自己这个小弟子为何修为进境如此之快，比他的大徒弟还要快。要知道他的大徒弟是世间罕见的9阳之体，天生清和火灵气，修行火属性功法，可谓是1日千里。从炼气到筑基，只用了1年半的时间，堪称妖孽。但跟林浩比起来，还是差了一截。莫非这小子？风师姐，你的宝贝徒弟修行速度如此之快，看来是走上歪路了。要是跟我小竹峰，就不会。慕容庆雪挑着秀眉说道。其实慕容庆雪所说正是风苍月心中所想，但他怎肯让别人说他的弟子？针锋相对道：以教徒的水平，我是真不敢恭维。采花贼，还有谁说那就一定是歪路？3000大道都可成仙，只有找到适合自身的路，才能在修行之路上走得更远。他突破这么快，战力还超过同阶天骄，说明那就是最适合他的路。击败蒋淑妍，闯进大比前100，林浩完成了预期目标。不过他没有选择激流勇退，主要是大比的奖励挺丰厚，闯进50强便能获得一件黄阶上品法宝。他决定搏一搏。50强晋级赛将于次日进行。他本想着回锁妖塔，不成想收到了师尊的传音，让他过去一趟。按照门规，他除了能参与大比之外，不能有其他逾矩行为。可执法队不敢招惹他的师尊，只能由着他去了。林浩踩着飞剑飞到大竹峰山之巅，师尊圣洁的脸上并无什么表情，不过微微勾起的足背却是表明他内心有些焦躁。师尊，林浩施了一个弟子礼。风苍月淡然道：不必多礼，你过来。师尊要求不敢不从，林浩只得褪去鞋子，踩着柔软的妖狐皮毛走到师尊面前。2人之间相隔不过2尺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师尊如此之近。那张倾国倾城的神颜，近距离观之更令人为之惊艳。一绺青丝在额上微微摇曳，黛眉若远山，一双凤眸流盼妩媚，秀挺的摇鼻，玉腮微微泛红，娇艳欲滴的唇如玉脂般的雪肌，令人有种把玩的冲动。再加之师尊身上有股独特的香味，怕是无根之人见之都会为之悸动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话说一半，林浩陡然惊醒，惊慌失措道：义子。不成想风苍月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头。林浩，你入门多久了？3年0.5个月。风苍月挑起秀眉道：我记得半年前你是炼气6层，3个月前方才筑基，在外门大比上夺魁，而这3个月你更是从初期晋升到了后期，走完别人2-3年甚至8年10年都不一定能走完的路。能告诉我你的修行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？林浩自知瞒不住，也不想瞒，他不卑不亢道：师尊，弟子所修的乃是双修之法，把你弟功法拿出来让我看看。他这双修之法不过是从藏经阁中兑换的，本身并不珍贵，何况风苍月还是他的师尊，所以十分干脆地拿了出来。风苍月分出一缕神识查看玉简，发现这不过是极为普通的双修之法，并不是传言中的合欢宗地功法。他不由得更为惊奇，这种普通双修术宗门道侣都会使用，可没人能达到林浩所呈现的效果。怕是跟这小子的体质有关。他伸出一只纤纤玉手，点在林浩的眉心，轻启朱唇道：不要反抗。以风苍月的修为，想要对自己不利，根本抵挡不住，因此林浩坦然面对。他感受到一股温热的灵气在浑身经脉中游走，约持续了半盏茶的功夫。风苍月收回灵力，
眼波中流露出一丝古怪。林浩，你进行体质觉醒时是什么体质？不知师尊为何如此发问。林浩沉思片刻，方才说道：我不知道，负责觉醒仪式的长老只是说我的体质普通，不过后来修炼时，我察觉到自己的体质有一丝的不寻常，似乎非常契合双修之法。师尊，莫非我这是什么罕见体质？风苍月略微摇头，抿一下红唇道：倒非罕见，只是有些许特殊罢了，你不必挂怀在心上，之前怎么修炼，之后还怎么修炼即可。林浩点了点头，他觉得师尊肯定知道些什么，但对方不愿说，他身为弟子也不好再发问。林浩，你在这次大比中表现不错，但之后的对战会愈发的艰难，尽力即可，莫要拼命，明白吗？弟子知晓。好不容易见一次师尊，林浩趁机将修行术法上的疑惑悉数说了出来。风苍月修为高深，随意指点一句，便林浩受益匪浅。师徒二人坐而论道，一直到第二日天明。内门大比50强晋级赛，林浩的运气不太好，抽到的对手是位老牌筑基后期，这人在这一境界停留了数年，不管是法力积累还是法宝符箓的积攒都颇为深厚。林浩使出浑身解数，方才艰难取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跟他有赌约的水灵前来观战了，他在昨天第2轮就晋级赛失败了。当他看到林浩第4轮获胜，晋级50强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得不太好，暗怪自己之前低估了对方，为什么不定个闯入内门前10的目标，这样即使对方耍什么手段都是无法完成的。现在好了，难道真要委身于那个色胚子？正当他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，峰回路转。25强晋级赛，林浩抽到的对手是剑道美女宁清雪，宗主唯一的弟子，同时也是本届大比的夺冠大热门。臭小贼，祝你被宁清雪打得下不了床。擂台上，宁清雪一袭白衣长裙，怀中抱着一柄剑，一双丹凤眼古井无波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他并没有任何的轻视，只是在实话实说，可那高冷的气质令台下众修士激情澎湃。好美的女子，林浩打量女子一番，心中不由生出感慨，这女人的容颜之美仅次于师尊啊！白衣胜雪，肌肤胜雪，风华绝代，就是用来形容她吧。再加上自身高绝的修为，难怪万千难修沉沦。就连阅美无数的林浩心中都不由泛起了涟漪。你出手吧，我不会不战而降。从台下的议论声中得知，这女人乃是筑基大圆满，不同于普通筑基修士，她随时能够结丹，而且金丹的品质不会低，但因为想磨砺自身剑道，才不愿结丹的。打不过，真的打不过。然而他仍然想与之一战，看看自己跟对方的差距有多大。这林浩真是没有自知之明，宁仙子让他投剑认输，他不知好歹非要挑战，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这样也好，让宁仙子告诉他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妄图挑战剑道天才，不是吃便是傻。哼，你们这群连擂台都上不去的人，又有什么资格对林浩评头论足？崔晴儿眉头微皱道：我认得你，林浩的姘头，你找死不成？两拨人吵作一团，只不过崔晴儿是单力薄，很快便被骂得落荒而逃。掌教宫殿，慕容庆雪慵懒地歪在软榻之上，两条小山眉微微上挑。林浩的幅员太浅薄了，居然遇到了清雪失职，怕是要被打得站不起来了。缥缈峰之主对林浩击败蒋淑妍一直是耿耿于怀，这好不容易抓住机会，怎肯放过嘴瘾的机会？慕容师妹所言不差，清雪失职堪魏宗门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，对付一无名小卒，只需一剑即可。欧阳掌门微微摇头，面色更是凝重地说道：金雪尚担不起第一人的称号，太上长老们的弟子都很优秀。风苍月面色不善，冷然说道：掌门不必过谦，清雪的实力在年轻一代中确实是独一档的存在，但想一剑击败我的弟子，呵呵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风苍月护短在玄阴宗是出了名的，小竹峰和缥缈峰两位尊主见其面色不善，自然是不愿再出言得罪，纷纷缄口不言，只是关注着擂台之上的两人。争宁清雪的拇指推了一下剑护，如同雪龙一般的剑身露出少许，溢出一丝冷冽的剑意。你这份无畏，值得我拔剑。铿锵，怀中法剑被拔出鞘，擂台之上剑光四射，宁仙子居然拔剑了，这林浩被斩死也值。台下众修士慷慨激昂道，林浩却是没有理会，他的心都沉在与宁清雪一战之上，他想看看自己跟绝世天才之间到底差距多大。身后鹅黄色的剑匣中飞出一柄火红长剑，不仅修为弱于对方，就连法剑都相差了2个档次。没人认为林浩能赢，甚至没人认为林浩能够接下宁清雪一剑。不同于其他修士嘲讽林浩的不自量力，宁清雪却是很重视对方，面对强者仍然敢于拔剑，本就是他追求的剑道。战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剑我会尽全力。宁清雪的声音轻柔，但浑身却散发着惊天战意，恍如一尊女杀神。她素手一挥，那柄雪龙般的长剑展出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气，弯月式的剑气展开云气万千，展开清风万里。面对这道惊天剑气，林浩的脸色有些发白，不愧是玄阴宗青年一代中的剑道第一人，这剑气足以镇压同代人。呵，这剑气威势无匹，寻常金丹都怕是接不下来。林浩凭什么？
活该！谁让他没有自知之明，死在这擂台之上也是活该。众人议论间，一道火焰升腾，照亮了半边天。火焰剑气与弯月剑气碰撞到一起，有种冰消雪融的诡异美感。但火焰剑气明显不敌，顷刻间便被一斩为二。弯月剑气威势不减，朝着林浩斩去。玄火盾，林浩舌战春雷，手里的3张符箓化作黑火，凝成一面面盾牌。轰轰轰！剑气斩3盾，威能被消耗掉七七八八。林浩心中震惊，这位内门第一美女实力强得可怕，若非自己能够绘制2阶中品防御符箓，怕是连其一招都挡不住。宁清雪没想到对方居然能够接下自己一招，丹凤眼流露着欣赏，但他并未选择收手，而是调动周身全部灵力，准备再斩一剑。他始终觉得对于对手的最大敬意便是全力以赴。雪龙剑绽出一道银白色的剑气，这剑气如匹练似巨龙，以展开清风的速度快速斩向对手。林浩感到了死亡威胁，由于尚未从上一道剑气中缓过来，所以他选择暂时躲避。可那剑气受到持剑人的气机牵引，如同复古之躯，死咬着他不放。嗡！新铁铸造的擂台被剑气离出一道深深的沟壑，避无可避，一味逃窜更不是办法。林浩咬了咬牙，灵气鼓荡，外衣被体内狂暴的灵力所震破，露出宛若金刚浇筑的身躯。星爆！全身的火灵力汇聚于他的指尖，化作一团小火球。发白的火球主动撞上银龙剑气，轰轰轰！火球连续爆炸，虽未能消磨掉剑气，但却让其暗淡了3分。嗡！林浩弹了一下火灵剑的剑脊，剑匣向小圆中渲然飞出2口飞剑。他脚踩着一柄飞剑，手里提着一柄，肩上飞着一柄，毅然决然地冲向银龙剑气。蚍蜉撼树，螳臂当车。围观修士对于林浩的行为给予盖棺定论。上一招不过是借用符箓力量，这一招他靠什么挡？肉身吗？可笑！没人觉得林浩能够挡下来，包括他的支持者。崔钱儿一双美眸中溢满了担忧，这臭小贼是不是吃傻了？一场大比而已，干嘛这么拼啊？目前的成绩足够抵消打扫镇妖塔的苦差，再拼下去意义何在？嗡！剑气断飞剑，剑气斩肉身。林浩的胸口被斩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，那寒光洞彻骨髓。他调动浑身所有的火灵力，修补残破的肉身，勉强抵住剑气侵袭。3柄飞剑断的只剩下师尊赠与他的火灵剑。他提着断剑回望台下众修士，勉强找到冷逢春。抱歉，你给的轻鸟断了。冷逢春身负长剑，眼眸中闪过一丝莫名的情愫。他解下长剑问心，直接甩到擂台之上。林道友，这把剑给你用，断了也无所谓。这英气勃发的女子性情若豪杰。林浩接过问心，挽出一个剑花。宁道友，这次我要先攻了。其实他已经强弩之末，灵力耗损大半，已经无法正面再接对方一剑，但明知自己不敌，也要主动拔剑，这是他的道。眼前这个男子跟自己相差一个小境界，居然能够接下自己2招，值得敬佩。宁清雪迎着那道炙热如烈阳的剑气，再次挥动雪龙剑，嗡！一剑便将男子斩下擂台，身体宛若破麻袋，在地上翻滚好久才停下。3剑被轰下擂台，林浩凄惨的样子令对他有所怨恨之人无不拍手称快，可那些关心他的人却是立马冲了上去。崔钱儿跪坐在地上，将他抱在怀里。林浩，你是不是傻？明知不敌，为何还要应剑？林浩淡然一笑道：修道不只是为了长生，还是为了让自己随心所欲。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跟玄阴宗青年一代的剑道第一人实力相差有多大。3剑被斩下擂台，他的道心并未破碎，反而更加坚定。宁清雪就是他现在要追赶的对象。林道有你这种拔剑精神，令人很是敬佩。冷逢春2条英气勃勃的眉毛凝着一丝敬意。林浩将长剑问心递给对方，苦笑一声道：感谢冷道友的赠剑之恩，这柄剑没有折断，那把青鸟我会找炼器大师进行修复，然后再归还于你。冷逢春接过问心剑，插回到剑鞘之中，笑着说道：些许小事，道友不必挂怀于心。至于青鸟，待到我与道友一战，有了胜负之后再行定夺吧。这女子真的洒脱，林浩心中感慨一番，不由得闭合上双眼。身体上的疼痛以及灵力耗尽的虚弱感一起袭来，他有些扛不住。与此同时，掌教宫殿3位封主唇枪舌剑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小子，怎么可能会是清雪师侄的对手？缥缈风之主一脸兴奋地说道：掌门，恭喜啊！清雪所展现出的实力，夺得大比第一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欧阳掌门闻言只是谦虚一笑，清雪只是胜在修行岁月长，若是再给林浩3年时间，胜负犹未知。没错，我挺看好林浩，他成为宗门青年一代中的领军人物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慕容庆雪说道。风苍月没有接话，直接飞出掌教宫殿，前往查看林浩的伤势。服下这颗丹药。林浩接过一颗红色丹药，服下之后立马感觉到体内灵气急速恢复，胸前那道可见骨的恐怖伤口肉眼可见的愈合。圣元丹。一名老年修士惊呼道，他认出来风苍月给林浩的是一枚4阶丹药，这是元婴期修士用来保命的圣药，没想到风尊主会将此药送给小筑基弟子用以疗伤。林浩强挣扎起身，嘴角牵出一抹笑道：多谢师尊。
风苍月面无表情，淡然说道：“应接宁清雪3剑，你是不要命了吗？师尊，我不必多言，好好养伤，然后再来找我领罚。”师尊离开后，林浩顺势倒入崔晴儿怀中，悄声说道：“在我师尊面前，你妖族身份都未曾暴露，我很好奇你施展的是什么法术。”崔晴儿妩媚一笑道：“想知道吗？我偏不告诉你。女人，你是在玩火。”林浩在女人耳边低语道：“晚上来找我。”崔晴儿闻言，心中却是一喜，低声说道：“好。”林浩闯入内门大比前50，这优异的表现足以免除打扫镇妖塔的苦差，更何况还有风苍月给他背书，因此无需再去镇妖塔，他直接返回了自己洞府。好久未居住，里面都积了一层灰尘，他使用浮尘符和净水符打扫了一番，方才打坐疗伤。到了晚上，崔晴儿如约而至，修炼交流后都受伤了，还这样做，你不心疼我，也得心疼自己。崔晴儿埋怨道。林浩目视洞府的顶部，双眼有些迷离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最为清楚，再来一次都没问题，就是不想而已，不想。”女人眼眸中闪过一丝哀怨，本以为经过刚才交流，两人之间缓和了许多，谁知对方又说出如此绝情的话。你们什么时候行动？崔晴儿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本来趁着大比是最好的机会，但为了不牵连到你，只能另寻时间。”哼，这么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你不成？本就该如此。女人勾一下眼眸，悠悠说道：“我虽为妖族，可也是重情之妖，怎肯伤害你？而你对我这么无情，实在令我伤心。”言罢，女人竟双眸含泪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女人一哭，林浩倒是颇感无奈。崔晴儿确实没有做过伤害他的事，反而一直尽心尽责地给他找来女修。可以说，没有崔晴儿，他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提升修为。尤其是这段时间对他态度冷淡，故意无情对待，女人还是不离不弃，端的是痴情。念及此处，他抱了一下女人。崔晴儿将脑袋凑到男人怀中，在其身上抹眼泪。林浩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说来听听。林浩的手在锦缎师的肌肤上拂过，心中却是猜想，女人所说的事情应该和小狐狸有关。果不其然，以后你不用去镇妖塔了，便和公主断了关系吧。她在妖族的地位尊崇，和她搭上关系会让你受到牵连的。而且若是被青山妖王知道你和公主，除非你一直待在玄阴宗，否则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青山妖王都不会放过你。林浩双手捧起女人的脸，问道：“你是在为我考虑吗？”当然。其实他知道女人说的有道理，跟小狐狸保持关系，若是暴露了，不管是自己的宗门还是妖族那边，自己都不好收场。可小狐狸是自己的女人啊，就这样断了关系，他是真舍不得。沉思片刻，他叹声道：“正如你所说，我不用再去镇妖塔打扫，贸然前去必然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，所以还是不去为好。你能这样想太好不过了。”崔晴儿灿然一笑，百媚生，这样才不会被人拿捏把柄。第二天，内门大比决赛日，林浩早早来到会场，抢占了一个最佳观赛点。为了更加舒适的观赛，他特意在房室买了一把门板宽的阔剑，坐在上面四平八稳，还在剑身上摆放着一方小桌，灵果灵茶一应俱全。其余修士见其悠然自得的样子，不由暗怪自身痴傻，居然没有想到这一妙法。但眼光更毒的修士却是心中为之一震，他们震惊林浩的灵力深厚。虽然炼器修士都可以御物，但物体的重量越大，于自身的消耗便越大。林浩能够御使门板宽的阔剑如此惬意，可见其灵力远胜寻常筑基修士。对于周围艳羡的目光以及那窃窃私语，林浩浑不在意，他的心思全放在即将开始的决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宁清雪这一战的对手正是太上长老鲁乙的弟子。宁清雪力压一众太上亲传，站到决赛的擂台之上，着实令人感到惊艳。但他的对手更是恐怖，从参赛至今一招未出便败了朱迪，是真的一招未出，因为所有的对手都破不开他的防御，要么是活活累脱，要么是自行认输。之前林浩一心备战，并未关注到这一点，现在他很好奇，这位太上亲传凭的是什么？决赛之战由大长老亲自主持，身穿玄色道袍的老者漂浮在半空中，语调威严道：“内门大比，龙虎相争，生死自负，各安天命。现在我宣布，决战开始。”嗡！宁清雪拔出身后的雪龙长剑，银光尽情地倾泻于天地间。他直接拔剑，说明他非常重视对手。宁仙子一路走来，几乎都是一招败敌。我觉得他能战胜鲁不平。虽然宁仙子很强，但我看好鲁师兄，因为他一招未出就败尽朱迪，显然实力更强。宁鲁二人各有支持者，台上人尚未交手，台下人争执不断。最强的剑对阵最强的盾，剑断还是盾破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林浩看到冷逢春在人群中观战，于是传音邀请英气女子洒然应邀。崔晴儿他们随时会行动，为了减少对他的影响，崔晴儿也是决定少跟他见面，所以内门冠军决战没人陪他一起看，现在找一个人说话挺好的。林道友，你觉得台上两人谁能夺得魁首？冷逢春问道。林浩放下茶盏，深思一番，微微摇头道：“这个不好说，我未看过鲁不平的比赛，不能妄下断言。”冷逢春饮了一杯灵酒，悠然说道：“我倒是有所关注，
这位太上亲传是位炼体高人，我感觉他将身躯炼成了法宝。炼体？林浩眼中闪过一丝讶然，正欲开口说话，却见台上两人战作一团。嗡！宁清雪展出一道银龙剑气，若非擂台乃是神铁打造，根本扛不住如此暴烈的杀伐之招。轰！剑气纵横，鲁不平的身躯在巨大若弯月的剑气下，就像是一只蝼蚁，只有被碾碎的下场。然而那惊人的剑气只是在对手身上留下一道白印，便消散于天地间。林浩瞳孔一缩，好强的防御！他很清楚宁清雪剑招的威力，可如此暴烈的剑招，却像是给鲁不平挠痒痒，实在是太惊人了。剑气未曾立功，反而激发了宁清雪的战意。他素手一挥，展出数道剑气，随之提着剑欺身上前。与此同时，鲁不平双手合十，身躯之上金光大作，不仅抗住了剑气，宁清雪的剑斩到他的肉身，也未曾破开他的防御。这肉身过分了呀！林浩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内心的震惊。血肉之躯却比法宝还要坚硬，这炼体功法如此之强吗？难怪修行界盛传，千万不要和炼体修士近战，这防御堪比玄龟，谁能破开啊？有意思。宁清雪晒然一笑，身形一闪，后退十几丈，保持住安全距离，随后将手中长剑横放在面前，周身的灵力尽数灌入法剑。本就明亮的剑，在灵力加持下，更是光芒大作，如同夜幕上的皓月。嗡！长剑自鸣，似龙吟风雪。宁清雪朱唇轻启，展出自己最强一招。晴空万里，却突然飘起鹅毛大雪，北风吹拂，温度骤然下降，数以亿计的雪片如同一道道剑光，尽数朝鲁不平斩去。银光与金光，阴与阳，两股灵气相争，持续了半炷香时间，剑气方才消散。神铁打造的擂台已是面目全非，坑坑洼洼，如同遭遇流星撞击。鲁不平嘴角沁血，但身躯却挺拔如山松，未曾倒下。使出最强一招，也只是让对手受了小伤。宁清雪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说了，他洒然走下擂台，这次未能破防，下去苦修就是。他拿得起，更是放得下，只留给众修士一道潇洒的身影。目送宁清雪离开，林浩的目光落到鲁不平身上，这次的防御实在太硬了，真的是把肉体炼成了法宝，自己怕是使出全力，也不能在其身上留下一道白印，除非他伸手进储物袋，抹撒一下师尊赠与他的剑丸，或许这剑丸斩出的剑气能够破掉鲁不平的精神，但这终究是外力，还需强大己身。他的眼眸看向无垠的天空，必须刻苦修炼，争取早日击败剑和盾，问鼎内门第一。林浩心中暗暗立下了目标。掌教宫殿，恭喜鲁师叔爱徒夺得魁首。缥缈风之主笑着说道，一招未出便夺取内门大比魁首，这传扬出去必然会成为一段佳话。鲁乙本就皱巴巴的脸，一笑直接变成了菊花。顽徒炼气不行，炼体倒是颇有天赋，修行3年能有这样的表现，只能说尚且可以。风苍月冷哼一声道，炼体就是把自己炼成乌龟吗？我看他不是不出招，是不通什么精妙招式，出招只会自取其辱吧。鲁乙的笑脸瞬间消失了，语气有些冰冷的说道，火丫头，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？觉得难听可以不听。你鲁乙比各峰之主高1倍，平日里受尽尊敬，只有这个火丫头敢于服他的面子，可偏偏他还没什么办法，因为火丫头的师尊更为护短，若是他敢对风苍月出手，等着被满世界追杀吧。自家徒儿赢了，可他觉得比输了还要难受，这算什么事啊？鲁不平夺得魁首，意味着本次内门大比正式落下帷幕。欧阳掌门出面亲自给表现优异的弟子发放奖励，内门大比第一获得了地阶法术1门，而且还得到一件玄阶上品法宝，2、3名只是得到玄阶法宝。林浩作为前50强，除了免除打扫镇妖塔的刑罚之外，还获得一件黄阶上品法宝紫金软甲，一件防御类法宝，正好适合他。不过他是在早日结丹，这件软甲只能过度使用，但聊胜于无。他回到洞府便套上了软甲，他向来是奉行保命手段多多益善，接下来的日子就有些无聊了。崔琪儿不主动来找他，也不再给他牵桥搭线。林浩突然想到水灵儿，他俩可也有赌约的，这妮子竟然不主动来找他，那就换他去找他履行约吧。想来他不言，对方是准备赖账了，这可不行，他着急提升实力呢。水灵儿尚是处子之身，而且修为是筑基，若是能进行双修，必然是受益匪浅。他踩着飞剑到了小竹峰，他并不知道水灵儿住在何处，但对方是亲传弟子，还是声名远播的美女修士，略微打听便知道对方住在何处。一处洞府，水灵儿坐在牙床上，眼眸中秋波婉转。刘师兄，你大可不必如此，缘分是强求不得的，而且我一心只想修道，无异于寻找道侣。一位身体颀长的男修，俊秀的脸颊上充满了焦躁难耐。师妹，你我青梅竹马，又是同入仙门，若能结成道侣，必然是珠联璧合。刘玉楼话还未说完，便听到洞府的禁制哗哗作响。谁这么的讨厌，挑这个时候拜访师妹？水灵儿见有人来拜访，心中是高兴的，想着可以摆脱刘玉楼的纠缠，可感应到拜访者的气息后，他的脸立马拉了下来。居然是那个色胚子，这个臭不要脸的找上门，该不会是想要？水灵儿越想越害怕，自然是不愿放对方进来的，
想装作没人，让对方自行离开。可对方似乎认定洞府有人，迟迟不肯离去，这令他颇感无奈。刘玉楼从女人身上读到一丝不寻常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师妹，外边那人是不是骚扰者？”水莲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，心中默然吐槽：“你们两个半斤八两，都不是什么好鸟，一样的让人讨厌。”显然，今日若不放林浩进来，他能一直待在洞府之外，这样做会吸引到大量目光，对他的名声会有不好的影响。他蹙眉想了一会，决定让其进来，所以打开了禁制。林浩走进洞府，看见还有一个男人在，心中顿时不爽了，眼睛微微眯起：“师妹，我来了。”“谁是你师妹？”水灵儿弱弱反驳一句，却并无力度。主要是他的实力现在弱于对方，被叫个师妹也是正常。大比结束，我晋级前50强，师妹你该履行赌约了。水灵儿面露一丝慌张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什么赌约？当然是成为我的道侣啊！”水灵儿尚未出言反驳，却是恼了旁边的刘玉楼：“小子，你来这胡言乱语什么呢？谁的裤裆没系好，露出了你？”林浩挑着眉，都没睁眼瞧对方一眼：“我和灵儿师妹说话，你算哪根葱？一个外人也敢胡乱插嘴？”你刘玉楼脸色长成了猪肝色，他本就恼对方长得比他英俊，又怨恨其对水灵儿轻佻，于是心里的火气腾地燃了起来。“小子，你才是算哪根葱，胆敢来骚扰灵儿师妹！”林浩却是上前一步，直接将水灵儿揽入怀中。水灵儿身体一震，怔了怔，但两人实力现在已经相差甚大。林浩用暗力，他不能轻易挣脱，干脆就不挣扎了，正好让两人狗咬狗。林浩蔑视地看了刘玉楼一眼：“我和灵儿师妹道侣的关系，你在这算怎么回事？当孤独的狗吗？你！”刘玉楼气得胸口上下起伏，言语交锋。他真的说不过对方，所以想动手。怎料在他想动手之前，对方已然出手。嗡！寒芒一闪，火灵剑抵在刘玉楼心口。轰！林浩全身火灵力尽数加持于长剑，热浪在洞府中荡漾，肉香。水莲儿瞳孔一震，他深知这两人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可林浩却能一招制敌，临战出手可谓是狠辣。在心爱的女人面前，一招未出就被制服。刘玉楼有心找回场子，可他有种强烈的危机感，若是自己敢乱说话，怕是胸口会被戳出来一个透明窟窿。这位道友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林浩眼睛微眯，淡然说道：“你是谁？我乃缥缈峰传功长老的弟子。你现在乖乖离开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”哦，刘玉楼以为对方要妥协，不禁心中一喜，可下一瞬，胸前便感觉一疼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连忙说道：“兄台，有话好好说，现在从这里滚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。”刘玉楼脸色一僵，自己这是被原话奉还了吗？犹豫间，那柄剑刺得更深了。“兄台，别刺了，我现在就滚！生死面前，尊严算个屁！”刘玉楼忙不迭地转身，就要小跑出去。慢着，他刚跑2步就被喊停，心中怒火中烧，可是人在屋檐下，只能赔上笑脸。“道兄，何事？”他挤出一个笑脸道。林浩做了个手势，神色淡然道：“滚出去！”滚！没有被长剑指心，刘玉楼本想反唇相讥，却见对方拿出一枚剑丸，那炙热的剑道气息令他有种跪地求饶的冲动，他哪里还敢反抗，屁唧唧地翻滚着离开了。一旁水灵儿的脸色不甚好看，他想着是这两人打得2败俱伤，他在，可谁料林浩如此强势，完全不给机会啊！刘玉楼也是怂得太快了，你就是反抗一下又能怎样呢？林浩还真敢在宗门内杀一清船啊！想想接下来要面对林浩这个大魔王，他就感到无比的头疼。现在没外人了，该履约了。林浩看着女人，眼眸中闪过光亮，这师妹莫不是想要反悔？水莲儿进退两难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林浩，可以换种彩头吗？我愿意补偿你一件黄阶上品法宝。师妹，在我眼里可是无价之宝，岂是区一件黄阶上品法宝就能抵偿的？水莲儿咬了咬牙，狠心说道：“2件，我给你2件，再传你一门功法道法。”林浩仍然是摇头，淡淡说道：“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只想和你探讨生命的奥妙。”你望着不断逼近的男人，水灵儿的心扑通跳个不停。林浩，你冷静一点。男人那如火的目光，着实是吓到他了，得赶紧想个对策，否则真会栽到这里。他的小脑筋飞快地转动，片刻之后，心中有了决断。林浩，这种事只有道侣之间才能做，而想要成为道侣，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。你若是把你修炼地功法给我看，才能证明你信任我。给你看便是。林浩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地功法玉简，玄阶功法九转赤焰功，此功法修至大成，能够反复锤炼体内的火灵气，并且可以引动地火。水灵儿接过功法玉简，不由感到骇然。他提出查阅功法，是想着对方会觉得功法珍贵，不给他翻阅的。结果对方二话不说就拿了出来，反倒是令他的如意算盘落空。看吧，这本不行，我还有一本双修之法，你要不要看？说着，林浩又将双修功法拿了出来，正好我们一起修炼研习，跟我比吸那些妖怪好上千百倍。做我的道侣，躺着就能提升修为，不比终日苦修强。一起研习完功法，林浩继续劝着水灵儿：“让我考虑一下，你先走吧，好不好？”水灵儿祈求道：“好吧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”
林浩也认为不能把水灵儿逼太急了，于是同意道。离开水灵儿的洞府，突然眉头一皱，好重的妖气啊！难道崔琪儿他们行动了？妖气冲天，喊杀声如雷鸣。可是只是解救小狐狸的话，为什么会妖气冲天？他本不想过去趟这浑水的，然而现在情况莫测，他若是不去，如同百猫挠心，着实是难顶。他拍了一下身后的剑匣，取出火灵长剑，欲空前去喊杀之地。远远看到一头巨大的蛟龙盘踞在锁妖塔所在的山峰，那粗壮的龙躯堪比大川，狰狞的龙头喷吐着云雾闪电，数枚黑点急速的飞行，在跟蛟龙游斗。锁妖塔的所在的山峰几乎被削平了，蛟龙那庞大的身躯随意挥动，便有黑点坠落。能和蛟龙缠斗者必然是宗门内的强者，可是却若下饺子般被打落到地。妖王，绝对是妖王！林浩心中一震，感受到妖威，体内气血为之翻涌。崔琪儿这妖女骗了我，她放出一头妖王，不，她放出了所有的妖。说好的只救小狐狸呢？她那一双眸子冷漠到极致，被骗了，自己再次被女人给骗到。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痴儿，被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锁妖塔倾倒，万头妖物出逃，这些畜生被镇压许久，凶性不减。一头三角金蝉大口一张，便将数名玄阴宗弟子吞入腹中。一头老狼眸子阴毒，专挑年轻修士，张口便是咬破喉管。一头龙鼠妖物口中嚼着男修，身下凌辱女修。玄阴宗大乱，血流成河。林浩感受到身后的剑匣在颤，向小圆，你不仅要斩魔，还要镇妖。嗡，剑匣中又飞出一柄剑，是那断裂的青鸟。他拿去找炼器大师进行了修复，一手火灵，一手青鸟。林浩毅然决然冲向妖物阵营，掌中剑如同朝阳斩晨露，义无反顾。剑身携带着炙热的火焰，快若闪电般斩向一头熊妖。剑气似乎是将空气都给灼烧了，气流声是噼里啪啦的，山石之上更是留下一道灼痕。熊妖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自己会被一尊狠人盯上。他虽然身体肥壮，但反应神速，巨大的熊掌带着一捧土刺，猛然拍向火灵剑。那爆裂的气势令空气为之轻颤，大如磨盘的熊头张开了血淋淋的巨口，咬向修士的肩膀。与此同时，林浩的青鸟长剑挽出数道剑影，发出阵阵破空声，刺向熊妖的心口。熊妖的小眯眼中闪过一丝骇然，对方的临阵反应如此神速，简直是可怕。他感受了死亡威胁，那力敢应接，只好收回招式，可是已然来不及。那青鸟长剑疾风骤雨般刺向熊妖，饶是他皮毛厚重，防御力惊人，可也挡不住。10个呼吸被刺了上百剑，他胸前血肉模糊，就像是一团烂肉。林浩抢占战机，怎肯放过？以气御剑，腾出左手，欺身上前，拳头直捣熊妖的伤口处。星爆！他口中呢喃，拳头上立马覆盖了狂暴的火灵气，将熊妖的皮毛血肉烤熟。空气中弥漫着烤肉香。杀戮数名玄阴宗弟子的熊妖重重倒地，而林浩手中握着一颗鲜活的心脏，似乎在跳动。轰！电闪雷鸣。林浩抬眸看向远处的锁妖塔，那里的战斗几近白热化。不断有宗门高手被龙尾拍落，但蛟龙也受了重伤，身躯被轰开一道大口，龙血染长空。但蛟龙生性凶残，越是受伤越是凶猛。天空积压着厚厚的云层，天空下起了冰雹，而且还是锥子状。这又是蛟龙施展的神通，雷电、劲风、冰雹。这头凶蛟精通3种属性的攻击术法，实属罕见。难怪数名宗门高手联合都很难拿下这头孽畜。可是掌门和五味峰主去什么地方了？他们若在，岂会容得蛟龙撒野？林浩抬头看向黑色云层，炸雷与闪电之间，他隐隐感觉到一丝令灵魂为之战速的气息。莫非掌门及五位峰主在云层之上和更强的存在交手？他微微摇头，这种高层次的战斗显然不是他能够插手的。当下最重要的是多斩杀几头妖畜。他飞速赶往锁妖塔，临近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韩丽月被数头妖物围攻，水青色的衣裙染满了鲜血，青丝散乱，粉面上是血与汗。林浩心中一冷，直接从飞剑上跳下来，若流星天坠般砸向一头老狼。他捕捉战机的眼光极为老辣，坠地后正好砸中老狼的腰，咔嚓一声脆响，相当于筑基后期的老狼被他一屁股给坐死了。韩丽月被4头筑基妖物围攻，已是强弩之末。老狼被砸死之后，他身上的压力少了一丝。当他看清解围者之后，心中为之震惊。林浩，他本以为自己会死在这，可没想到会是这个小男人救了他。好，一头浑身覆盖黑毛的狮子高高跃起，扑杀向林浩。狮子的大口中森寒的牙齿如同一柄柄匕首，散发着寒气。林浩面对扑杀过的狮子却是不慌不忙，云淡风轻的避开一击，灵活的闪挪到狮子身后，重重的轰出一拳，携带着火焰的拳砸到狮子的腰腹。这头体若巨象的凶兽被一拳轰出5、6丈远，口鼻溢出了鲜血。狮子挨了重击，凶性不减，咆哮如雷，再次朝人类扑过去。可他料错了一件事，即使他不过来，林浩也会主动攻过去，现在不过是加速了他的死亡罢了。咔嚓咔嚓，骨裂声不绝于耳，不可一世的凶兽被林浩大卸8块，残肢碎尸一地，
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卸八块。不管是韩丽月，还是正在和他交手的两头妖物，瞳孔中满是骇然。凶残，实在太凶残了。韩丽月心中生出一丝感慨，这小男人竟如此生猛，这儿怕是此生难以超越。两头妖物，一头是牛妖，一头是白鹤。他们回想起在监牢中被林浩支配的恐惧，逃！两头妖物像是脱缰野狗般远遁。多谢。韩丽月脸色潮红，似乎是因为自身的伤势较为严重，说话也是有气无力。林浩只是点头致意，踩着飞剑就要离开。慢着，你等等！韩丽月喊住对方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只储物袋，这里面有些符箓和丹药，你先拿着用吧。不用。林浩飞身一跃，跳上悬浮于半空的飞剑，洒然笑道：无需如此，我本就是符师，不缺符箓的，丹药也不缺少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妖物横行，你小心点。韩丽月望着那道萧然离去的背影，心有所感，这个年轻人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林浩一路疾驰，几乎是贴着山体飞行，越接近锁妖塔，战况越是激烈，断壁残肢，鲜血染石，在随处可见的尸体中，他看到不少熟人，蒋明飞赫然在其中。这个怂货居然也敢与妖物作战，不过也算死得其所。王金战被斩掉一条臂膀，仍然在冲杀。一路上，林浩遇到处于弱势的同门，便出手相助，但他并不恋战，他要去找崔晴儿和小狐狸问个明白。临近半山腰时，他终于看到熟悉的身影，两女都恢复了真身，通体雪白的九尾妖狐，身法迅捷的山猫，每一次出击便带出一捧血花。尤其是崔晴儿出手狠辣，锋利的爪专掏心脏，那恍若女魔的身影令林浩感到一丝陌生。他眼眸中闪过复杂的情绪，有7分愤怒，还有2分哀伤。嗡！九尾妖狐的长尾如同道道匹练，席卷向一位女修。草字剑诀破，一道青色剑芒破开九尾妖狐的攻击。冷逢春手持长剑走到战场之间，两道霞眉微微上挑，散发着勃勃阴气。臭婊子，敢来坏我们好事！化作妖族真身的崔晴儿性情癫狂，凶悍无比，亮起的爪子散发着幽幽寒芒。林浩心中微微一叹，崔晴儿这妖女果然是隐藏了实力了吗？他的眸子逐渐冰冷，争！他从剑匣中拔出青鸟，展开了崔晴儿的攻击。冷逢春双眸闪过一丝惊喜，笑着说道：林道友。林浩点头致意，和英气女修并肩而立。崔晴儿没想到会在此遇到林浩，旋即恢复人形，下意识道：林郎，你这妖物不配这样叫我。一旁小狐狸也收回妖族真身，化为风华绝代的女子，狐媚眼中闪过一丝波动。你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林浩向冷逢春说道。冷逢春知道林浩和崔晴儿有染，犹豫了下点头答应，让林浩独自处理他的纠葛。走，我们去其他地方。冷逢春对其他弟子道。小狐狸和崔晴儿实力强悍而凶残，他们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巴不得能脱离战场，当即跟上。小狐狸和崔晴儿没阻拦，也没出声，其他妖物也没阻拦众人离去。为什么？人们走后，林浩才看向崔晴儿问道。崔晴儿垂下了脑袋，他知道对方想问的是什么。本来说好的只救公主，然后远遁离开，可现在他不仅释放了一头妖王，而且还放出了所有被镇压的妖物。站在妖族的立场之上，他这样做无可厚非，但他确实是违背了他和男人之间的约定。崔晴儿嘴角噙着一抹苦笑，叹声说道：林浩，骗了你确实是我的错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不放出所有的妖，让玄阴宗大乱，我们如何安全脱身？为了更安全的离开，我只能这样做。对方所说确实有道理，可林浩在意的是自己被骗了。你打算这样做的话，当初为什么还要说只放小狐狸一人这样的屁话？他冷然笑道：既然已经解救了你们妖族公主，为什么不速速离去，反而在此兴风作乱？崔晴儿正欲开口，却被小狐狸打断。我的父母皆是死于你们人类手中，当年那一战，玄阴宗的狗修士可是出了大力气，我怎能不恨？而且我被囚禁于此，受尽了折磨，杀几个修士泄愤有何不可？对于这所谓的灭妖之战，林浩有所耳闻。当年为了剿灭青丘妖族，几大修仙宗门联手灭杀了青丘妖王。那一战，玄阴宗当代掌门的师尊身受重伤，伤及到根本，现在还在必死关。对于灭妖战，他没有参与，不好评头论足。但现在自己的宗门被妖族肆虐，他必须站出来。林浩，看在往日的情分，我可以放过你，你走吧。林浩面色复杂，眸子渐渐冰冷。这里是我的宗门，我为什么要走？该走的是你们这群妖孽，想乱我宗门，屠戮我同门，先得从我尸体上踏过。小狐狸心中一凉，长长的睫毛颤抖了一下。这个男人可真是绝情啊，这是要对自己宣战了吗？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感到胸前一痛，一柄碧绿长刀贯穿了他的身躯。他回眸一看，发现背刺自己的居然是崔晴儿。你！小狐狸面色惨白，双手之上凝聚出妖力，将被主之徒震开。扑哧！震开崔晴儿之后，小狐狸狂喷一口鲜血，忍住剧痛拔出身体中的长刀。目睹了这一幕，林浩心中震惊，崔晴儿这女人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会突然偷袭小狐狸？嗡！林浩展出一道剑光，将再度攻向小狐狸的崔晴儿逼开，然后站到小狐狸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妖族立刻分为2波，一波守在小狐狸面前，另一波则是跟随崔晴儿，剑拔弩张地对峙起来。
林浩眉头一皱，开口问道：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小狐狸面色无比惨白，身体虚弱的有些摇晃。他也看向女人，他无限信任的得力干将，为什么会被刺他？崔琪儿藏在众妖之中，眼眸中闪过一丝失望，本以为可以一击得手，搞死小狐狸。听到林浩发问，看向两人，崔琪儿心情复杂，接连辜负两个人的信任，心中怎么可能没有感觉？但他很快便调整了心情，神色冷漠地说道：“我的公主殿下，你实在是太单纯了。青丘有人想您回去，自然也有人不想您回去。我是听命行事，公主你莫怪我。”林浩算是听明白了，这里面牵扯到妖族的内斗，妖族花费大力气营救小狐狸，可能是想收服众妖的心，可救回小狐狸又意味着多了个掣肘者，所以救回死掉的小狐狸是最好的结果。一群扁毛畜生倒是好算计。念及此处，他看向小狐狸的眼神含着一丝怜悯，这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啊。崔晴儿眼中闪过一丝不耐，急冲冲地说道：“林浩，你快让开！”言罢，他招呼身后的妖族就要强行火并，怎料林浩站在两者之间，张开了手臂，如一尊不动明王：“你不能伤害他。”崔晴儿恨然说道：“林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打定主意要护着那个小孽畜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妖族内部的事情，你多管闲事的话，只会给自己惹麻烦。”见林浩仍然是不让开，他厉声说道：“你不会对这小孽畜产生感情了吧？还是说你真以为他中意你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他不过是想利用你罢了。”林浩默然不语，转身看向身后，小狐狸的目光躲躲闪闪，他耳边响起传音：“崔琪儿说的没错，你我之间并无感情，你快离开吧。”林浩回问道：“你确定你对我没有感情？”见小狐狸愣神不语，他嘴角微微勾起，霸气说道：“真为哪儿？保护自己的女人理所应当，想伤害她，先过我这一关。”崔琪儿面露凄然，说道：“那我呢？我就不是你的女人吗？你也算是，所以你们两个不要自相残杀。不可能，现在已是图穷匕现的局面，即使我违背那位的意志不再出手，也会面临小孽畜一脉的追杀，两边不讨好的事，我可不会干。”他叫嚣着挥了挥玉手，就要让手下众妖上前和对手火并。林浩却是指了指他身后，淡然说道：“你先看看后面，然后再确定打不打。”崔琪儿回眸，看到远处天穹有上千道流光，玄阴宗各风支援来了，他的脸色顿时惨白起来。别看现在双方打得正欢，可他却是知道妖族是落于下风的，毕竟这里是人族的主场，若是人族那边再加入一批生力军，那么妖族必败。他心中立马有了决断，率领众妖远遁而去。小狐狸朝着林浩道了声谢，便要紧随离开，却被喝止：“你是不是蠢？崔晴儿先行离开，肯定会在外面守着你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小狐狸面色惨白，无助道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脱衣服，脱衣服。”半盏茶的功夫，林浩换上小狐狸的衣物，并且施展易容术，将自己变换成小狐狸的模样，带领立志成为死士的数名妖物飞往宗门之外。与此同时，仅穿着单衣的小狐狸则是在两名心腹的护送下逃往相反方向。林浩到了宗门之外，果不其然发现了崔晴儿等人的影踪，他赶紧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像是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。隐藏身影的崔晴儿见状，眼眸中闪过一丝疑惑，这个小孽畜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可再不追的话，对方就要逃走了。无奈之下，崔晴儿只好带着满腹疑惑追击。林浩分出神时，感觉到崔晴儿带领众妖追上来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他只在为小狐狸争取逃离时间，所以并不恋战，只一味的逃跑。这时候就体现出他的速度优势。之前他从水灵儿那里得到的那门遁术，现在正好是派上了用场。崔晴儿越是追赶，越是疑惑，青丘狐族并不擅长遁术啊，这小孽畜怎么逃得如此之快？担心再这么追下去没有个结果，他咬了咬银牙，狂喷出一口精血，施展了血遁之法，速度立马提升了一截，瞬间追了上去。然而当他挡在追击者面前时，立马察觉出不对劲。你不是小孽畜，你是林浩。两人日日夜夜早已互知深浅长短，哪怕林浩施展了易容之术，崔晴儿还是能一眼认出。伪装被识破，林浩索性摊牌，直接露出真容。崔晴儿看着那张俊秀的脸颊，神色无比的复杂。为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？狐族最是无情，你为那小孽畜做到如此地步，图个什么呢？图她是我的女人？哼，你还真是个痴情种子。早知会有今日，我就应该提前发动计划，让玄阴宗的人都知道，你不仅勾魔还结妖，成全你和那小孽畜共同赴死。你不会。林浩走上前2步，伸出2根手指，挑起女人雪白尖翘的下巴。你若对我无情，何不让群妖上前将我砍成肉泥？我看着男人炙热的眼神，崔晴儿感觉双腿有些发软，赶紧咬了一舌尖，让自己清醒过来。林浩，你不用在这花言巧语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之间已经恩断情绝。言罢，崔晴儿一把推开男人，带领众妖就要离开，却被林浩拦了下来。你现在还不能走。崔晴儿瞬间火冒3丈，冷声道：拦着我，好给小孽畜争取时间，对吗？林浩不置可否，只是怀中抱剑挡在女人面前。两人僵持了一会，崔晴儿咬牙切齿道：你再拦着我，我可真要动手了。他素手一挥，众妖跟了上来，纷纷化作妖族真身，冲天的妖气
令人汗毛倒竖。可林浩不退不避，只是如铜墙铁壁般挡在前面。哎，崔晴儿心中重重叹了口气，他嘴上说着要断情，可日久生的情岂能片刻间斩断？他无奈的苦笑一声，语气中含着幽怨：“你只会欺负我。”那杏仁般的大眼似乎涌出一层水汽，雾蒙蒙的。林浩看到这一幕，却并未多言，忽然脸色一变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崔晴儿眼眸闪过讶然，疑惑道：“现在为什么准我走了？”“因为宗门发起了反攻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崔晴儿闻言脸色煞白，凝神感应一番，确实察觉到无数盾光向这边飞了过来。他赶紧带着众妖离去。临走的时候，回眸一望，传音道：“我们还会再见吗？”“不会再见了吧？”林浩望着那紫色倩影，眼眸中涌现出复杂的情绪。这个女人陪他的时间最长，带给他的帮助最多，就此一别，心中颇为感伤。林浩并未遇见，而是走在山道上，道两旁有不少尸骸，有玄阴宗弟子，但更多的是妖族。毕竟妖族被镇压许久，都是虚弱不堪，更何况这里是玄阴宗，弟子们可以依仗地利，宗门禁制阵法，将妖族打得丢盔弃甲。只有极少部分生性胆小的妖族，从镇妖塔中逃出之后，便选择了远遁，逃得一条性命。那头大川般的蛟龙，更是被大竹峰之主峰苍月斩下了龙头。至于更高层次的战场，林浩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但是看到掌门以及两位峰主面色不善，多半是让那尊不知名的存在给逃了。这一战，玄阴宗弟子战死上千人，主要都是外门弟子，更别说药谱、灵田被毁了无数，可谓是损失惨重。林浩目睹种种惨状，不由得有些自责与悲怀。自己身边的女人都非省油的灯，他知道崔晴儿要救小狐狸，却没有上报于宗门，以至于失去了先机，否则这惨剧可以避免掉的。只是这样做的话，崔晴儿会死，甚至可能小狐狸也会死。他该如何选择呢？他能如何选择呢？一边是自己的宗门，一边是自己的女人，最主要的是被崔晴儿骗了。他没想到他们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，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，双眼无神地看向道两旁堆积如山的尸体。在尸堆中，他看到一个熟人，李熏染，算是他第一个女人，玩得一手好横跳，却是死到了这里。不过还好，并没有看到他所在意的人，师尊、水灵儿都不在。掌教宫殿，欧阳掌门端坐于主位，那张绝世神颜覆盖着一层冰霜，一双冷冽如冰的凤眸俯视着大殿中跪伏着的人。掌门，确实是我失职，以至于给了妖族可乘之机。欧阳掌门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声音淡漠到极致，已确实是失职了。身为镇妖长老，镇妖塔动乱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察觉上报宗门。韩立月垂下脑袋，不敢直视掌门的目光，他的身体在发抖，怕的说话都说不利索。掌门，在欧阳掌门看来，此次妖族出逃事件中，这位镇妖长老只能算是小虾米，有一定的失职，但起不到决定性作用。如此多的妖族混入宗门之中，肯定是有宗门高层做内应，不然上上下下都察觉不到妖族的潜入，全都是酒囊饭袋吗？他执掌宗门10年，内部却如此乌烟瘴气，绝对是有人想要给他使绊子。看来不彻底整治一番，自己这掌门位置都坐不稳。虽然韩立月等镇妖长老犯下的罪责不算太重，但是必须严惩以儆效尤。看守锁妖塔的所有长老，剥夺3年修道资源供给，前去看守药谱灵田。韩立月等一众镇妖长老脸色暗淡了下来，修道资源被剥夺，再加上要看守杂役弟子，哪还有修行的时间？这相当于是断了他们的修道路啊！可是掌门威严早已深入人心，再加之掌门正在气头之上，没人敢反抗。惩罚完镇妖长老，欧阳掌门的凤眸中蕴含着杀气，扫视宗门高层。这次妖族作乱，定然是有掌权者与其暗通款曲。掌门这一句话重若千钧，压得一众高层差点喘不过气来。小竹峰之主慕容庆雪粉面上流露出煞气，恨恨地说道：“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胆敢勾结妖族，站出来，看老娘不抽死你！”无人应答。大殿之中静谧的落针可闻，安静的可怕。有胆做，没胆承认吗？慕容庆雪的目光就像是锋锐的飞剑，刮向众人。这时刑法长老站了出来：“是你！”慕容庆雪美眸微合，金光爆射。刑法长老被吓出一身冷汗，连忙辩解非自己所为，然后才开口说道：“掌门，我是觉得一人特别可疑，只是……”欧阳掌门目光一凝，淡淡说道：“你有何见解？但说无妨。回禀掌门，我是怀疑大竹峰弟子林浩勾结妖族。”唰！大殿之中，玄阴宗所有高层的目光落在刑法长老身上。慕容庆雪率先开口道：“罗长老，你是说林浩勾结了妖族？你可有证据？”罗长老不慌不忙道：“我已调查清楚，放走妖族的奸细和林浩关系密切，而后者曾在锁妖塔受罚，难保他不会趁机行方便之事。此子之前便有勾结魔族的前科，这次又和妖族牵扯不清，实属祸害啊！还望掌门明察。”风苍月赤足踩在莲花台之上，冷笑道：“掌门问的是高层中可有奸细，而林浩不过筑基在宗门之内，并未担任要职，所以你是在故意针对我大竹峰，还是说你是一直本尊勾结妖族？”罗长老感受到滔天的杀意落在自己身上，那里还敢回话，胆怯地看向掌门。缥缈风之主站了出来，
开口道：“风师妹，你先收回威压，让罗长老把话说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以为自己是掌门吗？你！”缥缈风之主本就对林浩的印象不佳，有心拉个偏架，怎料风苍月的火气如此之大，都是一phương之主，不存在谁怕谁。他正要开口反驳，却被掌门出言打断：“苍月，我知你是宗门肱骨，万万不会做出不利宗门之事。罗长老只是就事论事，并未针对大主峰。罗长老，你还不快向风尊主赔罪？”刑法长老的老脸上挤出一丝笑意：“风尊主，之前是我说话欠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用跟我一般见识。”风苍月冷哼一声，眼眸中溢满杀意：“若林浩真的勾结妖族，不用你们审判，我会亲手清理门户。可若是有人敢诬陷我大竹峰的弟子，那我跟其没完。”他踩着火莲台，化作一道流光离去。稍请。林浩被他带到大殿之中。掌门，林浩已带到，你有什么想问的便问吧。林浩先前并不知道师尊带他过来是为何事，现在却是明白了前因后果。妖族暴动，祸乱宗门，这脏水被泼到自己身上了呀。他的眼眸瞥过众人，看见首当其冲的刑法长老之后，心中生出一股寒意。又是这个老狗。明白被叫过来的用意后，林浩反而不慌了，神色淡若平湖，没有一丝波澜。有师尊为他撑腰，他只要据理力争就好。我事先说明，我这徒儿若是勾结妖族，我会亲自动手打碎他的神魂。若我徒儿是被人污蔑，那污蔑之人须得跪下给我徒儿叩首。林浩明白师尊之所以这样说，是为了震慑宵小，防止小人往自己身上泼脏水，很暖心。林浩，这次妖族作乱，主事者之一的崔晴儿，你可认识？认识。林浩坦然回答，因为他和崔晴儿的关系，知道的人并不少，没必要进行隐瞒。他坦诚的态度倒是令欧阳掌门颇为满意，但这不代表嫌疑洗脱。崔晴儿潜入锁妖塔释放群妖，这须得提前布局，你与之交好，他可曾对你提及过？并未。林浩深知，若自己照实说，被扣上个知情不报的罪名，肯定会被刑法长老大做文章。不可能！刑法长老跳了出来，急指着林浩，那女人跟你的关系比道侣还要亲密，你能一点消息都不知道？我看你分明有所隐瞒。嗡！一道炙热的剑气将刑法长老斩出大殿。风苍月眼中闪过一道灭色，冷声说道：“现在是掌门询问我的弟子，轮得到你这老家伙插嘴。”刑法长老一脉虽恼风苍月行事霸道，但却挑不出理来，因为对方说的确实有道理。掌门问话，一个长老贸然插嘴，不合适。欧阳掌门微微摇头，随之说道：“林浩，那妖女确实未向你吐露相关事宜？”没有。林浩撒谎了。虽然这次宗门浩劫他有些自责，但说到底并不是他造成的，他只是无为而已。他也不是迂腐之人，什么都坦白。这要承认了，等于死，连师尊都救不了他。林浩言简意赅的回答，令有心给他扣罪名的人恨得牙根痒痒，但却又无从驳斥。掌门都不再问这一点，他们若是强揪着不放，反倒会弄巧成拙。既是如此，妖女或乱锁妖塔，用的是自己的身份令牌，而你当时又已免于刑罚，那此事确实与你无关。欧阳掌门本就觉得此事与林浩的关系不大，真正的黑手是宗门高层，于是想调转画风。可他尚未说话，却见缥缈峰之主王太行站了出来。掌门，或许林浩这小子是不知道妖女的计划，但是他跟妖女的关系不清不楚，还有上次的魔女同样是勾连不清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猫腻？谁能保证？好个老狗，我几时得罪了你，却是要这样针对我？林浩目光冷冽地看向王太行，他跟这位缥缈峰之主连话都没有说一句，却是遭到这样的针对，实在是想不通。刑法长老一瘸一拐走进大殿，先是畏怕地看了风苍月一眼，方才开口道：“王尊主说的有道理，魔和妖作乱的始作俑者都是跟林浩息息相关，他真的是清白吗？或者说，这些女人为什么非要凑到林浩身边？他身上潜藏着何种秘密？这次更是狠绝，不给我安个罪名是不休。”林浩心中冷笑一声，不卑不亢道：“掌门，我是因为修炼了双修功法，方才结识了他们，并不知道他们是妖魔。”刑法长老脸上闪过一丝惊喜，兴奋地说道：“你肯承认自己修的是邪功了？”林浩皱眉道：“我修的是双修之法，并未违反门规，你凭什么说是邪功？我从未听闻有哪门子双修之法须得跟上百名女修结合。掌门，我十分怀疑林浩走上了邪修之路，为了修炼邪功，逼迫宗门女修跟其双修。我从未强迫女修跟我发生关系，你血口喷人，就不怕口生烂疮？”嘿嘿。刑法长老怪笑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我已找好人证。禀掌门，我有人证足以证明林浩逼迫宗门女修。”欧阳掌门眼眸中闪过一丝讶然，淡淡说道：“让人证过来，和林浩对峙。”刑法长老果然是有备而来，刚发过传音，便有人走到殿中。林浩扫过去一眼，发现还是个熟人，是水灵儿的追求者，还被他暴揍了一顿。双方结了怨，现在对方又来指控他，确实难办。刘玉楼恨恨地看向林浩，咬牙切齿：“让你跟我抢女人，看我不整死你！”他刚准备放几句狠话，却听得高高在上的掌门淡然开口：“你能证明林浩逼迫女弟子与其双修？”这还是刘玉楼第一次和掌门对话，心情瞬间激动起来。回禀掌门，弟子亲眼看见林浩这败类
逼迫小竹峰亲传弟子水灵儿与之发生关系。啪！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在大殿中响起。狗崽子，你敢辱我小竹峰女弟子的声誉！慕容庆雪眼眸寒煞，脸上覆盖一层冰冷的杀意。刘玉楼捂着肿胀的嘴巴，怕得身体发抖。王太行站出来，皮笑肉不笑道：慕容师妹，刘玉楼所说之事到底是真是假？换你小竹峰那名女弟子上来对质便是。你出手打我缥缈峰弟子，这是何意？王太行，你教出来的好徒弟只会乱咬人吗？眼看两位峰主要起争执，欧阳掌门开口道：二位峰主切莫因此伤了和气，事情真相到底如何，就让三人对质。掌门一锤定音，两位峰主只好压下心中怒火，各自退了回去。片刻之后，水灵儿来到大殿，众人神色不一。水灵儿先是看了林浩一眼，眸子中蕴含着复杂的情绪，声音冷淡道：掌门将我召来可是为了林浩？欧阳掌门微微颔首，刑法长老强挤出一抹笑意，老树皮似的脸都绽开了。灵儿，你怎么被欺负的？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，我定然会将贼扣绳之于法。刘玉楼慌忙跑过去，兴奋地说道：水师妹，你快说说自己是如何被林浩欺辱的。掌门还有各位峰主在此，一定会为你做主。你放心，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我还是可以与你结为道侣，我不介意你的过去。刘玉楼像只苍蝇般围在水灵儿身边，喋喋不休。飒，两道犹如实质杀意射了过去。水灵儿扬起雪白的下巴，冷声说道：谁要跟你结成道侣？还有谁说我被欺辱了？这……刘玉楼额头冒出冷汗，支支吾吾道：师妹，你可别被恶贼蛊惑了人心。刑法长老适时开口道：水灵儿，你切不可畏惧强权，包庇贼人。刑法长老一通训斥，夹枪带棒，那无形的威压让人为之颤栗。可水灵儿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她迈开两条修长的腿，径直走到林浩身边。我是自愿的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刘玉楼脸色一僵，凄凄哀哀道：师妹，我听到你明明是极力反抗，怎么能说自己是自愿的？那天滚出洞门后，他有在洞外停留，听到了两人发生的事，但当时他已不敢进去阻止。你独身一人，当然不懂什么叫闺房之乐。此言一出，在场所有人为之震惊，就连一直想把林浩绳之以法的罗长老都生出了无力感。当一个女人肯站出来这样作证，强迫双修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他羁押林浩的筹码又少了一枚，倒是这刘玉楼凭空诬陷林浩，是不是应该加以惩罚？水灵儿冷然说道：刘玉楼想要辩解，却被王太行喝退。他可不想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，欧阳掌门觉得在质询林浩有些不合适了，他准备将此事接过去，但需要有人站出来跟他唱一个双簧。慕容庆雪长袖善舞，挺适合干这种事，但那位女弟子毕竟是小竹峰的弟子，不管怎么说，吃亏的都是人家女弟子，再让庆雪站出来说话，那就太没人情味了，只能找风苍月了。但愿这个火丫头闹得不要太凶了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刑法长老跳了出来，纠缠不休。掌门，不管怎么说，魔妖动乱都跟林浩息息相关，他理应受到惩罚。欧阳掌门美眸中闪过一丝无奈，这个罗长老真是的，活了一大把年纪，怎么就不通人情世故呢？怕是又要挨揍了。王太行就很有眼力劲，他感受到大殿之中的温度升高，便立马止住了话头。他并不是担心自己打不过风苍月，而是头疼对方的风劲。大竹峰一脉都非善茬，绝对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，不敢惹也不能惹。掌门，于情于理都须得让林浩受罚，否则怎能安抚遇难诸弟子？王太行不停地向罗长老使眼色，可后者就像是没有看见一般，慷慨激昂，步伐不足以平众愤。你是在欺我大竹峰无人？轰！风苍月从火莲台上走下来，每走一步脚下便有朵火莲，走了18步，18朵火莲汇成一道剑气，那无匹的气势似是能将苍穹斩裂。这欧阳掌门脸色为之一变，风师妹为了护犊子，居然使出了最强杀招，罗长老岂能接得住？不惜斩杀一尊长老，也要为门下弟子出气。大竹峰一脉的护短真的是一绝，不过这林浩能让风师妹如此上心，有点难办啊。去！欧阳掌门屈指一弹，一块巴掌大的铜镜飞到罗长老面前，化作金色光盾。轰！两股灵力碰撞，气势爆裂。好在掌教宫殿本就是法宝，才避免了被斩瘫的下场。掌门，你这是何意？风苍月冷然看向主位，他最强的杀招却是斩不破掌门的盾。这老狗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我的徒儿，这样不辨是非的狗东西，怎配执掌宗门刑法？欧阳掌门闻言，心中叹了一声，但脸上却是神色不变道：我觉得不只是刑法长老须得换人，大长老也一并换了吧。从始至终一言未发的大长老脸色大变，掌门为何换掉老夫？你做了什么好事？以为能瞒得过我吗？欧阳掌门洁白如玉的手掌中突兀地出现一只翠色飞鸟。诸位可认得此鸟？王太行讶然说道：掌妖。在场的宗门高层神色为之一变，掌妖这种鸟品阶不高，也无法化形，自身妖力低微，但却有个特性，它可以辨识妖气，无论使用何种藏息之法，都无法逃脱此鸟的辨识。由于这一特性，此鸟被妖物灭了族，没想到掌门圈养了一只。大长老看到掌妖之后，旋即如同脱缰的野狗一般，
奔逃向大殿之外。草字渐绝，生生不息。大殿地砖的缝隙中，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柔嫩的小草，那生长的速度比之大长老的逃命遁术正好快上一线。不，大长老眼中闪过一丝绝望，随之被软软的草叶洞穿了身躯，神魂俱灭。林浩心中大惊，大长老可是修为通天的大修士，居然连掌门一招都扛不住，掌门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风苍月似是读出了林浩的心声，嘴角微微一撇道：“为师亦能一剑斩杀此僚。”怎么感觉师尊有些吃味啊？林浩心中生出一抹古怪。走吧，没必要在这看他们内斗，无聊。风苍月素手一挥，将火莲台唤至身边，姿态轻灵地跳了上去。掌门，希望你能说话算话，免了罗老狗的职位，否则我掌中剑可不答应。言罢，带着林浩离去。大竹峰山巅，风苍月神态慵懒躺在暖玉床上，两只七双赛雪的小脚让人痴迷。林浩，为师需要闭关一段时日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大竹峰，可明白？弟子明白。你明白个屁！风苍月翻了个好看的白眼，悠悠说道：“你呀，比你的师兄师姐会惹麻烦。为师知道你是个闲不住的主，实在忍不住可以出去历练。我给你的剑丸，遇到危险时便用，不要舍不得，损坏之后再来找我领便是。不过还是要谨记，为师不在的时候要低调行事，不要让为师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师傅，你可不像白发人。”林浩偷瞥一眼师尊，那曼妙的曲线令人血脉喷张。滚下去，好好反思。风苍月似是察觉到徒儿的目光，一拂衣袖将其击落悬崖。臭小子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林浩回到住处，便用竹片雕刻一块牌子，上书闭关二字。主要是师尊都去闭关了，在这玄阴宗，若是没有师尊庇护，他没有安全感。谁知道那些豺狼会不会丧心病狂，不顾门规也要对他出手？他可不愿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良心上，还是小心行事为好。只是他的体质特殊，一味的闭死关，意味着他只能承受火灵气灼体之痛，根本无法修炼，还是需要找清白女修，利用他们的元婴修炼。可崔晴儿这贱女人不在了，没人给她牵线搭桥，她现在声名狼藉，自己出面寻找，怕是还没开口便把人吓跑了。算了，跟修炼比起来，还是命重要。他觉得就算闭关无法修炼，研究术法符道也是可以的。他的符道进境挺快的，争取出关时能够绘制2阶上品符箓，甚至是极品。林浩闭关，外界却很喧闹，妖族作乱带来的余波震得玄阴宗上下短时间无法平静。大长老被掌门一剑斩杀，刑法长老被撤了职。对于大长老被斩，诸弟子倒是觉得无所谓，妖族间戏本就该斩。众人可惜或者说可愤的是，刑法长老被撤职实在是冤枉，只不过是怀疑林浩勾结妖魔，便被扣上办事不力、构陷同门的罪名，这也太不值了。更何况这不算构陷啊，林浩这厮先是跟魔女勾搭，后又和妖女出入成双，枕边吹风的货色，难道就不知道2个贱女人的计划？哼！甚至有人怀疑林浩是魔胎妖种，不尽早铲除会生出大祸患。但是众人恼恨归恼恨，可谁也不敢在这时候去找林浩的麻烦。主要是大竹峰的护短荣光令人望而生畏。君不见刑法长老这种位高权重之人，得罪了大竹峰的小弟子，便被封尊主一巴掌扇得站不起来。小鱼小虾胆敢和林浩过不去，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掌教宫殿，欧阳掌门扫视宗门高层，看到一方空位，蹙起眉头道：“苍月呢？”慕容庆雪轻梳柳腰，脸上闪过慵懒之色，淡然说道：“怕是闭关去了。这女人似是要突破。”王太行面皮一抽，居然要突破了吗？风苍月这女人年不过百，即将跟我同等境界，好可怕的天赋啊！要不先等等。新任刑法长老柳妹柔声细语道：“这位新上任的执法头子看似温柔似水，但在场众人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位是名副其实的女杀神，自踏入仙道以来，未曾闭过1日关，终日在杀。她走的是以杀正道，倒是契合她的体质，庚金之体，锐不可当。掌门将此人提拔为掌管刑法之人，看来是想要用重点肃清宗门之乱。最令众高层不知如何应对的是，这柳妹是风苍月闺中密友。众人觉得掌门免去罗长老的职位，根本就是向大竹峰一脉示好，现在又提拔风苍月的亲近之人，其实有失公允。但妖族作乱，掌门心中憋着火呢，没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捋虎须。不等了，我们先商谈。欧阳掌门2条秀眉微微上挑，眼眸中蕴含着一丝杀意。妖族作乱，致使宗门损失惨重，这笔账必须算。王太行率先说道：“没错，不给妖族一点颜色看看，他还当我玄阴宗是软柿子。而且要是没所表示，只怕我玄阴宗会沦为正道仙门笑柄。掌门，你下令讨伐妖族吧，我亲自带队杀到青丘。”老匹夫只会无脑冲杀。慕容庆雪眉眼中藏着不屑，施施然道：“金丘现在可不止一尊妖王，而且那位青山妖王半只脚踏入地境，王尊主能打得过吗？”王太行脸色一僵，妖族作乱时，青山妖王闯阵，拖住了他和掌门一众高层，他自己的话怕是会被青山妖王锤死，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。可是他之前那样说，不过是想表个态度而已，怎料会被慕容庆雪抓住小辫子。见对方默然不语，
慕容庆雪眼中的不屑更浓，随口说道：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。而且上次灭妖大战，这些扁毛畜生吃了大亏，便隐匿行踪，难寻其落脚之地。尤其是妖族高层都躲在暗处闭关，根本找不到他们。所以即使我们兴师动众的去，只怕连目标都找不到。”慕容庆雪的话让众人皱眉，陷入沉思。的确，他们有心报仇，却是连仇人都找不到。王太行被落了面子，不甘的冷哼道：“找不到又如何？只要我们正面出击了，妖族不敢应战，落的是妖族面子。庆雪，你可有办法？”欧阳掌门没理会王太行，而是向慕容庆雪问道：“掌门师姐，我是有一法，可重挫妖族报仇，挽回玄阴宗颜面。”慕容庆雪面向掌门说道：“我们可以举办一场大型猎妖大赛，邀请各宗的内门亲传弟子参加，这既能磨砺天骄，亦能斩杀妖族根基，打击妖族，可谓是一石二鸟。”慕容庆雪一说完，顿时有长老拍案叫绝：“妙啊！这样我们不但复仇了，还不是我们一宗处理，就让妖族高层继续当缩头乌龟吧。我们把他的子孙杀断层，让他后几百年继续衰败。”庆雪，你这建议不错。欧阳掌门眼眸中也闪过一抹喜色，很是赞赏这个提案。他语调轻快道：“我这就邀请各宗门的话事人商谈猎妖大赛，若是各宗门同意参加，庆雪就由你代表玄阴宗带领诸弟子参赛吧。”慕容庆雪挑眉道：“倒也行，我正好活动筋骨，宰个100石头妖物，给王师兄补脑子。”哼！王太行一拂衣袖离开了大殿，其余高层也纷纷化作遁光离去，唯有柳妹不肯离开。掌门，我也想带队参加猎妖大赛。柳师妹，你现在掌管刑法，还是留镇宗门吧。柳妹不甘道：“掌门，你知道我是一路杀上来的，不去战场历练，我的修为会停滞不前，还怎么震慑不法之徒？所以为了宗门的刑法公正，还望掌门准许我参加大赛。”歪理一大堆。欧阳掌门微叹一声，无奈地说道：“行，我准许你参赛，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是长老，做事的时候要多为宗门弟子考虑，万不可冲动行事。掌门你放1万个心，我现在稳重得很。哎，但愿吧。”待柳妹离开后，欧阳掌门走进一处密室，拿出一只小铃铛摇了摇，稍请。密室的石凳之上出现数道光影，这些光影是正道5大势力的掌门神识，每只幻仙灵中都藏着一缕，为的就是各大宗门之间便于互通联系，要比飞剑传音、亲身降临等方便得多。这些光影的神态不一，但相通的是，他们身上都携带着无上威压。召集我等前来所为何事？烈阳宗掌门赵天体型最为庞大，6丈金身正好顶着密室的屋顶，坐在他对面的欧阳掌门娇小的像是一只小猫。听闻玄阴宗的锁妖塔倾塌，跑了上千头大妖，其中就包括青丘妖族公主。欧阳掌门不会是让我等前来给你收拾残局的吧？烈阳宗和玄阴宗素来不睦，赵天得知玄阴宗内部被妖族搞得乌烟瘴气，怎肯放过奚落老冤家的机会？上次是被魔族搞，这次又被妖族搞，你们玄阴宗的气运不行啊，要不要改个名字，就改成玄阳宗，做我烈阳宗的分舵？你意下如何？这个赵天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。欧阳掌门自是不甘示弱，反唇相讥道：“赵天，你听到妖魔2字如此之兴奋，是想起你那个妾室了吗？”魔和妖诞下的杂种，却把正道宗门的掌权人迷得神魂颠倒。闻言，赵天气的光影都是颤抖的，恼羞成怒道：“欧阳，你再提此事，我跟你没完！好了，都不要吵了。”一位剑眉虎目的中年人出声道。他一开口，赵天立马偃旗息鼓。这中年人是天剑宗的掌门，经才绝艳，修为通天，压得同一代人喘不过气来。更别提天剑宗是正道宗门之首，门下金丹上千，筑基炼器有10万之众，其余几个正道宗门把总弟子加起来，才能与天剑宗比较。欧阳，你要想换仙灵，所谓何事？师兄，不久前青丘妖族乱我宗门，致使我宗损失惨重，因此我决定举办一次猎妖大赛，诚邀各宗精英弟子参加，前往青丘会猎，既能磨砺自身，还能斩妖。哼，说白了不还是吃了亏，自己斗不过青丘妖族，就想借助外力。赵天一脸的不屑，奚落道：“你玄阴宗不是最会斩妖，怎么反被妖族杀得元气大伤？不过若是我烈阳宗被妖族偷袭，我必然要找回场子的，而且绝不会借助外力，主要是丢不起这个人。还是说你玄阴宗的底蕴差到无力报复妖族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好生哀求，我等不会袖手旁观。”欧阳掌门神色淡若平湖，丝毫没有被赵天带乱节奏。100年前，我们各大门派同气连枝，联手镇杀青丘妖帝，令其妖族衰败，丧家之犬般不敢冒头。现在这群孽畜竟然敢大闹我玄阴宗，既是不把我玄阴宗放在眼里，也是不把整个正道仙门放在眼里。我有心复仇，可找不到妖族高层老巢，所以就想举办猎妖大赛，他们继续当缩头乌龟吧，我们把妖族杀断层，动摇妖族的根基，让其再衰败几百年。这是针对妖族的大计划，所以这不是我玄阴宗一宗之事，是所有正道仙门的事。欧阳掌门正义凛然地说道。他站在道义的高点，让各宗不参加都有些说不过去。这修道界平静好久了，是该起些波澜了。我万花宫愿意参加，和玄阴宗一起会猎于青丘。万花谷之主率先说道。欧阳掌门朝着万花仙子颔首致意，后者能够出言支持，
他非常的感激。天剑宗掌门虎目寒殿冷然说道：“正道仙门向来是同气连枝，青丘妖族猖狂到如此地步，令玄阴宗受损，同时也是令吾等正道仙门受损。吾辈修士岂能容忍妖族如此行为？是该给妖族一些颜色看看，让其知道阳光不属于他们。想活命，就老老实实待在地底下。”正道第一人都如此说了，其余几家纷纷随声附和。无极宫院会列青丘3比1，自己若是再反对，怕是会被踢出正道联盟。赵天捏着鼻子道：“烈阳宗院会列青丘。”天剑宗掌门正色道：“既然大家都同意参加，那便号召各宗弟子踊跃参加这次猎妖大赛。道兄，此事是因我玄阴宗而起，所以本次大赛的奖励由我宗承担。欧阳师妹有心了。”天剑宗掌门笑着说道。其余几位掌门的脸色也和善了许多，哪怕是一直挑刺的赵天，态度也缓和了。3日后，会列青丘的消息在5大宗门流传。本次猎妖大赛将由玄阴宗牵头，所设奖励极为丰厚，尤其是魁首，直接奖励的接功法一部，还有元婴级符宝1枚。这奖励设置一经曝光，在各宗引发了热议。天剑门某峰，呵，终于要斩妖了吗？一白衣剑客拿起横放在一旁的剑，伸出手指弹了弹剑戟。老伙计，你生来为斩妖，可惜一直未遇到配让你出鞘的妖，希望这次能遇到吧。烈阳宗传道广场，玄阴宗又号称是镇妖宗，却被妖族摆了一道，实在是有趣至极。看来这玄阴宗的实力底蕴不太行，苟延残喘的青丘妖族便能让其如此狼狈。我们烈阳宗和这样的宗门并列，其实是一种耻辱。老子要夺得魁首，把玄阴宗的奖励拿光！滚一边去！一个练气菜鸟，胆敢大言不惭！练气期怎么了？我可是天命之子，这次大赛就是我的崛起之路。无极宫、万花谷同样是热闹非凡，众修士都在热谈猎妖大赛的事宜。当然，最热闹的地方非玄阴宗莫属，因为玄阴宗直接规定，没特别任务的内门亲传弟子都要参加。这般规定几乎是把宗门精英弟子全部送到了猎妖战场。不得不说，欧阳掌门魄力十足。林浩闭了半巡关，符道方面进步缓慢，也没有新的术法可供研究，想去藏经阁找本道法修炼。然而他免费入阁机会使用完了，须得有贡献点，可他从未执行宗门任务，哪里会有功勋点？再加之他不能通过正常途径修炼，所以心烦意乱，想着出去散散心。使用易容术法化作一张大众脸，他又将自身修为压低至炼气期，便离开了洞府。行走在大竹峰的山道上，仰天可以看到不少脚踩剑光的亲传弟子，缥缈忽若九天仙子，那一抹风光令人心生向往。再加之山道上有不少新入门的弟子成双成对，他不由得心烦意乱。将近1个月没有与女修深入交流，除了修为上的烦闷，身体上也很是郁躁。唉，林浩长叹一声，不出来是憋得慌，出来吧又堵得慌，真的是进退两难。不过同门之间交谈的一件事却是勾起了他的兴趣，宗门居然牵头联合正道各大门派举办了猎妖大赛，力邀各大宗门的精英弟子参加。玄阴宗更是强制性要求，没有特殊任务在身的弟子通通都要参赛。看来是前面锁妖塔的事让宗门觉得丢了颜面，这是要找回场子啊。念及此处，林浩脑海中闪过一道倩影，小狐狸，一个媚骨天成的女子，许久不见，可那一颦一笑依然清晰地印在脑海里。还有崔晴儿，这个女人可谓是对他的修行帮助甚大，穿针引线以及贡献自身，妥妥的贤内助。可惜却是妖族。越想越烦躁，林浩索性返回洞府。至于猎妖大赛，他没心情，并不想去参加。林浩回到洞府，刚准备把无事牌挂上去，就感应到有人来拜访。水莲儿，他眉头微微皱起。自上次在掌教宫殿对峙之后，他们便再无联系。这次找过来，女人想干什么？他猜不到女人想干什么，但却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他随之把女人请了进来。都过半旬了，马上就是猎妖大赛，林浩还不来找自己，水莲儿只好亲自来找他了。莲儿，你来做什么？女人悠悠地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含俏道：怎么，没有是我便不能来了吗？这女人是有些吃味啊。林浩摸了摸鼻子道：当然不是，我听闻宗门要举办猎妖大赛，你不是应该在准备此事吗？我来找你便是为了此事。林浩何等的聪明，一下子就猜到女人的用意。女人过来找他是想要和他组队一起参加啊，但他并不想去参加，所以先说道：我打算闭关一段时日，不准备参加这猎妖大赛。呵，闭关不参加？水莲儿一双美眸中含着满满的幽怨。如此盛会，为什么不参加？说了，闭关。不，这不是真实原因。水莲儿说道。在林浩意外的目光中，水莲儿继续说：因为你喜欢妖女，所以不忍心杀妖族。林浩默然不语，不想辩驳。林浩，即使你不忍心杀害妖族，但宗门有所规定，身处宗门之内的亲传内门弟子都要参加这次大赛。只要我不想参加，我可以跟我师尊挑明，他自然有办法让我不去。水莲儿微微叹了口气，对方的师尊乃是一方之主，在宗门之内拥有极重的话语权，而且出了名的护短。若是他肯出面为林浩作保，自然是可以免于参加大赛。林浩，其实你应该参加这次大赛，这样的话可以洗脱你和妖族之间的嫌疑。
林浩无所谓的笑了笑，见林浩还是不同意组队，水灵儿猜出一些由头。他觉得这个臭男人应该是接连被自己女人背叛，并且成了玄阴宗弟子人人喊打的存在，是故垂头丧气，磨灭了心性。他觉得自己还算了解男人，这是个睚眦必报之人，他不想男人会容忍别人辱他帮他。为了不让男人继续消极下去，他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。林浩，我被修士讲究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，你不能把苦闷憋在心里，更不能消极逃避。那些嘴贱之人在背地里说你、辱骂你，你不必让他们服你，但你可以让他们惧你。只要你的实力足够高，就可以让他们永远闭嘴。林浩诧异地看了水灵儿一眼，他没想到这女人居然如此能言善辩，不过心中却是觉得她说的挺有道理。水灵儿被男人看得有些心慌，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道：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看我女人讲道理，臭小贼就会打趣我。水灵儿翻了个好看的白眼，继续说道：那些妖女是背叛了你，可是你不应该以消极的态度回应，你应该昂扬向上，毕竟你身边不是只有他们，还有我。林浩先是一愣，随后兴奋地问道：你答应要做我的道侣了？水灵儿点了点头，有些扭捏地说道：算是吧，不过前提是你要振作起来，我喜欢的可是意气风发的林浩。听得水灵儿要做自己的道侣，林浩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崔晴儿等妖女离开后，他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，现在有了水灵儿，最起码他可以解放双手了。今日他很开心，只是再高兴也不能忘形，对方算是在他最为落魄的时候选择跟随，这份恩情难得可贵，所以他决定跟对方坦诚相待。灵儿，有件事我需要事先跟你声明。水灵儿俏脸上的红晕尚未消散，道：什么事？你应该知道我修的是双修之法，需要清白女修的原因才能快速提升实力，所以即便我们成为道侣，我也难保专一。水灵儿当然知道对方双修之法的神意，因为她也是受益者，她其实并不在意对方会找多少女人，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还挑明了要做对方的道侣。你不用担心这个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便愿意跟着你，当然会对你好。林浩搓了搓手，满脸兴奋地说道：娘子，现在我们做些爱做的事吧。什么？水灵儿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一时间有些茫然。林浩正要回答，却收到了师尊的传音，他感到一丝意外，师尊不是闭关了吗？怎么突然召见我？虽然想不通，但他还是立马起身赶过去。临走时叮嘱水灵儿在这好好等着他。御剑飞到大竹峰山巅，看到师尊曲线曼妙的背影，林浩心中悸动，不知道如此角色的师尊最后会便宜那个混蛋呢？要是我能当那混蛋就好了，怎么老是胡思乱想？罪过，不能欺世。终止了脑海中的胡思乱想，林浩走近问道：师尊，你不是闭关了吗？风苍月凝视着云海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宗门弄妖弄猎妖大赛，深入妖族老巢，我们自然不能闲着，得暗中保护参加的弟子。林浩心中有些感慨，虽说师尊有些离经叛道，但涉及宗门大义，却是非常的愿意为宗门出力。这次猎妖，宗门精英弟子都需要参加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你要是不想参加，就回洞府里闭关，有我在，没人敢说什么。林浩当然知道师尊有这个能力，可是他现在打算参加。师尊，我决定参加这次猎妖大赛。那些蠢货不是造谣我和妖族关系不清不楚，我就以此证明我灭妖的决心。听到林浩的回答，风苍月无悲无喜，仿佛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可他的行为却是很重视林浩这个弟子。这是圣元丹，只要不是被当场打死，便能救回性命。这是千年老胶的灵甲制成的宝甲，可以抵挡金丹修士的全力一击。这把赤灵剑，我金丹时从敌人手里抢的，神兵宝甲，丹药符箓，随便拿出一件便会让筑基修士抢破头。可师尊却毫不在意地赐予自己。林浩感到无比的温暖，师尊怕是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，没有之一。他为之前自己的想法感受到愧疚，这可是师尊啊，怎能用看女人的目光去打量呢？风苍月语气平淡地说道：去参赛可以，但最好低调行事。你要知道自己现在不仅在妖族挂了号，更是宗门中某些人的眼中钉。林浩微微颔首，他当然知道自己和小狐狸的事肯定会被妖族高层知晓，自己推了他们的公主，不被追杀才是见了鬼。至于宗门之内，且不说罗长老一脉，就是自己最近风头太劲引来的牛鬼蛇神，就够自己喝一壶。虎狼环伺似乎寸步难行，可林浩还是决定参赛。一是答应了水灵儿，怎能放自己的女人的鸽子？二是他的道心不允许他后退。三是他想看看故人。就在林浩浮想联翩之际，风苍月开口道：林浩，你只需记住，遇到危险时可以下死手，不管对面的敌人是谁，你不用被任何的条条框框束缚，随心去做你想做的事，一切由我兜底。师尊对自己关怀备至，林浩心中愧疚更甚，自己刚刚实在不该胡思乱想。下山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怎么还不走？风苍月见傻徒弟呆立不动，不由得发出疑问三连。师尊，我只是有点不习惯。不习惯什么？自打拜入师尊门下，我从来都是被一巴掌扇下去的。这臭小子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？不太聪明的样子。风苍月一拂衣袖，将林浩扇落悬崖。滚吧，10万大山！此次猎妖大赛的目的地，这莽莽苍苍之地，
生活着亿万妖族，其中不乏有血脉高贵的强盛族群。青丘妖族只是其中的一支，生活在山脉外围。至于山脉深处，那是人类禁区，强盛的妖物族群都居于此处，只有元婴大修士方才敢往深处探索。可即使有元婴大修士前往探索，但里面到底居住着何种妖族，谁都说不上来。那些大修士对人类禁区讳莫如深，地阶修士中不乏有不甘寂寞之辈，想要去探寻成为勇者，可结果无非是增加一具具骸骨。为了避免无知修士无端丧命，人族大能施展大法力，在山脉深处设下了禁制，既能防止愣头青莽进去，还可阻挡深处的妖族出入。3日后，玄阴宗山门参与大赛的诸弟子聚集到一起。仰天长望，掌门便是踩着一柄剑，微风吹动他的衣裙，隐约可见7双赛雪似的小腿。当然诸多弟子是不敢细看的，因为掌门权威深重，他们觉得哪怕多看一眼都是对掌门的亵渎。不过林浩要除外，他那双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掌门宛若羊脂似的小腿，甚至还在暗暗比较，跟师尊比起来，掌门小腿上的肉稍微多些，但绝不是肥胖，而是颇具肉感。不知上部山峰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可惜掌门不是慷慨之人，林浩使劲瞄也没有瞄出个所以然来。突然感应到师尊在看自己，他方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，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掌门似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，而是凝视着诸弟子。诸位，妖族乱我宗门，杀我同门，该当如何？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掌门问话，诸弟子兴奋回应。欧阳掌门对诸弟子的回答很是满意。诸君此次猎妖大赛，我在此恭祝诸君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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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0多人齐声呐喊，宛若万古齐擂。所有参赛之人或多或少都感觉血液在沸腾。人类和妖族本就是同水火，更何况这些妖杀害的还是诸位弟子的同门，所以必须踏破青丘，将这一脉妖族灭种。欧阳掌门祝福过诸弟子，便让慕容庆雪先行前往青丘，等待各宗弟子赶过去。玄阴宗的带队长老柳妹梳着高马尾，身着银色软甲，身后背着一杆大枪，英姿飒爽的模样令许多男弟子心生爱慕，但无人敢流露出来。这位可是真正的女杀神，若是招惹到她，非得被捅上数百个透明窟窿。更别说女杀神现在掌管着玄阴宗的刑法，无论公司都是不能招惹的存在。妹儿，麻烦你多照拂一下我这个小弟子。柳妹正欲带队离开，突然听到风苍月的传音，心中不由生出一丝讶异。比北海万年冰山还要冷漠的美人，居然如此关心这个小男人，莫非他有什么特长之处？不然凭什么让一phương之主如此上心？林道友，林浩深知自己在宗门之内可谓是声名狼藉，所以便进行了易容，就是想着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怎料还没出发，便被人认了出来。他回首看向来者，比男人还要英气勃发的女人冷逢春。冷道友，我可是施展了易容术，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冷逢春淡然一笑，指了指林浩身后的剑匣。被额黄色剑匣的人可是不多，而且若是距离够近，我和青鸟之前是有感应的。林浩摸了摸身后的剑匣，心道原来如此。林道友，这次猎妖大赛能否和我一起组队？家人邀约，林浩倒是挺想答应的。他对这个英气女子颇具好感，只是他深知自己现在的处境算是惹了众怒，万一被人盯上，难保会有一场血战。和冷逢春组队反而会连累对方。其实若非水灵儿非要跟随，他真想当一头独狼来去自由。冷道友组队倒是不必，我已经有自己的队伍了。林浩大大方方地牵起水灵儿的玉手，既是表明自己确实脱不开身，更是为了安抚自己女人的心。那好，预祝林道友取得佳绩。冷逢春无比洒脱，献上祝福之后便萧然离开。林浩目送家人离开后，回望山门，和师尊四目相对，他恭敬地施了个弟子礼。臭小子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风苍月嘴里轻声呢喃，风华绝代的脸颊上挂着一丝浅笑。目送唯一在身边的小弟子渐渐远去，林浩和水灵儿两人并未随宗门大部队一起，而是单独赶到会猎地点。主要是他在宗门之内已是声名狼藉，他虽不在乎别人的目光，但却没必要自寻麻烦，所以不如脱离大队伍。他使用易容术之后便换了个身份，当然他这种伎俩瞒不过修为比他高之人。玄阴宗一行离开宗门上千里之后，抵达各宗约定好地点。此时各宗弟子来得七七八八，还有不少凑热闹的散修，上万精英弟子齐聚一地，端的是热闹。林浩已融成了中年人，跟青春靓丽的水灵儿走到一起，像是一对父女。玄阴宗此次的总领队长老柳妹一眼便能看破林浩的伪装，但是却没有声张。他倒是要看看自己闺中密友的弟子能够装到什么时候。林浩并未察觉到有人暗中关注，他和水灵儿正在听人争执。哼，你们玄阴宗这次所遣派的弟子中可有天骄？要知道我们烈阳宗是有天骄出战，你们派出的是哪位天骄？桃花刀仙。听者大吃一惊，可是那位一刀斩落满山桃花的刀仙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听者都激动了起来。桃花刀仙，一位奇女子，她法力深厚无比，一手刀法出神入化，力压一众刀修，博得刀仙美名。更难得可贵的是，她的身姿曼妙无比。至于容颜，绝大部分人
都没有见过他的真颜，因为他修炼了一门隐匿之法，令自己的容颜给人的感觉是雾蒙蒙的，难以辨别真容。听众都没有想到，这次猎妖大赛居然会有金丹种子的参与。这些金丹种子是宗门重点栽培的对象，唯一的目标便是结金丹。结丹境结成的丹分为3种元丹、青丹、金丹。其实传说中金丹之上更是有更高品质的紫丹，不过万年以来未曾有人结出紫丹。修士们公认紫丹是子虚乌有，是前人杜撰出来的，因此修行界便奉金丹为至高，所有筑基修士都以结金丹为目标。可现实是残酷的，大多修士结出的都是元丹，少部分结的是青丹，只有各宗的天骄能够结出金丹。要知道金丹修士冲击元婴境的几率要比普通结丹境高出3成，所以金丹种子都是宗门的宝贝。为此，宗门可以为其大开方便之门，他们不想做的事没人能够强求，哪怕是玄阴宗手腕强硬，也不曾强制金丹种子参与会猎。烈阳宗的弟子看到玄阴宗的弟子眼神躲躲闪闪，心中不由得更加得意。怎么，你们玄阴宗没有金丹种子肯为宗门效力，还是说你们的宗门之中没有天骄？那人如此说时，眼眸中蕴满了嘲讽。各大宗门都有金丹种子，但能称之为天骄的并不算多。所谓天骄，或是同阶无敌，或是拥有独门能力，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能够越阶挑战。烈阳宗的天骄肯来，着实令人感到意外。玄阴宗和烈阳宗摩擦不断，弟子之间更是火药味十足。玄阴宗的弟子在比拼宗门天骄时落了下风，心中都很是不甘。可对方说的是事实，自家宗门的领军人物是鲁不平和宁清雪，这2位确实精彩绝艳，是宗门的金丹种子，但都是闭关狂魔，没有奥压同阶的战绩，尚不能称之为天骄。玄阴宗的弟子正欲反驳，却是听到有人惊呼：“你们快看，天剑宗的李金红！”这一句话瞬间引爆了现场。李金红，那个白衣剑仙，无情剑，没想到他居然会来参加猎妖大赛。刀仙刚至，剑仙又来，我们别想名列前茅了，都来争第3吧。比之桃花刀仙参赛，李金红的出现更是令人激动。李金红，天剑宗的修道种子，容颜倾国，剑法无双，这2个词语便是为他量身定制的。不同于桃花刀仙，李金红未曾隐藏真容，那张祸国殃民的神颜足以令众生倾倒。不只是在天剑宗，各大门派都有他的狂热拥趸。这神仙般的人物降临，众人怎能淡定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天剑宗的天骄出现，宗门弟子并未得意忘形，都是一副神色淡如平湖的样子，似乎这是稀疏平常。这便是正道门派执牛耳者的气度。这次猎妖大赛天骄云集，筑基大圆满案百计，别说争前3了，就算是前10也别想了。在这天玄修炼界之中，要说结丹境之下的绝代天骄，谁能位列前10，没人敢妄下断言。但是若排筑基修士角色前10，那天剑门的惊鸿仙子绝对是位列其中。一位书生打扮的修士摇头晃脑地说道，他是专门收集修道界信息之辈。林浩对金丹种子并没有多大兴趣，他走的路与众不同，没必要过多关注。但是他对角色榜很是上心，耳朵立马支棱起来。书生见众人的好奇心被勾起，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扯。角色榜不仅涵盖正魔2道，而且包括妖族。不过前10之中有5个席位属于正道，居然还盘点了妖族。林浩不由得心生感慨，这个信息贩子有2把刷子。听众的胃口已被高高吊起，见书生又止住了话头，便感觉小猫挠心，于是纷纷叫嚷：“你这酸书生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卖什么关子？就是话说半截，实在是可恶，急死老子了！”见群情激动，书生不敢再卖关子，娓娓道来：筑基修士角色榜前10，正道门派所占的5个席位，那便是天剑宗的李金红、无极宫的叶兆秋、万花谷的听烟、听雨和玄阴宗的宁清雪。尤其是万花谷的2位，乃是双生女，一位清纯动人，一位妖媚绝代，若是能够同时拥有，给各仙位都不换。林浩微微吃了一惊，宁清雪的美貌他见过，那4位跟起齐名，该美成什么样，难以想象。烈阳宗无人上榜，烈阳宗的崽子们，刚才你们不是很挑吗？现在怎么不得意了？一位玄阴宗弟子顿时开口奚落：“哼，也就是我们的桃花刀仙没有暴露真容，否则必将占据一个席位。”书生压了口茶道：“你们先别忙着争吵，你们可知妖魔2家的绝色美人都是谁？”林浩的耳朵立马支棱起来，魔道他并不关注，他想知道妖族的绝色美人会不会有小狐狸。妖族不知道，但魔道肯定是合欢宗的美人，不论容颜，光那销魂的感觉，我就支持他们入选。一个矮冬瓜满脸贱笑的说道。没有人嘲讽矮冬瓜色眯眯的样子，反而很赞同他的说法。合欢宗的女人，或是雍容华贵，或是热烈如火，或是柔情似水，或是小家碧玉，几乎涵盖了男人所喜欢的女人类型。书生见听众浮想联翩，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你们想错了，人合欢宗可不是魔道啊，因此不能占用魔道的名额。而且合欢宗的女人是不列入角色榜的，她们修的都是媚功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因为美而喜欢她，还是因为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。我们还是说回魔道。书生想把话头引回去，可听众们都不乐意了。我们不想听魔道的屁事，
快讲讲合欢宗。没错，老子想知道合欢宗的女人到底是不是传说中那样销骨销魂。应众人的强烈要求，书生只得讲述合欢宗的相关信息。你们想听合欢宗的事情，那今天要饱耳福了。合欢宗啊，出了个美艳无双的尤物，名为顾倾城，修行天赋也是绝艳，那可是不输给李金鸿的绝世天才。我们不想知道他修行的事，我们只想知道他怎么个验法，怎么个有法。倾国倾城貌，惊为天下人。书生只是吐出10个字，却是令众人遐想连篇。林浩倒是没有注意容颜描述，他在想合欢宗地功法是不是更契合自身的体质。合欢宗本就是以双修为修炼之基，宗门功法完全是为了采补。若是换成合欢宗地功法，自己修炼速度会有多快？林浩很好奇。只是合欢宗地功法从来不外传，即使是宗门弟子，也是修炼完一阶段才能领取下一阶段地功法。而且这个宗门的弟子，神识海中都被种下了禁制，一旦涉及到功法，神识海便会爆炸，变成痴呆人。大家都在幻想顾倾城何等的角色，也有人嗤之以鼻，可笑，可笑至极。李金鸿何等的天才，岂是小小合欢宗能够碰瓷的？你这酸儒空口白牙，凭什么说合欢宗的女子胜过惊鸿仙子？被人说了一顿，书生并不恼，还是神色淡然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据说魔道巨擘司无邪亲自到合欢宗拜访，为自己的小儿子求亲，便是希望顾倾城能够入他家的门。你们要知道，那可是司无邪啊，眼光何等的高傲。他曾放言想入他家的门，需的是元婴大修士，但现在却愿意降低修为标准，亲自登门提亲，可见顾倾城的容颜是多么的令人倾慕。合欢宗的掌教也同意联姻，只是顾倾城不愿意。他放出风声，自己中意的郎君须得是正道中人。名门正派的弟子们闻言，心中不由得泛起涟漪。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说自己有机会了？只是该死的读书人又在卖关子，还有半截话没有说。诸位，先别高兴得太早。顾倾城还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他的夫君需和他同境界，而且必须是能打得过他的。你们要知道，顾倾城可是筑基大圆满，寻常人连拜倒他石榴裙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听完书生的话，听众的心立马沉了下来。顾倾城也是位天骄，一身修为惊人，战力无双，同境界的人怎么可能击败他？除非是自身亦是天骄，而且是能越阶挑战的那种。林浩倒是起了争强好胜之心，他想着有机会要跟对方都大战一场。他只是一生要强，才不会承认自己缠对方的身子。水灵儿一直在观察着林浩，见其听到书生盘点美人，颇为兴奋，秋波中含着一丝幽怨。你想得到顾倾城那个女人？林浩摸了摸下巴。虽说水灵儿之前说过不会在意他找多少女人，但心中终归会有一些芥蒂。他这个时候贸然回答，反倒是不好。因此顾左右而言他，顾倾城擅长使用什么道法？书生很给面子，立马说道：你们难道就不好奇，这顾倾城为什么胆敢拒绝魔道巨擘？实是因为顾倾城尚未踏入仙门之际，便被一位元婴大修士带师收徒。那位的威名虽不曾在世间流传，但是咱们都是修行多年的老妖怪，头发丝都是空的。你们好好想想，能教出大修士的人，自身修为该是多么的恐怖。所以那怕顾倾城拒绝了，魔道巨擘被驳了面子，但却未曾说些什么。除非是顾倾城愿意，否则没人能强迫他做事。诸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话音刚落，周围众人默然不语。能让元婴大修士带师收徒，这个顾倾城自身有大秘密。林浩觉得事情有些不对，不过这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毕竟他是第一次听见顾倾城这个名字。林浩这个穷书生嘴上没毛，说话不牢。我也是算是在修炼界经常跑的人，却是没有听说过魔道巨擘司无邪前往合欢宗提亲，更没听说过元婴大修士带师收徒。水莲儿阴唇抿出一丝不屑。林浩不置可否，并未出言反驳女人。他自身觉得书生说的应该是真的，而且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应该也非普通人，敢揭司无邪的伤疤，自身怎么可能没有两把刷子？他现在对顾倾城越来越感兴趣，真想跟其酣畅淋漓的大干一场。书生还想说些什么，掐指一算，脸色大变，顿时化作一道流光远遁而去。这书生有意思。林浩看着远去的流光，不由感到好笑。走吧，我们暂且找个地方休息一番，便该进入山脉猎妖了。一会宗门长老可能要训话，我们不留下来听听吗？不必听，反正都是一些没用的套话。一语落，林浩便感到了不对劲，周围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，一些人更是两眼放光。林浩！一人兴奋地喊道：咦，我都易容了，怎么认出我来的？林浩摸了摸脸，才发现自己的易容术被人悄无声息地给破了。是谁？林浩很疑惑，是谁悄无声息破了他的易容术？听到林浩二字，玄阴宗诸弟子纷纷扭过头来。好啊，果然是这败类，该死的东西，你还有脸出门？还敢出门？你勾结妖魔，造成2次祸乱，我的道侣便是因为你没的。宗门内我无法报仇。一个青衣修士双眼喷火道：宗门出了你这种人是大不幸，享受宗门修道资源，却尽是干些男盗女娼的事，你还要一点脸吗？林浩，我要是你就跪下来自杀谢罪。跟这种败类有什么好说的？反正他也要参加猎妖大赛，
我们见他一次抢他一次便是。群情激愤都是声讨林浩的，后者却是不在乎。经过水灵儿的开导，他早已想通，跟这群人没必要讲道理，而是要用拳头征服他们。他并不介意在此跟叫嚣者大干一场。林浩的易容之法是带队长老柳妹破的，他只是想逗逗这小子，没想到害得其被围攻。眼看要爆发内乱，柳妹赶紧出声制止。一群蠢货只会窝里斗，去跟其他宗门争斗啊！在这围攻同门，除了让别人看笑话，还有什么用？待队长老发话之后，声讨林浩的人偃旗息鼓了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过来领符箓，这是给你们这群兔崽子救命用的。只要施法使用，便有各宗门的长老前去营救。当然，一旦被救，就会丧失比赛资格。柳妹分发完符箓，便联系慕容庆雪，告知这边准备完毕。后者作为这次猎妖大赛的总负责人，正准备发言，宣布大赛开始，却见天际处有一艘飞舟快速地向这边飞来，会是谁？众人心中生出疑惑。正道各大门派的人员俱已到齐，谁会在这个时候过来？稍请，宛若画舫似的飞舟悬浮在半空中，走下来两对青衣薄纱美人，脚下踩着片片花瓣，似是在恭迎某位尊贵的人物下舟。梦琴、慕容庆雪美眸中闪过一丝惊疑，合欢宗的宗主怎会来此？梦琴抚一下来，便有万千花瓣飞舞，更别提在花海中穿行的蜂蝶。好美的女人，不好诱人的妖精。没错，林浩在美貌妇人身上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妖气。这位合欢宗掌权者之一，居然是妖族出身。当然，像他这修为通天的大妖，想要隐匿自身妖气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这女人却如此坦然，可见合欢宗的门规宽松，而且不在意世俗眼光。林浩一下子便明白，为什么并未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的合欢宗不能够名列正派。实是因该宗门徒有教无类，只看天赋不看品性，甚至是不分种族。这妖女的倾城容颜似乎可以摄人心魂。林浩只看去一眼，便感觉自己将要沉沦。他赶紧咬下舌尖，让自己清醒过来，随之心中满是惊讶，这女人的媚功好生厉害，居然可以无形中让人沉沦。其实仔细观察，这貌美妇人并没有风苍月漂亮，跟慕容庆雪在伯仲之间，可在中了媚功的情况下，只会觉得她才是天下第一美人。梦琴，你这是何意？慕容庆雪玉指一弹，天空中盘旋着一条巨大的冰龙，吼出一声龙吟，方令陷入媚境的众人如梦初醒。梦琴连步款款走了过来。庆雪，我来此当然是为了猎妖。慕容庆雪微微皱眉，合欢宗亦正亦邪，并不受正道门派待见，所以这次大赛并未邀请，怎料他们会不请自来。不过除妖当然是人越多越好，既是为除妖而来，我代表玄阴宗表示欢迎。梦琴展颜一笑，令在场所有貌美女修饰了光彩。庆雪，我带来的人可是不多，只有我座下弟子一人。倾城下来吧。一语落，众人皆惊。顾倾城，这美艳妇人居然是顾仙子的师傅。两个呼吸后，一位妙龄女子从飞舟上缓步走下来，花瓣蜂蝶比之梦琴不遑多让。林浩的目光瞬间被吸引，两弯龙烟眉，秋波含情目，相娇玉嫩的脸颊，梨窝中含着一丝笑，脸上未施粉黛，却是七雪赛霜，嫩的似乎能掐出水来。身着紫色翠烟衣裙，肩若削成，腰若约素，曼妙的身姿极尽上天宠爱，美，实在太美了。女子未下舟时，林浩便对自己使用了醒神符，就是担心自己沉沦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他依然是被女人的美貌惊艳到了，沉迷于幻境中，久久不能自拔。这顾倾城确实是美极，那位上了角色榜的李惊鸿，跟这位比起来都要黯然一丝。慕容庆雪修为高深，再加之是女性，自然不会被顾倾城的美貌影响，只是在心中暗骂了一句祸水，心里骂归骂，表面上却是笑嘻嘻。梦到有的爱徒肯参加大赛，必然会让诸宗弟子感受到激励，给大赛增添威势，确实会有激励。林浩扫一眼身边的一众男修，现在依然沉沦在女人的美貌之中，看来慕容师输得再次施展一次术法，让冰龙把这些家伙惊醒。看到诸弟子的模样，慕容庆雪暗骂一句没出息，无奈施展了冰龙术法，令众人清醒过来。各宗弟子俱已到齐，慕容庆雪眼眸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林浩身上，随后开始训话。今天我们迎来了修仙界的盛事猎妖大赛，在这我想向各位弟子们发出一个号召，尽情发挥自己的所学所长，多杀妖。相信你们都已经在平日里刻苦训练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，现在只需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，就可以在猎妖大赛上大放异彩。最后祝愿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这次猎妖大赛获得收获，得到成长，为我们仙道正门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我宣布猎妖大赛开始。他话音一落，诸宗弟子犹如脱缰野马般冲进10万大山。林浩冲入的速度也很快，只不过他不是为了争抢猎妖，而是设法避开众人，毕竟他在玄阴宗很不受待见，刚才对他放狠话的人着实不少。为了避免陷入被围攻的困境，他只得快速脱离人们的视线。林浩带着水灵儿一路遁形，好在各宗弟子混杂，场面比较混乱，两人行至青丘妖族领地外围，四处查看不见其他修士，便暂时松了口气。林浩打算重新进行易容以及隐匿气息，而且还准备帮水灵儿易容换装，主要是现在不少人知道他们二人是道侣。然而还没等易容完成，
林浩便感觉到有人接近，林浩的眉头立马皱了起来。这里十分偏僻，灵气匮乏，很少有妖族出没，所以不会有人来此猎妖。这群狗东西八成是冲着自己来的。这个时候遁逃是来不及了。林浩把心一横，决定给这些家伙点颜色瞧瞧，不然他们会像苍蝇般死缠着自己。此时水灵儿也感应到有人过来，而且人数还不少，难免有些忧心。林浩，我们要不要暂时避一避？不用避，一味的逃跑只会让群该死的家伙变本加厉。片刻之后，一位白衣女修带领一队人马赶来，看见林浩在原地未动，她颇感惊讶。本以为对方会继续狼狈奔逃，还要花费一番功夫追踪，没想到对方居然不逃。这样正好。林浩，你怎么不逃了？美貌女修鄙夷问道。当她得知林浩的事迹，愤慨不已。这无耻败类，为了提升修为，指不定害过多少女修的身子，实在是人渣。他今日过来，便是要为受害的女修讨一个公道。女修带来的人也是纷纷出言谴责。林浩现在跪地磕头，爷爷可以考虑放你一马，跟人渣废什么话，直接动手杀了他，为宗门除害。道友不要如此暴躁，我倒是觉得可以驱使这败类帮我们猎杀妖族。几人一人一句，浑然没有将林浩放在心上。美貌女修在上次内门大比中名列前50，要是运气好点，还能再进一步，是实打实的精英弟子。再加之带来的亲信都不是庸手，他觉得收拾林浩简直是手到擒来。林浩，跪下求饶！美貌女修喝道。哼！林浩冷笑一声，缓步走上前，寒星般的眸子里闪烁着冷光。跪下求饶？我林某没有这个习惯，反倒是你们成功惹怒我了，现在跪下求饶也是晚了。美貌女修等人仿佛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家伙说让我们跪下求饶，实在是笑死我了。一个马脸修士张狂地说道。啪！越不过1秒，马脸修士便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，半边脸瞬间肿胀起来。美貌女修心中吃了一惊，她知道林浩实力强，能够闯入内门前50，怎么可能是弱者？可她觉得对方和自己的实力最多也就是在伯仲之间，但自己却没有看清他的动作，小弟便狠狠挨了一巴掌。林浩，你敢打我？马脸修士恼羞成怒道。啪！又是一巴掌，马脸修士变成了大饼脸，两边脸同时肿胀，颇为对称。动手！美貌女修娇喝一声，率先朝林浩冲了过去。其余人见状也想跟着去围攻。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水灵儿长相极美，而且又修的是媚术，只是一颦一笑便令数名男修沉沦陷入幻境。美貌女修心想同为内门大比前50，自己的实力不会弱于对方，可谁料一交手，她便落了下风。对方尚未使用法器符箓，便把她压制住了。她眼眸中闪过一丝讶然，吃惊道：已不是刚迈入筑基后期，你的实力无限接近筑基大圆满。女修落入下风，倒是没有选择苦挨，而是招呼同伴上来帮忙。本来正欲围攻水灵儿的2名筑基中期修士，转而来攻杀林浩，可即使有2位同伴帮忙，却只是跟林浩打了个平手。无耻败类，莫非内门大比时你隐藏了实力？林浩轻描淡写地将一个筑基中期修士拍飞，眸子流转着不屑。我无论参加何种比赛，志在争第一，为什么要隐藏实力？美貌女修默然，以对方现在的实力，争夺内门第一那是痴人说梦，但是争个前20还是不成问题。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，没想到会陷入苦战。美貌女修心中愈发的恼怒，朝着2位同伴吼道：不要留手，用全力杀死林浩，肃清宗门风气。这里灵气匮乏，没有妖族在此生活，长老们不会分心于此，而且这是在妖族的地盘，死个弟子非常正常，宗门追究也查不到我们。2名筑基中期修士齐声唱诺，各自使出了独门绝技。一时间，这片小天地术法绚烂，威势惊人，尤其是美貌女修使用的一口小钟裹着金色光华，直接朝林浩盖了下来。这群狗东西用的都是杀招啊，是真的想杀我？林浩脸上覆盖了一层冰霜，既然对方如此做，那么他不再留手。正如对方所说的那样，这里是荒郊野岭，而且猎妖嘛，怎么可能不死人？他心念一动，温养在丹田中的剑丸直接飞到他手中。师尊赐下来的剑丸，没想到会用在这里。得到剑丸之后，他一次未用，因此也很好奇剑丸的威力。他运转周身灵力，灌注到剑丸之中，丹药大小的剑丸立马恢复真身。一柄3尺清风，薄薄的剑身上雕刻着许多火纹，剑柄上更是雕刻着2朵火莲。这是风苍月依照自己的配件所炼制的剑丸，呕心沥血之作，剑威滔天。当林浩往剑丸中灌注灵力的刹那，美貌女修等人便感觉到了不安。等到剑丸化作法剑之影，他们有种跪下臣服的冲动。美貌女修承担了绝大部分剑威，她想要转身逃跑，可是自己被剑威锁定，逃跑也是奢望。急！林浩舌战春雷，剑光如虹，携带着无匹的气势，将女人给斩飞。美貌女修如同破麻袋似的倒飞了出去。2名筑基中期修士只是承担了些许剑威，便被斩得吐血。与此同时，水灵儿也搞定了那几名沉沦于幻境的男修。林浩手里把玩着剑丸，不疾不徐地走到领头女修身前。这女人扛了大部分剑光，小腹被斩出一道可怖的伤口，血染红了白色衣裙。女人看向林浩的目光充满了畏惧，后悔招惹这个煞星，可现在后悔却也是晚了。她只能祈求对方不要杀她。道兄，
饶我一命。女修虚弱至极，声若游丝，饶你？你对我下杀手时，可曾想过放我一马？所以我凭什么放过你？想要活命可以，拿你最值钱的东西交换。两名筑基中期修士心思倒是活泛，赶紧将自己的储物袋奉上。林道兄，小小心意，请你笑纳，饶我一条小命。两人异口同声道。林浩只是冷笑一声，喝令两人打开储物袋的禁制，然后分出一缕神石查看袋内物品，却是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物品，一手可数的妖丹，灵石也是少得可怜，只这么些东西就想买命？你们的命还真是贱啊！两名修士脸上闪过一丝凄然，这年头修真界并不太平，谁也不敢保证这猎妖大赛中会不会出现劫修，所以傻子才会把财产带到身上。林浩将储物袋扔给水灵，然后说道：这么一点破烂，可打发不了我，不过想要活命倒也不是不行。两人见事情有转机，赶紧求饶道：您说怎样才能饶了我等？立下天道誓言，今日所发生的事不可对外人泄露，而且回到宗门须得还我500中品灵石。两人倒吸一口凉气，500中品灵石换算成下品灵石则是5万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可现在为了保命，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其余几位男修见状，有样学样，也立下天道誓言。林浩让这几人立下天道誓言，并不是害怕他们泄露此件事，而是不想暴露剑丸的存在，这可是他的保命底牌。美貌女修虚弱地说道：林道兄，我也肯立下。他话还没说话，便被林浩打断：不，你不行，灵石可不是你身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女修脸上闪过一丝迷茫，但随后便想到对方修地功法，念及此处，她的脸立马红润起来。她一心向道，除了修炼心无旁骛，并未想男女之事，因此还是完璧之身，守了多年的清白，今日要背。在她胡思乱想之际，林浩使用法力将女人摄取到身边，和水灵化作遁光离开，找到一处山洞，将里面的熊妖杀死。林浩将女人放到干草堆上，然后命令对方打开储物袋，翻找出疗伤丹药，喝令其服用疗伤。他可不想跟重伤之人做海鲜生意，要是中途死了，岂不是很尴尬？林浩一边等着女人恢复伤势，一边服用灵丹恢复自身灵力。师尊赐下的剑丸威力是大，但消耗也是惊人，只用了一次便抽取了他自身大半灵力，以后不到关键时刻尽量不动用剑丸。半日后，林浩感觉自身的灵力恢复，美貌女修却还是一副虚弱的样子。她何等的聪明，一眼便看出女修在拖延时间。哼，跟我在这玩心眼子。林浩的语调清冽，冷冷说道：你最好是赶紧恢复伤势，否则我的耐心消耗完，我不介意杀了你泄愤。女修感受男人话语中冰冷的杀气，不由吓得身体一颤。清白和命孰轻孰重，女修还是能分清的。她哪里还敢拖延，赶紧恢复伤势。筑基修士已然不用服用饭食，而是服用辟谷丹参风饮露即可，但水灵儿却像是故意的一般，就在洞口架火炙烤熊掌，而且一边烤一边振振有词，让你没眼色，不知道主动把洞府让出来，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好受了吧？女人的声音很大，在洞府里回响。林浩听出来女人的话外音，自己将要和别人双修，对方多少有些吃味，这很正常。若是自己的男人左拥右抱，自己却无动于衷，那才是可怕。他嘴角勾起一抹笑，一步到洞外，从后抱住水灵儿。林浩，讨厌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安慰安慰你这个粗坛子。安慰好水灵儿之后，水灵儿心中不满消散，主动在洞外给林浩护法。不久，大量的火灵气就开始往洞内汇聚。天蒙蒙亮，林浩才开始盘腿打坐，内视丹田，发现灵气海又凝实了许多，心中不由得大喜。半炷香后，他见女人行转，威逼其立下天道誓言，便和水灵儿离开了这里，独留美貌女修在洞内，眉头蹙成一团。好无情的男人啊！一夜春风，却是一点也不眷恋，自身修为又长了，距离筑基大圆满越来越近。林浩的心情大好，反倒是希望有人过来追杀自己，最好都是女修。他意气风发，走着不由自主地哼起小曲。这里的山路18弯，追杀我的女修赛天仙。之前他小心翼翼隐藏行踪，担忧人们围杀，但现在实力提升，见识了剑丸的威力，想只要再来1-2个女修，他突破炼气大圆满，即使是宁清雪，他也能一战。所以现在他根本不惧了，不知道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运气衰。从山洞离开没多久，便遇到了拦路者，一行3人，只有1名女修，而且还是等比例身材，脸更是不能看，五官单独拎出来就够丑的了，组合到一起，当真是丑上加丑。他有种莫名的直觉，这位铁定是处子之身。林浩，领头的黑塔式的巨汉走上前，看着林浩就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。主要是林浩恶名在外，诸多玄阴宗弟子想要击败此僚，他若是能在此劫掠对方，狠揍对方一顿，让其求饶，必然会扬名立万。所以为了获得名望，他布置下了留影石，就是想着留存在战斗影像，好证明他击败了无耻败类。今天遇到你黑丝大爷，算你到了血霉，快快跪下求饶，大爷便给你留一条胳膊。对方不停的挑衅，林浩却是神色未变，他扭头冲着水灵儿说道：你说是不是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像狗一般蹦跶？你说错了，狗可不会蹦跶，是癞蛤蟆才对。两人都没有压低音量，黑塔汉子那黝黑的脸都被气得泛红，
这对该死的狗男女是浑然没有将自己放在心上啊！士可杀不可辱，可这对狗男女却侮辱自己是癞蛤蟆。其实他嘴唇扩大，并且向外凸起，倒是真像个癞蛤蟆。这戳到了他的痛点，一言不合直接动手。可这黑丝看着满脸凶相，绝非一鱼之辈，但其实修为还没有之前那个女修的修为高，很快就被林浩击败了。砰！林浩单脚踏在黑丝身上，将其胸骨踩折了好几根。他蔑视对手一眼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这样的废物也敢来追杀我？”黑丝喉咙里憋着一口鲜血，有心反驳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与此同时，水灵儿也将另2位修士击败，并且将他们提到林浩面前。肥胖女修想起林浩的外号催花狂魔，小咪眼中闪过惧色，连忙求饶道：“林道兄，不要辱我修道多年，未曾找过男人，身子还是清白的，除非你和我结为道侣，否则我誓死守护清白。”林浩本来挺严肃的，乍然听到肥胖女修如此说，看着对方的尊容，好悬没有呕吐出来。自己再想提升修为，也不能饥不择食啊！这种货色，即使是蒙上眼睛，却也下不去手。胖女修喋喋不休，实在是惹人心烦。林浩索性将她的下巴给打脱臼了。世界终于清静之后，按照之前一样搜刮对方妖丹，并让其拿灵石买命，拿不出就让他们发天道誓言。天道誓言对修士的约束性极大，一旦没有履约，便会遭受因果。这下想赖账，却也是不成了。让黑丝等人立下天道誓言后，林浩便让他们离开了。主要是他真不想看见那个胖女修，这女人实在太自恋，总以为林浩馋她的身子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捡拾好战利品。水灵儿向林浩问道。钓鱼。水灵儿美眸中闪烁着疑惑，不解地说道：“我们来此可是为了在猎妖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，你确定不是猎妖，而是钓鱼吗？”林浩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有蠢货带着妖丹送上门，我们何必费劲去猎杀妖兽？先去抓几个舌头，然后让他们放出风声，我所处的方位定然会引来一些人追杀我。水灵儿皱眉道：“你确定这样可行吗？那些家伙会乖乖的过来？修士也是人，只要是人便会被虚名类。宗门中那些家伙显然是想把我当作踏脚石，提高自身的名望，那便让他们来吧。”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自山川之上奔涌而下，激溅起的水花将周围的山石磨穿出不少孔洞，连带着江边的一座古庙也是破破烂烂，庙的木柱早已腐朽，之所以没有倒塌，是因为有龙骨支撑。这是真正的龙骨，来自一头千年老蛟，其骨比神铁还要坚硬，历经千年风雨也未曾酥化。庙中满是碎木残瓦，还有动物粪便。神台上则是供奉着一尊神像，人身虎首，却是辨不清真容。一团篝火熊熊燃烧，焰苗映衬下，那泥胎石像虎脸上却是散发着绿油油的光芒。林浩坐在篝火前，背靠着神台，神色专注地用铁剑翻着篝火上的烤鸡，肉香弥漫。他撕下一只鸡腿递到神像面前：“你吃吗？”神像不言，没口福。林浩大口朵颐起来，吃得正香之际，却是听到水灵儿的传音，有一行6人向神庙这边赶来。这是他和水灵儿制定好的战术，女人在外望风，来者若是实力不强，则是直接干掉；若是强，则是风景扯呼。依靠此战术，已经阴了一波人马，不仅收获诸多妖丹，而且还得到不少妖兽尸体。林浩所炙烤的鸡便是一只妖禽，他手中的鸡腿刚吃完，庙门便被人大力踹开。这群人啊，太暴力了！林浩眉心凝着一丝无奈，直接将手中的鸡骨头掷向来者。啪！来者反应倒是挺快，一刀便将鸡骨头击落，只是脸色不太好看。本以为对方使用的是独门暗器，结果却是一根鸡骨头。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。林浩，你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！林浩又拽了一只鸡腿，一边细嚼慢咽，一边悠悠说道：“你们跋山涉岭过来围攻我，反倒说我欺负人，废话少说，准备受死吧！”来者仗着己方人多势众，一窝蜂的朝林浩攻了过去。只是他们的实力真的不行，领头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筑基后期，不知怎么想的，也敢来围攻他。看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只是勉强接下宁清雪3剑的普通筑基后期，将其视为了软柿子，都想来捏一下。不过这正好正合林浩意，很快将这队人击败。林浩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，想活命必须拿灵石来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位容颜清丽、身姿曼妙的女修，当场便拿出500中品灵石赎自己的命。可同伴们都被放走了，他却被扣押了。林浩，你这是何意？女修脸上闪过一丝凄然。你们不是给我起了个催花狂魔的外号，我当然得让其名副其实啊！女修并非雏鸟，一下子便明白了林浩的意思，雪白的脖梗瞬间红了。强行和女修共赴巫山，林浩实力有所提升，不过还是没能破境到筑基大圆满。见到林浩和其他女修，水灵儿又不高兴了。林浩只得决定好好满足这个小醋坛子，不过不准备在这里，因为这里不仅血腥味极重，而且被不少修士给盯上了。他可不想办事的时候被人打扰到。反正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又有一座神庙，也是破败荒凉，他打算去那里和水灵儿好好战一场。然而还没有走到，他却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宁清雪，这女人是金丹种子，理应在青丘妖族的核心组的猎妖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林浩正准备离去，换个地方，
却又看见一头白虎进了神庙。宁清雪和妖族白虎同进一庙，林浩眉头皱作一团，他可不会认为这一人一妖进庙是为了打生打死，前后脚进去的，显然是约见。林浩心中念头百般流转，强烈的好奇心让他心中有了决断。他打算悄悄摸到神庙外面，看看这究竟是个怎么情况。他和水灵儿所修炼的断法都来自首阁老人，这断法相当奥妙，施展之后，两人的存在感极低，哪怕是山文都注意不到他们。两人摸到神庙外，林浩轻轻取出火灵剑，单手握紧。他觉得宁清雪行事鬼祟，保不齐是狼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握着剑，能给他带来一丝安全感。这座神庙很大，而且保存的较为完整，主殿上的牌匾尚在，只是字体被岁月斑驳，辨不出写的是什么。林浩的眼神很好，远远看见主殿中的神台上供奉着一尊巨大石像，依然是虎首人身，只不过这尊神狐极有可能是瓷的，因为林浩看见神像披着破烂的纱衣，而且那张狐媚子脸似是抹了朱砂红漆，显得妖艳无比。尤其是他感觉这石像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自己，颇为诡异。观察片刻，林浩赶紧移开目光，开始扫射大殿。果不其然，看见宁清雪和易魁梧中年人对立而坐。林浩在中年人身上感受到一丝妖气，显然是那头白虎化形。欧阳掌门的爱徒却和妖族约见，林浩瞳孔一震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莫非这宁清雪是妖族的奸细？先后被李秋水和崔琪儿摆了一道，林浩很难不将宁清雪和妖族联系到一起。若不是奸细，为何跟青丘妖族私下会面？而且看样子相谈和谐得很。林浩的脸色愈发的阴沉，他从剑匣中抽出长剑青鸟，在剑身上绑缚一块流影石，然后往长剑中灌入灵气。青鸟以极缓的速度缓缓接近主殿，约莫过去一炷香时间，眼看一人一妖将要结束谈话，林浩赶紧召回青鸟，随即携着水灵儿离去，奔走100来里地，方才停了下来。林浩，宁清雪身为掌门爱徒，竟然和妖族密谈，显然在图谋不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水灵儿一脸的义愤填膺。先别急，看看他们交谈的内容。林浩脸色阴沉，取下流影石，灌入法力后，一道光影浮现出来。听完宁清雪和妖虎交谈的内容，二人大吃一惊。这宁清雪果然是妖族奸细，不说她是人间更为贴切。这女人联合妖族定下毒计，想要将个大宗门的天才弟子一网打尽，从而断了个大宗门的根基，以达到妖族以其人之道害至其人之身，反击人族的目的。身为人族，却和妖族勾结，坑杀同根同种，心肠实在歹毒。林浩对宗门的归属感虽说不强，可宗门之内有他在乎的人，师尊、水灵儿以及他认识的人，冷逢春、韩长老，他怎能看着他们命丧于妖族之手？必须将此事告知宗门高层，戳破宁清雪的阴谋。虽然心中异常愤怒，但林浩没有病急乱投医，而是认真的分析形势。这事若是告知小竹峰尊主慕容庆雪，难保他不会将此事透露给欧阳掌门。林浩现在对掌门也不是那么的信任，毕竟宁清雪是他的爱徒。他认真的想了想，决定将此事告知带队长老柳妹。这女人和他师尊交好，可以委托其和他师尊通个气。林浩敲定主意后，便开始搜寻其他队伍，竟然又遇到了黑丝，对方脸更黑了。林浩，我们可不敢打劫你了，你不打劫我，我就不能打劫你了。别废话，我只找你们借用一件东西。林浩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一张符箓，这是宗门发给诸弟子的保命符，一旦使用便会有长老赶过来，及时的话可以保一命，但同时会丧失大赛资格，所以林浩没有使用自己的。三人见林浩催动了他们的符箓，不知林浩是何意，但也不敢反抗。他的运气还不错，赶来的长老正是柳妹。柳梅看到林浩手里的符箓颇感意外，然后又看见黑丝等人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他瞬间便明了了，林浩手中的符箓不是自己的，这小贼实在太贱了，抢了别人还不算，还捏碎别人的保命符箓，这不是强制别人退赛吗？实在太狗了。感受到长老目光中有一丝同情，黑丝满脸委屈。对啊，抢光我们还不算，我们都没招惹他了，还来抢走我们的保命符箓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柳妹皱眉，捏碎别人的保命符箓，这不符合规则。他刚准备开口斥责，却是听到林浩的传音：柳长老，我发现一桩惊天大秘。柳妹光洁的额头蹙起，惊天大秘，这小子在搞什么鬼？他传音道：什么秘密？这里人多口杂，不适合商议此事。柳妹长老眉头蹙得更紧，素手挥出一道白色匹链，缠着林浩的腰，眨眼间冲到10里开外，并随手布了个结界。这里没人，可以说了。林浩感念一番柳妹实力高强，便开口说道：柳长老，宁清雪是妖族奸细。宁清雪？柳妹眼皮一跳，声音变得尖利起来。你是说宁清雪是妖族奸细？这怎么可能？她可是掌门爱徒。林浩，你要知道构陷同门是大罪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。见柳妹不相信，林浩也不说废话，直接将流影石取出来。柳妹看完流影石的内容，还是感到难以置信。自幼入宗的宁清雪竟然会是奸细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。可流影石中的内容做不了假，这位金丹种子真的和妖族密谈，而且定下坑杀宗门天才的计划。柳妹的俏脸阴沉下来，将流影石收回储物袋中。这事
我会立马上报给宗门高层，交由他们定夺。林浩怕的就是宗门高层中还潜伏有妖族内奸，或者说掌门和妖族之间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，因此他才将这柳影石交给柳妹，而不是慕容庆雪。柳长老，弟子有个不情之请。柳妹显然还没有从宁清雪是妖族内奸的震惊中缓过来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：“有话直说，希望你能将此事先告知我师尊。”柳妹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随后说道：“此事不要声张，你安心参赛，遇到危险之后便捏碎保命符箓，会有长老赶过来相救。”辞别柳妹，林浩和水灵儿两人继续执行钓鱼计划。林浩，这是我之前用柳影石记录的，有他们声称要杀你的话语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今后遇到其他队伍，我们都要暗中用柳影石记录，是他们要杀你，你才将来若是闹到刑法长老和掌门那里，他们反咬你，我们也好有凭证。水灵儿柔柔的手掌中躺着几枚柳影石，林浩没想到水灵儿竟如此细心，他不由心生感慨，灵儿还真是各显内助，有师尊相护，他虽不怕跟别人对峙，但多个凭证确实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灵儿，你做得对，我已经被审讯过2次了，这次事后只怕也是免不了受审讯，有了柳影石做证据，我看他们奈我何。林浩对水灵儿大加赞赏，之后两人又因了2拨人马，其中有一队有一位长相清秀的女修，林浩故意激怒他们，让其说出要杀他的话语进行录影，之后才全力将他们击败，掠夺妖丹灵石，然后掳走女修。和其进行双修之后，林浩感觉自己半只脚踏入了筑基大圆满，他推测再找一位清白女修便能彻底迈入筑基大圆满。然而他的钓鱼计划失灵了，再调过来的人最起码都是10人一行，而且筑基后期不下2人，根本打不过。这些家伙怎么突然就联手了？林浩转念一想，心有明了，自己的行为怕是引起了众怒，正如他所猜想的那样，被他劫光身家的修士将他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，引发了玄阴宗弟子的同仇敌忾。他们本就对林浩心怀不满，经过此事之后更是恨得牙根痒痒。诸多玄阴宗弟子自发地组织了伐灵队伍，他们现在以找到林浩为主，猎妖反倒成其次了。当然，这些人之所以迫切地想要找到林浩，除了是想为民除害，更是盯上了后者手里的妖丹和灵石。据传林浩因了数10拨人马，手里的妖丹灵石不计其数，干掉林浩不仅能够收获名望，还能收获大量妖丹，何乐而不为？玄阴宗这边的动静却是引起了其他宗门弟子的注意。天剑宗惊鸿猎妖队，师姐，这林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突然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，玄阴宗的弟子找他都快找疯了。一个身着碧绿衣裙的女子坐在一头水牛大小的4尾狐狸身上，李惊鸿盘腿而坐，膝盖上横着一把剑，长长的睫毛遮盖着眼皮，绝美的脸颊上没有任何的神情波动。师姐，你倒是说话啊，林浩那家伙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？我特别好奇，不认识也不感兴趣。李惊鸿豁然睁开眼眸，碱水双瞳中流转出一道金芒。玄阴宗的事与我们不相干，我们来此便是为了猎妖，不要多管闲事。碧裙女子扁了扁嘴巴，摸了摸雪白的下巴道：好吧，我不去管闲事，一心帮助师姐猎妖。我知道你在跟关月师兄较劲。李惊鸿盛世美颜上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羞意，臭丫头，再敢乱说话，我便把你的嘴缝上。碧裙女子见势解恼了，做了个闭嘴的手势，旋即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口6丈长的大剑，剥取妖狐的皮毛。与此同时，一名白衣剑客怀中抱着未出鞘的剑，飒沓流星般追着一头小山似的白虎。白衣剑客嘴里轻声呢喃：这头妖值得剑出鞘。亡命奔逃的白虎很是郁闷，他身上肩负着特殊任务，所以一路上特意避开人族修士，岂料却被一剑疯子盯上，吵着要拿他试剑。他并不是打不过对方，而是害怕耽搁时间误了大事。奔逃间看到不远处有头猫妖，帮我抵挡则个。崔琪儿化作真身，本就在逃命，他和白虎所怀的心思一样，想要利用白虎抵挡追兵。追杀崔琪儿的人正是合欢宗的顾倾城，他一来觉得山猫颇为可爱，二来却是知道山猫身上有秘密。谁料想山猫的实力不怎么样，但逃命却是一绝，他追了上百里也未能抓住。2拨人马撞到一起，白虎发出一声恶吼，作势朝顾倾城扑过去。你这大猫不可爱！顾倾城纤细的手掌中飞出一道红色匹链，抬手便把白虎抽飞了。白虎倒是因祸得福，借势撒丫子逃跑了。崔晴儿却是惨了。白衣剑客轻声说道：你尚不配让我拔剑。言罢，扔出一条金色绳索，将山猫捆缚起来。顾倾城赶来，展颜一笑：这位道友，多谢你帮我擒妖。白衣剑客一脸认真道：可因为你让那头白虎逃跑了，遇到个值得我拔剑的妖物很难。顾倾城满不在乎地说道：一头杂毛白虎而已，血脉早不知稀释成什么样了。罢了，我继续寻找对手。白衣剑收回捆妖索，一闪离去。顾倾城一把提住山猫的后颈，朱唇轻启道：逃跑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落到我手里。崔琪儿保持妖族真身，故作可爱无辜的样子，试图靠卖萌让女子不杀他。顾倾城一边撸他，一边冷冷说道：听说在玄阴宗的时候，你跟林浩是相好。乍然听到这个名字，崔晴儿感觉自己的毛发都要竖起来了。这女人和林浩什么关系？我问你什么，你最好老老实实回答，
否则废了你的神魂，让你成为野兽。说完这句话，顾倾城抓起一只猫腿，轻轻一折便将其折断。断腿之痛令崔晴儿发出一声惨叫，这女人实在太狠绝了，说掰腿便掰腿。更令他头皮发麻的是，女人说要让他变为野兽，他可不想变为野兽，终日不是吃便是被吃，不是被骑便是被骑。是，我确实认识林浩。崔晴儿声音沙哑道：这就对了吗？一问一答多好。顾倾城脸上挂着浅浅笑意，我听闻林浩修的是双修之法，而且进境奇快，你身为他的相好，可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女人在惦记林浩的修行秘密，若是这女人得知林浩体质特殊，保不齐要耍阴谋手段。崔晴儿脑海中闪过和林浩在一起的日日夜夜，心中喟叹一声，我只知和他修炼会令女修元气大伤，甚至有境界跌落的风险，是吗？如此修行，玄阴宗不管吗？管，当然管。崔晴儿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可管也没用，林浩的师尊护犊子将执法长老都逼走了，面对组队围杀，林浩逃了一天一夜。他发现追杀自己的人当中，不单单是玄阴宗弟子，还有不少他宗弟子。玄阴宗弟子追杀是因为自己在宗门中的名声不好，他多少能够理解，可其他宗门的弟子过来凑什么热闹？这群家伙实在是没有边界感。又来了一队人，水灵儿脸上闪过金色。林浩抬眼看去，只见来者不下10人，而且身上带着煞气。风景、扯呼二人使用遁法，化作流光离去。凭借此遁法，他们躲过数次追杀，然而这次碰到硬点子了，后面的尾巴一直甩不掉，而且距离越来越近。前面是青丘妖族的腹地，还往里进吗？水灵儿的秀脸上出了一层细汗，将头发丝都粘了起来，颇有一番风情。只是处于被追杀的状态，林浩无暇欣赏美人风情，回首看了看不断迫近的追兵，咬了咬牙，进。妖族腹地难免会遇到实力高深的妖族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但不进的话，他感觉现在就有危险。追踪者或许没有杀意，或许抱有杀意，谁也说不准。诚如他之前和黑丝等人说的那样，在这大荒之中，死个把人，没人知道。他和水灵儿进入妖族腹地，奔行了1里多地，察觉到身后无人，连忙回首看，却见追踪者站在腹地入口，犹豫不决，似是不敢进入。林浩不由得长舒一口气，还好这群家伙胆小，否则真是个麻烦事。无人追踪，一身轻松。他和水灵儿稍事休整，准备在腹地里穿行一段，彻底甩掉追踪者。两人沿着一条大川逆流而上，然而还没走多远，只见大川中掀起一道大浪，江水凝成一头大虎，朝着林浩扑杀过来。嗡！火灵剑应声出匣，斩出一道天火，炙热的剑气直接将水虎劈成2半，且水汽蒸腾。一招得手，林浩并未恋战，拉着水灵儿便跑。2个呼吸后，大川中冒出一名白衣女子，其清丽的脸庞上闪过一丝错愕。林浩勾结妖魔的狠人，竟然是个怂货，尚未交战便逃了。臭小贼，你以为你逃得了？白衣女子玉手掐诀，脚下的江水化作一艘水舟，女子立于舟首，破浪前行。她的速度奇快，眨眼间便追了上去。水符术，她嘴中念念有词，随后一道宛若绳索般的江水游蛇似的朝着林浩捆了过去。林浩没想到在这妖族腹地还有人伏击自己，他本想着进入妖族腹地的人都是各宗精英弟子中的翘楚，他们来参赛只是为了斩妖，谁成想这些天才弟子也会跟他过不去，而且这伏击自己的女子绝非庸手。那水蛇似的江水快若闪电般向林浩缠绕过去，后者赶紧使出一招苏秦背剑，方才化解了危机，再逃下去就成活靶子了。林浩停止奔逃，回首看向伏击者，这一看他便认出了追踪者的身份，王诗涵，小竹峰的天才女弟子，筑基大圆满的修为，无论是实力还是容颜，在玄阴宗筑基期女弟子中仅次于宁清雪，在上次那门大比中排名第7。没想到这样的天才也会前来追杀自己。王诗涵，你我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什么要伏击我？林浩长施2力道，水浪翻涌，化作万千水滴，如同下暴雨般。王诗涵的衣衫却未曾湿了一点，他冷冷道，林浩，你勾结妖魔，图谋不轨，我身为宗门弟子，理应站出来斩妖除魔，还说什么无冤无仇？原来又是个自以为是之辈，罔顾事实真相，只愿看自己想看到的。林浩心中一冷，怒声道，你说我勾结妖魔，但我可曾伤害一位同门？可曾做过对宗门不利之事？反而你趁我奔逃之际袭杀于我，已然违反了门规，正邪不两立。对付你这等自甘堕落之徒，用不着在乎手段，只要能斩杀了便行。你可知那些美貌女修袭杀我的下场？你想成为他们一员，就动手吧。林浩邪笑道。闻言，王诗涵脸色一变，随后就怒喝道，畜生，受死吧！王诗涵抬手往空中甩，祭出一口小鼎，黄阶上品法宝镇妖鼎。小鼎飞到半空，御风极长，顷刻间已是一间房屋大小。王诗涵屈指一弹，一道灵力击中小鼎，好，一头狰狞的水蛟从鼎中涌了出来，凶威盖世。这是他降服的妖兽，拥有堪比筑基后期的实力。水蛟一出来，便朝着林浩发出一声怒吼，万千水剑应声而出。林浩见状，只是冷哼一声，糊涂女人，
这是你先动手说要杀我的，刘颖是记录过了。王诗涵眉心闪过一丝意外，这妖魔剑种好生谨慎，留存着证据，还想着将来对峙不成。他冷然笑道：已使用刘颖时也无用，今日管教你陨落于此，试试看。林浩暴喝一声，斩出一道火焰剑气，随之从符匣中掏出一把符箓，2根手指夹着，念了几句咒语。忽地，空中雾现出成千上万团火焰，而且井然有序，调兵遣将般化作火箭，朝水箭对射过去。水火不相容，但这次火占了上风。火箭抵消了水箭后，尚且余下数千支，部分射向水蛟，部分射向王诗涵。火箭带起的灼热气浪，令这方小天地的温度为之升高了少许。王诗涵秀发飞舞，俏脸上闪过凝重之色。你这厮好生大方，2阶中品符箓当成纸片撒吗？这些符箓都是林浩自己绘制的，单算成本不是很高到是能接受，若是购置来的，他是万万不会如此的。见女人，小爷最不缺的便是符箓。言罢，他从符匣中取出3张金刀符，施展之后，3柄金刀击射过去。后来者居上，金刀赶过万千火箭，瞬间便到了王诗涵面前。女人倒是不慌不忙，从鼓鼓囊囊的怀里掏出一方绣帕，灌入法力之后，绣帕上的老虎从中跳了出来，灵活地衔住3柄金刀，虎躯更是迎风而长，化作一堵肉墙。炙热的火箭传射到虎躯之上，却犹如撞到神铁一般，竟还激荡出了火花。好厉害的防御手段！林浩暗赞一声，随之欺身上前。他本就没指望符箓建功，只不过是消耗女人的手段罢了。铮铮铮，一道道剑气展出，冲天的热浪令周边的江水泛着气泡。绣帕之后，王诗涵嘴角噙着一抹不屑，宛若葱断的玉指接连点出，数道水刃飞出，和火焰剑气碰撞到一起，刺刺刺，水蒸火消。此时林浩却是近了女子的身，抬手便是一剑。王诗涵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没想到林浩的身法如此诡异，眨眼间便闪挪数丈。但当下不是思考这个的时机，他朱唇轻启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那头水蛟袭向林浩，并吐出一口龙息，万千水箭如同神弩连射，朝着林浩席卷而来。林浩感应到身后的危机，连忙一拍符匣，手中捏着一张华美的符箓。他的神情略为不舍，但一咬牙，还是一道法力注入符转，扬手抛出，力有凤鸣，天空变成了火红色，一尊火凤扇动着遮天蔽日的翅膀。这方小天地的气温激增，山川在沸腾，男人和女人的脸被映照得通红，就连远处的水帘都感到浑身燥热。王诗涵一双美眸中闪烁着惊疑，显然没想到林浩还有这样的底牌。火凤在半空中翱翔，旋即身形急速缩小，化作一道剑光，冲天的剑气斩向水蛟，堪比筑基后期的水之王者。面对这一道剑气，却是流露出畏惧之色。若非和王诗涵画了契约，他定然是要逃跑的。轰！剑气斩中蛟龙的头颅。与此同时，王诗涵朝着蛟龙扔去一面小盾，黄阶上品法宝盾牌承受了大部分剑气，被斩成了碎片。而以肉体强横著称的蛟龙被剑气斩得鳞甲皆碎。紧要关头，若非王诗涵使用了法宝，这头蛟会斩成2半。这面小盾是王诗涵初入筑基便开始温养的，法宝碎裂致使他的脸色有些惨白，显然是受了暗伤。你还真是大方啊，剑气符宝说用便用。不过这是你最大的底牌了吧？王诗涵脸上闪过一丝狠厉，调动周身灵力，给受伤的蛟龙附上一层冰甲，并且喷出一口精血，抹在了蛟龙的眉心。受伤萎靡的蛟龙重现凶威，更胜之前。你底牌用尽，现在乖乖受死吧！王诗涵踩在水面上，宛若水中仙。他脸上闪过狠厉之色，将唇轻启，一声急，大江翻涌，数道水柱激射到半空，旋即化作漫天水锥。那锥急如风，耀着点点寒芒，朝着林浩射了过去。这还不算完，水蛟遇水而行，扑击过去，掀起惊涛骇浪。面对接连不断的杀招，林浩却是神色淡然。符宝确实珍贵，但远不是他的底牌，师尊赐予的剑丸才是。临行前，师尊特意嘱咐过他，所赐予的物品该用则用，耗光了再去找他即可。有师尊兜底，林浩岂会藏私？他要让王诗涵尝剑丸的威力，让小竹峰的人知道，大竹峰的人不是好惹的。他神色凝重，将温养在丹田里的剑丸取出，小小剑丸随着灵力的灌入，化作法剑真身，只是轻轻一斩，一道远胜之前的剑气撕裂了巨浪。遇水而来的大蛟猝不及防，被剑气斩得身首异处。与其神魂相连的王诗涵喷出一口精血，脸色惨淡无比，滔天的剑气势头不减，继续朝他斩来。他眼眸中闪过一丝绝望，这林浩到底藏了多少底牌？或者说大竹峰的尊主赏给他多少保命手段？对比之下，他觉得自己这个亲传身份像是假的一般，不禁有些后悔，招惹这个煞星作甚。念头流转间，他口中念念有词，一道水蓝色的光芒从他的天灵盖飞出，地阶法宝水龙罩制成的符宝，这是慕容庆雪赐予他的保命手段。他本想深入青丘妖族祖地，对付妖族时当做底牌使用的，结果要耗费到这里，着实是心疼。在剑气近身之前，光照将王诗涵全身护住，霸烈的剑气将光照斩得光暗闪烁，
但到底是挡了下来。只是残存的剑气如同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地袭来，直至光照被消磨光，剑气方才消散，惊险逃生。王诗涵却是没有一丝喜色。符宝本就是消耗品，挡了林浩一剑，他这枚符宝裂了一道掌痕，最多再挡一次攻击便会碎裂成灰。可对方的剑丸完好无损，只要灵力充裕，还能再斩一剑。难以破解的局，他不由得蹙起眉头。这一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林浩却是松了口气，对方似是无计可施了。不过他向来谨慎，趁机拿出一把回气丹药，胡乱地塞进嘴中。待自身灵力恢复少许，便去擒下女人。胆敢偷袭她，必须好好惩罚她，让其付出代价。不远处，水灵儿喜不自胜，这一战要拿下了。他深知林浩能压制住机大圆满的女人，见完立了大功。那位风尊主对林浩可真够好的。他正欲走过去帮助林浩擒下女人，这时陡生变故，数道流光赶来，与王诗涵并肩而立。来了帮手。林浩眉头一拧，他本以为女人是单枪匹马，没想到早就暗中藏了伏兵。王诗涵清丽的脸颊上浮现一丝嘲讽，本想单独请你，是我托大了，现在受死吧，以多欺少吗？女人，你够无耻的，对付你什么手段都不为过，可恶至极。林浩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还藏了一手，本以为是个女豪杰，结果是个老阴笔，实在是阴险毒辣。见女人，王诗涵拉出一队人马，其中不乏筑基后期，将林浩围了起来。你我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但现在有了变数，我的同伴众多，你岂能赢我？不过现在跪下求饶也没用了，妖魔种，今日便要你殒命。王诗涵一声娇喝，他的同伴立马一拥而上。水灵儿见状，岂会袖手旁观，赶紧上前与林浩并肩而立，扫一眼身边女人。林浩的目光柔和了许多，大难临头不离不弃，这可能就是结为道侣的意义吧。得此红颜，人生足矣。即使面对生死困境，林浩也没有颓然，反而是战意昂扬。他长笑一声，见女人，我岂会怕你？你要战便来战，来战！言罢，他主动迎了上去，像是无畏冲锋的过河醋。刚才胡乱吃下一把回灵丹药，体内灵力多少恢复了一些。他从符匣中掏出一把符箓，火箭、冰刀、雷刃，一股脑的朝敌人砸了过去。水灵儿第一时间施展了媚术，令2名男修陷入幻境，受伤不轻的王诗涵也差点着了道。他咬了一下舌尖，令自己保持清醒，随之闪出8丈远，避免受到攻击，准备恢复下伤势，再一举将林浩擒拿。嗡！林浩背后的剑匣飞出2柄飞剑，火灵与青鸟、青与红2道流光交织着，斩向敌人。他随之嘴里念念有词，施展了腾挪之术，像是一道光影般避开了众人，冲到王诗涵面前。见女人，想恢复伤势？没门！他的丹田中飞出一枚剑丸。王诗涵吓得花容失色，刚才一战对方消耗甚大，还能驱使剑丸不成？这怎么可能？消耗那么大，哪还有那么多灵力？定然是在诈我。可他不敢赌，只得迅速起身，飞速往后遁去。林浩想再追，却被赶上来的敌人缠住。干你娘！以为老子怕你们？林浩心中暗骂一句，将全身灵力尽数灌注到剑丸之中。虽说这些灵力不足以让剑丸展现全部威能，但当风苍月佩剑虚影出现，那无尽威压，前来围攻林浩的众人不禁腿脚发软。该死的！元婴大修士方能拥有的剑丸，他却能够驱使。那位风尊主也太宠着他了吧！剑威滔天，众人不敢力扛，他们又不是王诗涵的死士，犯不着拼命，于是纷纷后撤，逼退了众人。但剑气在前，不得不发。林浩转身冷冷看向王诗涵，后者的脸色愈发的苍白。立！一声凤鸣，拖着燕尾的火凤剑气，携带着无尽神威，猛然斩向女人。漫天剑气入眼，王诗涵瞳孔一缩，他的2件防御法宝都被斩毁了。他那里敢硬抗，撒丫子逃了。可火凤剑气如同猎犬般死追着不放。王诗涵慌乱无比，他觉得自己要是被剑气斩中，定然会落得个香消玉殒的下场，只能没命的奔逃。接连吐出数口精血，施展了血遁之法，方才远遁逃离。火凤剑气失去了目标，眼看要消散于天地间，好不容易斩出来的，未立寸功就消散，岂不是亏大发了？林浩把心一横，往剑丸上喷了3口精血，令光芒暗淡的剑气重新焕发出光彩，而且那种操控感又回来了。他掐指结印，令火凤剑气调转方向，斩向其余敌人。众人见王诗涵远遁，本就无心恋战，见林浩施展了杀招，更加不敢应接，纷纷撒丫子逃跑。可林浩岂会放过他们？仗剑追了过去。今日不给这些人一个教训，都当他是软柿子，任谁都来捏一把。轰轰轰！火凤剑气斩向众人。生死之间，逃跑的众人感受到死亡威胁，反倒是不逃跑了，而是转身施法念咒，各式法术如同花蝴蝶般漫天飞。林浩见状，连忙掏出3张金盾符，施法之后身前竖起3道金盾，法术撞击到金盾之上，将光照打得光暗交闪。此时远遁而去的王诗涵折返回来，妖魔种，受死！他素手一挥，掀起惊涛骇浪。林浩刚施展了术法，来不及变招，眼看要被浪涛淹没。这时水灵儿及时赶到，撑起一面灵盾，
堪堪挡下众人的攻击。林浩得到一丝喘息之机，趁此机会榨干全身灵力，舌战春雷，星火火焰刀。空气中陡然出现无数小火团，以及上百把火焰刀刃，将王诗涵等人包围，旋即连锁爆炸。走！林浩脸色惨白无比，嘴角不停地往外渗血，强行施展术法。他受了暗伤，知道再留于此，必然交代在这里。林浩朝水灵儿使了个眼色，后者赶紧唤出飞剑，带着前者远遁而去。是夜，一处山洞，一头蛇妖被长剑钉死7寸，水牛大小的蛇头，灯笼似的阴冷眼眸，怨毒地看着洞内人。一男一女坦诚相见，那男人脸色无比惨白。蛇妖心中鄙视，这点运动量就成这样了，可真够虚的。若是林浩知道蛇妖心中所想，必然会拔剑斩蛇头。他服用了一粒师尊赐下的元灵丹，又和水灵儿疗伤一番，身上的伤势好了不少，可还是有些虚弱。王诗涵那个贱女人，让自己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真该死。林浩心中发誓，之后抓住对方，一定要好好惩罚一番，让他知道他的厉害。只是当下更为严峻的，怎么破解危局？追杀他的人当中，王诗涵不会是最后一个，也绝不是最厉害的一个，接下来会越来越难。他看向水灵儿，是时候让其离开了，跟着自己只会颠沛流离。女人对他有情有义，他自然不会让其跟着自己受苦。灵儿，接下来前路艰险，我们还是分开行事吧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水灵儿先是一怔，随即说道：不行，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你，多个帮手总归是好的。而且你以为我不跟你在一起就能安稳度过了吗？玄阴宗的弟子都知道我们是一起的。林浩默然，水灵儿说的有道理，他们两个关系亲密，即使是分开了，保不齐会受到更猛烈的攻击。林浩可不愿看到自己的女人受伤，他心念一动，或许只能那样了。林浩一把将水灵儿揽入怀中，下巴放在女人的秀发上，轻嗅着她的发香。灵儿，你对我不离不弃，这份情谊我会铭记在心，但是我怎么能让你陪我受苦？言罢，林浩从女人怀中摸出一张符箓，直接催动点燃。呀！水灵儿发出一声惊呼，她的保命符箓被捏碎了，会有长老过来保护她，并且将被强制退出猎妖大赛。她没想到林浩会这样做，美眸中含着一丝幽怨，痴痴说道：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林浩任由女人的粉拳捶打着自己的胸膛，嘴角微微一扯道：你安全了，我就能放手一搏。那些狗崽子如此对我，我必须还以颜色，干一票大的。之前他没奢望这次猎妖大赛能获得什么名次，毕竟这次猎妖大赛葛宗天骄众多，实力都比他强，他们还有帮手，比杀妖夺丹的数量他肯定是比不赢的。但现在他却准备拼一拼了，解女修元婴，增强实力，结妖丹，争一争排名，获得妖丹，谁能有节休快呢？念及此处，林浩的脸色愈发冰冷。与此同时，护法长老赶来，要将水灵儿带走，后者依依不舍。可大赛规则如此，他必须离开。林浩，照顾好自己，别逞强。水灵儿只来得及说一句话，便被护法长老强行带离。林浩望着水灵儿消失的方向，凝视良久，心中所想尽数化作一声叹息。走了好，正好大干一场。第一个目标就是王诗涵。他的目光逐渐冰凉，指尖飞出一道剑芒，将无法动弹的蛇妖斩死。刀皮抽筋，取妖丹蛇胆。蛇妖的品阶不高，但蚊子再小也是肉。这蛇妖修行不久，年龄尚小，肉质还较为鲜嫩。林浩熟练的生火架锅，烹了蛇羹，溜了蛇段，这吃起来可比屁股丹好吃多了。况且蛇妖经过修炼，肉质当中本就含着一丝灵气，吃蛇肉不仅满足口腹之欲，对修炼也有微弱的帮助。千年寒潭，冷冽刺骨的寒气，似是能将空气凝结，周围顽强生长的草木皆是挂霜结冰。这艰苦卓绝之地，却有一长发女子盘坐于潭边，吐纳修炼，如龙般的寒气被他精吸到腹中。和林浩一战，王诗涵受伤颇重，光靠疗伤丹药很难恢复自身伤势。好在他找到一处福地，这处寒潭无比契合他的灵根属性，在此打坐疗伤，事半功倍。仅仅2日，他的伤势便好了一半。秀美若仙的脸颊上却是闪烁着丝丝恨意。林浩，该死的妖魔种，你给我等着，待我伤势好转，必然斩你。我来了，倒要看看你怎么斩我。王诗涵心中一惊，赶紧转身看去，却见林浩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。你怎么找过来的？林浩将一被五花大绑的人甩进了寒潭之中，冷然说道：当然是你的忠心同伴，带我过来的。王诗涵脸色一僵，他是想跟林浩算账不假，可不是现在他的伤势未好。你不是找我吗？现在我来了，来让我看看你如何斩我。王诗涵的柳眉扭作一团，俏脸上附着一层冰霜。林浩，你别嚣张，我受伤了亦能斩你，是吗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凭现在的你还真不行。林浩的声音冷冽，比千年寒潭还要冷。我望着那双寒星般的眸子，王诗涵的舌头有些打结，一时间他还真不知道如何反驳是好。你不动手，我可要动手了哦。林浩手指掐出法诀，身后剑匣飞出一口飞剑，嗡，长剑颤鸣。你！王诗涵神色慌张，感觉自己的腿有些发软。赤阳斩！林浩仰天长啸，周围立马升腾起赤焰，将草木上的冰霜都给融化掉了。千年寒潭更是冒着腾腾热气，
好霸道地功法！王诗涵感慨一声，心中却是无比凄然。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自己的伤势才好一半，可对手却是全好了，打不过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想要转身逃跑，可显然是晚了。那炽热如阳的剑气瞬间朝他斩了过来。该死的妖魔种，居然下死手！王诗涵心中暗骂一声，却是身形连续闪动，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沓防御符箓。他的防御法宝在上一战中被摧毁，现在只能拿符箓顶上。他身前架起数道光盾，勉强挡下了剑气。可是林浩的攻击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一招未尽，下招便至。轰！剑气纵横，饶是王诗涵反应神速，拼命地往外扔符箓，可那里挡得住？砰砰砰！接连3道剑气斩中王诗涵的躯体。噗！他喷出一口鲜血，继而像一口破麻袋似的被斩出6丈远。不待他落地，林浩快若闪电般欺身上去，手握成爪，扣住了他的咽喉。现在你落进我手中，有什么话要说？王诗涵皱起柳眉，恨声说道：妖魔种，你别以为我会屈服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林浩伸出一根手指，在女人的俏脸上摩挲一下，悠然说道：如此绝色，杀了实在可惜。你想怎么样？王诗涵的身体微颤，显然是害怕了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我是妖魔种，我当然得做点妖魔该做的事。千年寒潭若有灵，肯定要大吐苦水。他历经千年沧桑，还是头一次见如此会玩花样的人，让那些妖妄尘莫及。王诗涵半躺在地上，美眸中满是恨意。若是目光能杀人，林浩早已死了千百遍。他为求大道，斩情断缘，从未与男人近距离接触过，这唯一的一次便搞了个负距离。他恨不得将男人碎尸万段，可是他的伤势未愈，又被欺得软弱无力，别说杀人，就是站起来都很困难。林浩功法运转一个小周天，将经吸过来的狂躁灵气化为己用。跟女人一番修炼，他终于是破开了臂障，踏入筑基大圆满。他睁开眼眸，扫了女人一眼，随之长身而起，将小衣扔了过去。这上衣物吧，我和你只是露水情缘，不用把我挂怀在心。接到小衣时，王诗涵以为对方良知未泯，结果听到后半句，他的火气腾腾上涌。谁会挂怀你？他话未说完，神色突然一僵，抖了抖小衣，一枚下品灵石从小衣中滚出。林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浩整理整理发髻，背上额黄色剑匣，神色淡然说道：你说呢？你……王诗涵手中捏着那枚灵石，眉心凝着无尽怒火。当我是青楼女子吗？安敢如此欺我？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是给钱了，不算白。一言未尽，林浩跳上飞剑，化作一道流光，消失在天际。欺人太甚！王诗涵恨得发狂，袖臂涌出无尽力量，将灵石都给捏碎了。林浩之所以急着离去，除了觉得不宜久留，恐会被女人的同伴围攻，便是想着找个清静之地，暂且闭关数日，让自己的修为稳固在筑基大圆满，并且精进所掌握的术法。可他的运气实在不好，不是被人围攻，便是偶遇大妖。一头小山似的大猿猛然跳了出来，嘶吼着朝他攻来。该死的！做山猿体型越大实力越强，这头猿身高18丈，体宽亦有3丈，实力怕是堪比筑基大圆满。这妖族腹地果然是步步惊险，一不留神便会着了妖族的道。风景扯呼！林浩不是害怕自己打不过大猿，而是妖族生命力旺盛，想要除之是要付出大代价的。有这闲工夫，他还不如去打劫追杀者。王诗涵心中异常郁闷，自己最近真是走霉运，守了多年的清白被人给破了不说，这消息还传扬开来。现在他见了人便被人问及此事，虽然是关心的语气，可是他还是很不爽。就像现在所谓的讨灵联盟，这群男修骂林浩便骂林浩，非得把他捎带上。诸位同门，妖魔见种林浩修魔功走魔道，辱及诗涵仙子，这已然触犯宗门大忌，我们该当如何？灭魔！灭魔！灭魔！群情激愤，在场的男修无比愤慨，他们视王诗涵为圣洁仙子，可现在仙子受辱，他们怎能不怒？看到众人的反应，王本辰眼底闪过一丝狠戾。他是内门大比19，可林浩却趁他杀妖灵力耗尽时偷袭，掠夺了他辛辛苦苦收集的妖丹。他和林浩本就有账要算，现在这厮又辱了他爱慕多年的仙子，旧怨新仇，他恨不得将林浩挫骨扬灰。看不惯林浩所作所为者众多，在王本辰有一组之下，齐聚一堂，差不多有400-500之众，声势浩荡。可王本辰觉得还不够，先不说那奸贼的实力又有所提升，光其师尊就像一座大山般横压在众人心头，喘不过气来。他们嘴里喊打喊杀，可真要他们光明正大杀了林浩，没人敢动手。大竹峰的护短是出了名的，林浩要是死在这大荒之中，大竹峰上那位怕是会提着剑过来，在场各位的家族前辈没人能够保住行凶者，所以必须找个大背景之人。王本辰很精明，他派人去请了宁清雪和鲁不平这2人，一位是掌门爱徒，一位是太上长老的弟子，都不惧怕大竹峰一脉。若能邀得这2位加入，斩林浩不在话下。半日后，一人踩着飞剑过来，见来者只有一人。王本辰心生不喜，冷然说道：刘师弟，不是让你去请鲁师兄，人呢？刘师弟一脸苦瓜相，叹声说道：鲁师兄说他和林浩无冤无仇，不愿插足此事。
无冤无仇。王本辰眉头轻皱，这林浩辱及同门，显然是犯了门规，身为宗门弟子，理应打杀此僚，以正门风，却说什么无冤无仇。看来太上长老一脉，屁股下的位子有些歪啊。当然，这些话王本辰只敢在心中想想，他可不敢得罪内门第一，更不敢得罪太上长老。刘师弟辛苦了，且去休整调息，我们等等郭师妹的消息。其实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宁清雪一心修剑道，根本不问世俗之事。鲁不平不愿来，他也多半如此。又过去半个时辰，郭师妹只身过来，王本辰脸色阴晴不定。内门大比的1、2名都不肯来吗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己方人多势众，擒杀林浩不在话下，关键是封尊主那边不好交代。鲁不平和宁清雪都不参与的话，事情着实难办。王本辰心中不由打起了退堂鼓。王师兄，好消息，宁师姐愿意带队出灵魔。郭师妹一到，就对王本辰说道。宁清雪肯来，王本辰意外不已，随后脸上闪过喜色。他没想到，一向不问世事的宁清雪竟然答应领队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宁仙子背后可是掌门，带队擒杀林浩，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就算封尊主在护短，也有掌门在前面顶着，轮不到他们承受一封之主的怒火。王本辰将宁清雪准备带队的消息宣扬出去，众人无不拍手称快。宁清雪不但实力强，身份更是高，他们原本对林浩背后之人大竹峰尊主的畏惧陡然消散。郭师妹，宁师姐他人在哪里？王本辰实在按捺不住心中激动，他恨不得现在就去除灵魔。宁师姐正在和一头老树妖激战，待斩杀了那妖便来，我们快去帮宁师姐。不用了。一道清冷若仙的声音响起，随后风华绝代的佳人从翠色飞剑上飘然下来，如同仙子坠凡尘。在场的男修一时间有些吃了，可他们很快便清醒过来，不是女人的吸引力不够，而是他们怕亵渎这如仙美人。啪！宁清雪将一枚树心扔到众人面前。这老树妖实力还行，就是生命力过于旺盛，需得除根才行，所以耽误了些时间。那枚树心红的发紫，想必树妖真身存活了上千年。这等精怪实力直逼结丹修士，可宁仙子斩之，连衣衫都未破损。在场众修士肃然起敬，有宁仙子这等大高手在，灵魔必诛。王本辰走上前，一脸讨好之意。宁师姐，如何擒杀灵魔？烦请你定计。宁清雪神色淡然道：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林浩的踪迹，至于擒他，我一人足矣。王本辰心中默然，宁清雪确实有底气这样说话。那灵魔相当狡猾，没有固定藏身之所，这大荒又幅员辽阔，寻他确实困难。你把众人编队，然后另各支队伍分散开，但保持一定距离。林浩出现或发现踪迹，立即发云剑，自然不会让其逃脱。王本辰轻轻拍了个马屁，宁师姐所言极是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面对吹捧，宁清雪丝毫不以为意，只是平静的点点头，便摄取千年树妖的树心，踏剑离去。呼！林浩长出一口浊气，那是丹田灵力愈发的凝实，本来是浩瀚大海，现在却是一方小池塘，待到液体凝固成鸭蛋大小，便是冲击结丹之时。当然，现在谈及结丹还为时过早，修道近4载，前3载只修到炼气6层，这不到1年却是逾越制主击大圆满。果然，修仙必须要争，资源、道侣都要去争。参加猎妖大赛之前，他想着随便混个名次就是，之后想获得个好名次，可现在他想争第一。他可是知道宗门下了血本，猎妖大赛的魁首可以得到一本地阶功法，天地玄黄天阶功法只存于典籍记载之中，地阶功法便是顶天，而且都是各宗的镇宗之宝，只有掌门、峰主能够修炼，或者是对宗门有大贡献者。由此可见，地阶功法之珍贵。他现在是筑基大圆满，跟那些金丹种子比起来，修为差不了多少。他必须去争，去抢。之后，林浩便马不停蹄行动起来。茫茫大荒，丛林深处，穆苍宁率队在和一头修道500年的猪妖死磕。这猪妖拥有上古异种之血脉，仅肉体便堪比筑基后期，更何况还修炼了妖族功法，可谓是法体双修，端的是难缠。这等妖物的妖丹能够换的贡献点较多，所以哪怕比较难搞，穆苍宁也未曾有放弃的念头。诸位，再坚持一会，这猪妖撑不了多久了。穆苍宁所言不虚，猪妖再厉害，但也架不住一众修士死魔，很快便被斩得7毫连连。尤其是堪比法宝的躯体满是伤痕，最深一处可见骨。快了，这猪妖快被斩杀了。穆苍宁眼中闪过一抹喜色，捻诀掐印，凝出上百支冰箭，朝猪妖的眼眸传射过去。猝不及防，猪妖灯笼似的眼珠子被数10支冰箭射中，如同琉璃般碎裂，紫黑色的液体流了一地。好！猪妖仰天长啸，黑色皮毛倒竖，如同根根钢针。他痛欲发狂，可这时却被一道剑气斩去头颅。谁？穆苍宁脸上闪过一丝疑惑，眼看这猪妖要被斩，怎就被人摘了桃子了呢？林浩坐在一柄阔剑之上，手里把玩着一颗大如鹅蛋的妖丹，眼角挂着讥讽。我的好大孙，不认识你林爷爷了？穆苍宁眉毛倒竖，厉声道：林浩，你已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竟还赶沓而皇之的出现，当真是找死！林浩从剑身上跳下，嘴角勾着一抹笑。好大孙，
你爷爷一向胆子大，就算是龙潭虎穴都敢闯，更何况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穆苍宁面露不解，你还真是蠢啊，我的好大孙。林浩眉头微皱，娓娓道来，好大孙，这是你爷爷我部的局啊，和这猪妖打得舒坦吗？呀！穆苍宁恍然大悟，惊声道：该死的，我说这头猪妖怎会在此处出现，原来是你驱使过来的，该死的，好阴险！好大孙，你现在才知道，却是晚了。林浩指尖出现一团火焰，瞬间暴涨，化为一片火海。去！他轻声一念，那火海陡然冲向穆苍宁等人。他修为破入筑基大圆满，第一次跟人动手，术法威能提升一阶。穆苍宁等人只是筑基后期，而且在他们的认知当中，林浩也是筑基后期才对。你什么时候进入大圆满的？你不是刚进入筑基后期不久吗？林浩云淡风轻道：天才的世界，你不懂。进入大圆满，他使斩术法的速度快了很多，像黄阶下品术法几乎是瞬发。轰！上百柄火焰刀径直斩了过去，焰火冲天。穆苍宁等人那里招架得住，被烧得皮开肉绽，身上的衣物更是破烂。大圆满和后期虽只差了一个小境界，却是天差地别。筑基后期根本扛不住大圆满修士的全力一击，穆苍宁依靠法宝勉强挡住，却被烧得须发全躯。他样子狼狈，神色间却凝着一丝快意。灵魔，你以为自己很聪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入局者是你而不是我。他癫狂一笑，你难道就没发现自己被包围了？林浩眼底闪过惊疑，心念一动，神识外放，瞬间脸色大变。他确实感应到了，有不少人遇见来此，原来这狗崽子才是黄雀。呵，他想要趁机离开，却发现一道白色流光雷闪似的出现，来者一袭白衣，长发飘飘，身后背着一柄无鞘剑，倾国倾城，仙气逼人。宁清雪！林浩浑身肌肉紧绷起来，该死的，这女人怎么在此？他不解，早就给宗门上报，这女人是妖族奸细，是宗门没有当回事，还是说戴队长老柳妹根本没有上报？不待他多想，宁清雪开口道：林浩，许久不见，今日我来请你，你犯下诸多罪行，需回宗门听候发落。请我？林浩却是明悟，原来这些人都是宁清雪纠集起来的，或者说他是领头者。该死啊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所以束手就擒，可以免受皮肉之苦。呵！林浩冷笑一声，你说我犯下罪行，可你呢？你做下的好事，若是被宗门知道，定会被剥皮抽筋，打碎神魂。宁清雪脸色微微一变，美眸中更是生出一丝慌乱。王本辰很会察言观色，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机会，他上前一步，厉声喝道：凌魔，你罪大恶极，不知反悔，还来言于挑衅宁仙子，端是畜生行为。争！匣中剑飞出，林浩一把握住，轻弹一下剑身，便是斩出一道剑气，锋锐无比的剑气斩落王本辰一缕发丝。王本辰心中一惊，这灵魔怎么变得如此之强？这厮恐怕是成筑基大圆满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他眼眸中既有惊色，又有恐惧，就连宁清雪都有些惊讶。不过他并未在意，再厉害又能如何？无非多斩一剑。林浩，不管你如何辩说，你辱同门、抢灵石，这些事做不了假，我须得代表宗门对你施加惩戒。你可真是正义凛然啊！掌门爱徒。林浩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，随你如何说。宁清雪拔出身后剑，无鞘剑受着寒芒，争！一道剑气斩出，寒气逼人，周围人脸颊挂霜，更别说直面剑气的林浩。他感觉寒气入骨，被冻得生疼，寒霜扑面，须发皆白。嗡！一道赤焰出，冰与火交融，显然火融不了冰。林浩嘴角噙着一抹苦笑，晋级到筑基大圆满，亦不能战胜宁清雪呀，实力差距尚大。三剑被败，历历在目，可他又怎肯认输？一道剑气不行，那就两道，赤焰如龙，寒霜式的剑气，冰消雪融。宁清雪嘴角闪过一丝讶然，这林浩的实力是真的变强了不少。那寒霜式的剑气看似随意，却是他全力一击。他左手掐剑印，右手运灵力，又是斩出两道剑气，剑威滔天，似可裂苍穹。这一剑必能斩杀灵魔，围观者众呼：宁仙子出手，必能擒魔，此辽今日必死。林浩面色凝重，御剑全力迎击。片刻，剑气消散。宁清雪抬眸打量林浩，虽说衣衫破烂，身上伤痕遍布，但却如傲雪气松，挺拔而立，已不是之前那个被自己三剑败之的菜鸟。宁清雪心中不由升腾起战意，手中薄如蝉翼的剑覆盖上一层寒霜。再来，素手一挥，便是一道惊天剑气。这是他在内门大比败于鲁不平之后，破而后立领悟的新剑招，和金丹期的护道人地招，后者都不敢应剑。好霸烈的剑气！林浩心中吃了一惊，他知宁清雪是剑道天才，却是没有想到对方竟妖孽到可以自创剑招地步，端的是实力惊人。他心中生出警示，若是应接这一招，怕是会死。念及此处，他哪还敢应接？虽然和对方的修为一样，但他入道年限少，对术法剑道的领悟并不深，根本敌不过对方。逃！他想也没想，换来一柄飞剑，轻盈如燕的跳上去，化作流光远遁。无耻灵贼，不敢接宁仙子的剑招，吓得屁滚尿流。呆，狗贼逃跑了，我们快去追！林浩神识感应到身后有不少追兵，
其中最快者是宁清雪，他可不想跟这个女人打，只得调转周身灵气，全速奔逃。可他以引为傲的遁术，在宁清雪面前却是不值一提。女人跟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他心中焦急，眼底闪过一道狠厉，喷出一口精血，身后的尾巴越来越少，只剩下宁清雪一人。可是令林浩疑惑的是，明明对方再坚持片刻就能追上他了，但对方眼见就要追上了，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宁仙子，灵魔被斩了吗？不久，王本辰追了上来，望着那道遗世而独立的身影，小心翼翼地发问。没有，逃走了。宁清雪声音清冷道。不过我在他身上打下追踪印记，凭借印记我们可以找到他。现在你去通知各队伍集合，晚点我们一起去。何为林浩，让他插翅难逃。是，宁仙子。王本辰眼中闪过一抹喜色，脚步匆忙地去通知各路人马。玄关峡一处洞穴，林浩盘腿打坐，调养气息。跟宁清雪一战，他受伤倒是不重，只是被追时喷了几口精血，让其受了损伤。不过问题不大，稍作调息便是。是夜，妖族神庙，缺了一只耳朵的白虎满脸愁容。宁清雪淡淡说道：“你这耳朵是怎么回事？”白虎叹气：“可别提了，天剑门的白衣剑客死追着我不放，我施展了本源神通，方才逃过一劫。”白衣剑客。宁清雪略微沉思，心中明悟：你运气够差的，被那剑痴盯上，自求多福吧。白虎琥珀似的眸子里闪烁着恨意。等忙完此件事，我便去寻他，报戈尔之仇。宁清雪微微摇头，神色平静道：“我聚了近500名修士，是时我会将他们引到玄关峡，你们能吃下吗？”白虎面色狰狞，露出锋利的牙齿。届时我会带1000妖众过去，更别说还有10几个妖将压阵，管教人族修士有来无回。月朗星稀，如水银流泻般的月光给大地铺上一条银毯，只是这光照到山峡之上，却是显得尤为诡异。原来山峡上开凿着无数山洞，而洞内伸出根根原木，水桶粗细的木头上悬挂着一口口棺材。历经多年风吹日晒，不少棺材腐朽，露出具白骨，骨架奇大，显然不是人种。这是青丘妖族的埋骨地，那灵魔敢藏于此处，端是胆大包天。一黄衣女修缩着脖子说道：“师兄，我好怕。”脑袋奇大，双腿奇短的修士拍着胸脯说道：“师妹莫怕，有师兄在。待师兄我擒住灵魔，便是大功一件，到时给师妹置办一件黄阶上品法宝。”师兄，你太好了！黄衣女修展颜一笑，正准备拍手叫好，却听到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就凭你们可擒不住我。”林浩。短腿修士怪叫一声，就欲回头，却是被一脚踹飞。林浩搞定这对男女修士，便如猿猴般攀岩复数，消失在山峡间。真是要命啊！400、500名修士来找我一人，可真是看得起小爷我。林浩躲在一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古树树冠之中，向下打量，见诸多修士在山峡间寻人，近500名筑基修士，就算是金丹大圆满过来，也难以全身而退。也不知道现在催动救命符，护道长老能不能带自己出去？他念及此处，心中却是生出惧意。早就将宁清雪是妖族奸细上报给带队长老柳妹，为什么直到现在这女人还没被羁押，而且还领着这么多弟子在一起？莫非柳妹也是妖族奸细，根本没将此事上报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宁清雪没有受到任何限制，反而轻松串联起诸多弟子来围攻自己。林浩眉头一皱，心中疑惑：这宁清雪为何如此大张旗鼓的来找我？若真想除掉我，他一人足矣，何须用这么多人？除非他另有打算。林浩抬眼观察一下玄关峡，这里意境难出，倒是很好的伏兵之地。难道宁清雪聚集数百名修士来除掉我只是由头，其真实目的是想将这些修士送到妖族刀下？念头至此，他心中大惊，手里握着保命符箓，随时准备催动。现在怎么办？换来护道长老能否破局？可催动了报名符箓，他这次猎妖大赛也就被迫结束了。他有些不甘。林浩正在纠结，这时上千口玄关盖子突然被掀飞，从中跳将出上1000名妖众，领头者是一头残耳白虎，身后更是跟着10多名妖气滔天的大妖，显然是3阶妖兽金丹境。晚了，林浩难语。这些妖物的出现印证了林浩心中想法，果然宁清雪这女人定下了毒计。好，狠毒的女人！妖族的出现令一众修士惊慌失措，这里怎么会有妖族设伏？干他娘，中计了！这些妖兵妖将恐是妖魔种林浩引来的，他将我们引到此处，就是想将我们害于此。该死啊！好一个妖魔种，我赵虎跟你势不两立。林浩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要使你肉起你皮！骂声滔天。树关中，林浩脸色愈发阴冷，这群蠢货却是以为我在勾结妖族。睁开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跟妖族白虎接洽的人是谁？妖族来势汹汹，人族处于劣势，不少弟子催动保命符箓，呼唤护道长老。丧失大赛资格而已，总比丢了性命强。嗖嗖嗖，数道流光落下，却是护道长老出现。诸弟子长舒一口气，一下子有了主心骨。下面人族修士和妖族妖众战成一团，人数方面，人族处于绝对劣势，高端战力一时不低。一名长须老者喝道：“诸弟子结阵！”宁清雪引来的近500名修士
几乎都是玄阴宗弟子，素日里便操练过阵法，因此结阵异常顺利。诸弟子站好各自方位，或是手持法宝，或是掐诀念咒。稍顷，一道玉色屏障被撑起，抵挡诸妖的袭击。这阵法是根据玄阴宗护宗大阵演化而来，联合施展而出，可以抵挡高于自己境界修士的攻击。但妖众数量着实多，玉壁被打得光暗晦明，显然是扛不了太久。好在有护道长老帮衬，那里有缺便去补，如同救火队长，如此才让堪堪挡住众妖攻击。下面打得头破血流，林浩躲在树冠中却是安然自在，没有受到任何波及。显然诸妖占据了上风，将众修士吞噬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对方领头的大妖化作妖族真身，体长近20丈的巨蟒，巨尾一甩，便令玉壁荡起涟漪。看到这一幕，林浩脸色惊变，3阶后期的大妖实力堪比金丹后期，这怕是挡不住啊！果不其然，巨蟒撞击了3次，便将玉壁抓住一道窟窿。人族必死！见到玉壁破了，残儿白虎大喜，舔舐一下嘴唇，露出残忍的笑，张开一吸，便是一口妖风，吸来一名筑基初期的修士，囫囵吞枣下腹。快哉！新鲜的血肉！白虎舔舐一下嘴唇，张口又欲吸。这时天空出现扭曲，数道身影出现，其中一道碧绿色身影首当其冲。柳眉，孽畜，找死！柳媚眼稍一斜，冷声说道：已杀我宗修士一人，我便斩你妖族10头孽畜。嗡！他伸出纤纤玉手，往虚空一抓，拽出一杆新铁打造的大枪。那重于千斤的枪在女人手中轻若无物，他随意一挥，便是刺出10余道枪芒，一道枪芒便带走一头妖兽的性命，10道枪芒10团血雾，其中一道刺向白虎。白虎是准3阶妖兽，肉身极为强悍，却像豆腐一般被大枪刺出一道血洞，然后肉身爆裂，金丹大圆满。巨蟒生出一抹金色，杀！柳眉直接向巨蟒冲去，身后的长老闻言都身形一闪，向下方的妖族杀去。柳眉不愧是从杀戮走出来的强者，只3两枪便将巨蟒挑杀。巨蟒死不瞑目，脑海中最后一个念头：人族半步元婴设伏在此，原来我们才是猎物。残存妖将见状，那还敢多留？赶紧下令撤退，亡命奔逃。顷刻间，众妖作鸟兽散。柳媚轻挑黛眉，厉声说道：众弟子听令，随我斩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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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玄阴宗弟子见柳媚愤神威，顿时豪气干云，开启了大反攻。半步元婴，修为通天，犹入无人之境。那大枪如串糖葫芦似的斩妖，妖族被杀得丢盔弃甲，剩下的残妖诸弟子和长老便能搞定。柳媚便准备离开。林浩见状，直接从树冠上跳下，打算求见柳媚，让其把自己带出去。玄阴宗的一众蠢货认为群妖是他引来的，现在恨不得啖他肉请他皮，他可不敢单独留在这。而柳媚力挽狂澜，他可能在怀疑他是奸细。柳长老，等等我！柳媚回首一看，见是林浩，颇感意外。林浩，受死！有眼尖的弟子看见林浩之后，冲过来喊打喊杀。林浩却是相当机灵，一个箭步躲在柳长老身后。众弟子只好收手，但眼眸中依然流转着恨意。柳长老，林浩这狗贼勾结妖族，在此设下伏击，请长老严惩此贼子。王本辰恨声说道：放你娘的狗屁！林浩直接开骂道：动动你的猪脑子，我若是妖族奸细，岂会主动现身？那不是找死吗？反倒是你们的首领宁清雪去了哪里？王本辰神色一僵，连忙扭头环顾，确实没有发现宁仙子的身影。狗贼，你别血口喷人，妖族必然是你引来的，若不是我自刎于此。柳媚呵斥道：已修道多年，心性却如此不成熟，誓言是能够乱说的吗？这妖族并不是林浩引来的，而是我和宁清雪定下的计划，将妖族之人引过来去杀。林浩神色微微一变，果然如此吗？他之前便看出了不对劲，宗门弟子刚催动保命符箓，便有护道长老赶来，还有柳媚这位大高手伏于此，这不是局是什么？可从柳媚口中得知宁清雪故意设局和妖族进行密谈，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这女人真是心思深沉，一点风声都不曾走漏。关键是这女人玩了这一手，却是让一众蠢货认为她林浩勾结了妖魔，这实在太可恶了。也就是打不过，不然非得赏女人一顿竹笋炒肉。柳长老，因为你们的计划让同门对我产生了误会，我留在这怕是会被撕成碎片，所以你想怎样？柳媚心知肚明，这小子最近犯下不少事，惹得了众怒，这为了跑路将锅甩了他们，烦请刘长老带我出去。林浩说道。他媚然一笑，眼角的泪痣笑出万种风情。行，我带你走，看在你师尊的面子上。王本辰等人见柳媚要把林浩带走，连忙阻止。柳长老，这林浩偷袭同门，抢夺妖丹，而且还辱了王诗涵的清白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对他所犯之恶，罄竹难书，烦请柳长老出手惩罚此僚。面对众人的阻止，柳媚只是轻飘飘道：此事等猎妖大赛后，是非对错自有，执法堂论断。随后便直接带走了林浩。飞行数百里，出了包围圈，两人在一峰顶停下。这次我帮你解围，是看在你师尊的面子上，下次可不会帮你了。柳媚美眸中流转着一丝玩味，这女人怎么一副想把我吃掉的神情？林浩心中感慨一句，继而笑着说道：小子在此谢过柳长老。
光一声谢吗？柳媚眼稍微下瞥，不要叫我柳长老，叫我柳姨。柳姨。林浩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心中倍感古怪，这位柳长老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是吃错了丹药，还是练功走火入魔了？他只敢在心里吐槽，却是万万不敢放在明面上说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言罢，柳媚将那杆大枪甩到空中，纵身一跃跳了上去，化作一道碧绿流光。人已走，但空气中依然残留香气，蚀骨酥魂。林浩不敢在此多留，也化作流光远去。一路上故意调转方向，以防有人尾随，直到天色微亮，他才落进一处竹林中，稍作休整。他决定恢复一番之后，要继续去掠夺妖丹。他单枪匹马，想要问鼎第一，必须走捷径。试问有什么方法比抢别人的更快？更别说他和这些修士结怨，他就是要反击，出一口恶气。不知道该说他福运好还是福运差。离他3、4里处，正好有一支队伍，而且领头者正是王本辰。感应到人之后，林浩立马掩盖自身气息，如同顽石般藏于山体中。约莫过去半炷香时间，王本辰带队来到此处，跟之前的意气风发不同，此时他身边只剩下5、6人。哼，你不是说这次必斩灵魔，现在连他的人影都找不到？王师涵白了男人一眼，用讥讽的口吻说道：师姐，谁能想那林浩能和柳长老大上线，才让他逃得一条狗命，否则这回他都该投胎了。王本辰脸皮涨红，辩驳解释道：是吗？王本辰感到不对劲，怎么女生变成了男婴？他回头一看，便被一拳砸到鼻梁，那种酸楚的感觉立马涌了上来。林浩，你怎会在此？听到我好大孙喊我的名，也有当然的出来。砰砰砰，拳到之处无人能挡，林浩犹如无人之境，很快便将王本辰等人打倒在地。倒不是他的实力突然提升了，而是王本辰一行和妖族大战一场，又赶了一夜的路，自身状态奇差。林浩脚踩着王本辰的胸膛，眼神睥睨道：以这种货色，就算是巅峰状态，也不是小爷一合之敌。灵魔是可杀不可辱，是吗？林浩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柄碧绿色的短刃，腥臭味扑鼻。他将短刃抵在王本辰的胸膛，只隔着一件薄衫。你冤当好汉，我得成全你。这把短刃为了749天毒液，你有心做第一个试试味道？光闻味道便令人脑袋发晕，这毒绝对炽烈。王本辰那还敢硬气？林浩，你我并非生死仇敌，杀了我去受宗门惩罚并不值当，所以你想说些什么？放过我，从此你我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哼！林浩冷哼一声，嘴角噙着一抹讥讽。这样做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这王本辰犹豫再三，却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样吧，拿钱买命，你给我1000中品灵石，我便饶你一条狗命。你之前当劫击败别人时，不是只要了500，怎么到我这里变成了1000？因为你的命比别人值钱，我反悔了，你得给我1500才行。嘶！王本辰倒吸一口凉气。2000，行。王本辰算是看明白了，若自己不答应，这该死的灵魔会一直做得起价。该死，真该死啊！可现在己为鱼肉，人为刀俎，他在心生不满，也不敢流露半分。林兄，2000中品灵石实在太多，我现在拿不出来啊。没事，我这人最会体谅人，你只需立下天道誓言即可。王本辰整个大无语，这厮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。2000中品灵石实在不是小数目，把王本辰卖了，他也筹不到这么多。可现在为了保命，拿不出来也得立天道誓言啊。如法炮制，林浩让5名男修依次立下欠500中品灵石的天道誓言。王本辰更加郁闷了，凭什么别人都是500，而自己是2000呢？他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命珍贵有什么好的。搞定一众男修，林浩站在王诗涵面前，女人的伤势一直未痊愈，这又被暴揍了一顿，更是凄惨，气息都有些微弱。看着女人，林浩嘴角露出一丝邪笑。女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他无力地抬起双眸，仰视着风神如玉的男人，心中百感交集，自己又落在这个魔头手中了。林浩，你想干什么？林浩嘴角微微一扯，冷笑道：你的命用灵石换不值当。水莲儿不在身边，他一直憋着火呢，又加之一直被人追杀，他更是满身邪火。眼前这个女人出现的恰是时候，感受到男人的目光，王诗涵心中一紧，知道今天难逃一劫。不过众目睽睽，自己被掳走，以后还怎么在宗门抬头做人？林浩，求你了，不要带走我。怎么，你喜欢被人看着？被人看着？王诗涵微微一愣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便被男人一把扛起。王本辰眼眸中满是怒火，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别的男人掳走了，不用细想便知有怎样的遭遇。他恨得发狂，可是只能无能狂怒。交手之后，他便感受林浩又变强了，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更大。正如林浩所说，即使他处于巅峰状态，可能都不是他一合之敌。念及此处，他不由得心灰意冷，眼睁睁看着林浩离去。太可恶了，灵魔实在太嚣张，抢妖丹夺灵石，还侮辱女修清白，他比魔道还可恶。谁说不是？我刚结成的道侣尚未染指，便被他抢了去。请明仙子为我等做主，请明仙子做主。林浩的反击激怒了众人，他们七嘴八舌声讨林浩，恨不得啖其肉擒其皮。
恨归恨，可他们既干不死林浩，更是不敢因此得罪封尊主，所以还得让宁清雪出马。只是这位掌门爱徒有些心不在焉，明亮的双眸始终未正眼瞧人，还是有人壮起胆子提醒他。方才回过神，眸子中蕴着清冷。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？林浩的实力越战越强，而且行踪更加诡秘，几乎抓不到他的人影。以你们的实力，很难除掉他了。而且他知道打不过我，根本不和我照面。宁清雪说道。闻言，众人面露苦相。宁仙子说的极有道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宁清雪见众人这副样子，不由得微微摇头，指望他们拿主意。林浩这次再狡猾，也是有办法制服他的。我们无法将其擒拿，可以借助外力，比如进行悬赏，请其他宗门高手出马。众人眼前一亮，觉得这是个极好的主意，心中不由感慨，还是宁仙子聪慧。于是纷纷送上马屁。宁清雪不喜这种行为，便借口自己还有事离开了这里。玄阴宗悬赏林浩的消息很快在各宗弟子间传播开来。听说了没？玄阴宗弟子是巨资悬赏，要擒什么灵魔？巨资是多少？200枚2阶妖丹，再加之那灵魔一路劫掠，身上的妖丹更是难以计量。只需擒住灵魔，便能轻松挺进这次大赛的前10。这可以试上一试。只是我听闻那灵魔乃是筑基大圆满，怕是不好搞定。那怕啥？灵魔纵有3头6臂，又岂能躲过围攻？一群道服各异的修士聚在一起，讨论玄阴宗对林浩的悬赏，都很是心动。混在人群中的林浩却是听得面皮一抽，这群狗东西为了擒住老子，还真舍得下本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睡了他们娘，夺了他们妻呢。他脸色阴沉下来，既然想擒小爷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下小爷的厉害。与此同时，妖王谷一道倾国倾城的身影走出了迷雾。妖族便能信任吗？那绝美之人嘴里轻声呢喃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在锁妖塔和林浩有过一段缘分的小狐狸。自从经历了崔晴儿被刺一事，心思单纯的小狐狸那还敢轻易信任他妖？他一路疾行，很快就赶到约定之处。看到宁清雪，他狐媚子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两女都是一袭白衣，都是风华绝代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两女一个清丽无双，一个妩媚妖娆。比容颜，两人不分伯仲。可是宁清雪身上比小狐狸多了一种禁欲之美，更能引起男人的征服欲。小狐狸瞥了一眼对方染血尖头，神色复杂道：“宁清雪，现在我是该叫你玄阴宗掌门首徒，还是该叫你姐姐？”不待宁清雪回话，小狐狸又继续发问：“你在人族待久了，真当自己是人了？你怎么可以帮助人族设计坑杀同族？你忘了父母临终前对你如何交代的？还是说你贪恋上掌门首徒之位，不肯再来这里受苦？”面对小狐狸的咄咄逼问，宁清雪却是默然不语。过去半展的功夫，他才悠然说道：“这次玄阴宗领头举办的猎妖大赛，其他正道门派都遣了诸多金丹长老，都在暗中保护弟子。那白虎托大被人族斩了，只能自认倒霉。还有，我这次过来是通知你们，我又给你们创造了一次机会，我已经联合各宗弟子围剿林浩，这次聚集的弟子比上次的还多，就看你们能不能吃得下。如果还是只派些3瓜2枣，干脆别来了。”小狐狸轻咬着朱唇，神色无比复杂。青山妖王派他来和人族奸细对接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来者会是自己的姐姐宁清雪。我已经不信任你了，但是我会将此事上报给父王。一语落，宁清雪抓起无鞘剑便要离去。这女人就一点都不念姐妹情。小狐狸眼眸中藏着一丝哀怨，他犹豫一瞬，开口说道：“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如此之冷漠，冷漠的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你可知道，我为了看你，不惜潜入玄阴宗，被抓住当作囚犯镇压于锁妖塔，你竟然一次都没来看我。那些人族败类知道我的身份，终日前来奚落，我就不信你没有耳闻。那时候我多希望我的姐姐能够来看看我，将我带离不见天日之地。没其他事，我走了。”宁清雪冷漠道。小狐狸脸上满是失望，随后喟叹一声，黯然离开。林浩在青丘妖族腹地行走，一路过来见得不少妖族尸骸，2阶妖兽居多，也有一些1阶。林浩看得不由微微摇头，看来想通过斩杀妖兽夺得大比第一，确实不太现实，除非深入妖族组的斩大妖。可大妖都是3阶，其中不乏镇守一方的妖将，诸宗弟子根本打不过，除非是数十人结阵，自己单枪匹马闯入妖族祖地，那真是茅房里打灯笼，找死。林浩当然不会做出这种脑残行为，他觉得还是去抢别人的妖丹保险。只是现在妖丹不太好抢，肥羊们都学精了，最起码是10人抱团，而且还没开打就先摇人。不过一有头铁之辈，就是想擒下林浩，领取丰厚悬赏。对此，林浩当然没有客气，直接反掠夺一波。依靠易容之术，还有超凡的遁术，他坑了好几波前来围杀他的修士，2阶妖丹数量近2000枚，更别提威逼他人欠下5万余钟品灵石。只是队伍中很少见女修，有的也是不堪入目，让人生不出异样心思。但即使如此，林浩感觉自身实力提升的不慢，几乎是到了筑基境的极限。金丹之下，他不怕任何人，即使再跟宁清雪打上一场，他也有把握从容离开。他觉得自己的实力再想提升，只能是提前结丹，可现在身处大荒，贸然结丹级有可能被仇家堵门。
他左思右想，还是等返回宗门，向师尊禀告此事，再做打算吧。而且他还想跟师尊讨要几本术法，尤其是剑道方面的，不然跟天才修士对决，他境界上不输，可招式方面却是远远不及，这会成为致命弱点。有女修，而且数量不少。林浩心思一动，眼中闪过喜色。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好几日没有尝到荤腥，着实憋得慌啊。感应到一行人越来越近，林浩连忙敛起心神，躲进茂密的树冠中，暗中观察。看到领头的女修，他颇感惊讶。烈阳宗的女修，桃花刀仙，面具遮面，可仍让人觉得美艳无双。那双眸似水，却带着淡淡的冰冷，眼波流转间烁着丝丝金光，似乎能看透世间一切虚妄。十指纤纤，如若水嫩的小葱，那秀颈修长，肤如凝脂，雪白中透着粉红，似乎能凝出水来。朱唇轻启，露出整齐洁白的背齿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抱着抢口。墨色长发如瀑，随着微风舞动，散发出淡淡清香，宛若扶风杨柳的药枝，摇曳着万种风情。四肢纤长，有仙子般脱俗气质。这一袭白衣尾地，上绣朵朵桃花，腰间配着双刀，一名惊蛰，一名大雪。林浩看的是口干舌燥，这般绝色，即使掩面，仍然是光彩动人。若是能将此女擒下，共赴巫山云雨，那么不枉来此人间一趟。可就在他浮想联翩之际，那女子忽然抽出一柄刀。林浩眼中闪过惊异，以为桃花刀仙发现了自己，刚准备闪躲，却见女子将刀抛至空中，随即轻盈如燕般跳了上去。他定睛一看，原来女人是去追坐山原了。原地图留3名烈阳宗女修。林浩分出一缕神识查看，发现这些女修的修为都不高，都是筑基中期。哼，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冷笑一声，一拍剑匣，将火灵和青鸟唤出，随之若灵猿般跳了下去。嗡，一道火焰剑气斩出，正好斩在3名女修中间，惊得他们花容失色，赶紧掐诀念咒。可筑基一境，修为之差如隔天堑，饶是3名女修联手，却也敌不过林浩。他一出手便是全力，不到10合便将3名女修打倒，拿出一根捆灵索，像是捆肥羊般将3名女修捆成一团，随之扛在肩上远遁。他担心桃花刀仙折回，因此一刻不敢在此多待，奔袭百里，找到一口山洞，将3名女修扔进去，抬手布了2道禁制。反正玄阴宗和烈阳宗关系不睦，采摘烈阳宗女修的元阴之气，他心中丝毫没有负担。更何况这3名女修还威胁他，张口便是桃花师姐来了如何如何。林浩现在只想升天，那顾得上桃花梨花的？转身正准备去采摘3女，突然就感应到自己设下的禁制被人破坏了。他旋即跳起来，拽起火灵剑就要杀将出去，怎料来者比他反应更加神速。当，2柄利刃相交，发出金属颤鸣，这刺耳的声在不大的山洞中回响。挡了敌人一招，林浩方才有时间打量看清来者的容貌，他心中不由微微吃惊，竟然是他，合欢宗的仙子顾倾城。更令他意外的是，顾倾城还带来一位他的老熟人崔晴儿。这2个女人怎么搞在一块了？林浩一脑门子的雾水，实在是琢磨不透。你看，这就是你拼死护住的男人，在这里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。顾倾城本就是国色天香，媚骨天成，加之是合欢宗出身，可谓是极尽诱惑。虽然语气中夹杂着讥讽，却也令人生不出恨意。崔晴儿朝林浩露出苦笑，林浩看着崔晴儿，后者眸子里流转着复杂的情绪。他没想到再见林浩会是这种境地。顾倾城迈开步子，在山洞中转了一圈，传言果然不虚，你这灵魔喜欢劫掠女子双修，你确定自己不是我们合欢宗的人？不，我们合欢宗的人也不会平白无故的抢掠女修，我们讲究个你情我愿，你这种是魔道行为，妖魔种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女人连连发问，林浩是一字未答。你是领了悬赏来围剿我的？林浩冷冷的发问。顾倾城微微一笑，可比那什么桃花刀仙诱人。这女人在林浩所见过的女人中，虽不是最美，但绝对是最诱人的一个。见男人在偷瞥自己，顾倾城笑意更盛，脸颊两侧各有一个酒窝。这悬赏是宁清雪发起的，我始终看不惯她，怎会跟她混作一团？那你过来干什么？我来，当然是为了你。顾倾城那双眸子真是勾魂夺魄，别说林浩，就那3名醒来的女修，看见之后都是露出痴迷之意。为了我，林浩可不会觉得对方能安实吗？好心，你来找我，定然不是说说笑笑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哥哥，你真是冷静，我对你更加有兴趣了。顾倾城伸出纤纤手指，放在诱人的红唇上。我来是想看看你的斤两，不如我们打上一场吧。果然，这女人无事不登3宝殿。林浩心中冷笑一声，继而说道：想和我动手可以，不过对我出手失败了会有严重惩罚。顾倾城吐出丁香小舌，舔了一下红唇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我当然知道，围剿灵魔失败的人，男的献出妖丹和灵石，女的嘛自然是原因。不愧是合欢宗妖女，寻常女子难以启齿的事情，她却坦然说出。不过这妖女虽言语梦浪，但观其体态却是完璧之身，若是能和其双修一番，定会受益无穷，妙味无穷。所以你真想跟我交手，输了人我采摘即可。林浩说道。林浩如此说，顾倾城反倒是心生疑虑，
怎么感觉这男人有恃无恐的样子？难道他自信能够打败我？感觉自己被小瞧了，顾倾城心中生出不服。那我们便打上一场，输者任由胜者采摘。好，林浩说完，专注力瞬间提了上去。可怎料顾倾城不讲武德，双眼一眨便造出一番幻境。看着男人脸色阴晴不定，顾倾城咯咯一笑，中了我这幻境，便等着被耗尽精力吧。趁对方陷入幻境，顾倾城认真的打量林浩一番，长得倒是极为俊秀，难怪那些被糟蹋了的女修少有站出来，多半是因为这厮的颜值，和其结成道侣，应该会挺不错的吧。就在顾倾城胡思乱想之际，却突然神色大变。怎么可能？你怎能从幻境中挣脱？林浩嘴角噙着一抹轻蔑，是你的幻境太差劲。自从和水莲儿在一起后，他经常利用她幻境修炼，磨练到心。顾倾城随手布下的幻境还真困不住他，现在换我出手了。林浩掌心喷吐着灵力，周身缠绕一圈火焰，如同火焰尊者，好强！顾倾城眸子里满是震惊，这厮的实力不像是一般筑基大圆满，反倒是像走完了筑基期所有的路，只差结丹了。慢着！顾倾城大喊道。林浩皱眉停下了动作。顾倾城秋波婉转，悬然说道：我们不能这么打，这样喊打喊杀，动静太大的话，会把想要围剿你的人引来。要知道现在可不止玄阴宗一家弟子找你，你确定要继续打下去吗？这女人说的不无道理，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她可不愿干这等蠢事，可直接放弃的话，小林浩又不愿意了，所以他不禁有些犹豫了。顾倾城见状，赶紧趁热打铁道：我想和你交手，是因为我对你好奇。我从你的老相好嘴中得知，你1年不到就成长到了现在这地步，我想看看你到底到了那种地步。现在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不想动手了。不明就里的人认为你能成长到这一地步是双修的缘故，可我亦是修的双修之法，在这方修炼界中，我敢说和欢宗的双修之法排第2，没人敢说排第1。而你的双修功法普通，却能进步如此神速，归结原因是因为你的体质吧？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什么体质？体质特殊？林浩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自己地功法着实很普通，自己能有今天的修为，完全得益于自身体质。可要他说自己的体质是什么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体质，林浩说道。他被顾倾城这一番说，战意逐渐消失，对方不愿意打，他也打算强行出手了。因为顾倾城是天骄，即使他能战胜，也要花大代价，到时引来宁清雪他们，得不偿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？顾倾城面露古怪，有趣，竟然不知道自身是什么体质，看来玄阴宗对你有所隐瞒啊，你就没想过为什么？林浩想过这个问题，可是崔晴儿所说的教唆幕后之人是大长老，在妖族动乱中扮演着颇为活跃的角色，被直接给斩了。他想调查，只怕到这里也会终止。最主要的是，以前他实力低微，他如何去调查？负责觉醒都是长老，他没那实力逼问长老。有趣！顾倾城再次感慨一句，施施然道：你的体质，我推断绝对是数1数2的神体，你竟然不知道，你宗门埋没了你的神体。林浩，你来我合欢宗修我们这最顶级的双修功法，必然能让你的修为提升更为迅速。这时崔晴儿竟也劝解道：林浩，合欢宗才最是适合你修炼的地方。林浩眼中闪过意外，崔晴儿这女人在想什么，居然也来劝自己。崔晴儿不顾男人异样的目光，自顾自地说道：修仙一道讲究个缘法，我是真觉得你适合合欢宗，何苦在玄阴宗受人白眼，离开宗门另投其他宗门。林浩对玄阴宗归属感虽不太强，可就此改换门庭，他却有些不舍。大竹峰尊主峰苍月是真心待他，将他当作关门弟子教导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你这是做了合欢宗的说客？林浩眼眸一挑，继续说道：你要是想跟我走，我可以把你救出来的。本以为女人会答应跟他走，岂料女人的回答令他大感意外。谢谢，不过不用了。崔晴儿说道。见林浩意外，崔晴儿继续说道：林浩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正道门派妖族都在追杀我，只有跟着顾师姐加入合欢宗，我才有一条活路。其实女人所说不无道理，合欢宗亦正亦邪，而且实力雄厚，她加入合欢宗最起码不会被追杀。林浩默然不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，他不会强求别人，非得按照他的想法来。而且以他目前的实力，虽然现在有信心能救出崔晴儿，但之后他并不能给崔晴儿安排个好去处。崔晴儿见对方不言语，似乎是想起什么，传音道：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其他男人结为道侣。合欢宗地功法特殊，既可双修，也可以替外吸取元阳之气。顾师姐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呢。林浩眼眸中闪过一丝意外，看来自己猜的没错，这位合欢宗仙子果然是清白之身。林浩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顾倾城轻启朱唇，发出靡靡之音，颇具蛊惑人心之效。多谢美意，不过暂时我不打算改换门庭。林浩却是异常清醒的拒绝道：好吧，罢了，看来玄阴宗有你割舍不下的人，那我也不强求你现在加入我合欢宗。这样吧，我将我所修的功法赠予你。林浩瞳孔一缩，心中大为震动，这女人竟然肯将合欢宗顶级双修功法赠予我。说着，顾倾城就把一功法卷轴扔给林浩。林浩赶紧接住查看，是真功法。
他本以为对方只是说说而已，不会付出实质性东西，岂料如此豪爽，心动了吧？看到男人的神情，顾倾城不由勾起嘴角，他就不信对方会对功法不动心。毕竟合欢宗的双修之法天下闻名，想要走双修之道的修士，无不想要得到该功法。不过这只是前半步，想要后半步，须得你加入合欢宗，然后来找我。顾倾城并不是傻大方，他所赠与地功法只是半步，但即使是这半步，他相信就足以让对方深陷。他赌的就是林浩会被功法牵着鼻子走，等后者求到合欢宗时，他再用剩余地功法拿捏。听到顾倾城所说只是半步，林浩这才释然。他自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对方是用半步功法引诱他加入合欢宗。虽然只是半步功法，林浩也欣然接受。要知道这可是合欢宗功法，并且还是顾倾城这般天骄修炼的顶级功法。赠完功法，顾倾城伸出纤纤手掌拍了下崔晴儿，走了。崔晴儿立马化作山猫真身跟在后面。走出洞府时，崔晴儿回眸看了一眼，满腔言语化作一声叹息。妖王谷，一座高于10丈的房屋占据方圆1里，这是青山妖王的歇脚地。他不像人族帝王喜欢建造宫殿，他对居所的要求能够进去变形，主要是他向来是保持妖族真身，不喜欢做人形。空阔的房间内有一张8丈长的石床，这床上刻着繁奥的神纹云篆，流转着诡异的光芒。一只青牛般大小的狐狸斜躺在石床上，碗大的眼珠开合间射出道道金芒。大殿中立着6家部族，俱是青丘妖族的高层，本来是8家。玄阴宗爆发妖祸时，有2家不想让小狐狸回来，驱使崔晴儿对小狐狸下手。事发之后，这2家部族被青山妖王打散，几乎被灭族。公主回来了！一头鹤妖扯着嗓门喊道：“稍请！”九尾天狐轻盈地跑进殿中，一直阴沉着脸的青山妖王眸子里散发出温和，拍了拍石床，示意小狐狸坐上来。小狐狸纵身一跳，便坐在了妖王身边。此去收获如何？可曾见到你的姐姐？小狐狸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。父王，你早知道来和我族接洽的是我姐姐。青山妖王点点头，随之伸出蹄子，宠溺地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。你姐姐心高气傲，想用自己的方法给你父母报仇，所以一直未曾见你，但她一直记挂着你的。我想给你个惊喜，便没有提前告知你，是吗？那个冰块会记挂我？小狐狸眼眸中闪过一丝疑虑，但他很快将杂念抛之脑后。先说正事，他将宁清雪告知他的一字不差地讲给青山妖王。这位老妖王还未表态，底下的部族首领却是跳将出来，一头吊额白虎走在大殿中央。妖王，老臣那苦命的儿子便是轻信宁清雪之言，被人族修士围攻而死。老臣怀疑宁清雪已然背叛了妖族，请妖王为老臣做主啊！闻言，小狐狸眉头皱作一团，自己这位姐姐到底想干什么，他也琢磨不透，所以并未言语。青山妖王开口道：“老族长，雪儿并没有背叛我青丘妖族，虎战之死纯粹是个意外，这笔血债应该算在人族头上。”老白虎虎目含泪，情绪激动道：“请妖王准许老臣出战，杀光该死的人族修士，为我而报仇。”不可！一头狼妖出列。妖王，如今人族势大，贸然开战只会令我族受损更大，不如暂且忍耐，做长远打算。老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杀人族，那我儿便白死了吗？老白虎性情暴烈，气得火冒3丈。老狼却是不紧不慢，有理有据道：“人族修士来此，主要是为了找回面子，但这里终究是我妖族的地盘，10万大山妖族众多，不止我们青丘一脉，人族不会在这里久待。等他们撤回部分人手，我们再出手破之，可大获全胜。”老狼，我看你是畏战。老白虎眼眸中燃着怒火：“谁畏战？我只是用更合理的方法找人族报仇，都像你这莽夫一样硬着头皮冲，我青丘妖族迟早被拖垮。你就是畏战，没卵蛋的孬种！”老狼也被激起了火气，眼眸中闪烁着阴毒：“你想为你儿报仇，你自己杀过去啊！去便去！”底下吵吵嚷嚷，分成2派，是战还是暂且不战，争论不休。2派说的都挺有道理，但青山妖王心中早有决断。青山妖王轻哼一声，大殿中卷起小旋风。见状，2派不敢再吵，全都看向青丘之主。人族暴虐，屠我青丘子民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为了保护我族生灵，我决定派兵遣将，灭杀人族修士。大王英明！老白虎跪地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大王圣明！主战派无不拍手称快。老狼等一众等等派虽内心抗拒，但哪里敢反对妖王，只能捏着鼻子认。一头豹妖出列，他在3阶妖兽中实力出众，是镇守一方的妖将，堪比半步元婴。大王，我被玄阴宗的狗仔种镇压在锁妖塔数10年，此仇不共戴天，请大王准许我率领部众做先锋。这尊妖将在玄阴宗吃了不少苦头，恨不得将人族修士敲骨吸髓，自然不肯放过这大好机会。大王，老臣虽已年迈，但也想争先锋之意。老白虎慷慨激昂，激动的飙吐沫星子。老白虎，你年事已高，精力衰败，还是留镇后方吧。豹妖眼中闪烁着轻蔑之意，他年富力强，加之自身修为已不弱于老妖将们。豹小子，你是瞧不起老夫？老白虎瘦弱的躯体突然鼓胀起来，那一条条肌肉像是钢铁浇筑的一般。我虽年迈，仍能为青丘征战。
两位妖将为争先锋之位，吵吵嚷嚷，将大殿变成了菜市场。那些想要避战的妖族，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哼！青山妖王冷哼一声：“你们不必再争，这次出征我将亲自带队，6家部族都得随队。人族修士敢杀到青丘祖地，毁我妖族根基，实在是欺妖太甚。我们蛰伏太久，让那些人族过于低看，是时候进行反击了。无论人族有何阴谋诡计，在我族的绝对实力面前，都是虚妄。诸位随我出征，让青丘妖族的大名威震天下！杀光人族，威震天下！杀光人族，威震天下！杀光人族，威震天下！群妖鼎沸！”呼！林浩长出一口浊气，心情甚为激动。他用合欢宗双修之法替换掉自己原来所修之法，确实感受到了差距，就像是山泉和大川的差别。果然，合欢宗最适合自己这种体质。若非心念师尊，他真想找到顾倾城，随其加入合欢宗。改修功法之后，他无比的燥热，很想试一试新的双修法。不由自主的，他将目光移向被他绑来的3位烈阳宗女修。小狐狸离开妖王谷，遁行数百里，找到在此的宁清雪。女人仍是一袭白衣，盘腿坐在青色巨石之上，双膝横置一柄剑。见有人来，也未曾睁眼。小狐狸只是静静看着，不言不语，心中却是波澜四起。姐姐真的会记挂我吗？她这次来除了和妖族接洽之外，是打算来看我的吗？念及此处，小狐狸的双眸蒙上一层水雾。他父母去世的早，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，自然是依赖姐姐的。只是后来他们一个被妖王收养，一个潜入人族宗门，多年未曾相见。他想念唯一的姐姐，便去玄阴宗寻找姐姐，结果却被镇压到锁妖塔，一关便是近10年。在这期间，宁清雪从未看过他。不，他并不想我。小狐狸眼眸中的水雾散去，眼神重新坚硬起来，冷冷地看着打坐的女人。约莫过去半个时辰，宁清雪豁然睁开双眼，睁，膝上剑出鞘，若长虹，若风雷，那剑仿佛和他融为一体。嗡，一条血龙斩出，直奔远处的山，一剑削平山头。小狐狸眼眸中闪过惊疑，宁清雪的实力又提升了，以筑基修为斩出了结丹期的剑尾，好恐怖的剑道天赋！小狐狸虽然震惊，却没有忘记自己过来是要干什么。他步履轻盈地走到宁清雪面前，语调清冽地说道：“我将你的想法告知妖王，他同意按照你的计划行事。同意了吗？”宁清雪眼眸中闪过一丝意外，对于这一计划能否成型，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他虽然潜伏在人族宗门，却是对青丘妖族内部的龌龊知道的甚为清楚。青山妖王老了，各家部族实力不断提升，都盯上了妖王之位。在这节骨眼上，谁肯损耗自家实力和人族宗门开战？除了那头老白虎，丧子之仇还是得报的。你可曾告知青山妖王，各宗带队长老都是元婴期，玄阴宗带队的乃是小竹峰尊主慕容庆雪，元婴后期修为，你们确定能吃下？如果我没猜错，那头丧子白虎会做先锋吧？他年事已高，气血衰败，能扛住几名修士？还是说妖族内部默许，想要将这老白虎坑杀？小狐狸眼波流转，心中却是暗自盘算：宁清雪虽是自己的姐姐，但在人族宗门修行多年，谁能保证其心不义？保不齐她是来套妖族体系的。虎族常年迈，岂能再做先锋？那不是自夺我青丘妖族的威名。这次征伐人族修士，带队的是妖将林峰，你觉得如何？林峰听到这个名字，宁清雪眉心一皱。林峰乃是青丘妖族第一战将，拥有妖王级实力，堪比元婴大圆满。只是听说他不是在闭死关，怎么肯出关呢？他瞥了一眼小狐狸，心中有所猜测，想必这是青山妖王的决策，不然不可能遣动第一战将。看来这些年你过得还不错，青山妖王挺宠你的。小狐狸心中微微一痛，青山妖王待他再好，可终究是外人，他想要的是家人姐姐的关怀。可自始至终，宁清雪都不曾说一句温柔的话。风和日丽，暖风吹得人想睡，但林浩却是精神抖擞。他藏于树冠之中，在观赏美女与野兽。烈阳宗的桃花刀仙在和3阶初期妖兽座山猿大战。座山猿拥有太古一种血脉，身高10丈余，浑身毛发坚硬如钢针，肌肉更是如钢铁浇铸一般。这妖兽纯靠蛮力便能让筑基修士难以应对，更何况其还擅长使用妖法，端是难以对付。可桃花刀仙面对此辽，虽然无法轻易拿下，但打得游刃有余。他掌中双刀每斩出一道刀芒，便在座山猿身上留下伤口，身体负重伤。妖猿凶性大发，张口喷出白色光华。感受到光华的危险，桃花刀仙不敢正面抵挡，他的身法飘逸，灵动地躲开攻击。那光华落在密林中，将葱郁的树木腐蚀得不成样子。在远处观战的林浩看到妖猿这一招，不禁心生余悸。这妖猿端是强大，肉体强悍，还能使用妖法，真的令人防不胜防。若是单打独斗，想擒杀此猿异常费劲，主要是他的打法大开大合，须得和妖兽正面刚。反观桃花刀仙打法飘逸，灵动若九天仙子，他总是能够恰如其分地避开妖猿的攻击。又斗了近百合，女人还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林浩却是看出来他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原来桃花刀仙的刀法虽然轻灵，但自身灵力消耗极大，打不了持久战。他的身法越来越凌乱，躲避妖猿攻击总是险之又险。
吼！座山元仰天大吼，灯笼似的双瞳冒出2道金光，朝着桃花刀仙喷射过去。女人勉强避过去，还没来得及还击，却见一只遮天蔽日的爪子朝自己盖了下来。她一口气没接上，竟无力抵挡，眼看要被巨爪覆压。嗡！一道炙热的火焰剑气自天际而来，将座山元的爪子展开一道豁口，令其攻击偏差。女人逃过一劫，是谁？桃花刀仙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高声说道：“何方道友出手相助，可否现身一见？”一语落，林浩出来相见。桃花刀仙神色大变，惊呼道：“是你！”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相助他的人会是林浩，这位人人喊打的妖魔种。被无耻魔贼相救，这令他感到十分的别扭。现在可不是分神的时候，先斩杀了妖猿再说。言罢，林浩踩着碎星步，倒踢赤灵剑，杀向座山原。经过桃花刀仙的缠斗，这头大猿气力衰败，显然已是强弩之末。而林浩气势正盛，颇有横扫一切之势。10余招后，大猿身上留下道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血流如注，在大地上汇成一条血色溪流。大猿生命气息越发的衰弱。桃花刀仙见状，旋即攻了上去。这头妖原本就是他的猎物，他怎肯相让？更何况这林浩罪行滔天，被各宗弟子追杀，他也应出手擒之。轰！他展出一道长虹般的刀芒，感应到背后的杀气，林浩侧身一躲，避开了惊人刀芒。你这女人好生歹毒，我刚救了你一命，你便这样恩将仇报？哼！邪魔外道，人人的而诛之！桃花刀仙冷喝一声，手持双刀，一刀斩向妖猿，另一刀杀向林浩。呵，邪魔外道是谁定义的？你凭什么说我是邪魔？林浩拍了一下剑匣，又从中抽出一柄剑，两人都是一柄武器杀妖猿，一柄武器对敌。刀芒、剑气纵横。妖猿面对2名天才修士围攻，愈发的不知，心中生出逃跑的念头。好贼厮，岂能让你逃走？林浩从怀中掏出一把符箓，朝着座山原甩了过去，火刀冰剑将妖猿打得惨叫连连。桃花刀仙吃了一惊，这妖魔种的战斗风格真奇怪啊！符箓不要钱的吗？他见妖猿被符箓打得难以招架，知道这是难得的战机，不再掣肘攻击林浩，而是全力攻击妖猿，先将妖兽斩杀，再擒妖魔种。哼，还不算太蠢。林浩嘴角噙着一抹轻笑，继而打出更为猛烈的攻势。轰轰轰！妖猿本就是强弩之末，又强撑了数10合，被林浩一剑刺穿了心脏，神魂亦被破灭。看着林浩手中人头大小的妖丹，桃花刀仙提着双刀便要上前去抢，岂料林浩早有防备，身轻如燕避开攻击，并且使出一招回头望月，击向女人的胸口。无耻！桃花刀仙暗骂一声，赶紧往后回避。岂料林浩使出的是虚招，虚晃一枪，他柔身上去，手中剑磕开女人的刀刃，随之全带灵气轰击在女人的小腹。女人发出痛苦的声音。这臭小贼实在无耻，不仅用虚招，而且还贴身肉搏。桃花刀仙跟妖猿鏖战甚久，自身气力亏损严重。林浩真的是捡了漏，没费太大力气便制服了女人。砰砰砰！他出手点了几下，封住了桃花刀仙的气血。小贼，你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我！桃花刀仙眼眸中闪过一丝慌乱。你不是说我是邪魔外道吗？那你应该知道我之前的作为吧？现在我要做些邪魔外道喜欢做的事情。林浩脸上挂着一抹邪笑，伸出2根手指挑起女人雪白的下巴。桃花刀仙一直戴着面具，未曾露出过真颜。今日我倒要看看你这张脸配不配得上仙字。言罢，他就要去摘女人的面具。林浩，拿开你的狗爪子，离桃花仙子远点，否则死！你这妖魔种，还有脸活在世上？一道炸雷般的声音响起，震得浮云松散。狗贼，今日遇到我，你的狗命就活到头了。林浩眸子冰冷，看向天际，一位身穿白袍的青年，脚下踩着一柄紫气缭绕的飞剑，呼啸而来。无极剑宫的天骄苏沐尘。桃花刀仙眼眸中闪过一抹喜色，他跟苏沐尘有旧交，深知这位天骄修为深厚，而且嫉恶如仇，必然能救自己出去。林浩看着飘然若仙的青年，心中吐槽道：不知实力如何，但是排场整得挺大。嗡！人未至，苏沐尘却展出一道剑气，那剑气冷冽若玄冰，直斩向林浩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一言不合先开打！林浩的脸色愈发的阴沉，拦腰抱起桃花刀仙，避开了惊人的剑气，未能斩中敌人，那剑气当场灌入座山原的胸膛。座山原的肉身堪比黄阶法宝，却挡不住一道剑气，被斩得血肉模糊，鲜血狂喷而出。这狗东西实力挺强啊！林浩的眼睛微眯，他修为提升到筑基极致，本以为可以在这次大赛中不说横推诸敌，但至少可以跟葛宗天骄分庭抗礼。可现在看来还是差点意思，跟各宗的天骄比起来，他差在术法太弱，这道短板虚得尽快补齐。林浩，跪下受死！苏沐尘舌战春雷，眨眼间杀到近前，看到林浩的手搭在桃花刀仙的腰间，他顿时挑起眉，心中的火蹭蹭往上冒，剑气汹涌，宛若诸天星辰坠落。冷冽的剑芒泄出的寒气搁在林浩身上，割得他衣衫破裂。林浩，你身为玄阴宗弟子，抢妖丹掠女修，比魔门中人还要可恶！苏沐尘目光冷若寒霜，声音更是尖利，你其罪当诛。这时
又有不少宗门弟子赶来。林浩，放开桃花刀仙！林浩，你真是无耻至极，坑害了那么多女修，现在又想染指桃花刀仙。王本辰屡次三番的被林浩暴揍，对后者畏之如虎，这又傍上无极剑功的天骄，心中顿时有了底气。见林浩被压制，他直接跳了出来，满脸激愤。他急指着对方道：林浩啊林浩，你作恶多端，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？现在收手，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没错，收手，跪下伏诛！群情激愤，千夫指向林浩。苏沐尘虎目含电道：林浩，你身为正道弟子，却修邪法做邪事，恶行天地可见，你无需狡辩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送你到阴曹地府赎罪。他抬手便斩出3道剑气，轰轰轰，道剑气斩向林浩。林浩赶紧掐指捏诀，甩出3张2阶上品的符箓，他身前立马竖起3道金光盾，砰！这苏沐尘不愧是无极剑功的天骄，一道剑气便斩碎了3道金光盾。林浩全力出手挡下一道，又靠着肉身硬抗下一道。哼，妖魔种，你的实力不过尔。苏沐尘冷笑一声，手中剑气汹涌，就要斩将出去。岂料林浩做出一个动作，令他投鼠忌器。你贼子林浩，你好生无耻！苏沐尘横眉冷对，他万万没想到这贼厮会拿桃花刀仙作为挡箭牌，无耻，实在太无耻了。众人见林浩将桃花刀仙挡在身前，无不破口大骂：贼子，放下桃花刀仙，你我正面打上一场，你若能赢，我便放你离开。苏沐尘目中烈火升腾，正面打上一场。林浩嘴角噙着一抹冷笑：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我，不就是仗着人多势众，然后告诉我你想正面对决？都滚开，否则小爷临死也要做个风流鬼。贼子，你不要太猖狂！苏沐尘将桃花刀仙视为禁脔，现在自己珍视的女人却被别的男人当作挡箭牌，他岂能不怒？他伸出右手，其握住的银剑陡然凝聚道剑气，那宛若银月般的剑气呼啸，神威骇人。剑气的出现让周围小天地温度骤然下降，人人感受到冰寒。这狗东西实力卓绝，不弱于宁清雪。林浩瞳孔一缩，赶紧缩了缩脖子，将自己的身躯全部藏在桃花刀仙身后。看到这一幕，苏沐尘恨得牙根痒痒，可又无可奈何，他总不能连喜爱的人一起战。林浩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是男人就跟我正面打上一场。狗崽子，你当我傻吗？一旦我放手，以你们这群狗东西卑劣人品，还不得蜂拥而上？赶紧滚开，否则这女人死！林浩手中出现一柄碧绿短刃，未有剧毒，短刃抵在女人的喉咙上，女人的肌肤胜雪，映衬的刀刃更加碧绿。林浩赶紧放下冰刃受死，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王本辰厉声呵斥道。啪！苏沐尘甩了王本辰一巴掌，滚开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这一巴掌是当众扇的，王本辰感受到了奇耻大辱。他也是天才修士，素日里被人捧着，何曾受过这种侮辱？可这一巴掌是苏沐尘扇的，他心中再恨也不敢表露出来。让开，都让开！苏沐尘冷喝一声，他带来的人赶紧让出一条道来。林浩将桃花刀仙扛在肩头，昂首阔步，仰天大笑离去。待我离去10里，你们方可再动。苏沐尘面皮一抽，可是看到抵在女人咽喉处的短刃，他只能强压心中怒火，都不可轻举妄动。啪！林浩背后凝聚出一只灵气大手，猛扇了一下苏沐尘。你还真是一条听话的好狗。一语落，他踩着赤灵剑洒然离去。月朗星稀，洞穴内篝火摇曳，桃花刀仙半坐半躺在一块巨石上，他心中有些慌乱。这臭小贼亭在这里不走，是不是要对我下手了？这才没走多远，就不怕苏沐尘他们追上来？犹豫了许久，他开口说道：林浩，到底要怎样，你才肯把我放开？林浩往篝火中扔了一段枯柴，语气中带着玩味道：你先将面具摘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长相，那样我可以考虑考虑，兴许会把你放走。你……桃花刀仙眼眸中含着一丝羞愤，怎么，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想让我来帮你？林浩豁然起身，踱步走到女人面前，他那双寒星般的眸子闪烁着不定的光芒。别这样！随着男人的走近，桃花刀仙眸子中满是慌乱，一副小女儿之态。要那样？林浩弯下腰，直视女人的双眼，打趣道：眼睛生得好看，想必长得也不差。他伸出手指，刚放在女人的面具之上，突然神色大变，像离弦之箭般冲出洞穴。望着那道急速离去的背影，桃花刀仙眼眸中闪过一丝错愕，这个该死的混蛋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果然是他！看着那道日思夜想的身影，林浩眼梢挂着笑意，温声说道：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小狐狸嫣然一笑，便令明媚的天黯然失色，如同春天最美的花朵。他巧笑倩兮，落落大方地走到林浩面前，纤纤玉手微一下动，似是想要去拉后者，可女性特有的娇羞令他硬生生止住动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许久未见的人。啪！林浩却不拘礼节，伸出大手，一把将小狐狸揽入怀抱。宗门一别，甚为想念，何须掩饰？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小狐狸，他的内心很矛盾，既希望能与小狐狸再会，可又不希望这次相见，毕竟这次来是为了讨伐妖族，他担心小狐狸的安危。他星辰似的双眸中盛满了爱意，伸出一只手捋了捋小狐狸的发丝，情不自禁印上小狐狸的唇。小狐狸娇呼一声，眼神迷离，
身体愈发的软，眼看要深陷情网。小狐狸赶紧伸出双手推拒开男人。林浩别这样，我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。重要的事情？林浩眉头微微皱起，小狐狸来找他能有什么事？不会是说猎妖大赛的事吧？这屠戮的毕竟是他同族之妖，他若是怪责起来，确实不好回答。小狐狸并未察觉林浩的异样，而是自顾自地说道：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又陷入合围了呀？合围？林浩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上次近500人合围他，被妖族搅了场子，他仗着柳妹长老的威势方才逃过一劫，眼下又被合围了吗？这次依然是宁清雪的手笔。对于这个女人，他是有些看不透，是人族还是妖族那边的？林浩，这次形势更为严峻，你无论如何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找个隐秘的角落躲起来。逃走？躲起来吗？林浩心中苦笑一声，若真如小狐狸所说，大批人马兴师动众的找人，他又能躲到什么地方呢？他灵光乍现，突然意识到不对，小狐狸怎么对人族修士的行动知道得如此清楚？难道……他神色微变，开口说道：小狐狸，这次莫非你们妖族还要对这些人族修士出手？小狐狸默然不语，他没有想到林浩一下子便猜出了妖族接下来的行动。他过来提醒林浩，完全是出自于私人情谊，可他并不想因此泄露妖族的计划，毕竟他是妖族。见小狐狸不言语，林浩便知道自己猜的8、9不离10。人族修士过来围杀自己，妖族趁机进行伏杀，这称得上是不错的计划。可是你就不担心这又是人族修士设下的圈套？小狐狸明白林浩的意思，这很有可能又是人族设下的引蛇出洞之策。然而知道是计策，妖族也不得不咬这个饵料。主要是错过这次机会，再想将这些人族精英弟子掩杀于此，却是难比登天。这计划不会还是宁清雪泄露给你们的吧？林浩的发问，小狐狸感到无比震惊，他舌头打结道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说我是瞎猜的，你信吗？林浩嘴角挂着一丝玩味，随之开口道：宁清雪这女人就像是一团迷雾，我也分不清她到底是妖族的奸细，还是站在人族这边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把我和宁清雪的关系告知你。小狐狸心中说道，他脸上挂着一丝愧疚，语气焦急道：林浩，不管宁清雪站在哪边，对你都没有任何影响。你要清楚自己的定位，在即将开打的大战当中，你只是无名小卒而已，会有很多能够轻易碾压死你的存在。小狐狸所言非虚，若这真是大决战，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，都会投入高阶战力。他这种筑基修士只会沦落为炮灰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思考片刻，林浩就说道。小狐狸感到一丝意外，眼前这男人不是最为惜命吗？自己把利害关系都讲明白了，为什么不愿意走呢？难道说是为了所谓的宗门？小狐狸有些落寞。林浩，你不愿意离开，是要与我为敌吗？林浩沉默了一会，继而说道：我并不想与你为敌，只是人和妖殊途，我们各有各的立场。小狐狸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，可他心里还是有些难受。在大义面前，他们2个之间的私人情谊似乎不算什么。他深深地看了男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你保重，希望我们不要再见。言罢，他化作妖族真身，快若疾风般消失在森林当中。林浩注视着小狐狸消失之处，默默站立了许久，心中百般思绪，最终化作一声叹息。他转身返回关押桃花刀仙的洞穴，还没有走近便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似乎有人。林浩当机立断，唤出飞剑就要踏剑离去。狗贼，哪里逃！苏沐尘脚下踩着一柄紫气缭绕的飞剑，冷冽如冰的剑气汹涌澎湃，化作万道流光向林浩斩去。当他找到桃花刀仙，见后者衣衫不整地躺在洞穴之中，他肺都快要气炸了。见到始作俑者，当然是怒发冲冠。该死的，这狗东西是疯了吗？林浩躲过数道剑气，回眸看向身后，却是发现苏沐尘居然用血遁之术来追杀自己。干他娘！小爷是干他娘了吗？犯得着如此穷追不舍吗？眼看对方要追上来，林浩心中有了决断，也是喷出一口精血，速度提升了一截。这狗东西是无极剑宫的天骄，实力傲然，同阶修士。以林浩现在的实力，虽然不惧他，但要战胜对方却是很难。若是陷入苦战，必然会被对方合围，所以他才拼命的逃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苏沐尘，他日小爷必然斩你！林浩又喷出了一口精血，总算是暂时摆脱了追杀。此方天地，只留下他放的狠话。奔逃了4、5个时辰，林浩以为自身安全了，便着落在密林当中，准备休整一番。可是还没等他落下，便听到了喊杀声。妖魔种林浩在此，杀妖魔种，杀妖魔种，杀妖魔种！喊杀声从4面8方传来，林浩的脸阴沉的能够滴水。该死的，自己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吗？有够倒霉的，刚逃过一波追杀，又陷入更大一波。得，继续逃吧。他大概扫了一眼，这波追兵最起码有100-200人，天骄带队，清一色的筑基修士，他怎么可能敌得过？只能狼狈逃窜。同时他心中开始不安，正如小狐狸所说，他陷入了合围，无论逃到哪里，哪里都有追兵。这也说明，只要聚集一定人数，妖族就要动手了。吸取上次经验，这次妖族顶尖大妖定会出动，人族还能够化险为夷，反败为胜吗？追，绝对不能让林贼逃跑！众人急呼，如同嗅到花蜜的工蜂，不知疲倦地追杀过去。林浩奔逃了4、5个时辰，自
自身灵力耗费大半，后边的追兵穷追不舍，他哪里有机会打坐恢复灵力？他一脸肉疼的从储物袋中掏出一瓶丹药，这是师尊赐予他的，只有元婴修士才能够炼制出来的圣灵丹。此丹不仅能够治疗伤势，恢复灵气更是一绝。他拔开瓶塞，倒出一粒，肉疼的服了下去，自身灵力恢复了80%。狗东西们，别想追上小爷！他轻狂的笑了一声，立马提升遁速，如疾风般摆脱了追击。呼，林浩长吐一口浊气，奔逃了一夜，即使有圣灵丹恢复灵力，他身体也早已疲惫不堪。好在破晓时分，他彻底的摆脱掉追杀，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暂且休整。初步估算，这次前来围杀他的人恐怕有上千人。他这刚缓过劲，便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影朝他这边赶来。干他娘，没完没了还！林浩喝骂了一句，无奈只好再次奔逃。留在原地，迟早会发现被千名修士围攻，这画面想想就头皮发麻。他可不敢拖大，妖魔种出现了，快追！这次可不能让他再逃走。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让妖魔种伏诛于此。奔逃的时候，林浩回头看了一眼，却是发现不少熟人：桃花刀仙、无极宫的天骄苏沐尘，还有王本辰和王诗涵。咦，那个身穿白衣的剑客怎么看起来有点面熟？林浩眉头皱成一个川字，想了一会，终于想起来了，这厮是天剑宗的天骄。操，连天剑宗的天才剑修都过来追杀我，这群狗东西真的看得起我啊！只可惜都是没有脑子的蠢货，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棋子吗？林浩一边奔跑一边观察四周，既然小狐狸说妖族有所行动，现在聚拢到一起的人族修士可是不少，妖族应该要出手了吧？念及此处，他不仅有些发愁，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一头小鹿，面对的局面是前有狼后有虎，堪称九死一生之局。诗涵，你放1万个心，这次我们不仅人数多，而且还有各宗的天骄相助，定然可以一举擒杀林浩。各宗弟子心中的想法跟王本辰一样，都觉得这次一定能够擒杀林浩，所以为了争夺头功，他们奋勇争先。诗涵，你等着瞧吧，我会将林浩的头颅摘下，以报他如你清白之仇。听得王本辰如此说，王诗涵的脸色大变，这狗东西没长一点脑子吗？真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他现在对王本辰的恨意比林浩可要多得多。就在众修士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追杀林浩之际，明媚的天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瞬间而至，轰隆轰隆轰隆。诸多修士抬头看天，心中极为不解，好好的怎么就变天了呢？不对，天剑宗的白衣剑客寒星般的双眸中闪过一丝凝重，不是变天了，而是妖族作祟。他冷冷看向天空，那双眸子似乎能够看透一切。四头蛟龙兴风作雨，看来有妖族在此埋伏。果不其然，森林中杀出来的妖兽数以万计，这些妖兽都是1阶、2阶，原本被人族修士杀的胆寒不敢出来，现在却是发起不要命的进攻，并且数量越来越多。妖兽，全是妖兽！该死的，我们中了伏击，是狗贼林浩把我们引到此处的。这贼厮果然是妖族奸细。众修士神色大变，一边应对妖兽的攻袭，一边呵斥林浩无耻。他们只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林浩在搞鬼，否则妖族怎会聚于此处？然而他们的猜想刚刚形成，便被疯狂打脸。一群愚蠢的人类，为了追杀一个毛头小子，却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险境，真是天助我等。老白虎仰天长啸道：上千名人族精英弟子被围杀，老白虎心中无比畅快，他要将这些修士食肉饮血，以报杀子之仇。而狼们化作真身，将这些该死的人族修士都给我生吞掉！老白虎一声令下，众妖兽纷纷化作妖族真身，咆哮连连杀向人族修士。嘶吼，数量上万，没边没眼。望着密密麻麻的妖族围上来，各宗弟子脸上浮现出惊恐。到底有多少妖？1万、2万，还是10万？群妖喊杀着围了上来，就像是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各宗弟子慌了，他们并不惧妖，可不想淹没于兽潮，更何况兽潮之中亦有3阶妖兽，相当于人类的金丹期，他们不过筑基，怎能抵挡？啪！有人掏出救命符箓，指尖流转着灵气，将其催动点燃。恐惧是会传染的，更多的弟子拿出符箓，催动点燃符箓会丧失比赛资格，可不催动极有可能会死。诸弟子有了决断，数10道救命符箓被催发，不消片刻时间，便有10几个护法长老赶来。他们见到兽潮，无不脸色一僵。该死的妖族竟然大搞偷袭！是谁给妖族通风报信的？没有内应，没人觉得妖族会提前在众修士前行路上设伏。可当下显然不是思考此事的好时机，他们赶紧投身于战斗。再晚的话，那些3阶妖兽又要杀害诸多弟子。各宗弟子有胆怯者，自然也有悍勇者。该死的妖族以为埋伏在此处便能对付我等，不管这是不是灵魔耍的手段，当下最重要的是斩妖。诸位，当奋力斩妖！无极剑宫的天骄苏沐尘脚下的剑涌出数道剑气，像是割草一般收割掉成片1阶妖兽。小杂种，给我受死！妖众一下子被斩死近100名。老白虎顿时大怒，化作体长6丈的吊额白虎，便要朝苏沐尘扑杀过去。你的对手是我！一道冷冽的声音响起，老白虎心生警觉，下意识地回头看去，
却是看到一名白衣剑客怀中抱着一柄阔剑向自己杀来，对方只是筑基期，竟给身为3阶妖兽的他一种危险的感觉。你是那残尔白虎的父亲？好，听到白衣剑客如此说，老白虎的眼眸瞬间红了起来。是你杀了吾儿？他咬牙切齿地嘶吼道：我要让你血债血还，以祭我儿英灵。白衣剑客微微摇头，神色认真地说道：我没有杀他，只不过是斩去他一只耳朵而已。后来听闻他死了，只是觉得有点遗憾，不是我亲手杀掉的。好在又遇到了你，值得我拔剑一战。嗡，他怀中的剑在颤鸣，龙却很兴奋。你的血够他畅饮。人和妖相互征伐多年，更遑论玄阴宗妖祸一事，双方积怨更深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小杂种，你可真够猖狂的！老白虎嘶吼一声，猛然冲了过去。他是虎类妖物，本就生得凶悍，又加之云从龙风从虎，刮带起阵阵阴风，阴风呼啸，百鬼出行。龙雀，今日出鞘，斩妖！白衣剑客的声线很是低沉，但周围却起了风雷声。他怀中那柄阔剑陡然弹出剑匣，这是柄重于千斤的剑，却被白衣单手持握，洒然若天上谪仙。嗡，纂刻着梵奥神纹的剑身微微颤了一下，就如同龙吟虎啸，像是在回应白衣，又像是剑烈欣喜。斩斩斩！一剑斩去，并未斩出剑气。躲在暗处的林浩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不由生疑，这是什么招式？不像是剑修使出来的，反倒是像江湖剑客的凡招。他之前未曾与天剑宗的剑客谋面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该宗弟子出手，没想到便吃了一惊，实在想不通白衣是何打算，只能老老实实关剑。只见白衣剑客单手持阔剑，对着老白虎一剑劈下。这一招怎么看都不像剑法招式，就像是村口的稚子萌童在打闹，而且那阔剑的上边也没有浓郁灵力，如同凡铁，普通至极。哈哈，原来是个绣花枕头。见对手的招式如此普通，老白虎不由轻蔑一笑，嘴角噙满了轻视，疯狂出言嘲讽。但轻视归轻视，这不意味着他会放水，他反倒是决定要狠狠出手。因为不管怎么看，这白衣剑客的地位不低，若是能将其斩杀，必然可以打击人族士气。好，他张口吐出一团青色光华，那光华在空中分成数道，就如同道道锋刃，即如风般斩了过去。面对老白虎的攻法手段，怀中抱着剑匣，单手持阔剑的白衣剑客神色未起一丝波澜，仍是那一不在乎世间一切的神情，朝着敌人杀将过去。看似缓慢若村翁散步，但其实只是一个眨眼功夫。他转瞬即至，快要对上道道锋刃时，白衣剑客将剑横于身前，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剑横扫，亦是没有剑气，就连招式都是轻飘飘的。可那些锋刃被长剑触之便随之飘散。林浩看着，心中愈发的吃惊，他实在想不通，白衣剑客的剑招平平无奇，为何有如此大的威能？这简直是神在舞剑。他本想远离战场，再做打算，主要是他心怀疑虑，妖族在此埋伏，又是那名清雪的算计。上次女人便用他拒修士，再让妖族来杀。虽然最后妖族的计谋没有得逞，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事后柳妹长老作保，明清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斩妖。可林浩始终不相信此女，先不说此女是如何取信妖族的，就冲着妖族这次阵势，不管是数量还是高阶战力，都要强于人族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场人族不占优势之战。若真像上次那样反杀妖族，这时候不应该有大能出现抬手灭妖族的吗？可是等到各宗弟子催动保命符箓，才有金丹长老赶来，实属不应该啊。柳眉呢？小竹峰峰主慕容庆雪呢？怎么看人族这边都不像有所准备？除非……林浩心中生出强烈不安，但他并没有离开。他看着惨烈的战场，人和妖为了各自的立场，不顾一切悍然冲杀。由于处于劣势，大部分人族修士身上带伤，可他们仍然在战斗，并且四面八方都有人族增援队伍赶来。他们明知这里危险，却是义无反顾杀来。其中有不少还是林浩的老熟人，陈月明、断了一臂的王金战，以及他的娘亲风韵妇人韩丽月竟然也在。韩丽月只是筑基长老，本来是不应来此，只因担心儿子安危，才特意请命。这3位的实力都不高，却依然加入战场，奋力杀妖。太上长老的弟子鲁不平也来了，他身体化作金身，身体作为武器，横行在兽巢中，宛如虎入羊群。要走吗？他心神不定。这样走了，没人能责怪他舍弃同族修士，毕竟这些人前不久还在追杀他，想要将其杀死。可真走的话，他良心过意不去。这不是私仇小怨，是人和妖之争，是大是大非。所以他抬眼望，又看见一道熟悉的人影，冷逢春，那个英气逼人的洒脱女子。在参加这次猎妖大赛之前，他还邀请她共同组队，但当时碍于要和水灵儿一起，他便拒绝了对方的邀约。女子似是独自一人，未曾与他人组队，孤身指引在敌群中厮杀。外门大比之后，冷逢春破入筑基，而后破入中期，再想突破更道境界，却是遇到了瓶颈。主要是他觉得自己的剑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桎梏，而剑之一道并非能随意提升的，除了绝世天才，都要在生死间磨砺剑招。当他看见白衣剑客对战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妖兽，并未落入下风，他不由心生惊叹：好一个剑道种子，
这是将剑招练这化境了呀，并且练出了属于自己的剑意。面对白衣剑客的惊艳表现，冷逢春心中燃起熊熊战意，欲效仿前者领悟剑意。正所谓生死间方能有所领悟，所以他的打法愈发刚猛，只攻不守，恍若一尊女战神。只是帅则帅，伤势没少受，不到半炷香时间，他身上的袍衫便被鲜血染旧。而与此同时，有不少妖兽见其凶猛善战，更是动了歪心思，想要斩了他打击人族士气。三头蛤蟆精交换一下眼神，分散开来，随之同时发动攻击。3条恍若粗麻绳的舌头急速朝冷逢春弹射过去。冷逢春却是在和蛇妖酣战，虽然察觉到自身被偷袭，可是没有余力应对，索性把心一横，只是运转灵气护体，显然是打算应接。蛤蟆精们见状更喜，舌头弹射得更为迅速，快若利剑。战！冷逢春把心思全放在进攻上，想把蛇妖斩死再说。他掌中剑汹涌着剑气，冷冽了一小方空间。身躯粗如水桶的蛇妖显然没有料到对手如此决绝，居然不顾自身受损也要斩杀他。仓促间，他未能做好防备，便被斩掉了尾巴，发紫的蛇血淌了一地。嘶！蛇妖仰天发出一声惨叫。冷逢春也做好了准备，以血肉之躯承接3头蛤蟆精的攻击。可是他等待许久，料想中的攻击并没有打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有人在帮忙吗？他心中起了百般念头。冷逢春错愕地回头，却看见一张温风和煦的笑脸。林浩，他诧异地喊了一声，随即说道：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不赶紧趁着人妖大战逃走？你现在身份敏感，一旦被有心者盯上，要面临大危机。听得女子言语中的关心，林浩无所谓地耸耸肩。他们若想杀我，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林道兄倒是洒脱。冷逢春瞥一眼倒在地上的3头蛤蟆精，心中不由为之震惊。林浩的实力又进步了。这3头2阶中期妖兽皆是被一招毙命，也是能在天骄带队上千弟子围杀下还能安然无恙。林浩实力他是无法望其项背了。你方才是在领悟剑道？林浩抬手劈开不长眼的蛇妖，将其粗壮的蛇躯都给斩碎了，随之漫不经心地问道：这样魔力剑道能行吗？应是可以的。我见天剑宗的师兄所用招式真欲化境，不由心生神往，就想要模仿1、2。你本就是天才，何须模仿？太过谦虚了。冷逢春眉心凝着一抹笑，洒脱地说道：林道兄，你才是真正的天才，短短1年时间便从炼气6层修至筑基极致，即使是个大宗门的修道种子，修炼速度也比不上你。以你的天赋才情，定然可以攀上仙道之巅。你且在上面等着，我慢慢行，慢慢找你。林浩莞尔一笑，眼前这名女子称得上是他所遇之人当中最为洒脱的，不管是心性还是才情，甚至是容颜俱佳。她虽然好美人，更是因为自身体质对女人的需求甚大，但他对此少女却没有一丝分之想，是把其当作同行之人。林浩，你还有脸出来？王本辰咬牙切齿地嘶吼道。他没想到这男人不借机离开，反而是敢出现在这战场之上，正好引来众修士将其围杀掉。他恨这个男人毁了他的一切名望、道侣以及修道之心，所以在这场大战之中，他不顾大义也要杀死仇敌。妖魔种林浩在此，诸位快杀！王本辰一声疾呼，可是在这混乱的战场上并没有激起什么浪花，只是引来数名修士的关注。聒噪！林浩轻斥一声，身体化作一道残影，闪现到王本辰面前，只用一脚便将其踹飞。王本辰倒飞出去，胸骨塌陷。此时他脑子里一团浆糊，他知道林浩实力强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强到可以一脚秒杀他。咔嚓，他隐隐感觉自身的某样东西碎裂了。林浩一脚之威震慑住了其余蠢蠢欲动之徒。2名筑基后期修士交换一下眼神，觉得跟灵魔捉对，却不如和妖兽厮杀，最起码不会被辱。击退宵小之辈，林浩正欲和冷逢春交谈，却是忽然心生感应，有大妖。他的神色凝重，抬头看向远处，眨眼间阴云凝聚，天空晦暗不明。哼，老白猫，看来你真是老了，连一小辈都收拾不了。那位意欲跟老白虎争先锋之位的黑豹声音阴沉地说道：我早说了，你就该待在老巢里，何苦出来丢人现眼？暴轩，你别在那说风凉话，你也有老的时候。老白虎这时也不得不承认，他的确是老了。老白猫，我可不像你，专挑年轻人族拿捏，我要打也是血屠他们。豹妖面露狰狞，亮出利爪，便斩出数道寒光，他要只手屠诸宗修士，狠狠地扇老白虎的脸。孽畜，休得猖狂！一杆臂粗的大枪急如风迅如雷，射向妖将暴轩。枪至人也至，柳妹脚下踩着大枪，衣绝翻飞，高马尾也是随风飘动。众弟子莫怕，我等来也。顷刻间，天空出现10几道人影，皆是各宗的带队长老。柳长老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一断了双臂的玄阴宗修士带着哭腔喊道：妖族，攻守一行了！这些带队长老至少都是金丹大圆满修为，他们的到来使得人族士气大涨，一时间压制住妖族气焰，开始反杀。争！来者不善！暴轩不敢托大，伸爪便去拍那大枪。好强！林浩不是惊暴轩的实力，而是惊讶带队长老柳妹。从气息看，
他和鲍宣同为半步元婴，但是一交手便压制住了后者。鲍宣带来的同族更是遭了殃，被大枪的余威砸死，只有寥寥数头逃脱。一交战便吃了大亏，鲍宣气得怒发冲冠，可是他被对手压制，只有招架之力。老白虎想要出言嘲讽，却是被白衣打得无暇开口。其实他乃是3阶后期大妖，面对人族小辈不该打成这样的局面，主要是他年老体衰，气血衰败，3阶后期的境界只能发挥出3阶初期的实力，再加之白衣是天剑宗的绝代天骄，实力不能以修为度量，所以两者打得难分难解，甚至细细查之，白衣还占了一丝上风。他毕竟年轻，气血如龙，19战下去，还真有可能让老白虎失了前蹄。修士和妖族大战分割成了3处战场，以柳妹为首的各宗长老鏖战妖族妖将以及妖族的族老们，诸如白衣剑客、桃花刀仙、苏沐尘等领军弟子，则是迎战妖族终端战力。剩余一处战场则就更为惨烈了，各宗的精英弟子陷入了妖族受潮之中。论单兵力量，人族占优势，再加之柳妹等人的到来，还有源源不断赶来的普通金丹长老加入战场，令人族气势大涨。可还是架不住妖族数量众多，所以人族稍落下风。这处战场完全是绞肉场，每个瞬间都有生命消逝，就像是蒙霜枯草悄然破灭。杀杀杀！人族和妖族杀红了眼，嫩绿的草芽披上了红妆，涓涓溪流淌的是红色血水。林浩御着双剑，劈柴切瓜般的收割着1、2阶妖兽。不远处，一些人族修士注意到他这边的情况，灵魔到底是不是这厮引来的妖族？我感觉是，就是因为追杀他，我们才被妖族伏杀的。可是林浩在杀妖啊，我感觉他非妖族，做样子给大家看的。几人七嘴八舌，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林浩的行为，不过多少都带着一些恨意。但这时都没人对他出手，主要是妖太多，腾不出手，几乎每名修士都要面对10倍之敌。扑哧，一杆刀捅入腹中，王金战面不改色，单手握着腹中刀，意念御剑削去敌人的脑袋，身上惨烈的伤不断侵蚀他的生机，但他神色决然，腰板挺得板正。斩妖！他那干裂的嘴唇迸射出2个字，随之悍然无畏地发起冲锋。可勇气在绝对实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斩妖！我先取你小子的狗头！一头熊妖蛮横地吼道，他手中的开山斧猛然砸了下去。韩丽月看到这一幕，疲倦的身躯迸发出5匹能量，将自家儿子扑到一旁，勉强躲过大斧劈斩。可安全只是暂时的，熊妖的下波攻击又至。战斗到此刻，他已经相当疲惫，可为了护自家儿子周全，他只能咬牙硬抗。飒！桃花刀先偏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花蝴蝶般在妖丛中穿梭，两柄刀上下翻飞，端的是让人眼花缭乱。一头老狼目光阴毒，他刚晋升到3阶妖兽，以他的血脉以及寿元，这个时候晋级已然是相当落后，遭到了族人的耻笑，所以他想要杀个人族天才，觉得这样可以扬自己的威名，洗刷别人对他的耻笑。他盯上了桃花刀仙，觉得此女不管是实力还是自身的影响力都是绝佳的选择。狼妖生性狡诈，他见选定的目标刚耍完一套招式，正是神情放松之际，瞬间掠了过去，伸出利爪抓向目标的后心。天空惊雷闪，云雾散，各宗的长老都是面对倍数之敌，他们的状态不比其他人族修士好到哪里去。这几幅画面林浩都看在眼里。结丹修士的战场他没资格插足，可是筑基期他谁也不惧。他内心深处觉得这场战斗有阴谋，人族和妖族到底是谁不猎谁？双方大能都还未现身，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晓。不过现在他身陷局中，作为小人物再想这些也没意义了。他双膝微蹲，咬着牙弓着腰，身上的气势不断高涨。嗡！他如炮弹般跃起，随之2道饱含怒火的剑气斩向凶蛮的熊妖，在其后背留下深可见骨的伤口。是谁？熊妖盛怒转身，看着落地的林浩，他感受对方的修为，脱口说道：筑基机制，该死啊！你不去和大妖捉对厮杀，却来盯着我一小妖，死吧！林浩话语冰冷，再度出手，又劈出2道剑气，一左一右夹击熊妖，让他无路可逃。熊妖惊怒着，见此立即进入狂暴状态，准备应接。砰砰！嗷！实力相差甚大，熊妖应接2道剑气，又被划开2道巨大的口子，鲜血横流，凄惨不已。林浩在劈出2道剑气后，便身形一闪，便出现在熊妖面前。对方还在硬抗他的2道剑气，而凄惨大叫，他又一把赤灵剑送进了对方身体。灵力运转间，熊妖身体顿时爆裂。林浩看着林浩手持染血长剑，宛如浴血战神，韩丽月心中悸动不已。他为了保护自家儿子，身上被熊妖砍出数道伤口，生命元气不断流逝，随时可能会丧于熊妖之手。众修士自顾不暇，所以没人能帮他们母子2人。他几乎要没命了，却遇到神兵天将林浩救了他母子2人。林浩、王金战气若游丝。林浩瞥一眼这位曾经的对手，满身都是伤，没有一块好肉，每道伤都是和妖族征战留下的，可以称得上是人族豪杰。他冲着王金战点了点头，又看一眼血染衣衫的韩丽月，他心中微微一叹，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瓶丹药，这乃是圣元丹，可以吊命的灵丹，这是他来参加大赛之前
师尊风苍月赐予他的。他拔开瓶塞，倒出2粒丹药，递给了韩立月，赶紧服下，然后随我来。林浩转过身，望着血肉横飞的战场，他个人实力有限，无法左右大局，但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帮助故人。有尊大妖发现异象，察觉出林浩的不凡之处，指挥上101阶妖兽杀向后者。你们不要离我太近，也不要离我太远。林浩说了一句，然后手持赤灵不断挥斩，足足斩了9下。这9剑将他自身灵力被抽走大半。他摸出1粒圣元丹，用于恢复灵气。若是其他修士见他这样服用丹药，定然是大骂败家子。元婴大修士的疗伤丹药就这样被糟蹋了。可林浩不在乎，师尊说过，遇到危险不要吝啬保命底牌，消耗光了再找他领便是。有师尊兜底，他怕个甚？使管造9道炽热剑气轰然斩出，那群异阶妖兽遭到重创，断臂残肢铺了一地。嘶吼，未死但重伤之妖发出凄厉哀鸣。走！林浩冷然说了一句，旋即带头冲锋。他手持双剑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偶有漏网之鱼，也有韩立月帮忙补刀。不消片刻，他们便赶至战场边缘。多谢。王金战友气无力道，不必。林浩往身上贴了张净水符，洗掉血污。韩长老，你赶紧走，返回宗门求助，他兴许还有机会恢复。韩立月点头，眸子里闪过一道复杂的情绪。这已经是林浩第2次救他了，这次更是救了他母子，他真是无以为报了。别人都是无以为报，唯以身相许，可林浩不差女人，也已经拒绝过他，他是想以身相报都无法。现在不是想如何报答的时候。他朝对林浩说道，爷爷小心点，注意安全，别逞强。闻言，林浩意外地看向韩立月，他能感受到对方言语中的关心。林浩的目光让韩立月有些心虚的躲闪，不敢和其对视。林浩点头，随后韩立月不再多说，抱着自家儿子远遁。林浩目送韩立月母子离去，突然感到有一种凝视的感觉。林浩猛然转头望向远处天际，虽然看不到任何事物，但他可以确定那里有人或者有妖在凝视他。是谁在窥视？这藏头露尾之徒绝非善茬。他本想拿出剑丸杀妖，由于这道窥视，他改变了主意，默默将剑丸收回。随后扫视战场，注意到桃花刀仙被3阶妖兽狼妖盯上，他的处境有些凶险啊。只见狼妖偷袭桃花刀仙，桃花刀仙警觉躲过了。争！桃花刀仙开始反击，2刀不断砍向狼妖，狼妖直接用身体格挡，锋利的双刀竟无法对其产生实质性的伤害。刀砍向狼妖眉心处时，狼妖反倒是狰狞一笑，张开了狼吻，露出满口利齿。2柄雪白如龙的刀安安静静悬停在他眼前，没有继续前冲。人族女娃娃，你是打不过我的，我将用我锋利的齿咬破你的喉管。狼妖牙齿用力，猛然往后一甩，竟将2柄刀夺了过去。你完了！狼妖发出一声怪笑，他自认为这场战斗将要拿下，他要将这名人族天骄虐杀。然而他突然感觉背后杀气传来，狼妖满脸的匪夷所思，僵硬转头，只见一名青年修士脚下踩着赤色长剑向他杀了过来。死小子，你不过筑基，敢来送死！感应到林浩的修为，狼妖气急反笑，一个小小筑基也敢来他手下救人。虽然他这3阶是熬上去的，可毕竟是3阶啊，小小筑基真是找死。林浩踏剑而行，飘逸若仙，脚尖轻轻磕了一下赤灵剑，顷刻斩出1道剑气。呵，我当多厉害呢，实力还不如那用刀女修。狼妖阴沉的眼睛里满是不屑，朝着敌人便准备狼吼，声波攻击。就在这时，陡声变故，林浩快若闪电，瞬间闪挪到狼妖面前，手持赤灵剑将其捅入后者嘴中。这一招实在太快了，狼妖下意识的闭嘴，想要将剑刃咬住，却都来不及，顿感喉头一甜。若非关键时刻他将体内妖丹唤出，挡在喉咙前，这一剑能将的喉咙刺穿。小崽种，你惹怒我了！狼妖眼眸中闪烁着凶光，朝天暴喝一声。刚才是自己大意了，现在动真格的那小崽种绝对打不过自己。可他忘了还有一人。桃花刀仙召回双刀杀了过来，2柄刀很是轻灵，专挑狼妖的关节处。林浩手持赤灵剑，亦是向狼妖斩出1道剑气。这次斩出的剑气却是比之前那道要粗壮数倍，即使狼妖是3阶初期，却也不敢硬接。桃花刀仙像是跟林浩并肩作战过无数次一样，很有默契。他趁着林浩缠着狼妖之际积蓄力量。他是烈阳宗的天骄弟子，出来行走历练，岂会没有保命底牌？他轻轻拍了一下丹田，悬然飞出一柄袖珍飞刀，这乃是一口符刀。他出入筑基便开始温养，至今差不多有10年，从未斩过1刀。感应到不凡气势，林浩回头瞥了一眼，便当即唤出剑丸。该死，该死啊！狼妖眼眶里满是惊恐，从剑丸、符刀上面，他感应到了死亡威胁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2名人族小辈会有如此重报。小狼妖，受死！林浩往剑丸中灌注灵力，小剑丸立马幻化出风苍月之佩剑的虚影，气势比桃花刀仙的符刀更胜一筹。完了，被2股气机锁定，狼妖感觉自己会死在这里。可这回他想逃，却也是来不及了。蹭！剑丸和符刀同时光芒大作，尤其是剑丸离狼妖近在咫尺，那璀璨且明亮的光几乎要刺瞎他的眼。
轰！狼妖赶紧调集全身妖气，凝聚到身前，护住心肝脾胃脏。斩！斩！林浩和桃花刀仙同时轻吐一字，狼妖把心一横，咬着牙应接。咦？狼妖感到一丝不对劲，为何抵挡的攻击只有一道？那个人族小子似乎没有斩出剑光。突然，他感觉后背一凉，一柄青色飞剑贯穿了他的后心。他艰难地扭过头看了一眼，眼中充满了怨恨。那人族小子阴他，这小子并没有使用剑丸，真正的杀招却是一柄飞剑。自己将全身力量调动到身前，却是忽略了后背的保护，被那小子抓住了机会。他刚准备扭头力喝那小子一句，却是被一柄雪白长刀砍中脖颈，一刀未能斩下狼妖的脑袋。桃花刀仙正准备再来一刀，却见林浩从另一边挥剑将狼妖削手。桃花刀仙颇为意外地看了林浩一眼，少女藏于面具之下的秀娥蹙着一抹惊讶与无奈，没想到会是这臭小贼救了自己，更没想到两人之间的配合如此默契。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但这救命之恩不能抹去，你且打着啊，我还需去帮他人。林浩帮刀仙解围之后，并未邀功，而是洒然离开。桃花刀仙实力高绝，不陷入大妖围杀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就这样走了。桃花刀仙眼眸中闪过错愕，他目送林浩的背影消失，收敛起莫名情绪，目光逐渐冰凉。他将手中的两把刀相击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杀！柔美佳人却是吐出一个杀气十足的字，随之脚尖轻踏，飞到半空中，手中刀朝着妖群斩出两道刀芒。王诗涵身影狼狈，他筑基后期的修为，在这场大战中只能算是勉强摆脱炮灰身份，可绝对称不上是重要力量，所以哪怕他身陷苦战，也未有人上来帮忙。他的追求者们自顾不暇，更何况就算有余力，也帮不上大忙，修为还没有他高呢。今日会死在这里啊！他麻木的挥剑杀妖，然后等着被杀。两头猎狗妖兽一前一后扑杀向女人。争！王诗涵挡住了前面的妖兽，却没有余力顾及后面，眼看要被掏。嗡！一道火焰剑气斩出，将意欲偷袭后门的猎狗斩飞。林浩逃过一劫的王诗涵眼中闪动着莫名的情绪。猎狗乃是群居，一只受伤了立马换来一群七八头二阶中期妖物，呲牙咧嘴。林浩淡声说道：“你退后。”王诗涵这时倒不敢有任何犹豫，赶紧飞掠后退，落在远处，转头望去，却见林浩手持双剑，砍瓜切菜般将一众猎狗拦腰斩断。好强！诗涵眸中情绪复杂，这个辱过他的男人实力变得如此强悍。犹记得初见这男人跟他一样还是筑基后期，两人打得难分胜负，没想到短短时间实力竟提升到了如此程度。别人帮了你，说声谢谢很难吗？王诗涵出神了，听到问话才回过神。他秀脸一愣，看着眼前俊秀的少年，憋了半天方才叹息一声。他声若蚊吟道：“谢谢，长个心眼，杀妖要保命。”一语落，林浩转身就走，他还要去杀妖，没有空和女人闲聊。这时一道炸雷般的虎啸在战场之中陡然响起，林浩回头看去，发现是那头老白虎。战至现在，老白虎遍体鳞伤，两只耳朵被削掉，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可是他的对手却是气定神闲，天剑宗的白衣剑客单手持剑，飘逸若剑仙。该死，该死啊！老白虎眼眸中满是怒火，自己堂堂白虎族的族老，却被一人族小辈搞得如此狼狈，耻辱，奇耻大辱！杀子之仇尚未报，自己的性命也得交代到这。不，他不甘心，不能就这样身陨。小崽种，老夫不发威，你当我是老猫呢？老白虎嘴里咧出一句话，旋然身体缩小化作人形。呵，他暴喝一声，身体瞬间鼓胀，就如同吹起的牛皮一般，干瘪的身躯肌肉纵横，就像是一尊铁塔，身上的气势更是暴涨。他本就是一方大妖，只是年老体弱，气血衰败，所以才实力大跌。可现在人族小辈都要骑到他头上拉屎了，这等侮辱他岂能受之？宁死不受辱，让小崽种们见见妖族风骨！好！老白虎朝天怒吼一声，随即朝白衣剑客扑杀过去。后者眼眸中闪过一丝凝重，他看出来前者身上巨大的变化，这头老妖暂时性的返老还童了，最起码实力提升了一截，以自己现在的修为难以应付。可是欲战逃走绝非他的剑道，战！他修的是一往无前的剑道。嗡！他手中的龙雀发出一声嗡鸣，似是极为兴奋，想要猎妖。他屈指弹了弹剑身，洒然一笑道：“龙雀，今日必让你扬名。”飒沓如流星，他悍然无畏迎战老白虎。勇气是难得可贵的，可在实力差面前，有些不值一提，并不能抹平实力差距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绝世天才。战不属和，白衣染血。老白虎越战越兴奋，越兴奋打得越快。他是在燃烧生命而战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，要尽快将这人族小子虐杀，也不枉他燃命一番。师兄，我来助你！一道清丽的声音响起，勾起林浩的注意。他抬眸看去，只见又一位白衣御剑而来。李惊鸿，仙道6大美人之一，惊鸿仙子来了。不少男修心中为之一震，本来疲倦的身躯又迸发出一股力量。听得有人相助，白衣剑客回眸看了一下，惊鸿师妹，关月师兄，两名白衣战白虎。李惊鸿的境界也只是筑基大圆满，按道理来说加入战团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可是
天剑宗有一门传宗剑术，男女弟子合击，能够爆发出极大的威能，好生厉害。林浩目光中闪烁着一丝敬佩，这白衣剑客关月与自己的年龄相仿，境界相同，却能和3阶后期妖兽捉对厮杀。虽然是个老家伙，实力大打折扣，但这也相当了不起了。再加之李金红的帮助，凭借合击剑术，竟能和老白虎打得有来有回，简直令人惊艳。天下英才何其多，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林浩握紧了双拳，刚准备投身于战斗，却见一杆大枪贯穿了老白虎的身躯。你偷袭我，卑鄙！哼！柳妹轻笑一声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这老孽畜，本就是以老欺小，不讲武德，还有脸说我卑鄙？”言罢，他抽出大枪，随意一挥，便挑飞老白虎的脑袋。白虎父子俱死在他手下，倒算是另类团圆。多谢前辈相助。关月拱手谢道。柳妹摆了摆手，示意其退下。他很忙，没工夫客套。这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陡然刮起了劲风。你好大的威风啊！一道冷漠至极的声音响起：“杀我妖族族老，死罪可诛！”一道10丈长的锋刃乍然凝聚，随之斩向柳妹。砰！锋刃快若闪电，转瞬即至。柳妹连忙横起大枪，将全身灵气凝聚在身前，可这挡不住，她如同断翼鸟儿一般被抽飞。元婴大修士，来者绝对是元婴级别的妖物。柳妹嘴角噙着血，抬眸看向来者，恐惧顿时溢满心头。林峰，青丘妖族第1妖将林峰，准妖王级的战将，青山妖王的心腹。这场人和妖的大战，竟然将他引来了。在场所有人，没一个是他的对手。本族第1战将来此，妖族士气大振，嘴里叫嚣着要将人族修士吃干抹净。哼，我看你才是好大的威风！这道轻佻的声音令妖将林峰神色微变。人族元婴终于舍得出面了。他往声音来源处望去，只见慕容庆雪脚踩冰龙出现在战场上空。林浩琼目观望，却是发现慕容尊主身边站的人竟然是宁清雪。难道这又是宁清雪设的局？可经历上一次坑杀之后，妖族为什么还会相信他？这个女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林峰妖将的声音打断了林浩的思绪。小小元婴中期也想对付本将？你不过元婴后期而已，有什么值得嚣张的？慕容庆雪轻蔑一笑，道友们还不快现身斩妖！慕容道友，我来也！庆雪仙子，我来助你！顷刻间，4位各宗坐镇后方的元婴大修士赶来。妖将林峰的脸色终于为之大变。正道宗门的元婴这时齐聚，看来是专门等着他出现了。难道宁清雪真的叛变了，帮助人族坑杀同族？不过即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你们失算了！杀！面对人族5大元婴，林峰怡然不惧，身形一闪，朝着其中一人杀去。元婴大修士术法威能惊人，只是些许余波便能震伤筑基修士，所以2族的元婴战力不约而同远离战场，在高空之上争斗。顿时风雷阵阵，冰雪漫天。林浩眼力再好，却也看不清元婴战场的情况。双方元婴大修士出场，人族更是一下出场5个，显然是有所准备。按理说林浩该心安了，但林浩心中却是越发不安。哎，管他的，斩妖吧！可是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林浩踩着剑还没斩敌，便被突兀出现的一巨爪握住。这巨爪上蕴着恐怖的气息，让其无力反抗，只能任其摆弄。林浩心中顿时被恐惧布满。呵呵，这方天空回荡起诡异的笑。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人族载种之中，属你最为活跃，杀了我那么多族人，本王岂能坐视不理？而且，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林浩脸上先是迷茫，继而涌现出无尽恐惧。青山妖王，这老帮子居然出手对付我！我再问你话，赶快回答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林浩看向声音来源处，只见一头狐狸卧在半空中，恍若一座青山。青山妖王的声音，一众人族并没有听到，可他们看到了这恐怖的身影。妖王，几乎每个人族修士脸上都浮现出了惊恐。青丘之主，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，凶名赫赫，绝望。人族修士一脸的绝望。妖族第1战将出现时，他们觉得有宗门元婴在，靠人数还能战胜。可青丘之主来了，碾碎了取胜的可能。小崽种，快回话，否则死！青山妖王的声音再度在林浩耳边响起，但林浩却木然没有回答。他的目光落在那大如山的狐狸的身旁，一道纤细的身影。小狐狸，不答，那便死吧！轰！那遮天蔽日的巨爪改变手型，化抓为拍，朝着林浩附了下来。父王，不要！小狐狸着急呼喊，但青山妖王并未停手，尚未完全拍下，便令其周边的大地开裂。林浩心中有股感觉，自己会被拍为齑粉，实力差距犹如云泥之别，根本无力反抗。要结束了吗？那遮天蔽日的巨爪，一根爪子便能压死结丹修士，更何况小小筑基？逃，无处可逃。溺水般的窒息感，让人无比的绝望。会死，绝对会死！死亡的恐惧溢满心头。林浩身体僵硬，认命吗？不，认命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自己的路才刚开始，怎能止步？妖王之威宛如天怒，小小筑基岂能挑战天威？但林浩偏不信邪，修仙本是与天斗，与天斗他都不怕，何须怕一只老妖？他宁可死在冲锋的路上，也不愿无为而死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！嗡！鹅黄色的剑匣中飞出2柄剑，
他手持双剑，毅然决定主动迎击。呵，青山妖王嘴角流露出一抹讥讽，小小猪鸡也敢挑战天威，不自量力。那青色巨爪携带无上神威，盖了下去，速度不快，但被锁定的林浩顿时感觉身体一沉，如负重万斤，根本无法逃，眼看就要被生生拍为肉泥。杀！林浩咬牙，手中双剑朝着巨爪斩出2道天火，那璀璨如烈阳的火焰剑气悍然斩向巨爪。可是勇气并不能逆转实力的差距，火焰剑气斩到巨爪之上，却是连一根毫毛都没伤到。小小猪鸡也想伤本王，可笑，可笑至极！老孽畜，我徒儿伤不了你，那就我来。师尊！林浩星辰似的双眸中差点蹦出热泪，他神情激动地望着天空中的那抹倩影。师尊，风苍月，徒儿看好了，我这一剑你能领悟多少，全在于你的悟性。风苍月赤足站在火莲台上，朝虚空中一抓，拽出一柄剑，他素手一挥，只见天空之上出现一道极其细微的红色丝线。我记得你，玄阴宗的风苍月，我和你师尊斗过，你当时还是一名小修士，现在却是能独当一面了，有点意思。青山妖王起身，踏着虚空向前，他每走一步，自身气势便长1分，走了9步，气势长到极致。而这尊老妖王此时所在位置，却是在红线之下。斩！风苍月秀眉一挑，轻吐一字，那红线瞬间坠下，速度之快，令成名多年的老妖王都未能防备住。红线触及青色巨爪，就如同铁之交冰块，顷刻间将巨爪消融。呵！青丘妖王低吼一声，脸上浮现出忌惮之色，语气中带着赞赏。同龄之时，你比你师尊要强许多。老妖王看了看自己的手心，上面有一道可怖的伤口，他好久没受伤了，这陌生的疼痛感令他感到一丝兴奋。你很不错，不过还是太年轻，不是我的对手。青山妖王淡然说道，妖力运转间，手心伤口顷刻间复原。来战吧！风苍月战意高昂道。慕容庆雪不知何时脱离了战场，快速搭建了一个简易传送阵，他一边给阵法安装灵石，一边撇嘴道，还是那么的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天下无敌呢。他和风苍月是老冤家，见后者意气风发战妖王，心中思绪复杂。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，玄阴宗内除了那几位老不死的，以及欧阳宗主，也就风苍月敢和青山妖王厮杀。快毁了传送阵！青山妖王注意到慕容庆雪，顿时一惊，随即赶紧向所有妖兽妖将呼喊下令，并且他自己身形一闪，也向慕容庆雪杀去。你的对手是我！风苍月赶紧阻拦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青山妖王前面，和他缠斗起来。听到命令，所有妖兽反应过来后，都疯狂往传送阵方向杀去。可是晚了，慕容庆雪在出生时就已经悄然按好传送阵，只等放置灵石启动。随着光华闪动，传送阵启动了。青山，你这缩头乌龟终于肯出来了！玄阴宗宗主欧阳掌门率先从传送阵中走了出来。还有苍月，你实在太心急了，说好的一起受妖，你怎么抢先来了呢？欧阳掌门的出现令青山妖王神色为之一变，他和风苍月对了一击后，分别位列两方，暂时性停手。青雪真背叛了妖族，帮助人族设局，引我出来！青山妖王脸色异常难看。随后，天剑宗宗主、烈阳宗宗主、无极剑宫宫主、万花谷谷主从传送阵走出，印证了青山妖王的猜想，这根本就是针对他的一个局。好卑鄙的人族！青山妖王面目狰狞，恨声说道：“尔等好生无耻，对付你这老孽畜，无论做什么都是正常的。诸位，真正的受妖行动开始！”欧阳掌门踩着祥云，意气风发道：“定下弟子猎妖大赛后，后面他们又经过几轮商议，决定升级猎妖大赛，想法引妖族高层出手，进行真正的猎妖，欺人太甚！真以为我真怕了你们人族不成？”青山妖王怒吼道：“都出来吧，今日大开杀戒！”青山妖王声落，虚空凭空出现数百道身影，他御驾亲征，岂能只是地面上的牌面？这时出现的都是3阶乃至4阶妖兽，相当于人族的金丹和元婴。杀！杀！杀！青山妖王率领妖族顶尖战力向欧阳掌门们冲锋。杀！5大仙门掌舵人当先迎了上去，而后面传送阵还有各宗长老源源不断从里冲出。100年之后，仙妖大战再次上演。林浩看着天空之中的战斗，热血澎湃。到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很显然妖族再一次陷入了人族的圈套中。他没想到人族这次布局这么大，明面是弟子猎妖大赛，实则是将弟子做饵，引诱妖族高层乃至青山妖王出手，然后将其一网打尽。高，实在是高！佩服这个计策的同时，林浩也有些恼怒。他被当做了棋子，而且是最显眼的那个。这次要是没他，人族谋划很可能不会这么轻易成功。他是不是该自豪呢？林浩苦笑，100年来两族之争，人族都处于上风，这次又是人族联合针对妖族的行动，5大仙门同时出手，够妖族吃一壶了。只见原本是妖族仗着数量压着人族打，但由于从传送阵冲出数千的各宗筑基、金丹、元婴长老，元婴大修士跟着仙门掌教迎击青山妖王主力，筑基、金丹散布开来，去地面杀妖，形势顿时逆转。看着地面人族开始反攻，林浩血液沸腾，眼中燃起滔天战意。战！战！战！
他一拍身后剑匣，飞出青红两柄剑。他御使着双剑，不断杀妖。当然，杀妖归杀妖，他也收取妖丹。显然，现在人族获胜只是时间问题，他得回归本质了。这次猎妖大赛，他的目标可是第一。林浩不亦说乎的杀妖，收集着妖丹，遇到地上死亡的妖兽，也顺手收起妖丹。林浩的身影快速的穿梭在整个战场，东西南北中都有出现他的身影。主要是他发现杀妖取丹，那有捡现成的妖丹快。其他弟子看到他忙碌的身影，也意识到了什么，纷纷效仿。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够慢的了，捡我的残羹冷炙吧。看到众多弟子也开始捡妖丹，林浩得意一笑，有妖偷袭！轰！林浩一剑击退一头小山般的虎妖，刚准备再上，却是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，小狐狸，并且他杀向了宁清雪。林浩皱着眉头，心中生出了一丝担忧。宁清雪天资卓越，乃是玄阴宗的修道种子，一身战力傲视同阶修士，小狐狸岂会是他的对手？不行，得去看看。他刚准备动身，那虎妖偏不解风情，嘶吼着又朝他扑杀过来。该死的孽畜！林浩心中生出一丝火气，将大量灵气灌注于赤灵剑。立！战场之上响起一道雏凤清鸣。正在和各宗高层围杀青山妖王的风苍月，听到这一声凤鸣，分出一缕神识观察，却是发现是自己的好徒儿展出了凤凰剑气。这小子的悟性不错，使出的剑招已有2分神似。他嘴角勾起一抹笑，从腰间摘下一个酒葫芦，里面装的是百花灵酒，弹掉酒葫芦的盖子，豪迈饮了一口，随之喷了出去。徒儿，你且看好，为师再斩一剑。林浩听到师尊的声音，连忙抬头看向苍穹，却见白云被染成落霞，青天如同被泼了朱砂，红！万里苍穹一片红。一尊身躯披着火焰的太古元凤点燃了天空，而神俊不可侵犯的凤凰躯上站着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，红衣似火，赤足而立。师尊！林浩轻念一声，却是剑锋苍月如同一柄绝世之剑，毅然斩向疲于应对各宗高手的青山妖王。好！妖王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，轰！天空下起妖血雨。师尊一剑斩妖，令林浩的血液为之沸腾。何时才能如师尊那般引烈九斩剑气战妖王？不，修仙一道，最忌好高骛远，还需把握好当下。林浩的目光逐渐坚定，看向被他斩伤的虎妖，这头堪比筑基大圆满的妖物，眼中闪烁着恐惧。这人族小子到底是什么妖孽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大能之间的交手，怎么就气势暴涨？好！虎妖暴喝一声，准备先发制人，却奈何自身速度远远没有敌人的剑快。林浩展出修道以来最得意的一招剑招，火凤剑气如惊鸿一般斩向了虎妖。萧！斩出后，林浩根本不看结果，踩着飞剑往小狐狸和宁清雪那边赶去，但身后传来砰的声音，预示了他那一剑的结果。这边一人一妖，或者说2只妖，兜着白衣，同样的风华绝代。为什么要背叛妖族？你这样做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吗？小狐狸边对宁清雪出手，边质问着对方。听到小狐狸的话，半路的林浩突然止步，没再上前。他脸上露出震惊之色，他感觉今天能听到一些隐秘，于是他便在不远处打酱油般的杀着妖，主要精神力却是偷听2人谈话。你还记得你曾经发现过的誓言吗？你口口声声说要为爹娘报仇，却转身加入人族宗门，这本就是铸下了大错。现在你又伙同人族坑害我妖族。宁清雪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？小狐狸一脸愤怒，他实在想不通，宁清雪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联合人族坑害同族。面对妹妹的责问，宁清雪神色如常，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爹娘报仇，而你认贼作父，是你对得起爹娘吗？宁清雪继续反问。什么？小狐狸满脸震惊，宁清雪这么做是为父母报仇？我认贼作父？宁清雪到底想表达什么？他的意思是青山妖王。小狐狸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连忙否认掉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是宁清雪的话术，他被人族蛊惑了心，以至于开始说胡话了。你是不是都忘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？宁清雪继续说，100年前，父亲和青山老贼都是妖帝手下的绝世战将，那个时候他们2个战力无双，为我青丘妖族开疆扩土，被称之为青丘双雄。可是青山老贼无论是修为还是战功，始终被父亲压了一头，再加之他的年岁较大，所以妖帝考虑继承人时，并未选择青山老贼。这老贼不敢得罪妖帝，却把主意打在了父亲身上。仙妖大战之中，父亲受命携带8000妖众，直插人族腹地。那一战打的是真漂亮，杀向人族大本营，杀得人族丢盔弃甲。可是孤军难回，父亲向族中求援，妖帝派遣青山老贼去支援。这老贼阳奉迎为，直到父亲被围攻战死，才姗姗赶到战场。所以我的蠢妹妹啊，你觉得谁才是杀害父亲的凶手？人族？哼，他们当然得付出代价，但是我更恨的是青山老贼，这老畜生为了一己之私便害了父亲。你知道当年我得知真相时有多想杀死青山为父亲报仇吗？呵呵，你当然不知道，你那时还躺在青山老贼怀里喊父亲呢。在你认贼作父时，我却流落到人族，几乎要丢了命，幸亏遇到玄阴宗掌教，被其收为弟子。宁清雪讲这些话时语气很平淡，
但小狐狸却无比震惊，这些话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了。那个把他养大的人，居然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他实在难以接受。可是自家姐姐没必要捏造一个事实来骗自己啊，这牵扯到杀父之仇，岂能儿戏？另一边，林浩听着，震惊的无以复加。宁清雪这女人竟然和小狐狸是亲姐妹。就在林浩浮想联翩之际，小狐狸开口说话：宁清雪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你为了复仇不惜掀起两族大战，万千妖族为之殒命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宁清雪回头看着下方地面战斗的人妖两族，此时人族和妖族杀疯了，血流成河，双方死伤惨重。即使是他早已坚硬如铁，也感到心中一颤。我没想这么多，我只想为父亲报仇。宁清雪摇了摇头道。小狐狸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见天地又为之变色，黑云覆天，白昼几乎变成黑夜。苍穹之上，欧阳掌门脚踏祥云，衣衫略微有些凌乱，光洁的额头上贴着两缕青丝。青山老贼，你命数已尽，今日诸位宗主齐聚，必然让你陨落至此。青山身上遍布可怖的伤口，不断滴落妖王血，哪还有半分妖王神采？五大仙门的宗主实力比他只弱了一线，再加上风苍月这个不要命的主，他真的招架不住。可是他脸上没有半分绝望。风苍月单手持剑，眉心皱成一团，这老贼身陷绝境却毫不变色，莫非是有什么倚仗？突然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袭来，这风苍月绝美的脸颊上闪过一丝惊诧，实力超越妖王的存在。欧阳，你这宗主真是徒有虚名，还不如你手下的一名小峰主。同样的话我还给你，今日尔等命数已尽，玄龙真君，请助我青丘灭杀人族。唉，天际响起重重一声叹息，突然黑云退散，一尊神武非凡的巨龙横空。黑水龙族各大仙门的掌教脸色为之一变，这一战竟然引来一头准妖帝级别的黑水龙。风苍月的美眸中闪烁着疑惑，黑水龙族居于10万大山深处，怎会来到这外围？10万大山深处被人族大能设立了禁制，妖族不能够随意穿越，难道说禁制的力量被削弱了？风苍月握紧手中剑，后背冒出一阵寒气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人族要遭大劫了。看样子这妖龙跟青山老贼勾搭日久，那道禁制似是早已被削弱。看着人族修士震惊的样子，青山妖王嘴角噙着一抹得意，幸好他一向谨慎，提前留了后手，否则今天有可能陨落于此。为了击败人族，他可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请出一尊妖龙，所以无论如何今日都要灭了这些名门正派，如此才能弥补他所失去的。只青山妖王这一尊准妖帝就够他们头疼了，又一尊准妖帝级的高手驾临，足以扭转战局，令胜利的天平倾斜于妖族。更何况这是妖族的主场，谁知道狡猾的青山妖王是否还留有其他后手？情况对人族相当不利。欧阳掌门等人看向天剑宗宗主，五派当中天剑宗主修为最高，他当即有了决断，撤离，必须赶紧撤离。这样做并不是怕了妖族，而是这次受妖之战各宗来了不少精英弟子，还有一些修道种子，若这些人陨落于此，那么各宗将元气大伤，无论如何都得护着诸宗弟子离开。诸位，情况有变，这里是妖族腹地，保不齐青山老贼还有后招，我们必须先让弟子们撤离。各宗宗主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面色凝重，纷纷点头称是。众弟子听令，尽快舍弃对手，到传送阵处集合。各宗长老全力护卫弟子撤离。烈阳宗宗主声若炸雷，在战场之上回响。天地异象，人们自然也都注意到了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黑水龙，那恐怖的气息再加之龙族独有的威压，使所有人无不感到战栗。现在听到烈阳宗宗主的命令，顿时知道战场情况有变，纷纷听令往传送阵方向赶去。林浩见此情形，也二话不说掉头就走。他将两人对话听得七七八八，隐秘都搞清楚了，没必要再留于此继续探听。想走没门！青山妖王化作妖族真身，立于大地之上，与玄龙真君一个在天一个在地，凶威滔天。儿郎们，给我杀！破坏传送阵，别让他们逃了！青山妖王一声令下，万千妖族像是疯了一般扑杀向人族，他和玄龙真君则是杀向诸位宗主等人族顶尖战力。人族这边，元婴大修士负责保护传送阵，金丹长老负责殿后，给弟子们足够的逃离时间。嗡嗡嗡！风苍月接连斩出剑气，每一剑都能带出蓬蓬血雾，如同女战神般守护着传送阵。可是他的心却不在此，而是在寻找自家徒儿的身影。自己这个新收不久的弟子，可不能在这出事了。林浩施展遁术，急速赶往传送阵，可他的目标太大，诸多妖族拦截他。此时他顾不了那么多，掏出师尊赐下的剑丸，拼命地往剑丸里灌注灵气。元婴大修士赐下的保命之物，砍杀2阶修士自然没什么阻力。就算是3阶初期，凭借剑丸，林浩也能与之周旋一番。只是他遇到了不讲武德的妖，一头3阶后期大妖拦在他前面。小崽种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堪比金丹后期的大妖，就算手里有剑丸也打不过呀。林浩微叹一声，不过还是选择拔剑，坐以待毙不是他的风格。可实力之差，
犹如鸿沟。这头大妖轻松破解林浩的招式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噬后者。斩！风苍月转瞬即至，横起掌中剑斩出朵朵火莲。这头大妖惨叫声都来不及传出，就在火莲下化为了灰烬。师尊！林浩震惊不已，见到突兀出现的师尊，既惊又喜。快走！风苍月没跟林浩废话，抬手将林浩吸到身前，一把将其往传送阵扔去。萧！林浩倒飞着冲向传送阵，速度极快。元婴大修士出手扔的，能不快吗？他身形很是狼狈，但对那些艰难往传送阵赶的各宗弟子来说，看着却是羡慕不已，好想也被这么扔。经常被风苍月拍飞，林浩对这感觉异常熟悉，他心中感到温暖。师尊诱惑了我一次，臭小子，回到宗门之后，好生在风上待着，等我回来。一语落，他脚踩着火莲台，迎击攻上来的妖族第一战将林峰。林浩心中很是担忧师尊，但现在他的实力什么也做不了。林浩握拳，心中下定决心，努力修炼，有朝一日和师尊肩并肩战斗，也护卫他一次。护卫传送阵的长老见到林浩是人族，也没阻挡。林浩一闪就消失在传送阵中。这处传送阵的地点是设置在玄阴宗主峰广场。林浩站在广场，焦急等待着。传送阵不断有弟子从里面冲出，大家都是惊魂未定的表情。各宗的精英弟子传送完，接着便是筑基和结丹期的长老。柳妹从传送阵中走出，头发散乱，白衣染血，手中的大枪亦是断为两截。她是玄阴宗的执法长老，更是此次任务的带队之人，所以即使身负重伤，也在拼命赶往宗门内部去请太上长老出山。各宗太上长老至少都是元婴，还有半部分神器的存在对标准妖帝，可是后者这般存在都是在为突破分神器必死关，不到宗门生死存亡之际，他们是不会出手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寿元将至，年老体衰，气血衰败，就跟妖族老白虎一样，强行全力出手即意味着死亡。林浩盯着传送阵，心急如焚。各宗的结丹长老都归来了，为何师尊他们未归？这时传送阵突然崩溃，虚空都裂开了一道痕。林浩脸色为之大变，传送阵居然被毁了，师尊他们怎么回来？各宗上万弟子长老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俱是惊恐。这传送阵是被击毁的，莫非掌门他们挡不住妖族，将要陨落于10万大山？想到这一结果，众人心头无不压了一块巨石。若是各宗的掌门陨落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师尊，林浩眼中溢满了担忧。虽然师尊战力无双，可那里是妖族的主场，那卑鄙的青山老贼更是请来一尊准妖帝，再打下去人族高层必然会失败。可是再是担忧，他也没什么好的办法，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太上长老身上。只是各宗的太上长老都在必死关，将他们唤醒再赶去也需要时间啊。临走时，师尊让我待在大竹峰，是怕我遭受他人攻击吗？林浩心中却是想到自己在本次大赛中所作所为已然引发了众怒，现在众人都在关注宗门高层的安危，倒是无暇顾及他。他趁此机会悄然回到了大竹峰，不过他并没有去自己的洞府，而是前往峰顶。他要在那里等着师尊。心怀担忧，一日如三秋，度过难熬的一天，也没见宗门高层返回。不过各宗都有太上长老赶赴战场，这令林浩稍稍安心，只要救援及时，必然能将各宗高层带回。当然不排除青山老贼还留有后手，请出更恐怖的存在。为了避免妖族反攻，玄阴宗开启了护山大阵，并且有一尊传闻是半部分神器的太上长老坐镇。就在林浩胡思乱想之际，却是听见一道传音：水莲儿，峰巅是师尊的修行地，倒是不好带外人进来，所以他下去和女人相见。林浩，水莲儿扑进男人怀里。之前他被强制退赛，在宗门中他日夜担心。他知道林浩犯了重怒，后来又得知仙妖大战开启，更是心乱如麻。看着眼眸含泪的水莲儿，林浩微微皱起眉头，这女人不是过来安慰我的吗？怎么自己哭成了泪人？他刚准备安抚女人，却是听到一道声音：掌门他们回来了。师尊！林浩一拍剑匣，唤出赤灵剑，随之抱起水莲儿，脚踩飞剑冲向主峰广场。远远看见那道火红倩影，他的心才算落进肚子里。宗门高层人皆带伤，但所幸无人陨落。欧阳掌门凤眸扫向前来迎接的众弟子，牵强一笑道：列次受妖大赛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诸位弟子尽力了。之前定下的奖励该发放还是要发放的。庆雪你负责这次大赛的排名以及奖励事宜，诸弟子赶紧上交妖丹统计。由于参赛的不只有玄阴宗弟子，还有其他宗门的，所以场面颇为热闹。见师尊无事，林浩心头巨石被搬开，准备去上交妖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水灵儿是小竹峰弟子，慕容庆雪认识他，看到他和林浩在一起，就钦点水灵儿协助收取妖丹。觉得有望争取排名的普通弟子上交统计后，终于轮到各宗天骄。烈阳宗桃花刀仙2阶妖丹97枚，本次大赛1阶妖丹是不计入的，而2阶妖兽相当于人族筑基。得知桃花刀仙斩杀97尊筑基妖兽，众弟子感到心惊。桃花刀仙真是人美实力强，97枚2阶妖丹足以名列前茅了吧？好想抱刀仙的大腿。滚！刀仙那双绝美大长腿，岂是你这无耻之徒能够染指的？无极剑攻苏沐尘2阶妖丹130枚，
此人乃是金丹种子，一手剑法傲视同阶，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，众人并不感到意外。130枚，比桃花刀仙还多了几十枚，可以位列3甲了吧？只是强中自有强中手。天剑宗李金红，2阶妖丹168枚。众人还未来得及惊讶，却是听到水灵儿继续宣布：天剑宗关月，2阶妖丹10枚，3阶妖丹1枚。听到这一结果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3阶妖丹，这可是结丹实力的妖兽啊！这位白衣剑客尚未结丹，便能斩杀3阶妖兽，实力恐怖如斯。1枚3阶妖丹抵得上200枚2阶丹，不出意外，这第一将被天剑宗的弟子摘走了吧？其余各宗弟子虽然心生羡慕，但并无不服气者。白衣剑客鏖战老白虎的画面，他们历历在目。不只是各宗弟子，高层们对关月的表现也是心生赞赏。天剑宗出个好苗子，不出意外必然结金丹。另一边，李金红眉眼含笑道：“师兄，恭喜你。”关月却毫不在意，怀中抱着阔剑龙雀，淡淡说道：“可惜斩的不是那头老白虎，他所猎杀的这头怪物是3阶初期，比之老白虎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老白虎是他的佩剑龙雀挑的对手，却被玄阴宗的执法长老给挑了，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遗憾。好热闹啊！”就在众人恭祝白衣剑客时，一道妩媚至极的声音响起：“顾倾城，合欢宗的妖女，她来此时想做什么？”有人忍不住跳江出来：“妖女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哟！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可真够无耻的呀！是想过河拆桥吗？”顾倾城扔出一个储物袋，凤眼斜瞥道：“点点，看我杀的妖，当得上第一吗？”水莲儿神情微变，打开储物袋，开始点数妖丹。稍请，他一脸惊诧道：“顾倾城，2阶妖丹100枚，3阶妖丹2枚。什么？不只是诸弟子，就连各宗都震惊了。这合欢宗的妖女斩了2头3阶妖兽，这怎么可能？其不过是筑基极致，凭借宗门秘法，或许可以跟3阶初期妖兽分庭抗礼，但怎么可能猎杀2头大妖？舞弊，绝对是舞弊了！”瞥一眼众人震惊的样子，顾倾城不紧不慢道：“我当得起第一吗？”各宗弟子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。难道受妖大赛的魁首要被妖女夺得？这让名门正派的脸面往哪里搁？欧阳掌门微微叹了一声，这次大赛是由玄阴宗承办，无论是谁夺得魁首，奖励都要照常发放，人无信不立。只是让合欢宗的弟子登顶，确实令名门正派颜面尽失。顾倾城将众人的反应一一收入眼底，感到无比畅快。他将踩着正派的天才弟子上位，这一天从参赛时就开始期待。为此他谋划甚久，收服崔晴儿也是为了完成这一壮举。后者确实立了大功，帮他坑害2名大妖。就在众人不忿之际，林浩走了过去，掏出一个储物袋：“我猎的妖，你来点点。”水灵儿点头，连忙点数。水灵儿点数很快，但奈何林浩妖丹数量实在太多，一时不能点清楚。这一幕被众人看在眼里，无不神色异样。其实他们都知道，谁想夺得第一，林浩是最大的变数，因为都知道劫掠了许多队伍的妖丹，但对方到底有多少妖丹，却是个秘密。林浩，欧阳掌门光洁的额头微微皱起，其余高层的目光也都落在林浩身上。他们比谁都清楚，这名玄阴宗弟子在此次受妖行动中的重要性。可以说，就是因为这枚棋子，才引来众妖，逼得青山妖王老贼出山。只是没料到青山老贼太过阴险，留有后手，方才令仙宗铩羽而归。看着水莲儿还没点清楚，人们惊了，这家伙到底猎不抢了多少人？诸宗弟子，尤其是被林浩劫掠的弟子，无比一脸愤然。这无耻之徒拿出来的可都是他们的心血，该死，实在太该死了！玄阴宗林浩，2阶妖丹2218枚，2000多枚妖丹，让第一名的归属再无悬念。但是这一结果彻底惹怒诸弟子，贼子林浩的这些妖丹根本不是猎妖所得，而是靠劫掠他人所得。我不服，必须取消林浩的资格。没错，不仅要剥夺其资格，还得施加惩罚。劫掠同道中人，此子罪大恶极。林浩皱起眉头，轻蔑地看了一眼发生者。大赛规则有说不能劫掠吗？而且你的道侣太丑，我跟你可不是同道中人。那人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，仔细思量之后，脸长成了猪肝色。你欺人太甚，你来咬我呀！林浩展露出自身修为，令那人生生止住脚步。筑基极致，众人无比讶然。玄阴宗的金丹种子不是宁清雪和鲁不平吗？怎么突然冒出个林浩？听到林浩拿出2000多枚妖丹，顾倾城彻底死心了，再待在这里没什么意义。临走前，他深深地看了林浩一眼，不愧是我看好的人，可一定要来合欢宗找我啊！他顿时觉得当初给对方半部双修功法是一次非常值得的投资。林浩当选第一，几乎没人服气。天剑宗的一名弟子被林浩劫掠过，想要站出来怒斥，却又担心自己人微言轻，因此想要请求关月为众人发声。岂料后者根本不感兴趣，抱着龙雀洒然离去，奖励都不要了。对他来说，第一名的奖励对他还有吸引力，之后名次的奖励可有可无。那人见状，却又不敢埋怨，打算去找李金红，结果后者追随关月师兄离去。该死！难道看着一名劫修登顶第一，林浩无故攻击参赛者，抢夺妖丹灵石，凌辱女修，违反大赛规则，请慕容尊主明察。那名天剑宗弟子最终一咬牙，站出来说道：“
请慕容尊主明察。与林浩的结仇者们闻言也纷纷附和。面对众人的指控，慕容庆雪古井无波，声音淡漠道：“大赛名次只按妖丹多少来评定，你们指控林浩的罪行，自然由刑法长老柳妹审理。各宗弟子转而又聚在柳妹身边，请她为众人做主。”柳妹扫一眼众人，心中微微一叹，这个林浩真是混世魔王，竟然惹怒这么多人。哎，即使苍月护短力保，也堵不住悠悠之口啊。林浩，你被指控无故攻击参赛者，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唰，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到林浩身上。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个无耻之徒夺得大赛魁首，要让其得到惩罚。我无故攻击。林浩灭然一笑，拿出诸多流影石。这群败类可真是无耻至极，明明是他们在围杀我，不惜下死手。我念在宗门之情，并没有杀死一人，只是适当的进行惩罚。现在这群败类却来反咬我一口。言罢，他将一堆流影石送到柳妹面前，是非曲直都在这小小石头当中，请执法长老明鉴。柳妹拿起一块流影石，分出一缕神石进行查看，确实如林浩所说，先动手的不是他，他只是自卫反击。再拿起一块，依然如此。柳妹放下流影石，神情庄严道：“经查，林浩完全是在自保，抢夺妖丹灵石也只是施加惩罚而已。所谓的无故攻击、劫掠参赛者，乃是无端重伤。我宣布，林浩无罪。”当林浩拿出一堆流影石时，指控者们便觉得不妙，他们没想到前者还留有这一后手，好狡猾呀！铁证在此，他们根本扳不到对方。柳长老，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林浩劫掠妖丹，凌辱女修就一点罪责都没有吗？有人不甘心道：“对于还要纠缠不服之人，柳妹也不废话。你们谁还要指控林浩都站出来，咱们当场对质。但最后要是让我查出谁诬陷我宗弟子，意图围杀我宗弟子，那我也要秉公执法。”这番话如同一柄绝世刀刃，斩断了众人的幻想，没人敢站出来。哼，既然没人站出来对质，那便散了吧。柳眉冷哼道。林浩没受到惩罚，还夺得大赛魁首，众人心中不满，可是他们又抓不住把柄，只能愤然离去。玄阴宗的弟子以碾压之姿登顶第一，各大宗门的大佬倒不是很在意，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应对妖族的报复。青山老贼请来一尊黑水龙族准妖帝，青丘妖族实力大增，定然会伺机报复人族。各宗掌门主要担心的是妖族不进行堂堂之战，而是暗中搞偷袭破坏，那真是令人防不胜防。欧阳掌门将本次大赛的后续事宜全权交给慕容庆雪处理，便和各宗掌门会合，商议如何应对妖族的报复。这段10日连番征战，诸宗弟子都很是疲惫，慕容庆雪也不拖延，当即安排人手发放奖励，只要手里有2阶妖丹，能证明斩杀妖族了，便能领取奖励。虽然不是珍贵之物，但多少能够慰藉人心。大赛前10的奖励便丰厚许多，即使是第10名，也能领取一件黄阶极品法宝。由此可见，玄阴宗的斩妖决心。只是前10当中，唯有林浩一人是玄阴宗的弟子，这多少有些尴尬。其他各宗弟子领完奖励便离开了，唯有烈阳宗的桃花刀仙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向林浩道谢。不管怎么说，最后一战中对方帮他斩了妖，这份恩情不能忘。道过谢之后，桃花刀仙便御空离去。只是行到半空，忍不住回头回望那身姿挺拔的青年，林浩却是没有注意到女人的目光，他的心思全然放在大赛奖励之上。慕容庆雪手中托着一件暖玉盘子，上面还蒙着一方红布。小家伙，恭喜你夺得大赛魁首。慕容庆雪如同秋日的流云，自然而然流露出飘逸旷远之美。她眼角有一颗泪痣，微微一笑的时候，尽显妩媚风情。这女人真的是秋天的硕果，色香味俱全。林浩目光掠过女人绝美的面孔，落在小托盘上。慕容庆雪心中嗔怪一声，这臭小子怎也不懂风情啊！我不比奖励好看吗？慕容庆雪运转灵力，将玉石托盘运到林浩面前，声音有些淡漠道：“这是你的奖励，自己拿着研究吧。”怎么感觉慕容尊主有点生气？我惹到他了吗？难道是因为我刚才偷瞄了一眼？不应该啊，裹得那么严实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想不明白的是，索性不想。林浩迫不及待地掀开红丝绸，看到自己获得的奖励，瞳孔为之一震。混元淬体诀，地阶下品炼体法诀，紫电宝剑，玄阶上品法宝，太乙燃血丹，3阶极品丹药，好东西，都是珍贵之物。尤其是那本炼体法诀，可以说极为珍贵。林浩早就想学一门炼体之法，这真是瞌睡来了，便送来了枕头。天下修士，要么走炼气一道，要么走炼体一道。相比较炼气而言，走炼体的修士少之又少。主要是修行界中流传一个说法，炼体是入门易，学精难。体修想要提升实力极为困难，先不说所好修行资粮，要远超炼气士，只功法一事便难到诸多体修。珍贵的炼体法诀都被宗门世家珍藏，流传在外的都是不入流的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修到高深境界。这其实是种恶性循环，体修没有好地功法，便无法踏足高深境界，从而无法自创功法，这又导致宗门世家敝帚自珍。所以走炼体一道的修士少之又少，即使拥有功法的世家子弟也不太愿意炼体，主要是太受苦了。每个境界都要打磨肉身，一经洗髓换血换皮，想想就痛苦。
但相对而言，炼体若有成，战力是力压同境炼气士的。更是流传一种说法，炼气士若被体修净身，会被当成儿子般吊打。林浩早就想学一门炼体之法，按下激动的心，他查看其他奖励。紫电宝剑不必多言，玄阶法宝乃是结丹修士的主力武器，这柄剑更是神异，持有者灌注灵力，便能斩出雷霆剑气，破坏力极为惊人。当然，这柄剑跟雷灵根修士更为契合，别的修士使用威力会打折扣。林浩将宝剑放进剑匣之中，以后有机会可以找雷修交换物品，留着自用也行。太乙燃血丹，燃烧自身精血，可以将修为暂时提升一个小境界，生死关头时使用，或许有奇效。关键是此丹的贻害不大，药效结束后自身虚弱3天，但不会折损修为、血脉，以命搏命，这算是保命之物。林浩将玉瓶放入储物袋，心中想着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乱用。查看完奖励，林浩打算回大竹峰去拜见师尊，岂料看见了宁清雪这女人，不，这女妖还敢回宗门。林浩心中燃起怒火，这妖女为了给父母报仇，不惜掀起仙妖大战，更可恨的是还利用他拒妖，这种被当成棋子的感觉令林浩很是不爽。他知道宁清雪是妖，可其他弟子并不知道，还上前迎接这位掌门首徒。宁师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宁仙子掌门有令，让你回归之后速速前去见他。宁清雪神色略微有些萎靡，不过仍然美貌动人。她向众人点头致意，随之便要前往掌教宫殿，却被一人拦住去路。林浩，这家伙想要干什么？宁清雪皱起好看的眉头，眼眸中闪过一丝不耐。让开，我要去拜见掌门。哼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林浩的声音无比冷漠，却是寸步不让。宁清雪还没有说什么，他的拥趸却是急了，跳将出来。林浩，你又想搞什么名堂？掌门召见宁仙子，肯定是有要事，若是耽搁了，你能负责吗？就是还不快让开，靠着劫掠成为大赛第一，真当把自己当回事了？什么闲事都敢管？林浩冷眼扫过众人，挑着眉说道：你们可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我问的是宁清雪，关你们这些废物什么事？你……众人刚想发作，却被宁清雪拦了下来。林浩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宁清雪语气满是不耐烦，他急着去见掌门呢。我要挑战你。什么？众人神色大变。挑战？林浩要挑战宁清雪？他疯了吗？挑战我？宁清雪的眉头紧蹙，这林浩是哪根筋不对，要这样搞事情？他却是不知自己和小狐狸的对话被林浩听了去，后者之所以要挑战，一是想报被其当棋子拒妖之仇，被围杀那几天他那叫个狼狈，不赏他一顿竹笋炒肉，难消他心头之恨；二是他想立威，就像水灵儿所说的那样，他做不到让所有人服他，但他可以让别人惧他。宁清雪便是个很好的踏脚石，只要他击败此女，今后别人便不敢再当着他的面唧唧歪歪了。而且宁清雪一直是他追赶的目标，内门大比他3剑败他，但现在他就要向世人证明他追赶上了宁清雪，宁清雪不是他的对手，因此林浩才出来公开挑战。这挑战我接了，什么时候开打？宁清雪挑着秀眉道：半个月后。好。言罢，宁清雪踩着飞剑前往掌教宫殿。呵呵，真是不自量力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，什么水平就敢挑战宁仙子？一场必败的挑战，这林浩到底想干什么？能干什么？哗众取宠呗，能和宁仙子打上一场，即使败下阵也能提升名声，这林浩可真是好算计啊！希望到时候宁仙子能够狠狠收拾此料。众人的议论毫无掩饰，纷纷传入林浩的耳朵里，但他不以为意。巨龙何须跟土狗争论，直接碾压就是。他爆出筑基极致修为，迫使众人分开一条道，然后昂首阔步走出，御剑飞行前往大竹峰山之巅。风苍月盘腿坐在火莲台上，神色略微有些苍白。他接连大战青山老贼、第一妖江凌风以及那尊不知名妖王，自身受了暗伤，不过好在没有伤及本源。服下疗伤丹药后，他便打坐疗伤，突然感应到有人拜访。师尊！林浩从飞剑上跳下来，恭敬地施了一礼。师尊，你受伤了？他见风苍月脸色惨白，语气中充满关切。没事，小伤而已。风苍月换了个姿势，2只雪白的玉足垂了下来。有没有人为难你？弟子自己可以解决。风苍月丹凤眼中闪过一丝赞赏，惹下的事情自己扛，徒儿长大了呀。他将自家徒儿上下打量一番，随之说道：林浩，10万大山中，我施展那2剑，你领悟了多少？弟子愚钝，只学个皮毛，使出来让我看看。是，师尊。林浩取出赤灵剑，拉开架势便要施展，却被风苍月打断。向我攻来。师尊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林浩犹豫不决。臭小子，让你攻你便攻，你伤不到我的。是，师尊，我攻来了。既然师尊要求，林浩不敢不从，悬然闭上双眸，回想师尊那一剑的风采，随之豁然睁开双眸，全身灵气汇聚于手心，灌入赤灵剑中。立！一声凤鸣，响彻大竹峰顶。不错。看着那道火凤剑气，风苍月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轻抬玉手，一股强横霸道的灵力涌出，一巴掌便将剑气拍散。好强！林浩吞咽一口口水，自己全力的一招，却是连师尊的衣角都没有弄中。
不错，你摸到了我这套火莲剑法的门槛，今日我便将剩余的招式传授于你。林浩目光一凝，师尊自创的剑招，同时也是成名绝技，要传授于自己了吗？念及此处，他满心兴奋。寻常剑法讲究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极尽变化之巧妙。我这套剑法则不然，每一招都是10招，7招剑招顺承下来，并无畸变，只讲究气势如虹。我给你演示一遍，你看好了。风苍月往虚空中一抓，拽出一柄赤阳剑，随之拉开架势，出剑，赤阳烈焰，烽火连天，火凤燎原，灭世火莲。7招剑法，威势刚猛无比。一剑斩出，宛如烈阳当空；一剑斩出，天空尽是烽火；一剑斩出，火凤喷吐赤焰；一剑斩出，火莲吞噬虚空。7招剑法，7种异象，林浩都看吃了。良久之后，方回过神来，剑招无双。风苍月收剑，负手而立，演示剑招时，他并未灌输灵力，主要是担心会把大竹峰给毁掉。见弟子回过神，他淡淡说道：“学会了吗？”林浩先是点头，后是摇头。他记下了招式，可知道自己无法施展，能记下招式就行，你且施展，我在旁给你指点。师尊手把手的传授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林浩哪敢耽搁？单手持握赤灵剑，赤阳般的灵力在他指尖缠绕，抬手斩出一剑，只见一轮磨盘大小的烈阳飞出，重重砸向远处的山峰。轰！狂暴的剑招将那座山峰击得山石横飞，峰顶更是被炙烤的岩石开裂。这一招威力恐怖如斯，林浩自己都被惊到了，强，实在太强了。兽妖大赛中，他遇到不少天骄，境界修为他不弱，可苦于招式不如人，无法战胜各宗的天骄。当时若习得此招，又岂会弱于别人？现在得师尊传授剑招，半个月后对阵宁清雪，他更加有把握了。这臭小子的剑道天赋着实令人惊艳，但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断不能让他生出焦躁之心。念及此处，风苍月洒然开口道：“一且看我这一招是如何用的。”说罢，风苍月直接提起灵号，飞出玄阴宗山门。他若灌注灵力，这一招威力惊人，是断然不能在宗门内使用的，将灵号置于一座荒山。风苍月悬于空中，整个人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，宛如天仙狂怒。他周身泛起恐怖的火焰灵力，抬手挥斩，一轮大如星斗的烈阳从苍穹之上坠下，轰！一座山峰化为齑粉。林浩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身的震惊，他为刚才自己生出的骄纵之心感到了羞愧。跟师尊比起来，自己展出的烈阳就像一团小萤火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收起所有骄傲，虚心向师尊请教。一个倾囊相授，一个踏实肯学，倒是进展神速。玄阴宗掌教宫殿，殿中摆放着5张泛着宝光的座椅，以及一张韩愈打造的桌子，上面摆放着一张地形堪舆图。赫然正是10万大山的地形图。正道5大宗门的掌权者围着桌子而坐，他们在商议如何抵抗妖族报复，可是议了半天也没拟定出计策。主要是5大仙门的地理位置分散，又各自统辖数十附属宗门和数个凡人国度，战线拉得太长，实在不知从何处防。烈焰宗掌教性急如火，迟迟未定计划，心中早已不耐。他拍案而起道：“与其在此抓耳挠腮，不如我们再杀入青丘，屠了青山老狗，妖族势力必然土崩瓦解。”天剑宗宗主摇头道：“照掌门所言，无法施行。如今妖族势头正盛，又请来强力外援，贸然深入敌阵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可在这商讨，也拿不出结果来，干等着妖族打过来吗？”天剑宗宗主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声音渐渐冰冷道：“各宗的太上长老年岁已高，寿元将完，都在闭关破境。只有破境，他们才能增加寿元，不到宗门生死存亡之际，他们是不会出手的。仅凭我们几个能战胜妖族吗？我是没这个本事。若赵掌门神威盖世，可以自行试试。5大掌门中，天剑宗宗主实力最高，他都不愿意去，赵无极哪敢出这个头，只能悻悻然闭上嘴。”欧阳掌门微微叹了一口气，正准备开口，却是听到有人求见。他指尖飞出一道流光，将宫殿的禁制打开，便见宁清雪走了进来。妖女！天剑宗宗主眉心一皱，身前凝聚一柄法剑，随时准备斩妖。王师兄，手下留情，清雪乃是我徒儿。欧阳掌门见其他几位宗主动了杀气，赶忙出声制止。烈阳宗和玄阴宗一向不对付，这次联手亦是迫不得已，现在没了共同对手，赵无极又把矛头指向欧阳掌门。好啊，我们在前线和妖族打生打死，欧阳掌门却在这圈养妖族，如此行为实在令人心寒。他这番话引起了其他几位宗主的愤慨，人和妖势不两立，更何况玄阴宗和青丘妖族不共戴天，掌门却养了一头青丘妖，他们想听听欧阳掌门如何解释。欧阳掌门召见宁清雪，也是想在各大宗主面前坦白宁清雪的身世。他深呼一口气，随之将宁清雪的身世娓娓道来。原来宁清雪和青山妖王有杀父杀母之仇，又遭妖族中人追杀，流入到人族领地，恰好被欧阳掌门救下。欧阳掌门表示，这次仙妖大战中，宁清雪的所有行为都是他指示的。哼！听完欧阳掌门的叙说，烈阳宗宗主赵无极甩了一下袍袖，脸色阴沉道：“妖族都是养不熟的，欧阳你敢收留妖精，心可真够大。反正我是不敢，我害怕被从背后捅刀子。这次猎妖无功而返，
你敢保证？这要是真信帮人族的，其他3人倒是能够理解欧阳掌门的想法。可是赵无极说的亦有道理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欧阳领养妖族有被反噬的风险，对此欧阳掌门倒是不在意。他相信宁清雪，认为这次无功而返完全是意外。青山妖王这老狐狸太过狡猾了，凡事都留有后手。他觉得宁清雪是一把剑，是一柄复仇之剑，总有一日会斩到妖族身上。有欧阳掌门力保，加之其实这一次妖族损失更大，人们也就不再针对宁清雪。之后继续商议，也议不出个结果来。再加之不久前的战斗，各位宗主消耗不小，于是就个回宗门了，先看看妖族有何动向再说。3日后，大珠峰，林浩将师尊所传招式全部记在心里，当然只是图的奇形，想要像风苍月那般威力，还需尽快提升修为并领悟剑意，这就需要个人领悟了。下去好生练习，半年后我会检验你的成果。是，师尊。林浩拱手行礼。好巧不巧看到师尊的长腿风情，他的心跳骤然加快。这一切自然瞒不过风苍月，他2条秀眉高高挑起，这个臭小子往哪看呢？轰！他愠怒，抬起玉手，直接将林浩拍飞。别说，林浩还挺享受这种感觉，坠落500丈，方才唤出飞剑，踏剑而行。一炷香后，他回到自己的洞府，许久未住都蒙了一层灰尘。他使用净水除尘2道符箓，将洞府清扫干净。躺在软榻上，却是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主要是那一抹雪白，令他心猿意马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还是把水灵儿喊过来吧。林浩心念一动，刚准备给水灵儿传音，却是察觉自家洞府的静止动了。这个点谁会来访？林浩带着一抹狐疑，将府门打开，来者令他颇感意外。韩丽月，这个美妇来干什么？女人今日一袭宫装衣裙，难掩玲珑曲线，神情略显憔悴，但却不减风韵。韩丽月换了几个称呼，不知道该用哪个合适。林浩，多谢你救了我和我儿一命，原来是为此而来啊！林浩心中了然，却是摆了摆手，大家都是同门，区区小忙，何足挂齿。韩丽月心中百感交集，曾几何时，这年轻人还只是炼器小菜鸟，现在却是宗门中屈指可数的天才。2人的身份地位早已逆转，帮他们母子2人斩妖，可能在对方眼中只是举手之劳，但他们母子2人不能不感恩，所以他就登门拜访，打算偿还恩情。他轻咬着朱唇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随即便进直解自身衣物。韩长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林浩震惊不已，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妾身蒲柳之姿，还望君怜惜。眼见衣裙落地，林浩赶紧转过身，背对着韩丽月。他是爱好美色不假，但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或者是有仇恨，但并不会挟恩求报。你把衣服穿上吧。不用如此，我救你们，并未想着回报。已经被林浩拒绝过一次，韩丽月是鼓足了勇气才这样做的，没想到他这么直接，还是被对方拒绝了，这令他很是羞愧，无地自容，赶紧窸窸窣窣穿上衣裙。韩丽月离开后，洞府犹存体香，这令林浩难以压制心中火，当即前往小竹峰寻找水灵儿。第2天，直到日上3竿，林浩方悠悠行转，伸了个懒腰，发觉近日以来身上的疲惫尽数消散。他低头亲吻一下女人光洁的额头，悬然离开洞府。跟宁清雪约战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他须得抓紧时间备战。师尊传授的火莲剑法，还有那本混元淬体诀，都需要是勤加练习，尤其是炼体功法，实为水磨功夫，最是熬人心性。除了修炼功法，他得闲时还炼制一批2阶极品符箓，将打空的符匣给填满。随着修为的增长，他对符箓的理解又加深不少，可始终不得绘制3阶符箓的法门。绘制3阶符箓是炼制符宝的基础，而符宝的威力远超符箓，林浩岂能轻言放弃？又一次绘制失败，却是将他在10万大山里收集的材料消耗殆尽，得去房市一趟采购绘制3阶符箓的材料。3阶材料不仅价格不菲，而且较为难遇，需要去大房市才有可能购得。林浩攒下的那点灵石还不够修炼用呢，那还有余剩用以购置高昂的3阶材料。不过受妖大赛中那些围攻他的人还欠着他不少灵石呢，有道是想什么来什么。林浩，我来归还灵石。赵良辰站在灵府外边，一脸的不情愿。500中品灵石啊，虽然不算很多，但还给林浩的话依然是不甘心。可是这厮逼着他立下天道誓言，若是不还会被反噬，他正好该突破了。可不想因为这些灵石导致自身突破失败。诺，这些灵石还你。林浩将储物袋吸到面前，当着那人的面点数一遍，500中品灵石不多不少。赵良辰心中很是不满，但不敢表露出来，转身匆匆离去。接下来这2天，陆陆续续有人给林浩送灵石，但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，想的是能拖就拖，只收回5000灵石。林浩很是生气，可又没有好的办法，只能寄希望于之后的大战，通过击败宁清雪提高自己的威望，震慑这群狗崽子。自从青丘一战之后，5大宗门始终保持着戒备，以防妖族杀来。可妖族那边毫无动静，没有一点进攻的意思，似是彻底偃旗息鼓。但即使这样，各宗越不敢大意，都在积极备战。青丘妖族祖弟青山妖王的行宫，这尊老妖大马金刀的坐在主位上，
眼眸中爆闪着金光。诸位，人族杀入我族祖地，这笔血债必须让他们偿还，所以烦请诸位厉兵秣马，做好备战，以便随时出征人族。诺！底下一众妖将很是激动，积攒多年的恨终于能够得到宣泄。就在众妖兴奋之际，大殿的门被踹开，这一声重响，就像是一巴掌，狠狠扇在众妖脸上。王的宫殿被人踹门，可不就是在扇他们的脸？然而看清来者，他们却是敢怒不敢言。黑水龙族的准妖帝，这头老龙眼神睥睨，浑然没将青丘妖族任何妖放在眼里。他身后跟随着的一尊4阶初期妖龙，冲着青山妖王厉喝道：“准帝驾临，还不快把位置让开！”这一句话又是往群妖脸上扇了一巴掌。这可是青丘妖族的宫殿，一个外妖以指气使，这不是将众妖的脸踩到地上摩擦吗？轰！群情激愤，但碍于黑水龙族威势，无人敢言。看什么看？再敢乱看，将你们的眼珠子抠出来！那妖龙盛气凌人，继续说道：“青山还不快让开！”虽然这里是青丘妖族的祖地，青山亦是准帝，但他显然没有将其放在眼里。黑水龙族可是有真正的地级强者，绝对碾压青丘妖族，所以他有资格自傲。我为什么要让？青山妖王说话了，声音却是异常的平静。青山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说我不让。这句话令妖龙脸色大变，那尊准帝强者眼中亦是溢出一丝杀意。妖龙的嚣张跋扈都是他授意的，为的就是反客为主，找机会震慑青丘一族，好确立今后对人族的战争中黑水龙族做主导。妖龙怒极反笑，声音无比冷漠：“青山，我族准帝刚帮你击退人族，你就要过河拆桥吗？小小妖龙，你不配直呼我的名字！”青山妖王身上的气势陡然暴涨，无匹的威压向妖龙和那准妖帝压去。你应该称我为妖帝。什么？黑水龙族的2位强者震惊了，青山这厮竟然突破了准帝，不，地级强者。青山展现出强横无比的威压，令2位龙族强者身体战栗，震惊不已。你什么时候突破的？青山妖帝语气平静道：“和人族5大仙门的掌教鏖战，令我小有感悟，就突破了。恭喜陛下登基帝位！恭喜陛下登基帝位！恭喜陛下登基帝位！”底下一众妖将以及各部族的族老震惊之后就是大喜。妖帝，妖帝！自从上任妖帝陨落，他们青丘妖族便日渐衰落，10万大山深处再无青丘立足之地，各大妖族不断蚕食青丘妖族的领地，人族也是频繁欺压。鬼知道这100年他们过得有多屈辱。现在他们终于出妖帝了，青丘妖族要复兴了。青山成为妖帝，龙族准帝的脸色无比难看，他心中无比不满，可是丝毫不敢暴露。地级与准帝虽只有1字之差，但实力犹如云泥之别。见过妖帝，面对地级强者的威压，他到底是低下高傲的头颅，躬身称呼妖帝。群妖放声大笑，舒畅，真的太解气了。族中有了妖帝，看以后谁敢欺压。青山对于这一结果也非常满意，他春风的意道，现在可以商谈一下如何对付人族了吧？是，妖帝阁下。龙族准帝不情不愿道。其实说是商议，青山早已定下计划。根据情报，人族天剑宗有分神器老祖，虽然是在外云游，几10年没露面，但难保会关键时刻返回，并且各宗都有闭关的准帝级太上长老，逼急了他们拼死一战也很棘手。综上，相比来说，人族还是势大，贸然杀入人族领地，吃亏的还是妖族，所以他打算分化人族各宗，随之逐个进行击破。青山妖王的手指在案桌上轻轻敲打，这去人族分化之事可是不好干。2族刚发生过大战，互相戒备森严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暴露，得找个机灵的。可族中战将都是头脑简单之辈，让他们冲锋陷阵还行，但搞潜伏分化却是不行，头疼啊！父王，我愿去人族。一道若出古黄鹂般的声音响起，小狐狸秀眉微蹙，嘴角勾起一抹倔强，他主动请缨：“妍妍，你可知这个任务的凶险？”“知道，但为了妖族，我甘愿冒险。”“好，不愧是我女儿。”青山妖王眼中闪过一抹喜色。“妍妍，你此行前往人族去寻一下清雪，告诉他青丘永远是他的家，随时可以回来。”小狐狸凝默严朗声应道：“女儿定不辱使命。”青山妖王屈指一弹，指尖飞出一团光华：“妍妍，这是我青丘妖族的至宝琉璃心，你带在身边，关键时刻可以保命。”宁莫言也不推辞，小心翼翼地将至宝琉璃心收回储物袋，赐下重宝。青山妖王又交代了一些细节：5宗交界，混乱之地。呸！你们烈阳宗的人到底要不要脸？这座灵石矿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们凭什么抢啊？谁规定的先发现便是谁的？再者说，我们烈阳宗早就知道这里有矿脉，只是没有开采而已，才被你们捡了个漏。你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给我让开，以免伤了2家的和气。呸！就你这种蛮横的做派，那还有和气可言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众师弟都打起精神，让玄阴宗的弟子尝尝我们的待客之道。砰！嗖！这2派的矛盾由来已久，心里都积着怨呢，可谓是一点就着。2派修士厮杀成一团，术法满天飞。呼！功法运转一个周天，灵浩长吐一口浊气，但是身体红却像是被火焰炙烤一般，如若油焖大虾。原来
他在修炼混元淬体诀时，意外发现使用火灵力着体可以提高修炼速度，这令他惊喜不已，仿佛这本炼体功法就是为他准备的一样。收工之后，林浩取来一块石头，然后挥拳重击，那磐石顿时4分5裂。他没有使用一丝灵力，纯靠肉身力量碎裂了磐石。炼体功法果然强大。他收拳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没有任何事，于是吹掉了10分。炼体之后，他觉得自身战力提升不少，对和宁清雪的大战他更有把握了。林浩兴奋得继续修炼，不想浪费一点时间。时间匆匆，半月之期转瞬即至。玄阴宗止歌台，此台名为止歌，但却是宗门弟子比试的地方。今日止歌台下人满为患，内门之中无数的弟子几乎都来观战，近1000人聚于此处，怎能不热闹？这还是外门弟子没资格进入，否则人数更多。宗门最具争议性之人林浩，以及内门第一美人剑修宁清雪，两人的交战不仅引来上千内门弟子围观，就连许多长老都来观看。就在众弟子感慨之际，却是看见小竹峰之主慕容庆雪踏着冰龙而来，瞬间降温。慕容尊主都来了，这场战斗牌面啊！道友，你先别忙着惊讶，你快看那是谁？我的仙人板板，风尊主也来了呀！那人压低声音道：“风尊主过来，不会是给林浩护短的吧？”嘘！那人身边好友连忙制止：“蠢货，你有几条命，敢当着风尊主的面议论他？”我的天，掌门也来了！众弟子都妈了，没人能想到这一战如此牌面。宗门来了3位大佬，欧阳掌门来此，众弟子瞬间老实了许多，不再无故喧哗，安分的等待比赛开始。稍请执法长老柳妹登台，这次对战将由他负责评判双方输赢。快看，宁仙子来了！宁清雪踩着雪龙长剑飞落到擂台上，朝着柳妹微微拱手一礼，悬然盘腿而坐，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。宁仙子好淡定，看来此战必胜。那是肯定，宁仙子是咱们宗门中的剑道第一天才，功法之术傲视同阶。我记得受邀大战中，林浩用的还是黄阶剑法，就算他的修为提升上去，可是招式太弱，又如何跟宁仙子抗衡？比赛都快开始了，林浩还不见人影，他该不是害怕不敢来了吧？最好是这样，我可不想我的宁仙子手上沾染那妖魔种的鲜血。众人七嘴八舌之际，林浩踏剑而来，他并未直接落到擂台上，而是落于人群中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。别看刚才议论纷纷，可正主到场后，众人偃旗息鼓。主要是这其中不少人都欠着林煞星灵石，怕一张口嘲讽，对方再强行索要。林浩水莲儿不顾众目睽睽，上前一把拉住林浩，俨然带入道侣身份。你此战可千万小心，宁清雪那女人不是好惹的。林浩捏了捏她柔软掌心，温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”林道兄，一位英气飒爽的女子越过人群。冷师妹冷逢春弯了一下眉眼，随之说道：“祝林道兄凯旋。”多谢。林浩告别二女，昂首阔步走上擂台。煞星走远，众人方才敢议论，这厮还敢登台，倒是有2分勇气。我之前就曾言，这场大战林浩无论输赢都不吃亏，他当然敢登台了。大家认为林浩能在宁仙子手底下抗住几招，不如开个盘。此言一出，倒是没人附和。主要是林浩这厮让人琢磨不透，频频被打脸，不是胆大之人真不敢在其身上下注。林浩踏上擂台，先是朝柳妹拱手一礼，随后看向对手。既然双方俱已到场，那么我宣布对战开始。一语落，宁清雪豁然睁开双目，她长身而起，如同一株绝世仙葩。她也不多言，抽出身后长剑便朝林浩攻去。一出手便是雪龙剑法。他知道对方的招式是短板，可以说毫无精妙可言。他并不想跟这样的对手交战，主要是无法磨砺自身剑道，所以一上来就是绝招，就是想赶紧结束战斗。面对敌人如潮水般的攻势，林浩微闭双目，回想起在大竹峰山巅炼剑时师尊斩剑气的无敌之姿。火凤燎原，立！一尊身躯庞大的火凤披着火焰，似乎遮蔽了半片天空。慕容庆雪眼中闪过一抹金色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你的火莲剑法尽数传授于林浩了。”风苍月眼中闪过一抹傲然，冷冷说道：“我的弟子当然得会火莲剑法。”欧阳掌门若有所思地看了风苍月一眼，微微笑道：“苍月，看来你很喜爱这个小徒弟吗？你先前收的弟子可都没有传授这套剑法。我授徒是根据徒儿自身的特点，林浩适合修炼火莲剑法。”宁清雪没料到林浩学会了火莲剑法，情急之下吃了点小亏。白色衣衫被火焰炙烤出几处小洞，很好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够资格做自己的对手了。嗡！雪龙长剑发出一声嗡鸣，似是在回应主人。宁清雪调动周身灵力，灌注至长剑之中，接连斩出剑气。9道剑气凝成一个斩字，惊人的剑气袭来，林浩却是不慌不忙，从容地斩出一轮红日。2股剑气相撞，其壮烈场面引得众人为之惊叹。这2位都是狠人啊！一上来便是绝招对轰，雪龙剑法7招，火莲剑法亦是7招，2人毫无保留，接连进行对轰。半刻钟后，2人身上皆带伤。林浩一只手臂受伤，鲜血顺着手臂流下，然后从指尖滴落到地上。他那寒星般的眸子看向身形狼狈的宁清雪，这女人好生了得，她比宁清雪伤要重，
若是正面交战，他是打不过。想战胜，得出奇招，得靠你了，新伙计。念及此处，林浩拍了下剑匣，从中飞出一柄紫色长剑，剑名紫电。他伸出2根手指，微微屈起，弹一下剑身，嗡！宝剑发出一声颤鸣，战！他单臂持剑，又唤出赤灵剑踩在脚下，身体中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不断灌入2柄剑中，赤剑如火，紫剑带雷。宁清雪眉心微皱，这个家伙在搞什么名堂？他不是火灵根吗？怎么使用一把雷剑？女人的眉头越皱越深，始终想不明白。斩！林浩轻吐一字，脚尖轻轻磕一下赤灵剑，斩出一轮脸盆大小的红日。台下宁清雪的拥趸看到这一幕，不由急声高呼：林浩不行了，他体内的灵气都不足以支撑他展出一招完整的剑招。没错，你看他的手指在滴血，双腿也在微微打颤，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自不量力的下贱货，活该败于宁仙子之手。没错，不过侥幸取得受妖大赛的头名，真以为自己是绝顶天骄了。宁清雪拉开架势，雪龙长剑上附上一层冰霜，晶莹而透彻。他不会小看对手，会用尽全力将对手击败。待红日飞出，林浩将体内所剩灵力灌注于紫电宝剑，随手一挥，便是一道雷光，紫色雷电斩，后发先至，竟追赶上红日。2股截然不同的能量碰撞到一起，发生激烈的交融，其狂暴令所有人心惊。宁清雪眉关紧锁，这就是臭小贼最后的杀招吗？确实够惊人的，但还能应对。他抬起素手，运转周身灵力，灌入雪龙长剑，斩出一头银龙。好，龙吟震天，其冰寒之威，似是能将空气凝结。要结束了。清雪这丫头已深得雪龙剑法的精髓，而林浩那个臭小子修炼火莲剑法时日尚短，又舍弃至强剑法，剑走偏锋耍雷系剑招。虽然2股能量碰撞，形成了惊人能量，但终究昙花一现。慕容庆雪盖棺定论道：你怎知我徒儿会败？风苍月坐在火莲台上，摇晃着玉足说道：林浩的灵力耗尽，而清雪上有一丝灵力，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，不如我们打一个赌，若我徒儿输了，我给你打造一枚剑丸；若我徒儿侥幸赢了，你给我徒儿做1天侍妾。什么？慕容庆雪的脸色瞬间精彩起来，一会红一会白，贝齿轻咬着朱唇。他堂堂小竹峰的尊主，岂能给一后辈做侍妾？即使他相信林浩赢不了，也不会打这个赌。风苍月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换个赌注！慕容庆雪怒道。那不行，除了这个，你没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。你，慕容庆雪觉得这次斗不过老冤家，索性不再开口。风苍月微微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无趣。慕容庆雪翻了白眼，死女人，你怎么不拿自己当赌注？2人斗嘴间，雪龙剑气和雷火灵气碰撞到一起，嘶嘶扑哧，3股能量碰撞，爆发出惊人的波动，能量四溢，四周围观的弟子赶紧后撤，害怕被波及。林浩趁着这障眼法，身体快若闪电扑向对手，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。欧阳掌门眼中闪过一丝异色，这小家伙好重的心思，原来真正的杀手锏是炼体之法吗？砰！林浩宛若一杆人形兵器，瞬间杀至宁清雪面前，拳脚如同疾风骤雨般打向对手。虽然后者反应神速，临时撑起了护盾，可他的灵力也不多了，护盾被生生打碎。砰！一拳打向宁清雪的小腹，砰！又是一拳打向小腹，砰砰砰！玄阴宗弟子中的第一美女被林浩狂野暴揍，台下众人看得悲愤不已，纷纷谴责林浩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但林浩却知宁清雪这女人实力高深，不能给她反击的机会，否则前功尽弃。他要将对手就此绝杀。宁清雪走的是剑道，并未涉猎炼体之法，自身灵力耗尽之后，只能硬扛招式。可他的身躯娇弱，灵力耗尽，哪能抗住一位体修的暴力催花？很快就力竭难以抵挡，身躯摇摇晃晃，竟从空中栽落下来。小心！台下一人惊呼一声，看着急速下坠的宁清雪，觉得英雄救美帝机会来了，跳起脚就要去接，奈何被人抢了先。林浩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宁清雪下方，伸手一下揽住宁清雪的腰，将其横抱着，随之重重落在擂台上，砸碎好几块地砖。宁清雪还是第一次被男人抱着，苍白的脸色一瞬浮现一抹红色，身体下意识的抗拒，然而却被男人紧紧抱住。你放开我！宁清雪红着脸羞怒道：将我当棋子，戏耍我好玩吗？林浩抬手就向其屁股拍去。你！见到林浩的动作，宁清雪惊骇不已，这混蛋竟然要当众打自己屁股，这要是被打了，他没脸活了。他奋力挣扎，可却挣脱不了。够了！一道红火色身影一闪出现在擂台之上，阻止林浩下坠的巴掌。风苍月无奈地看了一眼徒儿，你这臭小子真是胆大包天，竟要当众打掌门弟子的屁股。林浩心虚地看了一眼师尊，收手并松开了宁清雪。这时宁清雪因为怒极攻心，竟然晕了过去。风苍月见状，赶紧接过宁清雪，抱在怀里，探查了一下后，就取出一颗圣元丹喂其喂下。随后风苍月看向林浩，轻哼一声道：臭小子，你真是越来越胆大包天了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却未怪责，相反还护着自家弟子。他秀眉一挑，看向执法长老柳妹，后者如梦初醒。林浩胜！柳妹宣布比赛结束，并未平息众弟子的愤怒。
宁清雪，玄阴宗弟子中第一美人，众弟子的梦中情人，就这样被当众惩罚，而且还是最羞耻的惩罚。可恶，为什么执行者不是我？这是绝大多数男弟子的心声。欧阳掌门非常愤怒，自己唯一的女弟子被人当众竹笋炒肉，这让他的脸往哪里搁？好在苍月制止的还算及时，但即使这样，也得对林浩略施薄惩，以正门风。然这时，忽然看见一队弟子匆匆赶来。什么情况？各峰长老以及众弟子也发现了异样，齐刷刷的看过去。好家伙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来者人人挂彩，伤势最重的还是被担架抬来的。掌门，烈阳宗的混蛋抢了我们的矿，还打了我们的人。什么？众人皆是面露怒色。烈阳宗的混蛋胆敢如此欺人！欧阳掌门皱起好看的眉头。这次众人前去挖矿，便是他派去的。五宗交界，混乱之地，他们发现的灵矿初步勘测，储量惊人，占比可达宗门1/3的灵矿储量。他非常重视，本以为一切会顺顺利利，没想到被烈阳宗的混蛋横插一脚。该死！赵无极，欺人太甚！你且细细说来，烈阳宗之人做了什么？那人见掌门问话，顿时神情悲痛，鼻涕差点冒出来。掌门，我等正在挖矿，烈阳宗的人过来，非说这矿是他们的，让我们速速离去。我等自然不依，一言不合，与那群狗东西起了冲突。那狗东西打不过我等，却又叫来一群人马，有不少结丹修士，更有元婴大修士压阵。我等没能守住灵矿，请宗主惩罚。欧阳掌门自然不可能惩罚他们，反而是多加安抚，让人带着前去灵丹阁进行治疗，安抚好受伤弟子。他便召集各峰尊主以及各大长老，商议如何应对。宗门高层离开，林浩趁着众弟子痛斥烈阳宗狗贼之际，悄然返回大竹峰。刚坐下不久，水灵儿来找。女人迈着莲步走进洞府，直接坐进林浩怀里。恭喜你啊，战胜了宁清雪。现在外边都在传你是内门第2人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挑战太上长老的弟子鲁不平？听出来女人言语中的调侃，笑道：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只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。1日后，水灵儿软在林浩怀里，眼角挂着泪痕，声音沙哑道：坏人。林浩摸着女人的秀发，心中想的却是该去找人要债了。他现在的修为达到筑基极致，该筹备结丹事宜，这会比筑基的花费更大。他手头的资粮开销不够啊，得赶紧催债。灵儿，帮我个忙吧。你说，你去散布一则消息，就说欠我灵石的人10日内若不归还，我便约其上止歌台。好。自从林浩击败宁清雪之后，宗门弟子虽恼恨他，但畏惧其实力，不敢公然怨恨。那些欠他灵石的人，在水灵儿放出消息后，赶紧前来归还灵石。就算是手头紧，也会用宗门贡献点代为偿还。没人敢拖延，没人敢跟林浩上止歌台，主要是害怕后者天马行空，搞一些下不来台的操作。他们又不是女修，提供不了竹笋炒肉，鬼知道对方会耍出什么花样来。收债之后，林浩手头财富达到了空前的规模，拥有近5万中品灵石，还有近万贡献点。这日，他正在洞府内点数灵石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宁清雪，他来干什么？林浩提剑走了出去，看到男人出来，宁清雪背齿轻咬着阴唇，脸色阴晴不定。林浩，你当众辱我，此事没完，等我结丹之后，咱们再打上一场。哦，林浩单手拄剑，一脸平静地说道：我为什么要跟你打？宁清雪显然没料到对方会如此回答，眼眸中闪过一抹悲愤。反正我和你说过了，结丹之后我再来找你，你不打也得打。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，林浩轻哼一声：结丹吗？看来我得抓紧筹备结丹事宜，否则到时候被这疯女人抢先一步，那定然是打不过了。心中有了决断，林浩准备凝练灵力，至于结丹所需物品，他打算交给水灵儿去置办。经过日久相处，他发现水灵儿是个贤内助，而且对他极为钟情。当然，历经李秋水和崔晴儿一事，他做事都留了一个心眼，每次交给水灵儿的灵石数目不多，若是一点灵石就看透一人，那也挺值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宗门高层商议，决定讨伐烈阳宗，夺回被抢走的灵石矿。为了一举成功，这次带队的是风苍月。临出发前，风苍月召见林浩：你赢了宁清雪，展露出令人惊艳的潜力，宗门决定将你当作金丹种子培养，你享受的待遇将和宁清雪一样。林浩心中一喜，金丹种子每个月便能领1000中品灵石，日积月累下来可不是小数目。关键是金丹种子进入内门藏经阁是没有次数限制的，腾录功法秘籍不用消耗贡献点，这才是林浩所看重的。他早就想去找一些制服秘籍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金丹种子可以单独拥有一座山峰，到时候不管是招揽侍妾还是做些私密事情，都任由他发挥。他不敢在师尊面前表现得太过兴奋，只是频频点头。以风苍月的见识，那里不明白林浩的小心思，不过他没有戳破。我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，前去混乱之地夺回灵矿，你在宗门之中切不可太过胡闹，若真是遇见事也不要怕，有事用灵剑符和我通消息。林浩心头一暖，师尊到底是关心他的。师尊，你此行万事小心，自身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风苍月秀眉微挑，说道：为师自有分寸，不用你来教。言罢，他摆摆手，让林浩退下。
师尊，还有何事？风苍月眉心一皱，没事，臭小子又管不住自己的眼珠子了。见徒儿盯着自己的玉足，久久不肯移开目光，风苍月不由心生怒气，一拂衣袖将其拍下山崖。下坠的过程中，林浩朝风苍月大声道：“至尊，你可千万不要逞强啊！”林浩享受金丹种子待遇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火速传遍玄阴宗，这令诸多弟子眼红不已，尤其是知道林浩跟脚的人，觉得后者纯粹是走了狗屎运，拜了个好师傅。可是玄阴宗只有大竹峰一脉格外护短，而想拜入风苍月门下，难比登天。如果说林浩战胜宁清雪，让众人感到敬畏，那么得享金丹种子待遇，除了羡慕之外，还生出了结交之心。每位金丹种子肯定会结丹的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结丹期，这种人注定会进入宗门高层。现在提前结交，日后也好拜访。半旬之后，林浩的新洞府建造好了，不少人前来祝贺乔迁之喜。前不久还打生打死，转眼间称兄道弟。对此，林浩倒没什么抗拒心理，毕竟来的人都带着礼品呢。蚊子再小也是肉，他当然大开欢迎之门。水莲儿以主母的身份略备酒席招待宾客，倒也是宾尽主欢。送走所有宾客，却又有一人姗姗来迟。水莲儿看清来者，在林浩耳边低语：“我要不要先行回避？”不用。林浩揽着水莲儿的腰身，不疾不徐道：“王诗涵，你来干什么？”看着眼前男人，王诗涵轻咬一下嘴唇，他来此处是下了莫大的决心。由于王本辰那个大嘴巴，玄阴宗大多弟子都已经知道他师身林浩，这令他的名声很不好。但他对林浩没什么恨意，恼的是王本辰。加之林浩击败宁清雪，让他切实见到了前者恐怖的天赋，他才下定决心前来追随。林浩，我是来应聘侍女的。王诗涵吞吞吐吐道。林浩惊讶不已，他没想到女人竟是来应聘侍女的。新洞府建好，觉得空旷，他就准备招收几个侍女。不过这消息才发出，而且王诗涵还是内门大比前20的存在，竟然屈尊来做他侍女，他不敢置信。难道是被他的帅气以及超能力征服了？可以，你便跟在灵儿身边，听候他的差遣。惊讶过后，林浩就说道：“这么漂亮的侍女，他不可能拒绝。”是。王诗涵应了一声。林浩摸着下巴想了一下，接下来的规划先招几个侍女，然后让他们去给自己找人交易。正好他手头灵石颇为宽裕，可以像以前那样用灵石进行交易。这个计划还要靠水灵儿他们实行。两女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之后隔三差五便能给林浩招来一位新侍女。只是这些女子愿来当侍女，一半多都是和林浩发生过关系的，他们对林浩颇为了解，决定追随。两女一合计，宗门之内清白女修不好寻，可以去其他门派寻找啊。玄阴宗周边有不少小门小派以及修仙家族仰仗鼻息。两女离开后，林浩的生活归于平静。不过玄阴宗内却是一点都不平静，宗门和烈阳宗因为灵石矿的归属频频发生摩擦，宗门弟子议论纷纷，无不义愤填膺。另一个热闹话题就是关于林浩的。号外，燕公子林浩又内明侍妾。林浩精彩的生活令众弟子艳羡不已。林浩并不知道自己多了个燕公子的名号，他在潜心筹备结丹事宜。这日他运功完毕，感应到有人接近洞府，分出一缕神识查看，却是韩丽月，而且还带来一位少女。林浩眉头微皱，心中生出一丝疑惑，这个美妇又来做什么？上次对方的举动着实把他吓一跳，若非他不喜欢趁人之危，当时就把女人给收了。少年不识魏武帝，老来都是曹丞相。他长身而起，打开洞府禁制，将两人放了进来。再相见，韩丽月脸上升起一抹红，不过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，很快就将羞涩掩藏。他开门见山讲明来意。听完女人的诉说，林浩内心有些无语，这韩丽月又是来报恩的，他怎么对报恩执念这么深？不过这次不是他现身了，而是说服了自家侄女前来做一笔交易。见林浩不为所动，韩丽月有些急了，自家侄女生的花容月貌，而且还是完璧之身，他好不容易才说服。他传音道：“林浩，你不是到处找人交易，你对我侄女什么感觉？是否能进行交易？”林浩是想找清白女修不假，可是韩丽月的侄女显然不是自愿的，而且自身境界太低，只炼气6层，即使采摘了也没什么帮助。他有些犹豫。韩丽月见林浩犹豫不解，继续传音道：“我年老色衰，你看不上，我那只女国色天香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”林浩对上女人幽怨的目光，传音说道：“你那里就年老色衰了，我反倒觉得你保养的极好，皮肤就像28年华的少女，而且还多了一抹成熟风韵，比之青涩少女更具风情。”韩丽月悠悠传音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拒绝？宗门都在传你是燕公子，你和那么多女人都可以，为什么就我不行？”问这句话时，韩丽月鼓足了勇气，她这几次3番的倒贴实在是把自己弄得太低贱了，她都有些不解自己的举动了。我什么时候多了个这样的称号？林浩心中默默吐槽一句，随之传音道：“我向来讲的都是公平交易，而在锁妖塔，你对我颇为照顾，我相救你们母子也是随手而为之，你真的不必以这种方式来报恩，也不用报恩，你怎知我不是心甘情愿的？林浩，我尘封的心为你悸动。”什么？林浩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看韩丽月羞红的脸，
那里还不明白韩丽月话中的真假。他本就对韩丽月这美妇有一丝心动，此时若再拒绝，那真是太伤人自尊了，也说不过去。啪！他往前走了2步，一把抓住女人的手。林浩，你……韩丽月抬起头，你的伤势还没好吧？走进屋，我给你疗伤。林浩说道。不用。韩丽月拒绝道。你知道我弟功法是可以疗伤的。林浩传音道。闻言，韩丽月眼睛一亮，说道：好吧。随后看了侄女一眼，有些尴尬的道：小你在这等一下。两人的交流几乎都是传音，这状况让一边的韩丽月的侄女有些懵，不过还是乖巧的点头道：好。次日，晨曦洒满山峰，林浩将韩丽月的暗伤治好的七七八八了，扶着腰从卧室走了出来，看见韩丽月的侄女依然守在外面，少女眼神有些躲闪，不敢直视林浩。她在这里守了一夜，她有想离开，但是洞府有禁制，以她的实力根本破不开，她出不去，她很委屈，在这被迫听了一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浩一边揉着腰，一边漫不经心道。啊！少女有些慌乱，怯声道：略恶。林浩嘴角噙着一抹轻笑，这倒是个好名字。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瓶，你才炼气6层吧？这瓶聚气丹正合用。少女眼中一喜，她出身寒微，自身灵根也非上品，勉强拜入玄阴宗，依附于远房姑母，平日里修行资粮并无多少。当时姑母让她做一笔交易，她虽然不情愿，但到底还是跟着来了。等见了面，却是发现这位燕公子长得英俊非凡，现在还出手阔绰。少女哪个不怀春？她接过聚气丹，鼓起勇气说道：林公子，我想拜入你的门下。拜入我门下？林浩打量少女一眼，清爽的头发，清秀的脸庞，清澈的眼眸，还有那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清新自然的气息，绘成一幅精美的画卷。这倒是个美人胚子。你为什么要拜入我门下？略恶咬了咬嘴唇，目光逐渐坚定，道：跟随公子，为求一份仙缘。少女的回答令林浩感到一丝意外，敢于直面心中所求不做作，这倒是值得培养。行，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当个备件童子吧。你回去收拾个人物品，明日便搬过来住吧。打发走少女，林浩并未返回洞府，而是打算前往藏经阁一趟。临行前回望一眼洞府，那风韵美妇真的能吃人啊！内门藏经阁，枯坐在门口的守阁老人抬了抬眼皮道：小子来了呀。林浩下意识的看一眼歪脖槐树上的干尸，头皮发麻道：小子拜见长老。守阁老人点点头，便没再说话。之后林浩走进去，亮出身份令牌，便有守阁弟子将他引入阁内。他这次过来并不是寻找功法的，合欢宗的双修之法、混元淬体诀，还有师尊传授的火莲剑法，足够他练的了。他来是想找前人的结丹经验作为参照。藏经阁内的典籍浩如烟海，他花费半天功夫也没有找到合适的，难免有些失望，准备就此离开。突然一份典籍掉在他的脑袋上，他将典籍捡起来，却是发现上面记载的是玄阴宗历代掌门各封尊主的结丹感悟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他握紧典籍，朝着门口的守阁老人恭敬施了一礼：小子谢长老。并无回应，但林浩却是知道这肯定是守阁老人的手笔。收好典籍，他便离开藏经阁。回到洞府时，美妇韩丽月正在梳妆，本就风华绝代的脸经过雨露滋润，更是容光焕发。林浩走过去，从后面环抱着女人，在其耳边低语道：以后见了金战该怎么论？他和王金战同为内门弟子，按理应该以师兄弟相称，然以他和美妇的关系再去叫师弟，有些不太好吧。韩丽月没想到男人会如此问，俏脸立马布满红霞。你想怎么叫便怎么叫，坏人我先走了。略恶那丫头都等着急了吧？不用急着走，我将略恶收为备件童子，让他先行回去收拾东西，等明日就搬过来。你的伤势还未好，得赶紧注入治疗。韩丽月翻了个好看的白眼，嗔怪道：讨厌的紧。时光匆匆，7日后，林浩将前人的结丹感悟看得七七八八，自觉精气神都达到巅峰状态，觉得时机成熟，便准备结丹。这日，水灵儿诸女皆守在洞府之外，一脸的焦急。洞内，林浩打坐调息后，拿出一枚丹药，此丹为7命小环丹，可以护住心脉，而且能够凝魂守魄。只这颗丹药便耗费他5000中品灵石。结丹结的不只是修为，还有财富权势。他喟叹一声，服下丹药，旋然便感觉到药力在血肉经脉中化散开来，待药效完全发挥，他当即运转功法。他这方不大的洞穴中随之充满狂躁的火灵气，幸好他提前布下聚灵阵，可以引导这股火灵气进入体内。轰！灵气入体，他的肌肤立马灼热起来，就像是被火焰炙烤一般，将他身上的衣衫燃成灰烬。体内的五脏六腑、血肉经脉都在被炙烤，这远比他避开双修之法强行修炼时还要凶险。幸得他的躯体多经火灵力锤炼，一时间到未出事。他稳了下心神，赶紧运转功法，体内涌出一股精纯的火灵力，与狂躁的火灵气对冲，两股力量像是战场上争锋的将军进行冲阵斗将，谁也不肯退缩。与此同时，林浩的丹田中出现一个黑洞般的漩涡，狂吸其体内能量。若是风苍月在此，定然大惊失色。修士冲击结丹，品质分为3等，下等为清丹，丹丸为青色，中
中等为元丹，丹丸为红色，上等为金丹，通体金色。可这黑色是什么情况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只见那黑色漩涡伸出数根黑色触手，穿过林浩的丹田，插进其血脉经络之中，似是在吸食生命精华。林浩面目狰狞，额头上满是虚汗，脸上的血色渐渐退散。他察觉到触手在吸食自身生命精华，哪还敢继续结丹？赶紧调动体内灵力，斩杀黑色触手。可是黑色触手无穷无尽，根本砍不完。此时他提前服下的7命小还丹发挥药效，化作道金光，帮他劈斩黑色触手。2日后，林浩洞府之门轰然打开，水莲儿一马当先冲进去，看见形容枯槁的林浩，顿时明白这是结丹失败了。他赶紧关上洞府的门，禁止任何人进入。林浩，林浩，他轻声呼唤着，可怀中人没有任何回应。他神情忐忑，奋出一缕神识，查探林浩的情况。这一查将他吓得半死。林浩的生命之火极为虚弱，就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。他顿时慌了神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忽然想起来林浩闭关前曾叮嘱他，若是出事就使用灵剑符联系风尊主。他不敢耽搁，赶紧照办，随后给林浩喂食疗伤丹药，并且运功为其吊命。半日后，风苍月赶来，见到随时可能毙命的林浩，不敢有任何耽搁，直接用灵力包裹起，飞到大竹峰山巅。他将林浩放在火莲台上，随之盘腿而坐。他使用灵力阵破林浩的衣衫，然后将纤纤手掌贴在他的后背上。轰！浩瀚磅礴的灵力瞬间充斥于山巅。疗伤持续了1日，林浩方才苏醒。师尊，弟子愚钝，结丹失败了。风苍月俏脸上有一抹倦意，悠悠说道：“臭小子，先别想其他的，好生将养。”是，师尊。林浩就住在风苍月的草庐中，后者每天都会运功给其疗伤。如此又过去3日，林浩的气色方才恢复。你详细给我讲一下你结丹时的情况。林浩深吸一口气，将情况娓娓道来。听到弟子结丹时凝聚的是黑色漩涡，风苍月光洁的额头皱作一团。黑丹，饶是风苍月见多识广，都未听闻过黑丹。即便是结丹失败，也不应该有如此严重的后果，最多是修为跌落。乃像林浩差点把命给丢了。师尊，我这是什么情况？林浩问出心中疑惑。为师也不知。风苍月话锋一转，继而说道：“徒儿，你不到2年时间，便从炼气6层修炼至筑基极致，距离结丹一步之遥，这修行速度实在太快，缺乏沉淀和感悟。”林浩默然，师尊说的有道理，自己确实缺少积淀，短短2年便走完别人数十年甚至近100年才能走完的路。看来双修之法虽能快速提升修为，但是所埋下的隐患不小，更何况自己的体质也还有秘密未曾发掘出来。他决定养好伤，就去外门一趟，将此事给解决掉。浩儿，这段10日你就好好养伤，养养花弄草，不要想修行的事。若有疑惑或者感悟，便来山巅寻我。是，师尊。林浩拱手一礼，问道：“师尊，灵石矿那边，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，去吧。”风苍月一拂衣袖，旋然飞出一柄飞剑，将林浩带下山巅。林浩回到自己的山峰，远远便看见洞府前站着莺莺燕燕，都在焦急等待。水莲儿像一阵旋风般扑进他怀中。你没事了吧？林浩嘴角噙着一抹笑意，伸出手指刮了刮他的穷鼻。没事了，师尊出手，能有什么事？你可吓死我了。那日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林浩不想讲，主要是害怕女人担心，于是转移话题。下山前，师尊让我修身养性，养养花弄草，你们就是我需要教养的话。林浩看向韩丽月和王诗涵众女。韩丽月因为主动请缨和妖族作战受伤，表现忠勇，宗门决定免去他之前看守锁妖塔不利的惩罚，并且现在还是养伤阶段，宗门没给他分派任务，所以他现在是没事就往林浩这里跑。另外4个是林浩招收，经过考察，最终决定留下的丫鬟，还给他们取名春兰、夏竹、秋菊、冬美，以及一个新收的备剑童子绿娥。半月后，经过半月修身养性、腐花弄草，林浩的身体完全恢复，体内的灵气也恢复如初。冲击结丹失败，自身境界没有跌落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一天修炼中，林浩有个意外发现，所汲取的阴气竟然可以存放于丹田之内，这令他感到不可思议，之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他赶紧奋出一缕神识，内视丹田查看情况。结丹失败后，那可怖的黑色漩涡并未消失，而是潜藏于他的丹田之中，这元阴之气就被储存在黑色漩涡中。这玩意儿还能储存元阴之气，既然能储存元阴之气，那灵气呢？为了验证，林浩当即内气入体，然后引导灵气进入黑色漩涡，竟然真能存储。林浩震惊，大感不解，当即前往山巅求师尊解惑。然而风苍月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，但是可以肯定，这黑色漩涡对林浩无害，反而能够提供助力。一般来说，修为达到筑基极致，除非是破入结丹，否则自身灵力不可能再增加。但林浩却能将吸收到的灵力储存于黑洞之中，留待结丹之后再用。徒儿，黑色漩涡一事，你我知道即可，切不可再告知他人。林浩点头称是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的。师尊，我现在的状态
是否可以重新筹备结丹事宜？风苍月略微沉吟，方才说道：“你先准备着，但暂时不要结丹，花上半载光阴磨练心性，等正式结丹时，我来给你护法。”是，师尊。林浩闻言大喜，有师尊进行护法，他觉得结丹概率能增加2成。离开大竹峰，林浩并未回自己的山峰，而是打算去外门一趟，自己体质的秘密也该有个了结了。以前他身份和实力低微，无从调查，但现在他的身份和实力已经超过宗门的普通长老了，可以有所谓了。巧的是，林浩赶到外门时，当时负责给他觉醒体质的长老正在给外门弟子觉醒体质，于是他就在外边等待，这吸引来不少外门弟子围观。如今他在玄阴宗的名声，弟子之中无人能及。不到2年光阴，从外门弟子跃升至金丹种子，魔妖2次动乱的主角，拔得受妖大赛头筹，战胜第一美女宁清雪以及燕公子的名号。这其中随便拿出一件事，便能镇住外门弟子，也难怪会吸引来众人围观。只是众人对他的畏惧更多一些，虽然前来围观，可没人敢跟他搭话。林浩倒是没有摆谱，脸上始终挂着和善的笑意。他是外门弟子出身，最是明白底层的生存之不易。一炷香之后，负责觉醒体质的长老忙完手头事宜，看见林浩之后，露出活见鬼的神情。觉醒长老看到林浩，就想掉头离开，却被后者一把抓住后颈。刘长老，见我就走，是心中有鬼吗？刘长风暗道一声倒霉，随之陪笑道：“林大天才说笑了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和内门的张长老有约，是吗？”林浩一眼就看出来老家伙在湖州，但是并没有戳穿，而是顺着话头说道：“不知刘长老有没有空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。”臭小子，你抓得这么紧，就算我说没有空，你能放我离开？刘长风心中嘀咕一阵，乐呵呵道：“林大天才尽管问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必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倒不必，我就是想知道我觉醒的体质到底是什么？你当初为什么要隐瞒？”刘长风心中咯噔一下，脸色瞬间黑了下来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我刷。”林浩的眼中溢出杀意，一拍剑匣，抽出紫电宝剑，剑身雷光缭绕。别讲废话，我的耐心有限。好惊人的杀意！刘长风打了个哆嗦，他只是筑基后期，在外门担任觉醒体质的长老，实力没林浩强，地位也没对方高，本着死道有部死贫道的原则，将大长老给卖了。当时大长老来视察，你的体质是他不让我告诉你的。大长老的指示。林浩的眉头微皱。半年前锁妖塔事件，大长老暴露妖族身份，被掌门一剑给斩了。他总不至于追到阴曹地府去质问大长老吧？不过对方应该没撒谎，因为崔晴儿也说了，他们是受大长老指示。嗡！紫电宝剑发出一声颤鸣，意欲斩剑气。我当初觉醒的到底是什么体质？这刘长风的老脸被剑气刮得生疼，可是并未松口，反而嘴硬道：“林大天才，虽然你是金丹种子，可我是外门长老，你不要太逼我。”这狗贼一副碎怂样子，竟还有这样的骨气。林浩暗中道一声奇，不过还是最后一搏，用剑刃抵住对方的喉咙。你也别逼我，剑刃不长眼。刘长风的脖子渗出鲜血，但却一脸坚持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并不怕死，你要杀便杀。遇到这种滚刀肉，倒是没什么好办法。这老贼是外门长老，自己若是杀了，即使有师尊力保，也难免会受到惩罚。现在刘长风死鸭子嘴硬，倒是不好逼迫得太紧，只能暂且作罢。反正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，随便找个小宗门蹭一下觉醒晶石就是了。这次暂且放过你，日后有需要，我会随时来拜访。”他将紫电宝剑放回剑匣中，随之扬长而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却是听到几名内门弟子在议论灵石矿的事情。为了争夺矿脉的归属，玄阴宗和烈阳宗的矛盾不断加深，在混乱之地的弟子和长老甚至大打出手，出现了伤亡。就连小竹峰尊主慕容庆雪都受了伤，宗门决定再派缥缈峰之主前去支援。林浩却从此事中察觉到一丝不寻常，两宗打得有点莫名其妙。按道理说，两宗都属于仙门正派，而且又面临妖族报复的危机，这时遇到矛盾的点，应该坐下来商量才对，而不是大打出手，感觉像是有人在拱火。他带着心中疑惑前往大竹峰山巅，很是不巧，风苍月不在，没有听说师尊出宗的消息。林浩索性在此稍作等待，一直到太阳西沉，师尊才回来。所来何事？林浩赶紧将自己心中疑惑缓缓道出。风苍月眼眸闪过一丝讶然，轻声笑道：“你倒是聪慧，今日掌门召集我等，便是商议此事。烈阳宗的狗贼是可耻，但任由事情发展下去，会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两宗可能会两败俱伤，给妖族可乘之机。”林浩频频点头道：“大掌门准备如何处理此事？”岂料这句话出口，风苍月俏脸之上立马蒙上一层冰霜。哼！天剑宗宗主王浩然无耻至极，明面是调和，却联合百花谷和无极宫，声称混乱之地是五大势力交界，属于共有之地。发现灵矿他们也该分一杯羹，提议通过举行筑基7天交战，以此定夺灵石矿的归属，确实够无耻的。林浩心中默默吐槽一句：灵石矿本来是玄阴宗先发现的，现在却要5家分润。欧阳掌门和赵无极那个混蛋会同意这件事？当然不同意。掌门力争之后，灵石矿被分作10份，
我们和烈阳宗各占2份，剩余的6份则是进行天骄战。随之按照排名划分，第1名奖励3份，第2名奖励2份，第3名则为1份。话至此处，风苍月突然问道：“你伤怎么样了？掌门应该会派你前去。你伤没好拳，或是不愿，我去跟掌门说。天骄战吗？”林浩心中默念一遍。天剑宗的关月、李金红上次受邀大赛未能与他们交手，还是很遗憾的。这次蒙受师傅传授火莲剑法，加之魂元淬体诀，他也很想试试自己能否战胜葛宗天骄。师尊，我伤完全好了，我愿去。风苍月微叹一声，似是早就知道这样回答，素手朝虚空中一抓，拽出一柄赤红长剑。这柄玄阶剑凤鸣，你拿着用。是，师尊。林浩恭敬施了一礼，随之满脸欣喜接过长剑。退下吧。一股劲风袭来，林浩被风苍月一袖甩落山崖。下坠的时候，林浩一脸怅然，自己这次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啊，怎么又被甩了？回到自己的山峰，林浩将自己准备参加天骄战的事情告知朱女。水莲儿一脸关切道：“林郎，你刚经历结丹失败一事，前去参加天骄战会不会吃亏？”“不会，我身上的暗伤已好，完全可以再冲击结丹。但是现在我决定打完天骄战再进行结丹。”韩丽月到底年龄大些，神色担忧道：“林浩，我听闻天剑宗的关月早就可以冲击金丹，只是一直压着境界，不进行突破。此人会是你的劲敌，你多加小心。”王诗涵也想说些什么，但两女把话说完了。诸女都流露出想一同前往的想法，但是林浩没有同意，而是让他们留守家中，监督杂役弟子开垦灵田药圃。坐拥一座山峰却不加利用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3日后，天骄战的参战名单出炉，鲁不平、宁清雪、林浩赫然在列。此名单一出，在玄阴宗引发了热议。争议点主要在于本门的天骄能够战胜其余4宗的天骄吗？别的不说，天剑宗的关月实在太强了，以助激进，在受邀大赛中斩了一头3阶大妖。这恐怖的战力令玄阴宗的弟子感到心里没底。与此同时，代表玄阴宗出战的3位天骄正在掌教宫殿，聆听欧阳掌门的教诲。你们此行代表玄阴宗出战，名利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和天骄交战，能提升修行感悟。生死间有大机缘，但是我被修士求的是长生，活着终将无敌，所以你们此行要谨记保命为重。弟子知晓。3人齐声唱诺。这3枚9幽灵丹，你们贴身收好，遇到生命危险，服之可以保住一命。欧阳掌门屈指一弹，3人面前各自悬浮一颗丹药，散发着白玉色光芒。收好丹药，3人便离开了宫殿。虽同为玄阴宗天骄，但3人之间并无太多交集。相对来说，林浩和宁清雪比较熟识一些，毕竟不打不相识。2位，我们一起去混乱之地吧。不必。鲁不平直接回绝道。哼。宁清雪踩着飞剑离去，徒留林浩一人，还挺高冷。他摸了摸鼻尖，打算前往事务堂一趟。玄阴宗有令，内门弟子1年必须完成一项宗门任务。林浩想着出门一趟，一并把事给办了。自从晋升成内门弟子，他还是头一次来领任务，不过流程和外门没什么区别。他来到任务堂，将自己的需求说了出来。长老将顺路的任务找了出来，结果只有2个，2个任务都挺简单的，一个是找到失踪的同门，另一个是才发放的还比较紧急的任务。朱雀国的国王突然驾崩，王国陷入混乱，玄阴宗准备直接任命一个新王，防止混乱，需要人去传令。林浩正愁要接那一个任务，却是发现宁清雪走了进来，应该也是来接一个顺路的任务。林浩心中寻思，这都能想到一块吗？他心中不由生出捉弄的想法，伸出手指敲了敲桌子，随后说道：“那2个任务我都接了。”此时宁清雪还没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直到事务长老说任务都被林浩给接了，宁清雪的2条眉毛立马皱成一团。这个该死的家伙一定是故意的吧？他冷眼看向林浩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没什么好处，我乐意这样。”宁清雪气急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林浩一句话给拴住了脚步。“我可以分一个任务给你。”这家伙会有这么好心？宁清雪心中满是狐疑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果然就知道这家伙没有安好心。宁清雪冷着脸说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“我们一起前往混乱之地。”林浩觉得一个人赶路实在太无聊了，所以才想拉个人一起，而且他也想要和这位掌门爱徒化解仇恨，拉近关系。上一战之后，他时不时就会回想起赏宁清雪竹笋炒肉的画面，那弹性令人意犹未尽。他作为声名在外的燕公子，怎么能和宗门弟子第一美女一直处成敌人呢？明明应该处成道侣吗？再退一步也应该是红颜。就这，宁清雪眉头一挑，虽然她很不想跟色胚子一路，但顺便可以完成一个任务，这省了很多功夫。算了，一起就一起，大不了不说话就是。心中有了决断，他就应了下来。林浩得意一笑，目送女人的背影消失。因为第2任务紧急，明日就要出发，他赶紧回去和水灵儿、朱女话别。次日天一亮，他就御剑离开了玄阴宗。宁清雪可能是怕别人说闲话，是在100里之外等着他。相见之后，2人各自御剑，倒是没有过多的交流。主要是宁清雪始终对林浩存有戒心，虽然很想将这冰山美人融化，
但林浩并没有操之过急，而是静静等待机会。3日后，两人赶到玄雷山，由于不停的赶路，体内的灵气消耗过半，便想着在此处稍事休息。恰好山上有座山神庙，虽说年久失修，但是遮风挡雨还是没问题的。可能是怕男人起歪心思，宁清雪一马当先闯入庙中，打算先行抢占休息的地方。这一进去，却是发现了异样。这座庙中供奉的不是山神，而是一尊6丈高的怪物。此怪身披红色锦衣，裸露在外的肌肤则是青铜色，肌肉线条如钢铁浇铸的一般。小心！只见一头黑色巨怪斜刺中杀出来，亮起锋利的头角，直接撞向宁清雪。而后者像是被锦衣怪射走了魂魄一般，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。砰！林浩来不及施展术法，运转混元淬体诀，以血肉之躯撞向黑色巨怪。怎奈何这巨怪的力气奇大，林浩被反震之力冲击，轰然向后飞去，在倒地的瞬间，唤出紫电宝剑托举着身躯，随之又从剑匣中抽出凤鸣剑，闲着的右手则是喷吐出灵气，悬然站了起来。嗡！凤鸣剑斩出一道火凤，轰！惊人的剑气斩到黑色巨怪身上，轰出可怖的伤口，并带出一捧火花。呜！巨怪发出一声哀鸣，受伤之后更显残暴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喷出一团黑色雾气，随之巨怪的身影隐于黑雾之中。哼，狗东西，好生狡猾，不过想难倒我却是不行。林浩嘴角勾起一抹轻笑，凤鸣剑剑指天空，一轮红日驱散黑雾，巨怪重现。但此时他已然冲到林浩身边，扬起毛茸茸的巨掌，携带着一股劲风朝他拍了下来。林浩来不及变招，只好横起长剑去挡，却是低估了巨怪的力量，手中的剑差点被震飞。这狗东西妖不妖，魔不魔的，倒像是一头厉鬼，比一般筑基大圆满要厉害许多。摸清巨怪的实力，林浩不想再纠缠下去，打算尽快分出胜负。他握紧手中长剑，摆好俯冲姿势，随之如闪电般掠了出去，以难以捕捉的速度重重撞到巨怪身上。铮！剑刃贯穿兽躯，极尽的剑气如细小的刀刃，不断的切割血肉之躯。砰砰砰！一团团血花爆闪，巨怪的血肉像是被崩塌的冰山，不断的滑落。宁清雪这十方才回过神来，美眸中闪过一丝错愕，这家伙的剑法又精深了呀！轰！神台上的石像突然咧开了嘴巴，喷出一道火焰，席卷向黑色巨怪。那庞大的尸体就像是坚冰遇到铁水，瞬间冰消雪融。噗！林浩将呆立不动的宁清雪扑到一旁，心中有一肚子的槽。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？先是愣神，后是不知道躲避攻击，鬼迷心窍了。为了验证心中猜想，林浩将唇贴在女人光洁的额头上，啪！一巴掌甩来，他赶紧格挡，还好他留了个心眼，否则非得挨个大逼兜子。臭淫贼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大姐，若不是我救你，这回你都灰飞烟灭了，还我想干什么？林浩心中也有一股气，直接将女人甩开，去找神像的麻烦。宁清雪眼中满是错愕，你来非礼我，不该是我发怒的吗？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？不过他也意识到不对劲，刚才自己的心神被射走了，若非如此，岂会被那小淫贼占便宜？轰！咔嚓！就在林浩赶过去之际，那尊6丈高的石像突然动了起来，哗啦啦，身上的石皮抖落一地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林浩看着站起来的石像，差不多有10丈高，直接将山神庙给顶破了。砰砰砰！巨石像迈动脚步，重重朝林浩踩了下去。好家伙，还是个活的！林浩如同灵活的山猿，急至闪避开踩踏，可是身形还没站稳，又是一脚下来。砰砰砰！巨石像将山神庙踩成了废墟，林浩则是靠着灵活的身法勉强避开了踩踏。得空回头一看，却是发现宁清雪双手抱拳，一副看戏的样子。他不由气得牙根痒痒，此事是因女人而起，他现在却抽身在外，成为局外人。喂，女人，你见多识广，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吗？闻言，宁清雪的眉头蹙了起来，她并没有见过此物，不过听师尊提起过，世间修行之道有无数种，其中一种名为神道，此道依靠香火供奉成神。由于只需吸纳香火，所以信徒够多，修行速度就极快，甚至可以白日成仙。当然，世间万物有利必然有弊，这种修行之法虽快，但若信徒消散，自身境界便会跌落，甚至成为凡人。修行神道的修士，自身境界跌落，肯定心生不甘，便会诞生心魔，成为这具石像般的怪物。他推测，方才林浩斩杀的黑色巨怪是神像的灵石，而这具石像则是躯壳。这怪物之所以会向他2人动手，是想将他们炼成大蛋，这样可以维持灵石不灭。这些都是他从欧阳掌门那里听出来的，可是并未听的解决之法，或许只能靠战力硬刚。他微叹一声，继而加入战团。他的加入令林浩的压力骤减。林浩的空看了女人一眼，还好不是个没良心的。他们2人师出同门，所修功法虽然不同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倒是配合的颇有默契。这尊修神道的怪物，自身修为本就不高，后香火破灭，自身境界又跌落许多，依靠吞噬流宿的修士才勉强维持修为，那里扛得住玄阴宗2位天骄的联合打击，很快便败下阵来。唰！
一头血色长龙和一尊浴火凤凰同时斩向巨石像的脑袋，将其轰得粉碎。林浩掏出一张符箓，形成防护光罩，抵挡下坠的碎石，轩然说道：“我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，这叫啥？心有灵犀。”宁清雪翻了个好看的白眼，绕开男人去摸石像的尸体。他很好奇这个入魔的神道修士是靠什么迷惑人心的。他方才一进入山神庙便被定了神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你在找什么？是在找这个吗？宁清雪回头看去，却是发现林浩举着一块眼球状的宝石，这宝石泛着暗幽光芒，让人有种迷入其中的感觉。就是这个东西获了他的心神。宁清雪秀眉微微一挑，他对此物很好奇，可是心中明白林浩断然是不肯将此物给他的，所以就没有言语，反而在这不大的山神庙搜寻，看有什么其他发现没有。别说，还真有意外发现。他发现神台后面内有乾坤，而且被数道禁制守着。小道儿，他冷哼一声，手上喷吐出灵气，暴力摧毁了禁制。随之神台后面露出一道暗门，他不假思索伸手去拉那暗门，吱呀，门被打开，从中飞出道道黑气。还好他有所准备，才没有这道。而且这2丈高的神台内部种着一棵粗壮的槐树，观其生长态势，应是有人经常打理。树冠茂密，枝丫粗壮，而且上面还挂着数十道柱形物体，这勾起他的好奇心。他指尖蹦出一道灵气，斩下一个柱状物，啪嗒，物体落地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并且碎裂开来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宁清雪凝神细望，却是看到一团头发。哎呀！他心中惊呼一声，整个人差点摔倒在地。莫非这柱状物中都是干尸？这时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差点拔剑斩之。你干嘛？宁清雪没好气地说了一句。我看你找到了什么好东西。林浩一脸无所谓地说道。没什么，你想看自己看吧，反正都是一些干尸，正好吓一下这个小淫贼。宁清雪起了捉弄之心，便起身离开。转悠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宝贝，他不由有些心灰意冷，索性找个干净的地方盘腿打坐休息。结果还没有入定，就听到林浩兴奋的嚎叫：哈哈，我就知道还有一块。什么？宁清雪豁然睁开眼，只见林浩手里举着一块眼球状的宝石，正好跟先前那宝石一样，正好凑成了一对。这位清晨脱俗的仙子差点爆出粗口：什么世道？凭什么受伤的人是我？好处都被那小淫贼给落了。他气得一佛升天。你要吗？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宁清雪莫名的感觉渐渐的便没有回应。你要是要的话，我可以分给你一颗，可是你不要啊。言罢，林浩一脸遗憾的将宝石收到储物袋中。该死的混蛋！宁清雪赌气离开了山神庙，闯进茫茫夜色之中。林浩赶紧在后面追，嘴里还喊着：哎，宁仙子别走啊，等等我。